今晚没演出啊？没。刚才那个妹妹我认识的。老板娘话锋一转，笑着问：怎么，她来和你搭话？唐恒无从解释，只好摇头说他闲得无聊。那个妹妹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是吗？和你一样。他半真半假的说，我看你俩站一起蛮般配。唐恒把烟递到他面前，来一支吗？戒了，戒了。老板娘转身推门进屋之前又说，你也别抽了，对嗓子不好呀。好像这时唐恒才反应过来自己正在抽烟，那盒红色中华已经被他拆开了，他不太娴熟的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烟屁股，指尖能感受到轻微的灼热。唐恒吸一口烟，猩红的烟头闪了闪，味道很冲很烈，和清香的爆珠洋烟截然不同。唐恒忍不住咳嗽两声，眼角也有些湿润。他推门走进商店，又站在玻璃柜台前，来包黄果树。老板娘说这个不好抽了。就要这个。唐恒接过烟，付了钱，出门右转，拆开黄果树，把里面的烟尽数丢进垃圾桶，然后把那包中华烟一支一支放进黄果树的盒子里。9点27分，唐恒回到长爱门口，拨了李月池的号码。他一边出神的听着手机里嘟的声音，一边有些挫败的想，到底是没有忍到9点半。行千里者半九十，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早知道还不如8点半就给他打电话，反正都是忍不住。李月池没接。唐恒把手机揣回兜，这时已经9点28分。他想了想，又点燃一支烟。他不知道李月池是不是那种喜欢拖堂的老师，不过既然是做家教，大概还是要把该讲完的题都讲完了，才方便下课。那么就算拖延10分钟，距离9点40还有12分钟。唐恒吸一口烟，这次没有那么难受了。他慢慢的吸着，耳边是人群的欢呼和起伏的吉他，那支西安乐队竟然唱起张悬的歌，但不是他最喜欢的那首。当主唱第二次唱到让你今夜都好眠，唐恒拨出今晚的第2通电话，还是9点28分，还是无人接听。唐恒蹙起眉头，不知不觉间已经把手机攥紧了。他觉得自己的心跳有些快，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酒吧里的声音太嘈杂，吵得他心慌，也可能是因为他抽了烟，尼古丁进入身体，带来一些空泛的恍惚感。唐恒把烟含在唇间，拨出第3通电话。这时已经9点31分了。为什么还是他妈的没有人接？不是交话费了吗？不是9点半下课吗？不是说好了今晚可以见面吗？细雨绵绵，长爱的粉色霓虹招牌印在地面积水之中，分散开，变成一滩一滩晃动的粉色，好像世界都是这样流丽而模糊。然后唐恒看见一双帆布鞋把粉色踩碎，他抬起头，李月池正向他走来。他穿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双肩背包，没有打伞。李月池在唐恒面前停下，走得太快了，呼吸有些急。唐恒还含着烟，愣怔的问，你怎么不接电话？静音了。李月池从背包里取出手机，亮屏幕看了看，然后低声说，对不起。唐恒摇头，也看自己的手机，9点32分。今天提前下课了，李月池说8点1刻出来的，本来以为半点能到这儿。唐恒觉得心跳渐渐慢下来，好像终于回归到正常的速率。那你迟到了2分钟。李月池笑了一下，这么着急？当然着急了，2分钟像2辈子那么长。唐恒回过神来，掏出兜里的黄果树，给你抽。李月池挑挑眉，接过了，里面能抽吗？能。那就好。他话音刚落，忽然伸手抽走唐恒的烟，塞进自己嘴里。唐恒愣愣的，见他2片薄唇
含着自己含过的位置。眯起眼，深深的吸了一口。唐恒盯着他的脸，才发现他的头发是湿润的，白衬衫的领口也被雨水打湿了。布料似乎很厚，沉沉压着他的肩膀。这衬衫是唐恒从没见过的款式，短袖，胸前2只方正的口袋，肩上还有2条横着的肩带，像是2片洁白的军章。不像那些松松垮垮的休闲款，他的衬衫线条凌厉，穿在他身上好像一张白纸被撑在画架上，那么平整而干净。两人目光对上，李月池低头扯扯自己衬衫的下摆，这样可以吗？啊，可以进去吗？可以啊。这是我爸的衣服，他有些不自然地说，很旧了。很好看。那我们进去吧。哦，好啊。李月池便率先转过身，推开长矮的玻璃门。唐恒跟在他身后，只见5颜6色的灯光晃在他身上，仿佛很多颜料泼在白纸上，却留不下一丝痕迹。他像一束白色的光，照亮一切，又不为一切所动。李月池，李月池停下脚步，看向唐恒。众人群魔乱舞，四下明暗交错，没人在意他们2个。唐恒迅速抓住他的手，咬牙道：“下次别调静音了。”南国的孩子唐恒说完就有点后悔，怕李月池为难，毕竟他要上课，要打工，都需要手机静音。他这个要求提的没什么道理，或者说简直有些任性。然而李月池什么都没说，只是点点头。他们继续向前走，穿过人群，来到蒋亚开的卡座。田小庆最先看见他们，表情很惊讶地说：“月池，你也来了？”安云笑了2声，没说话。蒋亚则贱兮兮地说：“是啊，挺难得吗？”李月池冲他们笑笑，说：“我来找唐恒玩。”听他这样说，唐恒才暗自松了口气，心想他应该没有不高兴，刚才李月池不说话，他便一路上都很紧张。蒋亚向唐恒伸出手：“我烟呢？”唐恒把万宝路给他：“真行，买个烟买半小时。”蒋亚一边点烟一边嘟囔道：“我以为你又被人堵了呢。”“抽你的烟。”唐恒说。“嗨，还凶我。”李月池凑到唐恒耳边，轻声问：“你等了我很久？”他的呼吸擦过耳廓，有点痒。唐恒说：“也没有很久。”“烟不错。”“啊？”这个李月池举起那包黄果树，声音里带一些笑意：“比黄果树好抽。”唐恒的脸一下子热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很蠢，李月池怎么会分辨不出2种烟的味道？李月池仍附在他耳边：“谢谢你，唐恒。”“不用谢。”唐恒揉了揉自己的脸。这时台上的乐队已经又唱完一首歌，主唱猴子似的蹦来蹦去。忽然大声问：“我们听老布说，今晚还有一位特别嘉宾。”观众开始起哄。主唱又说：“现在我把他请上台，好不好？”“好。”唐恒扭头，愣愣的就见主唱和贝斯一起跳下台，直直向自己走来。老板，那贝斯手穿件很骚包的无袖马甲，肋下只有几根绳子系着，露出一块一块夸张的肌肉。走吧，上去唱一首。唐恒暗骂老布在搞什么幺蛾子，摇头道：“你们唱吧，我听歌就行。”“别啊！”主唱忽然转身面向舞台，高喊：“你们听没听过胡士托的歌？”“听过。”“胡士托的主唱帅不帅？”“帅。”“走吧。”主唱笑嘻嘻道：“众望所归了，老板。”唐恒便被他俩一左一右架上了舞台，观众中传出一声女孩的尖叫：“唐唐！”“其实呢，今天我们是接到政治任务。”主唱搂着唐恒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大家都配合点。”“啊，配合点。”贝斯问：“帅哥，唱什么？”唐恒沉吟片刻：“再来首张悬的吧。”“行啊。”贝斯指指主唱，
他是张悬老粉了。灯光暗下来，只剩一束白色追光打在舞台上。唐恒忽然感到几分紧张。前奏已经响起，他握紧话筒，清了清嗓子，说：“南国的孩子，送给我的一个朋友。”这时他已经看不清楚台下观众们的表情了，只听见他们低低的欢呼。当然，他更看不清李月池的表情，但还是朝他所在的方向望过去，忍不住想：黑暗中，李月池也在看他吗？他们对视了吗？风扬起了你的黑发，你不经心的甩过鬓颊，声音好像有些沙哑，也许是抽了烟的缘故。夜晚你还泥土的气息，纯然原始的粗犷。没错，这是李月池。唐恒闭上眼，回想初见李月池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名字本身已经像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书，带着山林间图腾的气息。李月池，你听见了吗？吉他手弹错了一个音，但是没关系，唐恒知道自己的声音已经敞开了，像夕阳无边无际地铺洒开来。你是南国来的孩子，有着不能负的性子，身上披覆了预言而浑然不知。唐恒闭上双眼，觉得人群都安静下去，隐没在黑暗中，而他正对着苍茫的山林歌唱，那是远在武汉之南的贵州。一曲毕，灯光再度亮起来，唐恒把话筒还给主唱：“哥们，你声音真不错。”主唱搂了搂唐恒：“再来一首。”“不了，我下去陪朋友。”“白衬衫那个？”观众全都注视着他们。唐恒心跳很快，他低声说：“是的。”回到卡座里时，安云和田小庆不知去哪了，蒋亚正在玩手机，李月池则静静地坐在那，看着唐恒。唐恒这才发现自己出汗了，碎发粘在额头上，脸颊也湿漉漉的。他在李月池身旁坐下，有点不好意思的解释：“老板叫他们过来的。”李月池说：“那首歌唱给谁？”唐恒反问：“你不知道吗？”李月池就笑了，忽然在桌子下面攥住唐恒的手，他的手心很干燥，唐恒感觉到自己的汗蹭到他手心里。蒋亚抬眼瞥瞥他俩，哼唧一声：“差不多得了啊。”“这还有个人呢。”唐恒不理他，小声问：“你还想听歌吗？”李月池说：“咱们走吧。”“好啊，不然他们都看你。”李月池捏了捏唐恒的手：“我拦不住。”他们起身向外走去，推开门，发现雨已经停了，但夜空中的云还是沉沉的坠着。唐恒刚想问李月池咱们去哪，忽然看见安云朝他们走来。田小庆不在，唐恒问：“你送他回去了？”安云却不答，先是看看唐恒，很快他的目光转到李月池脸上，他很平静地问：“你不做助教了，是吗？”李月池点头。那现在只剩小庆一个人在做助教了。他像是自言自语，目光却紧紧盯着李月池。对，李月池似乎也有些茫然，怎么了？研一不能做助教，为什么田小庆有名额？我不知道，唐老师给的。你没问过唐老师吗？他的语气变得咄咄逼人。为什么？李月池皱起眉，唐老师给他了，他也愿意。我为什么要问？因为你，安云。唐恒莫名其妙，你怎么了？安云没了声音，半晌，他用一种轻松到刻意的口吻说：“哎，这不是小庆有点尴尬吗？其他学生都看着呢，人家觉得不公平呗。”唐恒还是觉得奇怪，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安云笑了笑，无所谓的说：“算了，我去给我爸拍拍马屁，让我一起做助教吧。”他的心在动。安云说完就走了。雨后的巷子十分安静，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水洼。唐恒还在回想助教的事，李月池打开手机的电筒，说：“我们走吧。”他一手拿着手机照明，一手牵着唐恒，反正巷子里够黑，也没有路人。电筒的白光只能照亮一小块空间，前方还是黑黢黢的。唐恒有种
他们即将走入未知世界的错觉。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下去，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地方。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李月池忽然问。啊！唐恒愣道：什么？助教的事？没吧？唐恒想了想，当时是因为项目组没带你的名字，大伯才给你助教的工作，对吧？我觉得他可能是避嫌。唐恒迈过一滩积水，只给你一个人做助教不太好看吧，所以拉上田小庆。田小庆也缺钱，他说他来读研的时候家里贷款了。哦，唐老师可能是想帮我们。唐恒心想，他倒是没听大伯提过这些事，不过对大伯来说，这也都是小事罢了。你别想这事了，唐恒说，明天我问问安云。李月池沉默片刻，忽然说，我是不是让你很麻烦？为什么？我在和导师的侄子谈恋爱。哦，唐恒煞有介事地说，那也该是男大学生惨遭学术潜规则吧。李月池笑了笑，唐恒听得出他心情不错。他们从人满为患的长隘走出来，才觉出空气中浮动着寒意。也许是夜雨的缘故，原来武汉已经有些冷了。唐恒忽然反应过来，明天就是11月。走出潮湿的小巷，到巷口，在一盏橙黄的路灯下，他们悄悄分开彼此牵着的手。你吃晚饭了吗？唐恒问。还没。李月池说，吃完粉吧。我去买。唐恒说完便率先冲进小店，不用看菜单，直接喊道，老板，2碗大份牛肉粉，1碗少放辣椒，再来2杯米酒。老板慢吞吞应道，你们先坐。武汉大街小巷都是襄阳牛肉粉，名字也都是这5个字，类似于遍布全国的沙县小吃。这家店距离长隘最近，有时胡适拖演出结束，大家都饿了，就来吃牛肉粉。大份牛肉粉10块钱1碗，米酒2块5一杯。唐恒把一张50的纸币放在收银台上，说，吃完再找钱。老板娘正在看电视，转过身来收了钱，笑着说，不着急吗？吃完再结账了。唐恒摇头道，没事。其实往常他和蒋亚安云来吃饭的时候，当然都是吃完再结账的。演出结束后总是很累，吃饱了，3个人奄奄的支在桌子上，你推我，我推你，谁都懒得起身去付钱。但是和李月池在一起就不同了，唐恒没法直接给他钱，甚至连交话费都不行，所以只好想方设法买包烟，吃完粉，这些小钱他来付。他担心李月池去结账，就先把钱付给老板娘。以前他从没在意过这些事，谁付钱，什么时候付钱，怎样付钱才显得比较自然。唐恒扭头看见李月池已经坐下了，他把白衬衫的袖子挽起来，露出麦色的修长的小臂。2人对视，李月池冲他笑了一下。很快，老板把牛肉粉送上来，几片切得很薄的牛肉铺在雪白的米粉上，旁边一撮葱花，一颗卤蛋，汤汁红油油的，饭起带着辛辣的香味。唐恒不太能吃辣，所以叫老板少放辣椒，而李月池则恰恰相反，他掀开桌上的辣椒罐，又舀2勺干辣椒没进碗里。小店里只有他们2个食客，老板和老板娘一起看电视，喧闹的歌声飘扬在店里，听不出唱的是什么。店外再走几步便是车来车往的洛玉路，热气氤氲。李月池把辣椒末拌匀了，大口吃起来。他一定饿坏了，吃得很快，一言不发。唐恒悄悄打量他，觉得很奇妙，他即便是这样狼吞虎咽的嗦粉，将米粉吸入口腔时发出呼呼的声音，也并不令人觉得粗鲁。他的鼻尖渗出汗珠，唇角沾上油点，好看的眼睛低垂。他认真的注视着面前的食物，他把牛肉捞得干干净净，就连断成一节一节的米粉也捞干净了。1碗襄阳牛肉粉只剩下红汤，亮澄澄的倒映着唐恒的心。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唐恒轻松地说，你当时保研的时候，怎么想到来读社会学？为了认识你。开玩笑，李月池勾起嘴角，我大3的时候听过唐老师的讲座，讲的是扶贫。在你们学校？听完觉得很有意思，就看了几本社会学的书。唐恒挑起一筷子米粉，是不是很枯燥？还行，我以为你们学数学的完全不会对文科感兴趣。大部分是这样吧，不过他顿了一下，似乎是迟疑，又像是不好意思，我很喜欢哲学。是吗？唐恒挑眉，我们这专业也涉及到很多哲学的内容，学院里还有个社会学理论小组。哎，那你本科的时候学过哲学吗？我参加过哲学社。哦，唐恒握着筷子的手僵住，脸上表情也僵住，但只是一瞬间，中哲还是西哲？西哲。我爸以前也是研究这个的。我算不上研究。李月池盯着手里的米酒，有些腼腆的说，只是感兴趣。吃完米粉，两人走出小店。此时已经10点半过，略微有些起风。他们来到落玉路上，没办法牵手。李月池点了支烟，走在唐恒身侧。地铁站出口的麦当劳大概办过什么活动，几块明黄色小旗立在门口，被雨水打湿了，又被风吹得来回摇晃，显得有些意兴阑珊。唐恒偏头打量李月池，他的衬衫其实并不合身，下摆不够长，袖子又过于宽大，风把他的袖子向后拢去，显出他手臂的轮廓。那灰白的烟也从他指尖向后飘，刹那间就散开了，散在夜色里。唐恒与他错开2步，忍不住在他身后伸长手臂，手心迎着风，好像那样就能挽住他的烟。这一刻，唐恒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夜凉如水，李月池扭头低笑着问，这也是牵手吗？唐恒愣了一下，耳畔忽然又想起那句歌词，风扬起了你的黑发，原来不是风在吹，不是烟在飘。佛经说的对，只是他的心在动。前女友就前女友吧。唐恒想，如果她是吴四，是赵雪兰，或者是其他什么女孩，大概都会爱上李月池的。他承认。他们来到汉大南门，进学校，在逸夫楼前停下。其实唐恒很想一直陪李月池走到宿舍门口，反正他住自己家，没有门禁。但2个男人走在一起还是太显眼了，所以他们向来在逸夫楼就分开。唐恒看着他，小声说，明天见。李月池的手插进裤兜，烟多少钱？唐恒摇头道，送你的。太贵了。谈恋爱吗？那我能送你什么？他略微皱起眉，像在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唐恒脑子一热，说，要不然你今晚别回宿舍了。坐在一块儿，李月池有些惊讶的扬了扬眉毛，他还未开口。唐恒先匆忙解释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不想回宿舍的话，等等。这么说好像也不对，李月池哪里表露出不想回宿舍的意思了？但是怎么讲才合适呢？哪怕他是一阵风，也想把他握在手里。唐恒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患得患失，就算李月池谈过女朋友，这很正常不是吗？他已经接受这件事了不是吗？为什么此刻他还是如此恐慌，总觉得李月池会像一片影子，趁着夜雨天黑走进茫茫山林而再不复返。奇怪，他都在想些什么？我不是那个意思。唐恒硬着头皮，前言不搭后语的说，家里没有别人。李月池笑了一下，低声问，所以呢？就你可以睡书房，书房有床。我在宿舍也睡得挺好。哦，唐恒看着他，干巴巴的说，那你回去吧。李月池颔首，明天见。他说完便转身欲走，动作干脆。唐恒又喊，李月池。李月池转身，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似的，
笑着说：“最后一次机会。”他向来这样游刃有余，唐恒想，他都知道的。陪陪我。唐恒不好意思看他，只得盯着自己脚下的位置。陪我待着，行吗？走吧。啊！李月池低声道：“去你家。”唐恒发誓，刚才邀请李月池去自己家的时候，并没有其他目的，他只是单纯的想和李月池多待一会儿。可李月池的声音那么低，语调那么轻，好像连夜风都变得软绵绵了。他们走在偏僻的小径上，鞋底踩过一些枯枝败叶，发出轻微的声响，仿佛某种絮语。唐恒觉得大脑有些混乱。李月池竟然跟他回家了，只有他们两个。卧室的床是双人床，谁先洗澡？按理说李月池是客人，应该让他先洗。内裤也有新的，但如果他们两个一起，是不是太快了？而且他家是老房子老户型，卫生间很狭窄。唐恒，李月池忽然拽住他。啊！完了，李月池是不是后悔了？有台阶。哦，唐恒尴尬道，差点没看见。李月池不说话，只是把拽着唐恒的手向下移，轻轻握住唐恒的手腕。他的手心是温暖的，唐恒觉得大脑更混乱了。总算到了楼下，这栋楼的住户大都是退休教职工，上了年纪，睡得早。故而时间虽然还不到11点，但一眼望去，只有2、3户人家亮着灯。唐恒走进楼道，轻轻嘿了声，暖黄色声控灯亮起来。他小声向李月池解释，邻居都睡了，这边老房子隔音不好。李月池回忆很轻的他跟在唐恒身后上楼。楼道里静悄悄的，唐恒看见他们的影子被声控灯拉长，一个影子亲密的交叠了另一个影子。你家在几楼？6楼。唐恒不敢看他的脸，只好闷头爬楼梯。顶层。所以他们很快就爬到6楼，太快了，彼此都有点喘。唐恒低头在背包里找钥匙，手伸进包里摸来摸去，而李月池略有些沉重的呼吸拍在他头顶，令他的思绪越发混沌起来。总算摸出那把钥匙，正要开门，李月池忽然说：“对门有人住吗？”有啊。唐恒搓了搓脸，文学院的老师，退休了。唐恒。啊！2秒后，唐恒后知后觉的抬起头，才发现李月池的神色也很异样。他微微皱着眉，唇角略向下压，似乎是一副忍耐的神情。唐恒，李月池的声音很轻，我觉得声控灯熄灭，视野陷入一片黑暗，我快忍不住了。李月池凑到唐恒耳边，用气声说。这一刹那，好像大脑都空白了，唐恒分辨不出他的话的含义。周遭实在太黑了，他下意识的寻找光源，然后就对上李月池的眼睛。一点模糊的灯光从楼道窗户照进来，照进他的瞳仁。在他的瞳仁中，唐恒看见2点小小的白色光芒，那2点光芒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嗅到很淡很淡的烟味，李月池吻了他的嘴唇。在漆黑的楼道里，他们安静而急切的接吻，吻得太急了，唐恒只好竭力压制自己的气息，他怕自己的呼吸声太重，惊起了声控灯光。片刻后，李月池微错开身体，一手环着唐恒的腰，一手撑在墙壁上，他的呼吸也有些急促，鬓发蹭着唐恒的脸，湿漉漉的，分不清是谁的汗。唐恒知道自己起反应了。李月池，他轻声唤他，开口的瞬间，声控灯亮起来。李月池飞快抬手捂住他的眼睛，视野又变成一片黑暗了，但他手指的缝隙中透出一丝丝光线。唐恒眨眨眼，感觉自己的睫毛扑在他手心。怎么了？唐恒问他。李月池声音低哑，我们再等等，好吗？唐恒没反应过来，等什么？再等我1周，
5天就可以。唐恒既有点不好意思，同时又感觉很茫然。5天？5天之后会怎么样？他俩又不是女孩，要避开生理期。好啊，唐恒说。这也不着急。李月池俯身又在唐恒的唇上吻了一下，然后他放下了手。唐恒把钥匙插进锁眼，一边开门一边问：为什么是5天？李月池跟在他身后含糊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门打开，客厅的灯亮着。傅丽玲坐在沙发上，抬起头：哎，我就听着是你。紧接着他的目光转移到李月池脸上：小恒，这是你朋友啊？唐恒完全愣在原地，甚至打了个哆嗦。妈，好几秒他才开口：你怎么回来了？这2天公司没事吗？傅丽玲穿一条褐色丝绸连衣裙，施施然站起来：快让你朋友进来坐呀。唐恒甚至不敢回头看李月池。阿姨好。他听见李月池平静的声音：我是唐恒的同学，来借他的书。哦，快进来坐。傅丽玲左右看看，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小恒最没收拾了，你看家里乱的。唐恒换了鞋，径直走向厨房。我去倒点水。他整个人被吓懵了，心跳快得像要冲出胸膛。他们上楼的时候，傅丽玲听见了脚步声，可他们又没有立即开门，他会不会已经知道了？唐恒倒了2杯水，端出去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傅丽玲坐在沙发左边，李月池坐在沙发右边，中间空荡荡的，显然是给他留的位置。妈，唐恒坐下，深吸一口气：这是我学长李月池。啊，小李是吧？傅丽玲笑眯眯的：也是社会学的。是的，李月池说。那就太好了，小恒这孩子平时贪玩，你是他学长，多带着他搞搞学习。妈，唐恒起身：我去给学长拿书，他得赶快回宿舍。有门禁。李月池也站起来，垂着眉眼：阿姨，这么晚打扰您了。有什么打扰的？小恒你快去拿书。他看着李月池，语气如常：小李喝杯水再走啊。唐恒快步走进书房，胡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海德格尔的书。他把书递给李月池，忍不住咳了一声：学长，书你拿着看就行，不着急还我。李月池说：好，谢谢你了。那你路上慢点啊。李月池点头：阿姨再见。再见。傅丽玲起身把李月池送到门口，招呼道：小李常来玩啊。门关上，傅丽玲问：他是谁的学生？大伯的。小孩长得不错。傅丽玲打个哈欠，懒洋洋道：今天飞机晚点，我在机场等了一下午，累死了。唐恒捏捏他的肩膀：这次待几天？后天就走，我去睡了呀，明天中午去你大伯那吃饭。你也早点睡，别天天熬夜。妈，傅丽玲扭头笑着问：怎么了？裙子不错。那当然，傅丽玲得意地说：我一眼就看中了。店里最后一条呢？唐恒草草冲了个澡，回到房间，看见李月池发来的短信：我到宿舍了。唐恒回复：我妈没发现，你别担心。李月池：晚安。唐恒：晚安。唐恒放下手机，向傅丽玲的房间望了一眼，门关着，门缝也是黑的，看来他的确睡了。唐恒惴惴不安的想，傅丽玲应该没有发现，毕竟他的神情语气都那么正常，而且他和李月池只是在家门口停留了一会儿，又没发出什么声音。最坏的情况，也就是傅丽玲已经有所怀疑。唐恒忽然很后悔，为什么以前要急匆匆的向他出柜？反正如果之后傅丽玲问起来，就死不承认吧。其实他也不介意向傅丽玲坦白，但他知道李月池不想。这一晚实在发生了太多事，唐恒躺在床上，觉得疲惫极了。他摸摸自己的嘴唇，又觉得似乎还残留着李月池吻上来的触感。
第二天没课，唐恒醒来的时候，傅丽玲已经出门了。手机上有2条短信，一条来自傅丽玲，我去做个 SPA， 你记得中午要去你大伯家吃饭。一条来自蒋亚，靠，昨晚那妹妹还真认识你家李月池啊。唐恒一下子清醒过来，飞快拨了蒋亚的电话。哟，您起了？你怎么知道他和李月池认识？我看见的呀。蒋亚神秘兮兮的，早上我去师大食堂吃饭，就是热干面很好吃的那个食堂，就看见他俩坐在一块儿。没有接中午11点半，唐恒搭地铁到大伯家。大伯在汉大里有套房子，平时他住在学校，工作忙，到了周末才回家。他家位于汉街附近的别墅区，闹中取静，近些年房价越涨越高。唐恒偶尔会看见大伯坐在书房的红木书桌前感慨，要不还是把这套别墅卖了吧，大学老师住别墅，传出去多不合适。当然，这话他说了许多次，却并没有真的卖掉别墅。唐恒刷卡走进小区，沿着葱葱郁郁的主干道前行。10来分钟后，到达大伯家院子的门口。他还未进门，已经听到小咪的叫声。小咪是只牧羊犬，伯母去年收养的，起了个像猫的名字。傅阿姨，唐恒喊道，帮我开下门。傅阿姨是大伯家请的保姆。你这小子又不带钥匙。来开门的是大伯，他穿件宽松的老头衫，棉质居家裤，手里端着茶杯。我妈到了没？早到了。小咪兴奋地冲上来绕唐恒打转，被大伯赶到一旁，又给我们诉苦呢。诉什么苦？还能是什么？大伯放低声音，你出国的事呗，待会儿你可乖一点，别和你妈顶嘴啊。唐恒点点头。哟，大伯笑了，今天这么懂事。唐恒心不在焉的应道，是啊。进家门，伯母快步迎上来，小恒最近忙什么呢？好久没过来了。毕业论文开题，唐恒说这学期也还有课。多来吃饭啊，怎么感觉你瘦了？唐恒不知该说什么，胡乱应付道，好像是瘦了一点。傅丽玲点点唐恒的脑袋，谁知道他折腾什么呢？开饭吧，开饭吧，大伯招呼众人，我都要饿死了。老实说，唐恒不太喜欢来大伯家吃饭，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说来惭愧，他嫌臭。伯母姓朱，武汉动保圈都称她朱姐，动保也就是动物保护，以救助猫猫狗狗为主要内容。唐恒知道他做这事是出于善心，但由于频繁接触动物的缘故，他身上总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异味，连带着家里也是，有点臭，有点腥，总之不怎么好闻。高中的时候，某次唐恒在电话里向傅丽玲提起这件事，傅丽玲淡淡的说，他又没有孩子，总得找点什么作伴嘛。不过今天唐恒也没心思在意臭不臭的了，他和李月池吵了架，其实连吵架都算不上。简单来说，挂掉蒋亚的电话之后，他给李月池打了电话，李月池没接，发短信说正在上课。唐恒回复他，你为什么去见吴四？这之后的一整个上午，他都在默念这句话，你为什么去见吴四？他总是忍不住的想，如果换一个迂回委婉的问法，是不是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李月池很快回复，他说昨天和你聊过了，是他来找我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你从没提过你有前女友。你可以问我，或者至少告诉我你们见面了。没必要。为什么？交女朋友很正常啊。然后李月池就不回消息了。唐恒想不通为何会变成这样。他说交女朋友很正常，自认为只是平静的陈述一个事实。他甚至已经说服了自己，李月池那样的人，当然谁都会喜欢吧。前女友就前女友吧，谁让他认识他这么晚呢？小恒，傅丽玲忽然开口，你还在和中介联系吗？
唐恒有些烦躁地说：“再联系啊。”傅丽玲沉默，一时间饭桌上只有咀嚼的声音。这情景唐恒再熟悉不过，只希望别在大伯家吵起来。准备了哪几所学校？大伯倒是很淡定。伯克利、杜克、芝大、小恒，你实话实说。傅丽玲打断他：“你一门心思出国，是不是因为你爸？”唐恒放下筷子，冷冷地说：“和他有什么关系？他都过世10几年了。你爸不就是研究法国哲学？如果不是他要出国交流，那天也不会去机场。舅妈。”唐恒忍不住提高音量：“你能尊重我爸一点吗？”尊重？我就是太尊重他了，才没拦住他。现在你还要我尊重你是吧？要自由了是吧？你想过我吗，唐恒？哎，丽玲，大伯劝道，咱们好好沟通。啊，你们都别急。对，伯母也说，以前的伤心事就不要再提了，孩子心里也不好受。唐恒，我是上辈子欠你和你爸的吗？傅丽玲的语速却越来越快。他一口喝完杯中的水，咄咄逼人道：“你记不记得你爸出事那天晚上？他自己打车去机场，我想问他到机场没有，拨他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每次都是想够1分钟了，还没人接。”唐恒感觉自己的心脏颤了一下，他豁然起身，低吼道：“别说了。”唐恒，你不准走！唐恒推开门，飞快跑出大伯家。他跑得很快，直到出了小区，来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才堪堪停下。太累了，他弯下腰，双手扶在膝盖上，呼哧呼哧的喘粗气。路人纷纷扭头看他，带点好奇的打量，甚至有个穿校服的女孩子走过来，紧张的问：“你没事吧？要帮忙吗？”唐恒哑声道：“我没事，谢谢你。”只是那个画面已经在他记忆里蜷缩了11年，像一颗萎缩的肿瘤，萎缩了，不显眼，却没有死。他11岁的时候，他爸去法国访学，他清楚记得那是晚上8点的飞机，北京飞巴黎。他爸说，在家听妈妈的话，下次带你一起去。那是冬天，北京的天黑得很早。傍晚时，傅丽玲下班回家，有些疲倦，摸了摸唐恒的头顶：“乖，问问你爸到机场没有？”那时傅丽玲还没有手机，他们用座机打电话。他拿起听筒，熟练的摁下他爸的电话号码，摁了第1遍，没有接。傅丽玲说：“可能路上吵，听不见。”摁了第2遍，没有接。傅丽玲说：“怎么还没到？都6点半了。”摁了第3遍，没有接。傅丽玲皱眉说：“你爸这人最不靠谱，是不是小灵通没电了？”第4遍、第5遍、第6遍。傅丽玲起身：“我来吧，你是不是拨错号码了？”怎么可能拨错？而且他明明是看着他拨的。换了一个人拨号，并没有因此出现奇迹。第7遍、第8遍、第9遍。那个黄昏，11岁的唐恒守在座机旁边，人生第一次感到无助。他无助的想：“爸爸，你接电话吧，求你了。”无人接听。1个小时后，他们接到另一通电话，交警大队的人宣布他爸出车祸了。咱们是不是要红了？唐恒在大街上站了一会儿，但呼吸平缓了。走进一家 KFC，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东西，当时 KFC 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哪怕对于一个大学老师来说，价格也不算便宜。但是他爸很惯着他，几乎每周都带他吃一次。他爸去世的头几年，每逢冥寿，傅丽玲会特地在家煮一碗阳春面，母子2人分着吃了，当是为他爸过生日。后来时间久了，傅丽玲不再煮面， KFC 也变得随处可见。唐恒便在父亲生日时独自吃一顿 KFC。 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才出国吗？也许有一部分吧。他总记得那年父亲得知自己能去巴黎访学之后，
曾神采飞扬的对他说：“恒恒，爸爸要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了。”后来他不知道父亲去的地方究竟漂不漂亮。唐恒吃掉鳕鱼堡，把剩下的半杯冰可乐丢进垃圾桶，起身走出 KFC。 中午市街上人来人往，秋日的阳光明亮极了，他看见很多刚刚下课的高中生，三五成群嬉笑过街。城市像一张过曝的相片，武汉很少这样秋高气爽。唐恒去了长爱，这个时间是没有客人的，老板阿布坐在吧台上，手边一瓶威士忌正在自斟自酌。哟，阿布冲唐恒挑挑眉毛，怎么又要来资助我生意啊？唐恒摇头，在吧台坐下，闲着无聊。无聊追妹妹去啊。阿布，唐恒看着他，你有没有疑惑过一个问题？啥？如果我是追一个女孩，为什么给男生免费？阿布愣了愣，放下酒杯，是这么回事啊。我还真没反应过来，你这也太可惜了。可惜什么？妹妹啊，阿布抿一口酒，没准以后你成大明星了，小姑娘肯定都喜欢你这款。靠，那不是投怀送抱的。唐恒无奈摇头，你想太多了。我想多了？阿布笑了笑，你不知道，昨晚你上台唱歌的时候，林濑的经纪人也在，后来他跟我打听你呢。林濑？唐恒一愣，北京那个？对，那姑娘是我大学同学。他打听我什么？基本情况呗，在哪上学，有没有乐队，唱歌几年了。阿布将瓶底的酒精数倒进杯中，忽然很认真的说，小唐啊，这是个机会，抓紧了。唐恒问，做艺人的机会？我知道你家条件好，不稀罕钱，但是我这么说吧，这些年我在红山区混，见过太多学生乐队了，好一点的呢，毕业不解散，虽然各自工作了，但还时不时聚起来演出几场，绝大多数都是毕业就拜拜了，什么也剩不下。唐恒看他一眼，并不说话。阿布继续喋喋道，你就不想留下点什么？就算你以后也不玩乐队了，但是至少做张专辑，留个纪念，不是挺好的？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专辑。那不一样呀，小唐。阿布拍拍唐恒的肩膀，有些机会过了就没有了。他说完便醉醺醺的起身上楼，只留一句带着酒气的你自己玩。唐恒独自坐了一会儿，拿起手机，看见大伯的未接来电。他忽然觉得自己也没资格要求李月池不调静音，因为他手机的设置一直是静音震动，可是李月池也没有给他打电话啊。4个小时了。唐恒烦躁的抓了抓头发，又拿出手机给蒋亚打电话。你在哪？唐恒说，来长爱吧。这他妈才几点啊，儿子，赶紧滚过来。得嘞。没一会儿蒋亚就到了，眼睛还是半眯着的，显然刚睡醒，就这么想我呀。我问你一件事。唐恒偏过脸不看他，你平时都怎么哄女朋友啊？蒋亚一惊，怎么你又喜欢女的了？算了。算什么算？到底啥情况？我去问安云。干嘛你瞧不起我红山小马达？我和李月池吵架了。蒋亚搓搓脸，这你可问对人了。唐恒瞥他一眼，推给他2听雪碧。你说吧。哄人嘛，首先是端正态度，就是积极认错，你懂吧？无论到底是不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哟，昨天那个师大的女孩，唐恒冷冷道，是他前女友。我出去买烟的时候，那女孩来找我，倒也没说什么。今天李月池知道这事了。他妈的，蒋亚咬牙切齿，也就是说我不能泡他了。你能不能抓重点？嗨，蒋亚搂过唐恒的肩膀，没想到你们俩男的搞起对象，也躲不开这些破事，那他气什么呢？气你见他前女友？我不知道，
唐恒顿了顿，强调道：“而且他也没告诉我他谈过女朋友。你问过吗？”没。那不就得了？蒋亚叹气，都是男人，这有什么不懂的？谁给自己没事找事啊？唐恒低头盯着黑色大理石吧台，轻声说：“不是没事找事的问题。”那是什么？我对他是认真的。你能不能大点声？蒋亚凑过来，我没听清。我说我对他是认真的。唐恒话音刚落，蒋亚忽然嘿了一声，举起手机高喊道：“李月池，你听见了吗？他对你是认真的。”唐恒哥简直是丘比特在人间。蒋亚笑嘻嘻的把他的手机塞进唐恒手里：“你俩聊吧，哥出去抽根烟。”唐恒完全愣住了，脸颊也瞬间红透。蒋亚的金色三星手机躺在他手心，忽然变得很烫手。唐恒那端传来李月池的声音，唐恒觉得自己的心被摁了一下。啊！他甚至结巴起来：“你在听？”“我在听。”李月池一字一句的说：“都听见了，就不用强调了吧？我没有生你的气。”“哦，骗鬼呢？是生我自己的气。”“为什么啊？”唐恒，李月池低声说：“你相信我吗？”“当然。”“那我晚上告诉你，行吗？”他顿了一下：“我和吴四的事。”“我下午有课，晚上做家教。”“哦。”唐恒的脸还是很热。“那我等你，9点半学校南门见。”“好啊。”“李月池的声音带一点笑意。”“那我去上课了。”“去吧，拜拜。”“等一下啊！”他那边静悄悄的，大概是在学校里。午后的学校总是很安静。我也是。他说完，飞快挂掉电话。他也是什么？唐恒攥着手机茫然片刻，猛地反应过来，难道他是说他也是认真的？他说他对他也是认真的。又过一会儿，蒋亚推门走进来：“腻歪完了没？”唐恒有点不好意思：“谢了。咱爷俩谁跟谁？”“滚！”“高兴了？有心情骂我了？”蒋亚嬉皮笑脸道：“你家老李人不错，让我帮忙还给红包的。”唐恒：“红包？”沉默2秒，又说：“老李。”“那他怎么说也比我大一截，我总不能叫小李吧？”“他给你什么红包了？”“帮我做个小作业。”“小作业？”“就是一个期末报告。”唐恒凉凉道：“你可真是物尽其用。”“行了行了，这是翻篇了。”蒋亚显然也有些心虚。“爸爸再给你说个好消息，你猜是什么？”“有屁快放！”周黑鸭那个比赛，蒋亚压低声音：“咱们已经进复赛了。”“现在不是在海选吗？”他们负责人亲自给我说的。内部消息看得出蒋亚的确很高兴，他的双眼弯起来，满脸得意。50支乐队进初赛，25支进复赛。他们看报名视频的时候打了分的。咱们总分第5，这么高？唐恒有些惊讶。恒啊！蒋亚咧嘴一笑，咱们是不是要红了？看不起晚上胡士托的3个人再度聚首烧烤摊。唐恒和蒋亚先到，安云后到。看见他时，蒋亚和唐恒齐齐愣住。我操！蒋亚挥着筷子叫起来：“你怎么这个鸟样？”安云拉了拉帽子，没好气道：“闭你猪嘴！”昨天见面时，他还是一头半长不短的深棕色直发，此时却已染回黑色，理了个圆溜溜的锅盖头。“你这是干啥呀？”蒋亚惊恐道：“红山铁剃不当了？”“我他妈要做助教！”安云低骂：“老头叫我换发型。”“当什么助教？当助教干嘛？你问题怎么这么多？”“我关心你啊，安哥。”“管好你自己。”坏蛋！蒋亚伸出食指，娇滴滴的戳了安云一下。“凶人家干嘛了？”例行的插科打诨结束，唐恒才问：“
安老师同意了。安云点点头。是为了陪田小青？安云含糊道，算是吧。唐恒便没再说什么了。其实他有些疑惑，总觉得那只是一份助教的工作罢了，不值得安云如此紧张。也许是因为他喜欢田小庆吧。三人吃吃喝喝一通，将近8点，一起走出烧烤店。他们都喝了啤酒，蒋亚喝的尤其多，已经微醺了。下个月1号就开始正式比赛了。蒋亚喊道：“咱胡氏托要红了。”安云翻个白眼，这才哪跟哪。这个月一定要好好排练。唐恒，他忽然抓住唐恒的手腕，大着舌头，你也别他妈成天谈恋爱了，练练唱功。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唐恒反问，你好意思说我不是和露露分手了吗？蒋亚理直气壮，现在咱们仨就你不是单身。哦，儿子你别得意。行了，明天就去排练。唐恒抹开他的手，你回去早点睡吧。我睡个屁，睡不着。去长爱吗？安云踢踢蒋亚，今晚有演出。走吧，老安，咱们孤家寡人。哎。蒋亚走进便利店买水，安云抱起手臂，望着便利店的门，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唐恒说，好像是。昨天你们走了之后，我听见他接电话，好像是他爸打的。吵起来了。吵什么？说的方言我也没听清。安云沉默几秒，忽然说，唐恒，你还要出国吗？出吧。一阵夜风吹来，唐恒打了个轻微的寒战。怎么了？没怎么，我只是以为既然你和李月池在一起了。他没有把话说完。转而笑了笑，出去吧，出去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唐恒越来越频繁的在安云脸上看见这种欲言又止的神情。他不确定是自己想多了，还是安云的确有什么事憋在心里。是关于乐队的事吗？但他们的乐队好好的，一切都很顺利。你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唐恒说，一定要告诉我们。哪方面的？任何方面。知道了。安云捶唐恒一拳，我能有什么事？放心吧你。那我走了。去找李月池？拜拜。安云笑着说，满身都是烧烤味儿。唐恒先回家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末了把身份证和银行卡揣进钱包。他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李月池要等5天后？5天后是下周二。下周二是什么日子？不是什么日子啊。不过为了有备无患，他还是带上身份证吧。9点10分，唐恒到达汉大南门。面前是洛玉路，对面是熠熠生辉的群光广场，秋风中带着迟开的桂花的香味。还有20分钟，他就能见到李月池。明明昨晚才见过，却觉得已经很久很久没见他了。20分钟，几首歌的时间。唐恒戴着耳机低头切歌，他想切手长一点的歌。似乎这样的话，他就能少等他几首歌，就能快一点和他见面。屏幕变暗，有人遮住他头顶的路灯。唐恒抬头，看见李月池站在自己面前，喘着粗气。9点13分。你怎么提前了？唐恒连忙扯掉耳机，动作几乎有些慌乱。我和学生家长说了，以后9点下课。为什么？李月池看着唐恒，摇了摇头，说，走吧。他们穿过街道口地铁站，来到洛玉路的另一侧。群光广场门口，新开的资生堂专柜正在做活动，音箱里播放着 Lana Del Rey 的新歌 Video Games， 她略带沙哑的歌声飘荡在夜色中，令人不知不觉就慢下脚步，似乎街道口的夜晚，无论晴雨，都是这样流光溢彩。李月池说，我们去坐校车吧。走进师大北门，便是校车排队的地方。这个时间正是学生回宿舍的高峰。
两人站在队伍里，前后都是牵着手的情侣。校车启动，灯光暗了，桂花的香味从敞开的窗子里涌进来。这个学校有很多桂花。李月池悄悄攥住唐恒的手，这时谁也看不见。以前来过吗？他低声问。来过。唐恒觉得自己的心跳有些快。来听讲座。没逛过。我带你逛。李月池说完，扬声道：师傅，9号楼停一下。司机大叔冷酷的没有回答。片刻后，校车拐弯，路过一片树影斑驳的花园。他用武汉话说：9号楼到了。李月池松开手，两人下车，穿过一个广场，走进数学与统计学院的院楼。此时楼里已经寂无人声，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唐恒问：我们去哪？李月池说：2楼。登上2楼，迎面便是一个长长的玻璃展示柜，陈列着学院获得的诸多奖项。李月池向前走几步，停下，说：就是这个。那是一张奖状，上面写着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1等奖。获奖名单：潘鹏、梁瑞航、吴四。照见唐恒的心蓦然沉了沉。他们得奖之后，这个奖状就放在这里展示，每次我从这过都不敢看。李月池的声音淡淡的，以前我骗自己说是因为我看不起他们，但是后来还是得承认，纯粹是我不敢。唐恒看着他，为什么？大3刚开始的时候，吴四追我，追得很主动。其实那时候我已经隐约知道我不喜欢女孩了，但我觉得这样不对。我是一个男人，怎么能不喜欢女孩呢？所以你答应他了？我们在一起了不到1个月，他拉我和他们一起参加这个比赛。吴四学化学，赵健和梁瑞航学生物，所以干活的只有我和潘鹏。东西做完了，要去北京参加评选，学院不报销路费。他们说既然我没钱就不用去了，反正只是评个奖，照个相，他们代表我就行。唐恒的目光一瞬间缩紧了，他看向那张奖状，又心惊肉跳的收回目光，他竟然也不敢看了。他们去了北京，拿了1等奖，奖状上没有我的名字。李月池很平静的说，是吴四和潘鹏干的，另外2个人算是默认吧。为什么要这样？报复我？我和吴四在一起的时候，连手都没牵过几次。后来他拿我的校园卡借书，看见了我的借书记录。李月池低着头，兀自笑了一下。我借过很多研究同性恋的书。李月池，唐恒握住他的手。是我活该。李月池一字一句的说，那时候我同意和他在一起，其实是想试一下，究竟我能不能喜欢上女孩，我是不是同性恋。你害怕你是同性恋？我来武汉上大学之后才第一次听见这个词。唐恒，农村没有同性恋。就算你有错，唐恒咬牙道，他们不能那样对你。李月池描述的云淡风轻，唐恒却觉得自己的心被狠狠攥住了，一下一下的抽痛起来。他想到，当他们都去北京领奖的时候，李月池因为出不起路费而留在武汉。其实李月池一定很想去吧，就算没去成，也一定很焦急的盼望着评选的结果吧。他是那么勤奋那么聪明的人，他一定坚信他们的作品会得奖。可是他等来了什么？无所谓，都过去了。昨天我生气是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但是瞒不住了。他的语气有些无奈。为什么？怕你不相信我。我相信。他笑了笑，又说，还怕你看不起我。不可能。真的。真的。有时候他注视着唐恒，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保研的时候，汉大数学系没有名额了，还有2个选择，一个是本校数学系，一个是汉大社会学。我们数学系有个老师很喜欢我，叫我留在本校跟他做项目，有钱赚，但我拒绝了。其实不是因为我
非要读社会学不可，也不是因为我不缺钱了，李月池，是因为我挺看不起自己的，每次从这过我都不敢看这个奖状。如果我对自己坦荡一点，也许就不会。你记不记得你说过的？唐恒急切地打断他，你说你觉得一切都有代价。你就当这是认识我的代价，好不好？如果没有这件事，你就不会选社会学，也不会认识我了。不是你不好，这只是认识我的代价。李月池干脆道，不行。然后他垂下眉眼，认真的说，他们怎么能和你比？5分钟走出学院，两人分开牵着的手。师大的校园比汉大袖珍许多，四处是参天大树，到了夜晚显得十分幽静。他们一前一后的走着，路过安静的喷水池，走进一条满是桂花香味的小径。路灯把影子拉长了，唐恒低头望着路面，看见李月池的影子就在自己脚下，随着他的动作一晃一晃，像条游弋的抓不住的鱼。李月池，唐恒忍不住唤他。李月池回头，怎么了？没怎么。唐恒2步赶上去，走吧。很快他们来到桂花小径的尽头，像是一个广场，但又种了很多树，黑黢黢的，放眼望去只有1、2盏路灯。小心，有台阶。李月池说。这是哪？电影厂。李月池指向另一端的水泥白墙。学校每周5、周6晚上会在这放电影，免费的。唐恒跟着他向下走，发现每一级台阶都很宽，像阶梯教室。这里的确适合看电影，但就这么露天坐着。南方的花蚊子是可以隔着牛仔裤咬人的。李月池停下脚步，站在一棵高大的杨树旁。我经常坐这儿。这儿。唐恒走过去，发现地面被隆起的树根撑得凹凸不平。这个位置也有些偏，并没有正对着水泥墙。这里没有情侣。李月池说。哦，的确，这地方黑咕隆咚的，在放场浪漫电影，太适合情侣们卿卿我我了。你带吴四来过吗？李月池笑了一下。你要吃醋了？没，我随便问问。唐恒懊悔的想，为什么要问这么无聊的问题？脑子短路了是不是？没有，没带他来过。哦。李月池席地而坐，2条长腿伸直分开，身体略微后仰，双手撑在地面上。他这姿势像个桀骜不驯的高中生，逃课出来看电影，结果发现电影院没有营业。其实我只进过1次电影院。李月池静静望着唐恒。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看爱国教育电影。唐恒在他身边坐下，感觉地面凉冰冰的。看了什么？忘了，反正不好看。李月池从裤兜里摸出烟盒，点燃一支烟，叼在唇间，就记得椅子很软，去的学生太多了。还有人站在过道上看。李月池，唐恒说。你想看电影吗？去电影院？再等等吧。我有免费的电影券，就是创意城送的。我知道。李月池了然的笑道，不着急。他就坐在唐恒身边，目光空空的望着前方的白墙，像是若有所思，又像是纯粹的发呆。忽然之间，唐恒仿佛看见了那时的李月池。那些夜晚就像现在一样漆黑，情侣们如胶似漆，大概有嬉闹声，有切切查查的聊天声，而李月池独自坐在这棵树下，认真盯着白墙上投影的画面，五颜六色的光映在他干净的脸上。李月池吐出一串烟圈，漫不经心地说，我喜欢这个学校80%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电影场放的电影好看吗？什么都有。李月池眨眨眼，纯粹靠运气。这周5我们来看吧。不等周5了。啊？李月池起身，有些得意地说，我经常来看。和放电影那哥们混熟了。
他说完便转身跑向放映室，其实只是一幢很小的白房子，矗立在电影厂后方正对白墙的位置。他噔噔噔爬上悬空的铁梯，掏钥匙开门。几分钟后，一束光从白房子的窗口射出来，是一部台湾电影，没有显示片名，导演倒是听说过，蔡明亮，也没有声音。李月池跑下来，喘着粗气解释道：“不能放声音，怕被保安听见。”唐恒愣愣的点头，完全想不到这一出，只能看一会儿。他说：“5分钟。”哦，不知道是该看电影还是该看李月池。唐恒习惯了电子屏幕，总觉得那白墙上的画面有些模糊，像是小时候他爸用 VCD 播放的卓别林默片。没有声音的电影的确算是默片吧。唐恒心中升起一种不真实感，这实在像漫长午睡中的一场梦。李月池把烟摁灭，忽然向唐恒伸出手，四下既无人声，唯有投影的画面一闪一闪。唐恒愣了刹那，然后牵住他的手。李月池轻声说：“你还真看啊。”唐恒迷迷糊糊的扶住他的腰：“那你放电影干什么？”李月池笑了一下没说话，凑近忽然吻了唐恒的嘴唇。这下就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像一场铺天盖地的雪，淹没了所有画面。他轻声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谈恋爱，但是别人都这样做，我就也想和你做。”唐恒知道自己的脸一定烧起来了，没眼看，幸好周围都是黑的。你选的什么电影啊？唐恒磕磕巴巴的问。随便选的。名字好听，我就选了。他凑在唐恒耳边，用气音说：“爱情万岁。”电影的确只播了5分钟，只是5分钟，唐恒感觉自己的嘴唇肿了，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去排练。不对，这不是最关键的。李月池锁好放映室的门，走下台阶，低声说：“我们回去吧。”李月池，唐恒咬牙问他：“你今晚还有别的事吗？有几份作业要看，能明天再看吗？”唐恒，我带了身份证。唐恒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但这么说还不够，他甚至从兜里摸出钱包，亮出那张薄薄的卡片。我们可以住外面。李月池沉默2秒，说：“再等我几天。”为什么？等我发工资。啊？唐恒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发工资？李月池没钱？可是那件事花得了多少钱呢？开房、买套子，也许还需要1瓶润滑液，就没了吧？我有钱，太羞耻了。唐恒垂下脑袋，不敢看李月池的脸。不过我还没买那些，我们可以现在去。李月池却说：“那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他没有回答，转而靠过来，伸手在唐恒后背上抚了抚，像安慰似的。夜色像雾气一样包裹着他们，四下安静的只剩风吹树叶的声音。李月池说：“其实我还有点私心。发工资那天是我生日。”他的声音变得低哑，大概也艰难的忍耐着什么，这样我每次过生日都会想起那天的事。渺小的恋人，11月初的武汉，温度仍然捉摸不定。明明前一天还是烈日当头，唐恒开着窗户睡了一夜，早上竟是被冻醒的。周五没课，唐恒蜷缩在空调被里，感觉身体都睡软了，不想动。7点钟时，李月池发短信说他出门了，没说去干什么。下一条是红山区气象局的降温预警短信，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总算有点正儿八经的秋天的样子。唐恒回李月池的短信：“能接电话吗？”几秒后，他的电话打进来，唐恒一手抓着手机，一手伸进被窝里。“你今天上午不是没课吗？”唐恒觉得嗓子有些干。“去打工。”李月池那边很嘈杂，像是在大街上。“打什么工啊？”“辅导班发广告，给你们那个期末考研。”唐恒蜷起双腿。“不是，
另一家。累不累啊？动作越来越快，气息也变得有些急促。不累。李月池顿了2秒，低声问：你在干什么？唐恒被他吓得打个哆嗦，闷哼道：躺着呢。只是躺着。李月池大概知道了，笑着说：还有3天。你再忍忍。唐恒把手从被子里抽回来，长吁一口气：您真能忍。你怎么知道我能忍？你都不着急的吗？着急了。看不出来。唐恒。李月池轻叹，语气略带无奈：我在大街上。哦。唐恒心里舒服了，把他的话如数奉还。你再忍忍。挂掉电话，唐恒起身抓了几张纸巾擦手，然后脱掉内裤，赤着双腿走进浴室。还有3天就是李月池的生日，11月9号，3天。他还没想好送什么礼物。虽然按李月池的意思，他自己就是礼物了，这话说起来怎么这么封建腐朽呢？他觉得这是2个人的事情，谁都在索取，谁都在付出，他们是平等的。所以他能给李月池什么？唐恒冲了澡，换上新睡衣，拨了蒋亚的号码。大哥了。蒋亚含糊道：你知道现在几点吗？问你正事。有屁快放。如果我过生日，你送什么礼物？你他妈自己记不住啊！蒋亚骂道：今年是找人从日本买的山本耀司，去年是吉他，前年是酒。哎，我想不起来了。你想想明年送什么？那还早呢。想想送个实用的。干嘛？蒋亚警惕起来。你想让我送房子？不合适吧？滚！你烦不烦？蒋亚笑了，有话直说好吧。李月池快过生日了。我就知道。送太贵的不行，便宜的我不知道送什么。我想想，便宜的，你给他买个钱包皮夹什么的。群光的巴宝莉刚到新款。便宜的。蒋亚无辜道：这还不便宜吗？算了。唐恒说：你接着睡吧。就你毛病多。蒋亚挂了电话。唐恒缩在沙发上冥思苦想。便宜的，对李月池来说多少钱才算便宜呢？他为了那位赵老师背上7万块的高利贷，眼都不眨一下。好在后来赵老师的家人把这笔钱还了。可他吃一份炒面才5块钱。他每天都去打工。他推掉每月600块的助教工作时又那么干脆。唐恒忽然发现很多自己能给他的东西，其实他都并不在乎。钱、昂贵的衣服鞋子，甚至是项目的署名，他都并不在乎。他从未明确表露过自己对物质的偏爱，譬如某种事物，或者某个品牌，甚至是某个颜色都没有。他活得太随意了，有饭吃就行，吃什么无所谓；有衣服穿就行，牌子颜色无所谓，有书念就行。署不署名无所谓，其实这人比谁都难伺候吧。手机响起来，唐恒心说蒋亚又有点子了。他看也不看，懒洋洋的接起电话。喂。你好，却是一个女生，略有些粗糙。请问你是胡士托乐队的唐恒先生吗？是我。唐恒坐起来。你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他笑了笑。我是北京铃浪娱乐公司的经纪人林浪。你叫我 Lindsay 就好。林小姐。隔着手机，唐恒没听清他的英文发音。你是不是阿布的朋友？对。他向你提起过我是不是？林浪笑道。这家伙总算靠谱了一次。你找我有事吗？当然了。这样吧，你今天上午有没有空？我们当面聊一下呗。最好是上午，因为我晚上就飞回北京了。20分钟后，唐恒在创意城的星巴克里见到了林浪。他看上去30岁出头，穿件薄薄的黑色皮夹克，短发，打扮得非常利落。然而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五官又显得很柔和。
Hello 啊，小帅哥！林浪开口，唐恒听出他是烟嗓。今天没课吗？唐恒在他对面坐下，周五没课。喝点什么？我请。拿铁吧。OK。片刻后，林浪递给唐恒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北京林爱娱乐有限公司艺人经纪人，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我在长爱听过你唱歌，也看了你们乐队的参赛视频，我觉得你唱的不错。真的？谢谢。唐恒吸了一口拿铁。你们公司经纪人还干星探的活儿？林浪哈哈大笑，这就叫能者多劳吗？我听老布说你快大学毕业了。唐恒点头，明年6月。要继续念书吗？出国念。不会是去英国吧？为什么是英国？就感觉你很有英剧里那种气质。林浪伸手比划了一下，个子高瘦，再穿个长到膝盖的风衣，撑把格子雨伞，就很英国。唐恒被他的形容逗笑了，说我去美国。美国？美国更好。林浪也笑，自由万岁。唐恒以为他会再寒暄几句，或者打听打听自己的情况，却不料他话锋一转，认真的说，但是出国这个事儿，晚2年也没关系的，对吧？唐恒刚要开口，他又说，我知道你家条件很好，看得出来，而且你又是汉大毕业的高材生嘛。我知道你可能不指望靠唱歌赚钱，你这种聪明的孩子，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的。唐恒说，不至于。我是实话实说。林浪搅了搅自己的咖啡。正因如此，我才更觉得你要试一试。真的，你现在没有拖累啊。你不愁钱，不愁前途，就算不唱歌了，也能过得很好。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通过自己热爱的东西赚钱。唐恒沉默片刻，说，我没想过这件事。哎，林浪感慨，你知道我见过多少说自己今生唯一梦想就是当歌手的人吗？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那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因为他们不如你。林浪注视着唐恒的眼睛。唱得好的，长相不行；长相过关的，一开口吓死人；长得又好，唱得又好的，还总有些乱七八糟的情况，被干爹包养了，家里不支持了。脑子有问题了，小唐，你很难得。我脾气很糟。搞艺术吗？总得有点个性。你说你没想过当歌手，那我这么说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组乐队？唱摇滚，这总有个理由吧？你先不急着回答我，你可以想想。因为好玩？因为吸引眼球？还是说你们想通过音乐传达点什么？等你想出一个答案了，打电话告诉我，好不好？也许是气温骤降的缘故，咖啡馆的窗户都关着。唐恒忽然觉得有些闷。好，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他只想尽快结束这次聊天。就这样吧。一定要打。OK。林浪起身，我们走吧。他们在街道口地铁站分别，林浪搭地铁回酒店，唐恒回家。分别时，林浪望着望川流不息的落玉路，随口说道，武汉这地方真适合拍 MV。 刚才我在汉大溜达，发现学校旁边有好多平房，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你和林爱签约了，一定要在那里拍一支 MV， 怎么样？唐恒一下子愣住，你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觉得那片旧房子很有感觉嘛。哦，唐恒低声说，的确是。林浪走了，他买给唐恒的拿铁也凉透了。唐恒把纸杯丢进垃圾箱，转身走进汉大南门。他无心的话提醒了他，旧房子，李月池租的旧房子。从学校拐进巷子，路过长爱，没一会儿，唐恒又看见那栋破旧的2层小楼。他爬上生锈的楼梯，发现门上的锁还是之前李月池换的那个。1楼的木门也是锁着的，手一摸，一层灰。
唐恒跑到巷口的襄阳牛肉粉店，问老板：“你知道这儿的房子怎么租吗？”他们乐队经常来吃饭，都混了个脸熟。老板好奇的问：“你租这儿的房子干什么？”“住啊。”唐恒说。“哎呦！”老板摆摆手，那些房子都破得很，又脏，有什么好住的？我看你是不是想开店抢长爱的生意啊？我真的租来住，我有个朋友，他需要，便宜的很，最多300块一间，多了就是坑你。怎么联系？你想租哪一间？老板掏出手机，豪爽道：“我帮你联系。”10来分钟后，唐恒在牛肉粉店里见到了房东，是位50岁上下的阿姨，就住在不远处另一间平房里。她不会说普通话，武汉话的口音又极其浓重，幸亏有老板帮忙翻译，不费什么力气就谈好了，200块1个月，押3付1。唐恒一口气付了1年的房租，他甚至想直接把那间平房买下来，却被房东斩钉截铁的拒绝了。约好下午签合同交钱，房东走了，老板笑眯眯的说：“人家还等着拆迁呢。”“怎么会卖给你？”“拆迁？有消息了。”8辈子的消息。老板坐回收银台，悠悠道：“这么大一片老房子，拆起来可是大工程，我看啊，够呛。”就这样折腾了一整个上午，唐恒吃一碗牛肉粉。下午急匆匆的签了合同，拿了钥匙。当时房东的儿子也在家，提醒道：“那个门锁是之前换的，你还是换个新的才安全。”唐恒端详着那枚熟悉的钥匙，笑了笑说：“不用了。”房东的儿子莫名其妙：“丢了东西我们可不管啊。”“丢不了。”唐恒说完转身走了。他还有不到3天的时间，装修是不可能了，只好先联系保洁公司来彻底清扫一通。墙壁上陈年的霉迹被砂纸磨平，地面的污垢被清理干净，就连那扇窄小的窗户也被擦得明净如新，整个房间都因此变得明亮了。又找水管工换了新的水管和水龙头，买来电热水器装在卫生间里。到傍晚的时候，淋浴也有了，虽然这使得卫生间变得更加逼仄。之后工人们都走了，唐恒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一边打量一边思索，还要换个新的顶灯，要明亮，一张新的结实的床，床头装壁灯要看着就很暖和的暗黄色，因为冬天快来了。还要什么？饮水机？算了，买大桶矿泉水就好。做饭吗？也许还是需要一台电磁炉，但是别再蹲着煮面了。买张小桌子吧，电磁炉放桌子上，吃饭也有地方。唐恒上前几步，在心中丈量着各个家具家电的尺寸。他还要买一个挂式空调，如此便可冬暖夏凉。买一张书桌，不用太大，能让李月池坐着看书就好。储物柜确实没地方了，实在不行就在墙上钉几个架子，多少能放些杂物。对了，床下也可以放东西。这个房间还是太小，太小了。唐恒忽然有点无奈，如果李月池肯花他的钱，他们就可以租一套宽敞的房子，有卧室、客厅、书房，有放得下双人浴缸的卫生间，有可以坐在一起赏月的摇椅。但是转念一想，这间房子也足够他们2个睡觉、洗澡、吃简单的食物，窗前也能看到月亮，也能躺在一起看书或者聊天。他们好像变得很小很小，在这个辽阔无垠的世界上，他们是一对渺小的恋人，只需要一点点空间就能放下很多的爱情。他还要找人清理掉楼下的垃圾，运一些土过来，撒上青草的种子。从窗户望出去，就能看见碧绿的草坪、高高低低的楼房，以及夜晚时长爱那骚气的粉红色招牌。唐恒揉了揉自己的脸，觉得这一切都太好了，好的他不敢想象。他忽而又想起林浪的话，如果晚2年出国，那也就能和李月池少2年异国恋。如果他干脆不出国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但是既然四下无人，偷偷想一想好像也没所谓。
如果他不出国了，他是不是就能一直和李月池过这样的日子？手机忽然震起来，李月池的声音有点闷：“你在哪？”“我在……在家。”差点说漏嘴了。唐恒捏了下眉心，问：“你下班了？”“下班1个多小时了，以为你在忙。”“是有点忙。”唐恒抓起出租屋的钥匙：“我来找你吧。”“没事，你先忙你的。”“我忙完了呀。”“真的？”“真的。”“那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哎。”唐恒故意拖长声音，装出不耐烦的语气。“李月池，你是不是挺委屈的？”“对啊。”“好吧，我来找你。”本想再逗他2句，但他这么理直气壮的承认了，又让唐恒有点愧疚。折腾一天，的确没顾得上打电话。“你在哪？”“凌波门。”“你等我15分钟。”“骑车过来吧。”“啊？可是他出门没骑车啊。”“我想快点见到你。”李月池低笑着说。“你也要有他们约好9号中午见面，11点整，汉大南门。”唐恒早上8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但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衣服裤子都是前一天准备好的。他又不化妆，长发扎成低马尾，也没有别的花样。他纯粹是睡不着了，正抱着膝盖蜷在沙发上愣神，安云的电话打过来。唐恒接起，响起的却是蒋亚的声音：“嘿嘿，儿子，起这么早？滚，有事？这不大喜日子，我俩也凑凑热闹嘛。”“开门。”安云说，“我们在门口。”他话音未落，唐恒便听见防盗门传来咚咚2声闷响。他起身开了门，蒋亚和安云笑嘻嘻的溜进来。蒋亚放下背包，大爷似的瘫在沙发上：“给我拿瓶可乐。”“没有。”“雪碧也行。”“我请客行不行？”唐恒拎起桌上的钱包：“你自己滚出去买。”“行了行了，我们不是来凑热闹的。”安云也坐下了，抬脚踹踹蒋亚，说：“正事。”唐恒茫然的看着他们俩。蒋亚直起身，面带骄傲的说：“我来给你传授点经验。”“唐恒，这个。”蒋亚从裤兜里掏出一只小药瓶：“第一次都很快的，你吃1粒，准保金枪不倒，懂吧？”“对。”安云点头，这种事不能掉面子。唐恒，你第一次的时候……唐恒诚恳的看着蒋亚：“阳痿了？”“屁！”蒋亚骂道：“老子威风着呢，好吧？我这不是怕你尴尬，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唐恒觉得蒋亚还是误会了什么，然而他又说不出口，其实，可是安云应该明白的。别这副表情，老子不是弱智。蒋亚把药瓶推到唐恒面前：“我知道你是做姑娘的。”唐恒：“那叫被动方，这叫法还挺学术哈。”安云酸溜溜的说：“反正就这个意思，无论你做男的还是做女的，都不能怂，明不明白？你可不是代表你自己，你代表我们整个胡氏托的尊严，滚！”唐恒暗骂：“谁他妈要代表你俩？哎，真的，你带上吧。”安云拍拍唐恒：“有备无患嘛。”“对啊，这药可是我去医院开的，绝对安全。”“妈的，我还在医生那儿装阳痿。”这2人一直嘀嘀咕咕，烦得唐恒把药瓶塞进裤兜，说：“我知道了。”经过他们这样一番折腾，唐恒倒也不怎么紧张了。10点50，他来到汉大南门。李月池还没到，唐恒站在保安室门口，借着一块不算太干净的玻璃，再次打量自己的身影。他穿了优衣库纯黑薄风衣，没有腰带，单排扣，款式简洁而线条流畅。下身是深蓝色李维斯牛仔裤，同样是简洁的经典款。裤脚收进黑色系带皮靴里，勾勒出他又直又长的双腿。玻璃里映出的人影削瘦高挑，秋风略微带起他风衣的下摆，甚至有几分遗世独立的意味。
唐恒把左手插进衣兜，指尖触到2枚冰凉的钥匙，其中1枚是要给李月池的生日礼物。尽管房子是他们租的。11点07分，唐恒看见李月池向自己跑来，他穿了新衣服，一件唐恒从未见过的藏蓝色 polo 衫，看不出牌子，在他身上十分板正。浅蓝色牛仔裤，刷得一尘不染的白色运动鞋。他的呼吸有些急促，额头上渗出些薄薄的汗。学院里有事，耽误了。他向唐恒解释，神情竟然前所未有的紧张。哦，没事啊。唐恒也跟着紧张起来。那咱们去吃饭。我订好餐厅了。李月池说，走吧。路上他们没有讲话，地铁上闹哄哄的，两人只是对视一眼，又各自错开目光。他们搭乘2号线到螃蟹甲内站时，唐恒跟着李月池下车，去昙华林。在人来人往的地铁站里，唐恒小声问。李月池点点头，好像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正式的出门约会。好在昙华林这地方总有许多游客，尤其是年轻人喜欢来喝喝咖啡拍拍照，所以他们2个走在一起也没有显得很奇怪。昙华林的街道窄窄的，有很多曲折小巷，自近代遗留下来的教堂、医院、故居挤在一起，时而是哥特尖顶，时而是罗马圆柱，时而经过一个转角。书店门口繁茂的绿植之中，睡着一只橘黄的小猫。唐恒觉得他们俩和别的情侣没有分别，虽然不能牵手，但这感觉令唐恒很愉快。李月池带他走进一家餐厅，玻璃门很窄，进了门，内里仍然狭窄。他们上到2楼，2楼只有一张桌子，天花板画着仿梵高的月亮和星星，地上铺了柔软的毯子，桌面很整洁。这只是一家普通的餐厅，这种餐厅在昙华林不知有多少。唐恒相信，无论他们做什么菜系，味道都不会很正宗。至于价格，当然不会贵得离谱，毕竟消费主力是学生。当然也不会很便宜，毕竟昙华林的地租很昂贵。李月池扯了一下 polo 衫的下摆，有点不自然的说，我预定的是西餐，牛排沙拉什么的。我问了辅导班的同事，他们说这家不错。唐恒点点头，是不是很贵？还行。李月池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不算贵。唐恒所料不错，这餐的味道的确很一般。牛排的肉质太死，沙拉酱太甜，草莓慕斯更是甜的人喉咙发腻。但唐恒还是一口一口的吃完了。李月池在他对面切牛排的时候，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动作小心的切割那块僵硬的牛肉。然而他的第一刀就失误了，力气太大，钢刀在盘子里磕出一声脆响。李月池的手臂顿了一下，他垂着眼睛，更加细致缓慢的切肉，连下颌的线条都无意识的绷紧了。唐恒知道他想使自己看起来自然得体一点。唐恒看着他，觉得好像自己的心也被打磨着。李月池手持钝刀，在他心脏最柔软的地方轻轻的磨，所以唐恒就把这顿西餐吃得一干二净，味觉嗅觉都变得不灵敏了。只要是和李月池一起，这样的食物再吃10顿20顿，他都觉得很好。吃完饭走出餐厅，唐恒回头望了一眼，直到这时他才看见餐厅的招牌，小小的墨绿色的花体字招牌，上面写着夏天的风。李月池变魔术似的掏出2张电影票，我们去看电影吧。是最近大热的《失恋33天》。唐恒挑挑眉毛，问李月池，你确定要看这个？失恋33天，唐恒故意说讲失恋的呀。其实他知道这是部爱情喜剧片。好像是。李月池抿了一下嘴唇，卖票的说这个最好看。唐恒想了想那个画面，刚从青木下课的行色匆匆的李老师，包里背着线性代数和高等数学，来到电影院售票柜台前，被售票员热情推荐了《失恋33天》。
唐恒莫名有点想笑，看不出来你喜欢这种。我说我和女朋友看电影。李月池无奈道。卖票的说女孩都爱看这个。学长，唐恒凑近李月池，把声音放得很轻。你的约会步骤这么传统啊？你喜欢？我看他们都是这样。哦，照葫芦画瓢？不，李月池看着唐恒，语气忽然变得笃定。是他们有的，你也要有。你可能想多了。他们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天色已经阴了。明明上午还晴空万里，吃了顿饭的功夫，乌云便聚集起来，酝酿着一场大雨。唐恒已经很久没在这个时候进过电影院，下午2点整，座位竟都坐满了。平时他很少来电影院，因为蒋亚家有投影，就算被蒋亚安云拖过来，也都是挑午夜场。此刻他和李月池坐在电影院的正中央，周围有带小孩的母亲，把糖果嚼得咔蹦作响的高中生，以及脑袋抵着脑袋说悄悄话的小情侣。空气里都是爆米花的香味。2点10分，电影开场，灯光蓦地暗下来。唐恒攥住李月池的手，黑暗中他听见李月池轻轻的低笑。唐恒凑过去，用气音说：学长，你知道他们还在电影院里干什么吗？李月池面向大屏幕，同样用气音回答：干什么？接吻啊！李月池扭过头来瞥了唐恒一眼，四周太黑了，唐恒看不清他的表情，然后听他一字一句的说：现在。唐恒的脸猛地热了，明明是他自己挑起的话头，没想到李月池答应的这么痛快，他其实只想开个玩笑的。李月池催促道：要不要？哎，还真是别人有的他也有了。李月池略微低下头，唐恒飞快的凑过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太快了，甚至没来得及感受他的嘴唇是温润还是干燥。李月池恢复正襟危坐的样子，轻声说：开始了。他们像其他情侣一样手牵着手看电影，或者说是李月池看电影，唐恒看李月池。人物的对白仿佛变成没有起伏也没有意义的背景音，根本入不了唐恒的耳朵。他握着李月池的手，感受着李月池一丝一毫的动作。他的手心热了，他的食指弯起来，他的指节顶着他。唐恒矛盾的希望电影快点结束，这样他就能带李月池去看生日礼物，可他也希望电影慢一点，毕竟这是为数不多的他们可以在人群中正大光明牵手的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李月池忽然扭头说：我们走吧。啊！唐恒如梦初醒，散场了。还早。李月池挠了挠唐恒的手心，不看了。唐恒茫然的跟在他身后，两人躬身溜出放映厅。商场里灯光明亮，唐恒路过美妆柜台的镜子，瞥见自己红彤彤的脸。怎么不看完啊？唐恒有点心虚的问。看不进去，李月池倒是很坦荡，甚至笑着说：你不也是吗？那我们去哪？李月池停下脚步，平静的看着唐恒。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也不说话，唐恒却瞬间就明白了。唐恒咳了一声，说：现在就去。听你的。你订好房间了？他愣了愣，然后轻声说：必须预定才可以。我以为带上身份证就……不是。唐恒连忙解释。我的意思是，咱们不去酒店。李月池说：我有钱。我知道你有钱，但是我已经看好了。李月池打断唐恒，强调道：光谷那边有家希尔顿，我们去那儿。希尔顿。唐恒第一反应是，怪不得要等他发工资。希尔顿住一晚，最便宜的房型也要700-800吧？700-800块，租东湖村那个破旧的房间可以租3-4个月。唐恒忽然觉得，他大概是因为这次约会才打听到名为希尔顿的酒店，不知当他初次得知希尔顿的价格时，心里在想什么。好，我们去希尔顿。唐恒温声说，不过
我们先去拿礼物。可以吧？什么礼物？李月池的神情仍有些紧张。你去了就知道了。他们再度坐上2号线，到广布屯，出地铁站 K 口，路过千吉，取了生日蛋糕，然后拐进东湖村曲折的小巷。这条路他们再熟悉不过。走到长爱门口时，轰隆一声，打雷了。天色完全暗下来，空气被水珠缀着，一场大雨蓄势待发。李月池说：“不去长爱。”唐恒摇头：“不去。”继续向前走，李月池便不说话了。唐恒心想，他这么聪明，一定已经猜到了那个礼物。东湖村95号，直到签合同那天，唐恒才知道，原来这栋旧房子也有号码。楼下的垃圾已经清理干净，干裂的土地上覆盖了柔软的新土，草籽撒下，碧荫正在发芽。李月池随唐恒上楼，连生锈的铁梯都加固过。唐恒亲手把锤子和扳手递给维修工人，看着他们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门前的栏杆上挂着他们的伞。唐恒从兜里掏出钥匙，凑到李月池面前：“你来开吧。”李月池沉默不语的接过，这钥匙正是他退房时交给房东的。咔嗒一声轻响，门开了，鼠尾草和椰子的淡香味迎面而来。这是唐恒第一次送李月池的香薰的味道。李月池的手在墙壁上摸索着，摸到开关，灯亮了。他们走进去，李月池站在房间中央，安静的环视四周。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抓着钥匙的手握成拳头，另一只手则紧紧贴在牛仔裤的裤线上。唐恒轻轻的放下蛋糕，片刻后，他听见李月池说：“谢谢。”他的声音很低，透着一种茫然的空洞感，好像他反应不过来这一切，好像他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他准备的。唐恒缓缓环住他的腰，胸膛贴着他的后背，他的身体渐渐放松了，如同野马终于回到熟悉的森林。不必再担心希尔顿酒店需不需要预订，不必再紧张自己有没有足够的钱。窗外响起哗啦哗啦的雨声，这场雨终于落下来。唐恒轻声说：“学长，咱们不去酒店了吧？”李月池转过身，点了点头。唐恒的心跳开始加速，他伸手关了灯，只留床头的暗黄色壁灯，然后把新换的窗帘拉下来，是那种卷帘式的竹帘，拉下来了，缝隙间透出微弱的天光。唐恒吞了口唾沫，紧张的问：“然后是什么？”李月池黑漆漆的眼睛凝视着他：“去洗澡吧。”好。唐恒脱下风衣，伸手去解自己的牛仔裤。这条裤子明明是宽松的，此刻他的手指却颤抖起来。拉链纹丝不动，而李月池就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的手。拉链拉到底的瞬间，牛仔裤的裆部敞开来，一枚白色的小东西从口袋落下，滚到墙角。忘记把那瓶药丢掉了。李月池俯身拾起药瓶，略微拧眉，一字一句的念道：“万艾可在性活动前1小时按需服用。”李月池抬眼，像是迟疑了一下：“你要用这个？”“我不用。”安云、蒋亚这2个傻逼。李月池挑了下眉毛，又说：“所以是给我准备的？”“不是，这个，学弟。”李月池把药瓶放在桌子上，淡淡的说：“你可能想多了。”冬眠不得不承认，当李月池说出那句想多了的时候，唐恒的后背麻了一下，那种感觉像是小时候傅丽玲带他去理发店，理发师用剃刀轻轻刮剃他后脑勺的发茬，酥麻的感觉从耳朵顺着脊柱一路向下延伸到腰部。唐恒不敢看李月池，热着脸说：“真的不是给你的，是安云和蒋亚叫我吃一粒。”说什么有备无患，李月池伸手碰了碰唐恒的脸颊，低声说：“你吃吗？”“当然不。”他笑了，目光如水般划过唐恒的身体，落在那个已经有了反应的部位上。“我也觉得不用。”唐恒鼓起勇气，
抬眼与他对视。滂沱的雨声响彻在窗外，房间里的光线既昏暗又柔软，像一张绵软的网将他们包裹其中。他已经无数次打量李月池的脸，他见过李月池的各种神情，疏离的、冷漠的、隐忍的、温柔的，而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李月池的脸庞就在咫尺之外，太清晰了，以至于可以看见他出了汗的潮湿的鬓发，眼尾的浅浅细纹，下颌处几根没剃干净的青色胡茬。他目光笔直的望着唐衡，漆黑的瞳仁中居着一种干净的欲望。唐衡被他看得面红耳赤，小声说：“继续吧。”李月池点点头，双手攥住唐衡敞开的牛仔裤。唐衡略一点脚，坐在桌子上，李月池便把他的牛仔裤拽了下来。唐衡不好意思的蜷了蜷腿，想要遮掩自己的某个部位，李月池却把手心扣在他的膝盖上，分开他的腿，轻声说：“你害怕吗？”“不怕。”唐衡偏过脸，只是太羞耻了，这辈子第一次。一起去洗澡。李月池开始脱衣服，他先解开 polo 衫的2颗扣子，领口敞开来，露出一半锁骨，然后他抓住 polo 衫下摆，双手一提，干脆的将它脱下来。他赤裸的上半身出现在唐衡面前，笔直的锁骨，平整的肩，牛仔裤挂在略微凸起的胯骨上，他的骨骼令唐衡想起鸟类的翅骨，修长、硬质、高密度。李月池的手指移到他牛仔裤的纽扣上，唐衡暗自咬了咬唇角，低声说：“我来吧。”李月池目光灼灼的看着唐衡，垂下了双手说：“好。”唐衡的双手开始哆嗦。李月池的牛仔裤有些紧，纽扣下方的布料明显凸起来了。唐衡的指尖触到那枚金属纽扣，只觉纽扣冷得像一块冰，而他的指尖又热得像烧红的铁。没错，是铁。弹吉他的手指忽然变得无比笨拙，好像肉不是肉，而是沉重的铁。唐衡深深换了口气，干脆闭上双眼，凭感觉触摸那颗纽扣。李月池的手轻轻搭在唐衡肩膀上，总算解开了。唐衡捏住拉链，感觉到拉链之下凸起的东西。唐衡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这样小心过，就连给他爸留下的吉他换弦时也没有这样小心过。当拉链拉到底的时候，他已经出汗了。李月池按着他的后脑勺说：“睁开眼睛。”唐衡的睫毛抖了抖，睁开双眼。李月池脱下牛仔裤，又伸手拽下唐衡的 T 恤，两人都只剩内裤，面对面望着彼此。李月池俯身，呼吸热热的拍在唐衡的脸颊上，他双手撑着桌子的边缘，用身体把唐衡禁锢住。唐衡忽然觉得完了，有种十分不祥的预感，可能会很疼。李月池低声说：“学弟。”唐衡说：“那你轻点啊。”他笑了笑：“我尽量。”热水淋在身上的一瞬间，李月池把唐衡摁在墙上。他们的浴室太小了，以至于唐衡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李月池吻得过分用力了，他用牙齿啃咬唐衡的嘴唇，舌尖勾着唐衡的舌尖打转，甚至连唐衡的唇角都被狠狠碾过。即便花洒发出哗啦啦的水声，但唐衡还是清晰听见他们接吻时啧啧的声响。李月池从唐衡的嘴唇一路向下，咬住他的喉结。唐衡发出一声闷哼。李月池低声问：“可以吗，学弟？”李月池又问：“为什么非要他亲口回答？”“可以吗？”“可以。”他以为李月池要吻上来了，连忙羞耻至极地闭上双眼，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囚度，连起身洗澡的力气都没有。李月池环着唐衡的腰，关了灯。唐衡抬起指尖摩挲他下巴上的胡茬。窗外雨已经停了，透过那一小块玻璃，能看见暗蓝的夜色。唐衡凝神细听，几秒后说：“是不是在刮风？”“
李月池的语速比平时慢，声音也拖长了。好像今晚降温，这就入冬了。可能是吧。我们有空调，要开吗？现在还好。唐恒打了个哈欠，再冷点。就开吧。李月池嗯了一声，然后收紧手臂，两人的身体又贴紧了。他的手心很温暖，轻轻揉着唐恒的腰。唐恒感觉眼皮发沉，实在太累了。睡一会吧。李月池说。唐恒在他胸口蹭了蹭，闭着眼，像冬眠一样。对，冬眠。李月池笑着说，等你睡醒。又是春天了。12月的早上，没有人愿意起床，尤其是武汉的12月。昨天半夜又下了一场雨，冰冷的空气湿漉漉的粘在皮肤上，那感觉别提有多难受。唐恒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机，勉强把眼睛眯开一条缝，看见屏幕上显示8点12分。糟糕，果然身边已经空了。李月池的被子盖在他身上，电热毯也被关掉。这是李月池的习惯，他说电热毯开久了不安全，所以每次他起床去上课的时候都会把电热毯关掉。然而他们睡觉时电热毯是一直开着的，难道多个一人电热毯就更安全一些？唐恒皱了皱鼻子，闻到牛肉粉的香味。这学期他只有一门课，在下午，所以不用早起。几乎每次在出租屋过完夜，都是李月池把早饭买回来。昨晚睡下时，唐恒悄悄定了个7点整的闹钟，想爬起来给李月池买顿早饭，结果又失败了。唐恒伸了个懒腰，小腿蹭到滑溜溜的羊毛衫。这也是李月池的习惯，武汉的冬天实在太冷，他出门前总是把唐恒的毛衣和秋裤塞进被窝，这样唐恒起床穿衣服的时候，他们都是温暖的。唐恒慢吞吞的穿好衣服，牛肉粉盛在保温桶里。揭开盖子的一瞬间，馨香的热气涌上来，大份香羊牛肉粉，又加一个煎蛋。这个时间，李月池已经开始上课了。妈，唐恒被牛肉烫得含糊了一下，你到机场了？烦死了，晚点50分钟。傅丽玲问，你起床了？这么早？昨晚睡得早，其实做到了凌晨2点半，现在腰还是酸的。真乖，我可能赶不上中午吃饭了，你记得把礼物拎过去啊。我能不能不去？唐恒烦道，等你回来了再请他们吧。我肯定要再请他们的呀，但是今天张院长生日，咱们得把礼物送到了。傅丽玲顿了顿，语重心长的说，这个月最大的订单就是张院长介绍的，这可是个大人情。宝贝，人情往来就是这样。好，我知道了。唐恒连忙说，中午我过去。分清楚了，棕色那袋是给张院长的，红色那袋是给他太太的。知道了，你在吃饭？啊，唐恒有点心虚。是啊。阿姨这么早就来了？没有，是我自己弄的。真的假的？傅丽玲笑道，我们唐恒都会做饭了，就煮了包方便面。方便面？傅丽玲一听这话，立刻严肃起来，这种东西最没营养了，怎么能当早饭吃？偶尔吃一次。以后别吃了啊。傅丽玲说，要不我和阿姨商量商量，叫她早晨也来给你做顿饭。不用。我很少吃早饭，不说了，蒋亚在楼下喊我，别忘了中午送礼。放心吧。唐恒挂掉电话，长长吁了口气，差点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从租下这间房子，他和李月池便越来越频繁的留宿于此。别的都还好，唯一麻烦的是他要时刻提防傅丽玲突然从上海回家。为此他还和蒋亚串好了口供，如果傅丽玲发现他没在家住，就说是睡在蒋亚家了。当时蒋亚欠嗖嗖的说，亲爱的，你妈不会以为咱俩搞对象吧？李月池接过手机，看上去不像。蒋亚立刻就怂了，
哎，哥，我开玩笑的，谁叫他指望李月池帮他做作业呢？唐恒吃完牛肉粉，刷了保温桶，又把空调调高1度。8点45分，李月池应该下课了吧？唐恒的手缩在袖子里，只露出一根食指，一下下敲击手机按键。我吃完饭了。中午经济学院院长过生日，我得去帮我妈送礼，不能去接你下课了。下午和蒋亚他们排练，晚上去长爱演出。咱们去哪吃晚饭？以后不用加煎蛋，撑死我了。没过1分钟，李月池的电话打过来，他那边静悄悄的，早课的课间总是如此，大家都在补觉。晚上可能来不及吃饭，李月池说唐老师叫我和小青开会。啊？不是前天才开过吗？好像有个新的项目，我也不是很清。李月池话没说完，忽然喊了句老师好，几秒后他低声说刚才看见宋老师和安云了。老安好像在给宋老师做助教。晚上我去长爱等你。行，也就是说等到晚上才能见面了。演出的时候李月池好像笑了笑，悠着点蹦，听见没？唐恒脸一热，我蹦得动。昨晚不是这么说的。我说什么了？真的记不起来了。那时候又累又爽，脑子像一碗浆糊。李月池不答，只是笑着说我去上课了。中午，唐恒拎着礼物去了张院长的生日宴，大伯和伯母也在。唐恒送了礼，坐到伯母身边。小恒，伯母把手机揣进兜，你妈没来，她飞机晚点了。哦，伯母点头，那你多吃点。吃饱了，我下午得去排练。哎，你才吃了几口？您帮我和大伯说一声。唐恒朝他们那桌望去，见安云跟着安教授正在向张院长敬酒，我先走了。其实唐恒也不知道为什么伯母和大伯是分开坐的，按说这种场合夫妻俩应该坐在一起，就像安教授一家。张院长的生日宴摆了4桌，大伯坐在张院长那桌，而伯母却坐在离他们最远的桌子上。可能是伯母不想和他们交际。唐恒听大伯抱怨过他对人情来往太冷淡，他呀心思全用在猫猫狗狗身上。唐恒回家洗了个澡，把在饭店染上的烟味饭味洗掉了，换上新的毛衣，然后他背起吉他坐地铁去排练室。蒋亚和安云正在吃披萨，见了唐恒，安云骂道：你他妈怎么溜得那么快？废话，唐恒说他们能吃到下午3点。你叫上我呀。我走的时候又被老头训了半天。我看你在敬酒。就他妈有病！安云烦躁道，我爸是不是脑子不清楚了？没见过带着女儿敬酒的。安哥，蒋亚大口咀嚼着披萨，我看你爸早就把你当儿子了。滚！他俩吃饱喝足后，3人开始排练。12月1号是周黑鸭校园乐队大赛开始的第1天。胡适脱不出所料的通过了海选，50支乐队分成5组进行现场演出。下周5他们就要登台比赛了。唐恒并不觉得紧张，毕竟他们已经有太多登台演出的经验。倒是蒋亚一反常态的勤奋起来，天天打电话问他和安云去不去排练。蒋亚，安云放下贝斯，抬手抹了把脑门上的汗。你今天怎么了？没怎么呀。唐恒说，这里你打错第3次了。好，我错了。蒋亚举手投降。露露昨天半夜跑我家发疯。露露。唐恒愣了一下，才想起是蒋亚已经分手的前女友。他干什么？能干什么？倾诉思念之苦呗。安云翻个白眼。真的？蒋亚满脸无辜，我也没想到我魅力这么大。你等着吧。安云说，就你造那些孽，早晚被人给淹了。靠，最毒妇人心啊你！我红山铁 T 真的没一个好东西。打住！唐恒在琴弦上扫了一下。继续吧。他们排练的是达达乐队的《南方》，
打算比赛的时候就唱这首。其实这歌并不好唱，倒不是说技巧有多复杂，而是主唱彭坦的声音实在太纯净，太有辨识度了。老布提醒他们说，小心搞成个低配山寨版。但他们三个一致决定就唱这首，因为喜欢，并且南方唱的正是武汉，也合适。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我家门前的湖边，这时谁还在流连？排练了整个下午，唐恒已经有些累了。今晚长爱的客人也不多，他便坐在高脚凳上，握着话筒，闭了眼睛唱这首歌。吉他交给安云去弹，蒋亚的鼓点又出了错，不过没关系。这首歌他唱了太多次，以至于身体已经形成某种本能反应，不过脑子便能唱出那些歌词。他甚至可以一边唱歌一边走神。为什么是红和蓝呢？武汉有很多红色和蓝色吗？他觉得这句歌词应该改成那里总是红和绿。武汉当然有很多绿色，碧绿的山，深绿的湖，还有学校里满墙满墙的爬山虎，以及树干上又厚又湿的青苔。至于红色，他也说不出来哪里有大片的红色，却觉得武汉就是红色的。也许是因为浩荡的长江，也许是因为夏季酷暑，冬季严寒。武汉这地方连气温都大起大伏，这个城市像最浓的深红色，最饱满，最热烈。李月池也是红色的。他们关着灯坐，爱的时候，李月池的呼吸拍在他耳畔，温暖又急促。他们浑身上下都是汗水，电热毯又很热，他好像陷进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红色之中。唐恒，蒋亚从背后推他一下，下班了。哦，唐恒这才反应过来，歌已经唱完了，台下观众们都在鼓掌。服了，蒋亚说，这也能走神。三人走下舞台，蒋亚和安云去休息室，唐恒则径直向吧台走去。他一眼就看见了李月池背着背包坐在那里，干什么呢？周围都是人，唐恒只能拍拍他的肩膀，给你干活啊。有人想向你表白。李月池举起一沓便利贴，笑眯眯地说，先在我这登记。唐恒愣愣地接过，发现上面真的写了2个女孩的名字，后面还跟着电话号码和年龄。你唱歌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讨论你有没有女朋友，以及怎么样你的号码。哦，唐恒连忙说，我绝对没给过。他们知道你不给啊，所以就在想办法。有个说可以通过蒋亚下手，另一个说干脆直接去读老部。李月池一本正经地说，我告诉他俩我是你的秘书，想表白可以在我这登记。唐恒想笑，堪堪忍住了，他们真信啊。起初不相信，我说可以先留下姓名号码，7个工作日之内电话通知。哎，唐恒忍不住拽了下他的袖子，你怎么这么蔫坏呢？李月池也笑了，低声说，情敌太多，没办法。这时安云和蒋亚也收拾好东西过来了，他们照例从后门离开。一路上安云都在打电话，巷子里黑黢黢的，身边又都是自己人，唐恒便和李月池牵着手走路。几分钟后，安云挂掉电话。蒋亚八卦地问，哪个妹妹啊？这大晚上的。安云没理他，又走几步，忽然说，李月池，唐老师让你们进了新的课题组。李月池嗯了一声。蒋亚说，你们这一天天的还挺忙。他自然没听出安云的话外之音，唐恒却反应过来了，问安云，没叫你进去吗？对，安云的语气很平静，没叫我。那个课题组是研2学生在做的，和外面的公司合作，事儿很多。今晚开会的时候，唐老师提到你了。李月池说，他说你会跟着安老师做项目，所以不参加我们的。安云停下脚步，你不觉得太早了吗？李月池，什么？
这才刚开学，我们才读了几个月研一，唐老师就让你俩参加研二学生的课题。那个课题挺麻烦的，工作量也大，我之前就听师姐吐槽过。李月池沉默几秒，问：你的意思是？唐恒也茫然的看向安云，他知道安云不是那种会为了一个名额斤斤计较的人，所以想不通他这番话用意何在。然而巷子里的灯光实在太暗淡了，虽然离得很近，但他看不清安云的表情。我也没别的意思，唐老师肯定有他的考虑。安云笑了一下，就是给你们提个醒，那个项目挺难做的，和外面的人打交道嘛，涉及到很多利益往来，你多帮帮小庆好吗？不待李月池回答，蒋亚先哼哼起来，行啊老安，还挺怜香惜玉啊。安云说：你闭嘴，转而对李月池说：这事儿拜托你了。李月池干脆道：我会的。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唐恒到家时，傅丽玲正在阳台上打电话，她穿一条长过膝盖的铅灰色羊绒大衣，听见声音扭头冲唐恒使了个眼色，看来他也是刚刚回家，妆还没来得及卸。唐恒在他的梳妆台前坐下，拨开蛋糕的包装纸。这次真是麻烦你了，苏姐，你太客气了，哈哈。那我们周六见，我开车去接你。傅丽玲讲完电话，在唐恒身边坐下，亲热的摸了摸他的头。好吃吗？唐恒把勺子递给他，你尝尝。我减肥。傅丽玲说，宝贝你吃吧。蛋糕是板栗味道的，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甜度适中，口感细腻极了。唐恒一边吃一边想，下次也给李月池买一块。我今天下午见你大伯了。傅丽玲搂着唐恒，他可给我说了呀。说什么？上次你找张院长告状是吧？唐恒动作一顿，咬着勺子含糊道：他们欺负我，师兄。你哪个师兄？李月池。哦，之前来家里借书那个。你呀。他伸出食指点了点唐恒的脑袋，一天天的就知道惹事。唐恒吞下口中的蛋糕，笑着说：这不是有你们给我撑腰吗？傅丽玲也笑了，拿起手机不知回复谁的短信。他没再继续这个话题，唐恒暗自松了口气，看得出今晚他心情不错。唐恒吃完蛋糕，这是从哪买的？喜欢啊。明天我叫他们再送2块，但是也别吃多了。不用，店的名字叫什么？过几天我去买给蒋亚他们吃。潘灵记在首义广场那边，到时候你打电话叫他们送来就好了，是苏姐的朋友开的店。苏姐，张院长的太太。哦，唐恒说，你什么时候和他家这么熟了？这都是人情往来嘛。傅丽玲起身，把大衣随手扔在沙发靠背上。对了，你大伯说你放弃推免资格了。其实这已经是上个月的事情了。唐恒虽然拿到了学院的推免名额，也通过了汉大和北京一所大学的笔试面试，最终却还是选择放弃推免。上个月全国推免系统开放，他根本没有在系统里提交申请。对，唐恒心想，又要吵架了。然而傅丽玲一反常态的平静，他只是点了点头，说：周日晚上我请张院长一家吃饭，你大伯也去，记得把时间空出来。你要带到周日？今天才周一，20号再回上海。傅丽玲打了个哈欠，懒洋洋道：下个月就没空喽，年底事情多。傅丽玲在家待10天，唐恒便也得在家住10天。周四中午，他和李月池在学校食堂匆匆吃了顿饭，倒不是他排练有多忙，纯粹是因为李月池没空。大伯的项目的确很麻烦，据李月池说，这是一个针对湖北大悟县的扶贫项目，他们和当地政府、企业合作，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也对一批贫困户进行跟踪调查。李月池刚刚进入项目组，对前期工作不熟悉，
所以既要完成分配的任务，又要花时间了解之前的进展情况。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有大段的时间腻在一起，每天能在食堂约顿饭，已经实属不易。唐恒甚至有点抱怨大伯：“你和田小庆才研一，他干嘛给你们安排这么多事儿？”他说这个项目很重要，之后发文章会带上我们两个的名字。李月池一边大口吃饭，一边说有这个锻炼的机会，挺好的。哦，是啊，唐恒闷闷的，你多吃点，感觉你瘦了。李月池挑眉笑了一下，这才几天也经不起这么累啊。还好他们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唐恒把自己碗中的黄焖排骨夹给李月池，我吃不完。其实他根本不喜欢食堂的饭菜，尤其是李月池常来的这个食堂，是汉大众多食堂里最便宜的一个，2菜1饭的套餐才3块5，还送碗免费海带汤，价格这么便宜，味道当然就好不到哪去。唐恒实在吃不下这里的饭菜，就到隔壁窗口买黄焖排骨或黄焖鸡，7块钱一份，虽然还是不好吃，但已经是矮子里面拔将军了。他不知道李月池怎么吃得下皱巴巴的炒菜台，全是面团的糖醋里脊，还有硬到粒粒分明的米饭。每次他想给李月池买黄焖排骨，李月池总是淡淡的说一句不用，其实只是贵了3块5毛钱而已。明天晚上你们开会吗？唐恒收回思绪，我们明晚有比赛。周黑鸭那个？在江汉路新开的酒吧 Leo。 明天晚上我尽量过去。李月池放下筷子。几点开始？7点，但我们也不知道排在第几个上场。李月池点头，我知道了。他把盘子里的饭吃得一干二净，连海带汤里的胡萝卜都捞干净了。唐恒知道他其实不喜欢吃胡萝卜，而唐恒的黄焖排骨还剩小半碗。两人把盘子送到餐具回收处，一起走出食堂。将要分别时，李月池低声说：“其实你不用陪我吃饭，是不是吃不惯？”没啊，唐恒连忙摇头，我就是早饭吃撑了。是吗？李月池笑了一下，有点无奈的说：“好吧。”唐恒撑开自己的伞，走出他的伞下。武汉又在落雨，天气预报说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5摄氏度。这又湿又冷的天气令人有些心烦，好像冬天永远不会过去了。他们在一个岔路口分别，这时到处都是下课的学生，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冲彼此点点头。唐恒向地铁站的方向走，李月池向教学楼的方向走。天空阴郁的像一页发黄的旧书，唐恒走了10来步，回头看见李月池的背影已经变得很小。他一个人的时候走路的速度总是很快，唐恒知道这是因为他赶着回教室给辅导班的学生批改作业。作业批改完就该上课了。4点钟下课之后，他去项目组的办公室干活，一直到晚饭时间。晚上他又要去青木考研上课。他像一只四处旋转的陀螺，并不能为谁停滞分秒。整个下午和晚上，胡世托都在排练室排练，晚餐就去对面的小饭馆随便对付一顿。外面天寒地冻，他们在屋里却热得只穿一件单衣，满身大汗。蒋亚放下鼓槌，瘫在沙发上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南方了。”唐恒瘫在他身旁，喃喃道：“我也是。”安云一口气喝完了整瓶矿泉水，我就不信咱们不是第1名。大哥，你先想想曲子的事吧。蒋亚说1月20号之前交 demo 啊。你有脸说我？你的词写好了？我都写6行了。安云斜他一眼，怀疑的说：“是吗？”真的呀，元旦前肯定写完。你最好是。天地可见，蒋亚撸一把自己的红毛，我现在都没找妹妹聊天了。总的来说，胡世托的排练十分顺利，之前那个蒋亚总是打错鼓点的地方，后来也没再出问题。周五，武汉仍是阴雨绵绵。
他们约好中午再碰头，毕竟下午就要开始化妆、彩排，晚上又要比赛，所以一定得睡饱。中午唐恒起床，在家吃了饭，然后和蒋亚、安云一起坐地铁去江汉路的 Leo 酒吧。主办方很大方地请了专业妆发团队，又包了酒吧楼上的宾馆房间做化妆间。一进屋，蒋亚便立刻打开了空调。太他妈冷了，他哆嗦着说，武汉这个鬼天气我也是服气，内裤都没得换了。唐恒说，你家不是有烘干机吗？被露露弄坏了，还没修呢。露露，安云冷声道，昨晚你说最近没空聊妹妹。哎呀，蒋亚心虚的笑了，那都是上礼拜的事儿了。他非要来找我，我有什么办法？你他妈真的上辈子是种猪吧？蒋亚嘿嘿一笑，模仿了2声哼哼的猪叫。很快化妆室就到了，3人依次化妆做头型。蒋亚的最简单，安云的锅盖头颇令发型师费了一番力气。而唐恒作为主唱，化妆师说，你的妆最重要。下午5点半，他们已经彩排过一轮，没有唱歌，但是把上场次序和舞台走位敲定了。总共10支乐队，胡士托排在第5位上场。安云小声说，咱们运气不错。蒋亚问，为啥？比赛刚开始，评委肯定都很严格，到后面呢？他们新鲜劲儿过去了，又不会认真听了，中间正好。靠，蒋亚说，还真是啊。儿子，你现在紧张不？唐恒把手机调了静音，揣进兜里，紧张个屁，我都快唱吐了。他刚刚给李月池发短信，告诉他们大概8点过上场。李月池回复说，能赶过来。其实他真的不紧张。说白了，这只是一场演出，和以往唯一的不同仅仅是这次要带反。但他又很想李月池来看这场演出，虽然南方他真的要唱吐了，但这首歌他还是想唱给李月池听。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他第一次恋爱在这里，他的恋人就在台下。6点，选手们回到各自的化妆间休息吃饭。为了避免意外状况，蒋亚叫的外卖是白粥和藕汤排骨，连蘸料都没有。7点，他们坐在了后场区。第一支上台的乐队来自汉阳音乐学院，5个男生，其中3个都扎着马尾，还有一个干脆长发披肩。蒋亚凑在唐恒耳边说，妈的，咱们这造型不出挑啊。唐恒说，你光着上身打鼓就出挑了。话音刚落，一个戴墨镜的女人走过来，坐在唐恒身边。她摘下墨镜，冲唐恒露出个微笑，弟弟，又见面了。是林浪。他出现在这里，唐恒并不觉得奇怪。你们唱什么？林浪问。南方。哎，我喜欢这首。音乐声响起，2人没再说话。这时唐恒又收到李月池的短信，已经在开会了，8点能过来。很笃定的语气。唐恒对着屏幕笑了一下。7点40，第2支乐队唱完，评委点评结束，胡士托被叫到后台候场。临走前，唐恒脱下羽绒服，只穿一件川久保玲的白色 T 恤短袖。林浪惊讶道，你就穿这个上台啊？虽然酒吧里开了空调，但还是很冷。唐恒笑着说，这件衣服是幸运衫。片第3支乐队唱了崔健的《假行僧》，主唱是个少见的女中音，穿一袭袍子式的黑裙，声音略带沙哑，很有味道。3位评委也很喜欢他们，点评了大概15分钟。第4支乐队唱一首唐恒从没听过的英文歌，后来他才知道那是 Phil Ochs 写于1970年的 No More Songs。 6年之后，这位天才歌手上吊自杀。当第4支乐队走下舞台，已经8点27分。工作人员匆匆来到后台， Kevin 老师说全场休息10分钟，待会我来叫你们啊。
蒋亚低声抱怨，这他妈够磨人的。而唐恒只是缩着肩膀坐在角落里，后台没有开空调，太冷了。他给李月池发短信，到了吗？我们还有10分钟上台。李月池回，到了。10分钟后，唐恒把手机关机，放进后台的保险柜里。蒋亚扭了扭手腕，兴奋道，唱完去吃火锅吧。Leo 酒吧是去年年底才开始营业的，地方大，设备新，连灯光都有好几种。也许是前一首歌太悲伤了，当唐恒他们走上台的时候，全场灯光呈现出一种低迷的暗蓝色，轻轻的起伏着，像深海的水波一样。唐恒看不清台下的观众，只能看见人们的隐约的轮廓。他试了一下麦克风，然后冲工作人员比个 OK 的手势。吉他扫弦声响起的瞬间，视野忽然变得明亮。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灯光从暗蓝色变成黄绿交织的颜色，好像时间快尽了，他们一下子从冬天来到春夏之交。这时的武汉蜂飞蝶舞，柳绿花红，长江水位线渐渐升高。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唐恒看见唯一的女评委闭上了双眼，嘴角略微弯起来，满脸陶醉。而他身旁的男评委则摘下墨镜，与唐恒对视了一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观众们的神情也专注极了。安云的贝斯声缠绕着他的吉他声，蒋亚的鼓点清脆而平稳，似乎一切都又宁静又温暖。他们站在春水泛滥的湖畔，他的歌声是一阵悠扬的风。唐恒知道他们的表演非常成功，简直就像把这4分31秒的时间提纯了。所有人都忘记烦恼，陶醉其中，除了他自己。灯光那么明亮，他没有看见李月池。很不错，很不错，他们唱完了，女评委带头鼓起掌来。你们都还是学生吗？对，我俩大4，他研1。唐恒平静的回答。这么年轻啊。我很喜欢你对这首歌的处理方式，因为你知道，原唱的音色是很难模仿的，但你把这首歌唱的，有一点悲伤，比忧伤再多一点的那种悲伤，我很喜欢。阿诺，你就是看人家帅嘛。一旁的台湾男评委操着台湾腔调笑道。对啊，帅哥谁不喜欢？女评委又说，你是怎么酝酿情绪的？是不是想着前女友唱的？唐恒听见蒋亚在身后低笑。我没有前女友。唐恒说。哇哦，台湾人冲他们做鬼脸，真是小朋友啊。唐恒攥着麦克风，没有说话。接下来他们点评了安云和蒋亚，夸蒋亚打鼓打得不错，安云的贝斯则稍显凌乱。唐恒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只数着他们的话。算上蒋亚和安云的回答，总共23句。3人鞠躬，回到后台。蒋亚欢呼道，不是第1名，我跟你们姓。走走走，去吃火锅。他妈的冻死我了。这时唐恒反而不觉得冷，他从保险柜取出手机，开机，屏幕上空空如也。唐恒把吉他塞给安云，语速很快的说，我出去一下。啊？安云说，你去哪？唐恒没有回答，径直推门走了出去。下台阶，经过候场区时，林浪冲他喊唱的不错。调酒师在吧台后面朝他挥了挥手，几个女孩低呼胡士托。唐恒低着头穿过人群，一直走，把温柔的灯光踩在脚底。推开Leo的大门，他还穿着短袖，门外冷风细雨扑面而来。该庆幸吗？他一推开门，就看见了李月池。李月池站在距他几米远的路灯下，不，准确来说是李月池和田小庆站在距他几米远的路灯下。李月池撑着那把亲吻考研的旧伞，路灯是明黄色，映亮了他们头顶的雨丝，那些雨丝太细了，以至于显得毛茸茸的，似乎很温暖。这样的细雨
不需要任何比喻，细雨本身已经足够美丽。李月池和田小庆穿着同样的黑色外套，是社会学院统一发给学生的冬季棉服，料子硬挺，后背上印着汉阳大学社会学院8个红色正楷字。唐恒也有这件外套，从来没穿过，他嫌丑。他知道这不是情侣装，可他还是真情实感的后悔了。为什么他没穿过这件外套？为什么今天没穿这件外套？为什么李月池和田小庆同时穿了这件外套，又站在同一把伞下？这些巧合究竟是为什么呢？田小庆低着头，肩膀轻轻的颤抖。李月池左手撑伞，右手拎一只塑料文件袋。唐恒知道田小庆在哭，虽然他在哭，但是还好李月池的右手拎了一只塑料文件袋。唐恒静静的看着他们，下一秒他看见李月池微微躬身，把文件袋立在地上，然后他抬起右手。也就在这个瞬间，唐恒抬腿向他们冲去。不行，你不能那样，李月池！可还是太迟了。李月池抬起右手，很轻柔的拍了拍田小庆的后背，毛茸茸的细雨落在皮肤上，却冰冷的像针扎一样。唐恒、李月池的表情十分惊讶，你怎么穿这么少？田小庆抹抹眼睛，冲唐恒笑了。他笑得既有些尴尬，又有些勉强。我们唱完了。唐恒说。你穿太少了。李月池手臂动了一下，像是想向他伸手，却又忍住了。先进去，外面冷。学长，你听见我唱歌了吗？还好他没有真的伸手，难道他要用刚碰过他的手碰他？听见了，李月池说，在外面也听得到。本来要唱南方的，导演说那首歌不合适，临时叫我们换了，这首小情歌你听过吧？很火的。李月池沉默了2秒，说我听过。我唱的怎么样？很好听。师姐。唐恒看向田小庆，你觉得呢？田小庆愣愣的，目光躲闪了一下，我没关系。唐恒笑了，他既没有看李月池，也没有看田小庆，目光越过他俩的肩膀，落在虚空中模糊的某处。我骗你的，学长。李月池沉声说，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唐恒，我们没有换歌。唐恒一字一顿的说，我唱的是南方，你没听见，对吧？唐恒说完便越过他们向前走去，步伐迈得很大，几乎小跑起来。他隐约听见李月池说了句什么，听不清，也不知道是对谁说的。夜空雾蒙蒙的，飘着雨，泛出很淡很淡的铁锈红。看吧，武汉果然是红色的，但唐恒不喜欢此刻的红色，有一种肮脏的感觉。他的脸上都是雨水，只是雨水，他确信自己没有哭，因为实在太冷了，冷得整张脸都被冻僵了，怎么哭得出来？街上的行人都在看他，像看一个神经病，冬天穿短袖。唐恒，李月池一把拽住他，他没有打伞，把伞留给田小庆了。对不起，李月池喘着粗气，我不是故意骗你。今晚开会的时候，田小庆被爷儿的师兄骂了，骂得很难听，我就安慰了他几句。好巧啊，唐恒挣开他的手，非要赶在这几分钟是吗？那首歌4分31秒，你连4分31秒都等不了。你看见了，他哭了。因为他哭了，哭就可以。那我也能哭，你以后别安慰他了好吗？唐恒，李月池眉头紧皱，我和他只是同学，而且那天晚上我答应安云多帮他，当时你也在。没错，你要帮他，你给他撑伞，你陪着他不听我唱歌，你还那么温柔的拍拍他的后背。接下来呢？会抱他吗？会牵他的手吗？会摸他的头发吗？会吻他吗？会带他去希尔顿吗？够了。脑海中好像有一个声音微弱的说，你不该这样，不该骗他说换歌，不该把他想的那么糟糕，
不该不相信他。但是我也不是没有证据啊，刚才他骗我了不是吗？他骗我说他听见我唱歌了，他怎么能骗我？那么是不是他已经骗过我很多次了？哪一次？是和赵老师的关系，还是和吴四的恋爱？他和赵老师在一起过吗？他带吴四去过师大的露天电影厂吗？不行，够了。唐恒后退一步，哑声说：“你不能这样对我。”李月池的表情那么无奈，那么茫然。对不起，他一定很难理解这一切吧？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再次道歉：“我不该骗你，我确实没听见，我只是不想你不高兴。我们先回去，你再给我唱一遍，好不好？”好，好啊，别说1遍了，再唱100遍都可以。你还不知道吧？遇见你之后，我觉得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为了你。不可能，唐恒说。李月池垂着眼不说话了。唐恒觉得自己从指尖到发梢都被冰冷的湿漉漉的雨水浸透了，连一颗心都渐渐冷下去。半晌，李月池说：“我做什么你才能原谅我？”唐恒想也不想的说：“你别做那个项目了，我去帮你给大伯说。你们在项目组有工资的是不是？我把工资补给你，2倍、3倍、几倍都行。”李月池的表情变得很难看，同样的话他如数奉还，不可能。哦，唐恒点头，那就算了。然后他再次转身向前走，这次没有那么快，因为双脚已经冻僵了。然而这次李月池没有追。人一，这天夜里唐恒开始发烧，到12点时体温已经将近39度了。家庭医生恰好去湖南走亲戚，只好连夜帮他们联系其他医生。唐恒已经很多年没见傅丽玲在外人面前如此失态，他极力压抑着哭腔，朝那医生低吼道：“你哪天出门不行？偏偏现在……好了，你不用解释了，现在我要给我儿子看病，你给我找人过来，马上！”蒋亚坐在床边，缩着脑袋，轻声对唐恒说：“阿姨，这也太夸张了，说的跟你中风了似的。”唐恒眯着双眼，没力气搭理他。阿姨，傅丽玲挂了电话走进来，蒋亚小心翼翼道：“要不咱们送她去医院挂个急诊？您别担心，我可以把她背过去。”谢谢你啊，小蒋。傅丽玲紧紧攥着唐恒的手。医院里不干净的，到处是细菌病毒，我怕宝宝去到医院反而更严重了。蒋亚支支吾吾的说：“也是，而且他刚才吃了退烧药了，家里的退烧药早就过期了，毕竟唐恒上次发烧还是初中。他们找邻居的婆婆借了退烧药，1刻钟前唐恒刚刚服下。其实只是伤风感冒吧，等退烧药见效就好了。”妈，唐恒哑着嗓子说：“你去坐一会，我没事。”你这样我哪坐得住啊？傅丽玲抹抹眼泪，以后再也不许参加那些比赛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叫人冬天穿短袖。唐恒无言以对，蒋亚意味深长的看他，满脸写着你也有今天。小蒋呀，傅丽玲忽然说：“你们3位一起表演，怎么只有宝宝要穿短袖呢？”啊，这个……蒋亚一愣，因为他是主唱嘛。主唱就要穿短袖？是呀，主唱最重要，这不都是为了演出效果？蒋亚冲唐恒使眼色，唐恒干脆闭了眼。乱来，真是乱来的。傅丽玲低声道：“那是，看把我们唐恒给折腾的。”其实唐恒倒并不觉得多么难受，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发过烧了，他竟然觉得这体验十分新奇。傅丽玲为他裹了3层棉被，皮肤又烧得热乎乎的，他一点都不冷了。只要不冷就很好，毕竟那冬夜的冷雨浇在身上，着实是一场酷刑。幸好他跑回家的时候傅丽玲不在，否则他该怎么解释自己穿着短袖回家呢？傅丽玲俯身问：“宝宝，想喝水吗？”“喝。”
好的，妈妈去给你弄啊。他起身到厨房烧水，蒋亚伸手把唐恒额头上的毛巾翻了一面，叹道：“你说你们干嘛呀？这是？”唐恒闭着眼，轻声说：“他告诉你们了？”没，他直接走了。田小庆和我们说的。哦，你们真的要不要这么夸张？小庆都被吓懵了。能不提他了吗？谁？田小庆。大哥了，人家都不知道你俩。蒋亚顿了顿，用气音说：“的关系。”你的意思是我小题大做？哎，您别急，别急，我可没这意思。蒋亚连忙抓起毛巾，讨饶似的擦拭着唐恒颊上的汗珠。您老可别再动怒了。厚重的棉被之下，唐恒轻轻缩起手指。此刻他根本没力气握拳，但回想起那个画面，身体还是会不自觉的出现一些反应，像某种本能的防备。太难受了，好像天灵盖被人撬开一条缝，灌进0度以下的冰水。李月池说不可能时的表情和语调，那么冷漠，那么坚决，这情形他每回想一次，脑袋就剧痛一次。蒋亚把毛巾拿下来，放进盛凉水的盆子里涮了涮，叠好了，再次放在唐恒的额头上。别想那么多了，蒋亚说，睡会吧。后来唐恒的确慢慢睡着了，也许是退烧药见效的缘故。他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入睡的，恍惚间只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嗓子干哑，如吞了一把铁锈，鼻子又完全堵死了。他张着嘴呼吸，从口舌到喉咙都像起了火，而武汉又这么冷，那是冷的火。再醒来时，浑身大汗，棉被仍裹在身上。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出是什么时间。傅丽玲睡在一旁的沙发上，蒋亚已经走了。妈，唐恒发现自己的声音哑得可怕，简直像公鸭嗓。几点了？哎，醒了。傅丽玲裹着毛毯起身，摸了摸唐恒的额头，8点过了。天还是黑的。阴天，预报说今天要下雪呢。我想喝水。来，慢点喝呀。傅丽玲拧开保温杯的盖子，把杯沿凑到他唇边，温热的水缓缓流进喉咙，唐恒感觉舒服多了。虽然鼻子仍然堵得厉害，但至少头不痛了。就算想起李月池也不痛了。你说你这样，我怎么放心你出国呢？傅丽玲放下水杯，长叹一声，你发烧了，谁送你去医院？谁照顾你？谁给你喂水喂药？我怎么放心得下？唐恒沉默着，脑子里想的全是另一件事，那就是他和李月池现在算什么情况？他真的没有和恋人吵架的经验，别说恋人，和朋友也没这样吵过。可他又觉得他们不仅仅是吵架那么简单，不是说大家都不高兴，吵几句就痛快了，然后顺理成章的和好，不是这样。李月池为了田小庆骗他，当然他也用一个谎言试探了李月池。他也仍然不知道李月池为什么不去听他唱歌，田小庆就那么急迫的需要安慰吗？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在他和李月池还算在谈恋爱吗？他们不会就这样分手吧？这个念头令唐恒陡然紧张起来，紧张到想要立刻抓起手机拨李月池的号码。分手？不可能，他绝对不接受。他宁肯低头道歉，宁肯让这件事稀里糊涂的翻篇，也绝不接受分手。唐恒爬出被窝，身上只穿了条短短的睡裤。就在一瞬间，他的皮肤浮起一层鸡皮疙瘩，太冷了。唐恒把正在充电的手机拔下来，飞快钻回被子里。手机上有蒋亚的短信，半小时前发的，说晚上和安云来看他。有安云的短信，和蒋亚差不多时间，问他退烧没有。再往前翻，是昨晚比赛结束后林浪发的，凌晨1点过，7个小时前。虽是文字，但他激动的心情跃然屏幕。你们太棒了，小组第1。
很激动吗？如果是昨晚比赛结束后听到这个消息，大概会很激动吧。但现在晚了7个小时，似乎这激动已经过时了。唐恒并不觉得多么高兴或者多么意外，他恹恹的放下手机，只是想李月池没有联系他，来电、短信通通没有，他是怎么忍得住的？忍。到中午的时候，天色非但没有明亮些许，反而更暗淡了。唐恒吃了感冒药，脑子有些昏沉，躺在床上将睡未睡。宝宝，我出去一趟。傅丽玲走过来，把手机从唐恒手里抽走。你睡一会儿，别躺着看手机啊。你去哪？我买盒新的退烧药给对门送去，再给人家买点水果什么的。我和你一起去吧。唐恒支起身子。不行，你才刚退烧，再冻着怎么办？我多穿点。唐恒坚持道，家里太闷了，想出去走走。傅丽玲拗不过他，最终还是母子俩一起出门了。唐恒穿了羊绒毛衣、保暖裤，外面套一条长过膝盖的羽绒服，又被傅丽玲逼着戴上毛线帽子和口罩，整个人只露出一双眼睛。大概是发了烧的缘故，唐恒感觉身体软绵绵的，下楼梯时的动作也比平时缓慢一些。站在楼道口，傅丽玲探出手去试了试，又在下雨了。他撑开雨伞，自言自语一般，今年冷得真早。唐恒低头盯着消防栓旁边的一撮烟灰和零零散散的烟头。1、2、3、4、5、6、7、8个烟头。在那撮烟灰旁边的地面上有一抹很深的灰黑色印记，可以想象吸烟的人是如何用力把烟头摁灭在那里。8支烟。那个人在这里站了多久？这栋楼里的住户大都是汉大退休教职工，唐恒从未在楼道里见过有人抽烟，就算是抽烟也想不通谁会连抽8支。唐恒跟傅丽玲买了药，又到超市去买了4盒阿根廷大虾、2个果篮，打算一并送给对门的邻居。到家才下午2点过，傅丽玲把药和礼品送去，然后盯着唐恒吃完1只苹果，才回房睡午觉了。他叫唐恒也睡一会，唐恒点头应下。1刻钟后，唐恒裹紧羽绒服溜进阳台。蒋亚，他压低声音，醒了没？大哥，你是睡舒服了，我他妈早上5点才到家的。谢了。有屁快放。昨晚李月池去哪了？我咋知道？他是不是来找我了？没啊。蒋亚嘟囔了一句什么，唐恒没听清。然后他拖长声音，十分无奈的说，他在你家楼下站了大半夜，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在呢，我说你退烧了，他也没走。唐恒一下子屏住呼吸。你说你俩，干嘛这么折腾啊？蒋亚打个哈欠，欠嗖嗖的说，一个发烧，一个守夜，真不嫌累。他说什么了吗？说了。说什么？唐恒发烧了。他在家？对呀，高烧40度。我现在过来。你不用来啊，他妈在家呢。蒋亚，我到楼下了。以上是我俩的对话，您品品，他还爱吗？滚蛋！害羞了。蒋亚笑嘻嘻道，你是没看见他那脸色，就昨晚。哦不，今天早上我下楼的时候。靠，他站那儿像个鬼一样。唐恒直接挂了电话。他飞速穿好衣服，抓起钥匙钱包，轻手轻脚的溜出家门。还好傅丽玲在睡觉，否则是一定不会放他出去的。不过等傅丽玲醒了，他又该怎么向他解释呢？唐恒已经顾不上这些问题，他只觉得自己忍不了了，多1分钟都忍不了了。冲到楼下，学校的清洁工人正在扫地，雨水打落了很多梧桐树叶子。工人手执宽大的笤帚，哗啦哗啦的扫过，把落叶堆积成黄绿
交织的小山。唐恒愣了2秒，然后掏出手机，拍下那一撮烟灰和七零八落的烟头。人证物证俱在，唐恒恶狠狠地想：李月池，你等着吧。他忘记带伞，好在羽绒服有帽子，足以抵挡天空中的细雨。跨上自行车，直冲李月池的宿舍。今天是周六，李月池既不需要上课，也不需要去项目组，这个时间也不是清文考研上课的时间。唐恒在他宿舍楼下停车，噔噔噔爬上3楼，只见李月池的宿舍亮着灯，木门敞开一条缝。唐恒深深地换了2口气，待呼吸平稳，才走上前去，在门上敲了2下。进来是一道文弱的男声。唐恒推门进去，李月池的室友坐在桌前，笑道：“哎，师弟，你来找月池啊？他不在吗？”李月池的床铺空空如也，昨晚出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室友暧昧的笑了笑。大半夜翻墙出去的，还下着雨，月池的胆子是真大，也不怕摔着。谢了，师兄。唐恒说：“我再去别的地方找他。”哎呀，师弟，你找他有事？算是吧。他肯定去找女朋友了呀，不然干嘛半夜翻出去？室友一副过来人的表情，你要是不急，就明天再说吧。好，谢谢了，师兄。客气啥？对了，你给他打电话了吗？打了，打不通啊。春宵一刻值千金，室友摇摇头，月池可以啊。唐恒暗想，春宵个屁，我就是他女朋友。可是李月池去哪了呢？今天早上他从他家楼下离开时，一定又困又冷又累，而宿舍是距离最近的地方。他不回宿舍，难道去了？唐恒知道自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但又觉得有些事在电话里根本说不清楚，他只想见他。就现在，唐恒再度跨上自行车，这次他向汉大东门驶去。轻车熟路的拐进巷子，路过热干面的小店时，唐恒停下来买了2杯米酒，2份热干面加煎蛋和卤牛肉。他想，如果李月池不在，大不了他就一个人吃掉。到楼下锁车，拎起那一袋热气腾腾的食物。清文考研的雨伞挂在门口栏杆上。唐恒掏出钥匙，小心翼翼地捅进锁孔，慢慢的拧。门开了，他看见李月池背对着他躺在床上，房间没有开灯，他的轮廓很模糊，像一片深色的氤氲开来的墨迹。唐恒很轻很轻地走进去，距离床沿还有2步远的时候，李月池动了一下。一片静默昏暗中，他听见李月池低哑的声音：“唐恒。”唐恒的心跳变得很快。你饿不饿？李月池起身，窸窸窣窣的套了件衣服，然后下床，开灯，开空调。武汉的冬天，如果不开空调或电暖气，屋里屋外就是同样的温度。而他连电热毯都没开，是为了省电吗？唐恒忍不住说：“你冷不冷？”李月池说：“没事。”他的黑眼圈很重，胡茬凌乱的冒出来，整个人显得非常疲惫。唐恒把热干面和米酒取出来，推到他面前。李月池捧起纸碗，大口大口吃面。唐恒说：“早上没吃饭。”他点点头。不用问，中午肯定也没吃。唐恒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也吃起面来。温热的食物下肚，倒是暖和了一些。直到他俩都吃完了，2只空碗横亘在他们之间，唐恒才觉得实在应该说点什么。来的路上，他明明组织了那么多话，理直气壮的，胜券在握的，甚至是洋洋得意的。你不是说不可能吗？那你别来找我啊，别在我家楼下装电线杆啊！你不是比谁都冷静，比谁都硬气，比谁都无所谓吗？李月池，你在装？可是此时此刻，这些话他通通说不出口了。李月池是爱他的吧？是吧？
否则也不会在他家楼下守了大半夜。可是爱不能替他们向彼此道歉，爱不能抹除一切不快乐的记忆。真奇怪，爱是这么好的东西，却让他感到茫然和无力。还发烧吗？李月池问。不烧了。你嗓子哑了？唐恒瓮声瓮气的嗯了一声。李月池又不说话了，房间里只有空调发出的声音。第二持续。唐恒想，李月池还在生气吗？不然他为什么不说话？那该怎么办？道歉。这么想又有点委屈，为什么他先道歉？明明是李月池先错过了他唱歌。他们约好的，他说他会来听。算了，反正就是句对不起，说就说了，又不会掉块肉。唐恒心一横，正要开口，李月池忽然扬起脸。唐恒，他说过来。唐恒愣愣的，脑子还没转，身体已经先跟着他的话。起身绕过小小的桌子，来到他面前。李月池也站起来，张开双臂，紧紧抱住唐恒。唐恒穿着羽绒服，而他只穿一件秋衣，敞怀披着社会学院的棉服。唐恒的双手伸进棉服里，揽住他的腰。对比之下，他的身体很单薄，令唐恒无端觉得他很冷。你还生气吗？李月池把下巴抵在唐恒头顶，轻声问。生气啊。唐恒说。你干嘛在楼下站那么久？不怕冻感冒？李月池笑了笑。站就站吧。唐恒又说，也不给我发条短信。我怕你不想理我。怎么会？昨晚那个师兄当着很多人的面骂了田小庆，骂得很难听。我们开完会，他又把田小庆单独叫过去，对他动手动脚。唐恒惊道，动手动脚？把田小庆吓坏了，所以才向我哭。这是什么事？是谁？唐恒皱眉，叫什么？鲍磊。好像听过这个人。没事了。李月池抚了抚唐恒的头发。中午田小庆去找唐老师了。唐老师说鲍磊会退出项目组。哦，那就好。但我确实骗你了。李月池沉默几秒，因为我不想让你不开心。这个解释你能接受吗？如果你当时就讲清楚。算了。当时田小庆还在旁边，李月池也的确没法讲清楚。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是开心的。昨晚我在你家楼下。我在想，如果是蒋亚和你谈恋爱，你会不会开心一点？他可以每天陪着你，和你一起演出。你发烧了，他还能去照顾你。等等，蒋亚就是我兄弟。我只是打个比方。你谈恋爱应该是件开心的事，对不对？李月池轻叹一声，我想让你开心一点，而不是像昨天这样。2011年最后一个月，唐老师的项目总算暂时告一段落。师生一行7人来到湖北省大悟县，对扶贫成果进行年末验收。大悟县隶属孝感市，一个以米酒闻名的地方。湖北下雪了，回武汉的高速公路已经封锁3天。他们只好包下2辆面包车，走省道回武汉。司机开得极其小心，学生们倒是心大，一个个睡得东倒西歪。在家乡的时候，李月池没有见过雪。高中时，他听地理老师提起北方，总觉得那是个很暖和的地方。因为老师说，北方的冬天会下雪，但是有集体供暖，所以在屋里反倒可以穿短袖。他便懵懂的把下雪与北方对应起来，那么南方，没有暖气的南方当然是不下雪的。后来到了武汉，他才惊讶的发现这个长江边上的城市虽然没有暖气，却也常常在冬天下雪。窗外一片薄薄的白色，新雪压在暗绿的树叶上。李月池把车窗摇下一条缝隙，寒风立即涌进来。睡在旁边的女生皱了皱鼻子，李月池连忙把车窗摇上去，但他还是醒了，睡眼惺忪的问：到哪了？快到黄陂了。哦，那快到了呀。女生又问：几点了？
4点过了，司机接过话头，你看这个天气，才4点过，天都要黑了。武汉也在下雪啊。下呢，比孝感小一点。哎，女生朝窗外望了望，师傅，咱们大概几点到学校？8点前没问题。哥不找你们？我倒不是怕，女生嘟囔道。晚上和同学跨年呢。他话音刚落，就像响应他似的。李月池的胸口震了一下，他把手机放在胸口左边的口袋里，每次手机震动，他的心脏好像也跟着震起来。是唐恒的短信，几点到？李月池先是键入8点2个字，想了想，又删掉，改成7点半。江滩的烟花是8点开始。唐恒，来不及吃饭了吧？我给你买点，你想吃什么？李月池想说随便，猛地想起上次唐恒问他吃什么，他说随便，唐恒便乱七八糟买了一大袋，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怕你不喜欢，就每种都搞点，然后笑眯眯地看着他吃下去。肯德基的鸡腿，必胜客的披萨，师大南门的汤包，还有广八路上的锅盔。李月池回面包就行。唐恒 OK。 他回2条短信的功夫，身旁的女生已经和司机聊起来了。女生说，师傅你开快点嘛，我要赶回去看烟花呢。司机说，别去了，人多得很。女生说，人多才有气氛。司机语气不屑，气氛？到时候你打车都打不到，怎么回宿舍？哎呀，我都和同学约好了。师傅开快点了。好好，你们这些小孩最能折腾。跨年明天照样天亮，有啥区别？明天就是2012年了呀。2012怎么了？你没听过那个预言吧？什么？玛雅人的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你说慢点。什么人？玛雅人，就是美洲的古人吧？他们预言说2012年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哈哈，司机笑起来，一听就是骗小孩的。真有这事？对吧，李月池？女生转过头来看他。对。虽然我是不信了，女生耸耸肩，但有时候我就在想，万一呢？万一那天真的是世界末日，难道大家刷一下子都玩完？还是发生很多天灾人祸，人类一点一点灭绝？李月池没接话，坐副驾的研二男生说，那肯定一点一点灭绝啊，又不是彗星撞地球。哎，这样的话过程肯定很痛苦。徐荣，你先想想你的开题报告吧。啊，你烦不烦？大家都醒了，车厢里热闹起来。另一个研三男生说，如果2012真是世界末日，老子绝对不写论文了。徐荣说，有种你当着唐老师的面讲这话。哎呦，唐老师现在才没空管我呢。他说完，全车的学生都笑起来，除了李月池。那是种暧昧的心照不宣的笑。李月池再次把车窗摇下一条缝隙。啊，好冷。徐荣缩缩脖子，师弟，你不冷啊？李月池说，我有点晕车。将近7点半，2辆面包车在汉大南门停下，学生们一一下车。田小庆下车时，手里拎着唐教授的单反相机。小青啊，你把照片导出来，存到我给你的 U 盘里。唐教授伸个懒腰，吩咐道。好的，老师，不着急弄这个，大家都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老师，你也好好休息啊。徐荣凑过去说，我的身体素质可比你们强多了，爬山的时候我还没累呢。你们先喘起来了。研三的男生笑嘻嘻道，那是。您龙精虎猛。等他们寒暄够了，做一番告别，众人才四散而去。此时已经7点46分，唐恒发了2条短信，一条说在宿舍楼下等你啊，一条说你们怎么还没到。李月池回了句马上，对田小庆说，走吧。
田小庆没应声，神情非常恍惚。李月池打量他的脸，你没事吧？田小庆垂下脑袋，声音很小，我觉得唐老师有点奇怪。为什么？李月池知道那些师兄师姐一直觉得唐老师偏心田小庆，可能也是我想多了。田小庆拽了拽背包的带子，回来路上我俩不是挨着坐吗？他非要给我看他拍的照片，看着看着就搂了我的腰。李月池沉默2秒，问：他故意的？我不知道，可能是无意的吧。我觉得唐老师应该不是那种人。田小庆顿了一下，你看，鲍磊骚扰我的时候，他就把鲍磊踢出去了。不待李月池开口，他又自顾自的摇头道：应该是我想多了。你别告诉别人啊。咱们快走吧。田小庆说，安云他们等着呢。差4分钟8点，唐恒接到蒋亚的电话。地铁里挤得水泄不通，还好唐恒抢占了一个角落。李月池站在他身旁，手扶栏杆，用胳膊把他和其他乘客隔开来。大哥，蒋亚那边非常安静，你们他妈的人呢？在路上了。怎么这么慢啊？菜都上齐了。你饿了就先吃点。那多不好意思，嘿嘿。挂了。哎，你们快点。他们原本打算吃完饭再去江滩看烟花，然而李月池和田小庆回得迟，肯定赶不上晚饭了。蒋亚便提议到江滩再吃，他说他知道一家江景饭店，可以边吃饭边看烟花秀。得了吧，安云说都这会儿了，肯定没位置。蒋亚趾高气扬道，那饭店老板是我爸哥们的哥们。结果还真给他订到了位置，江景包间甚至有个小小的阳台。唐恒把手机揣回兜里，悄悄打量李月池的侧脸。几天不见，他觉得李月池的脸颊瘦了一点，也许因为下乡太辛苦。四周都是人，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李月池。从刚才见面到现在，连一个拥抱的机会都没有。李月池略微偏头，对上唐恒的目光。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挑着眉毛笑了一下，好像在说：你怎么又偷看我？唐恒也笑了一下，心想反正也被发现了，便目不转睛的看着他。地铁行驶到江汉路站，几乎所有人都下车了。其实这是唐恒第一次到江滩跨年，以前跨年的时候，他要么和蒋亚、安云在酒吧演出，要么窝在家里睡觉，他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唐恒听见安云的低骂，太夸张了吧，从来没见过地铁站有这么多人，放眼望去都是年轻人，穿着各色的棉袄大衣，密密麻麻的涌向出口。安云抬手揽住田小庆的肩膀，小庆，你跟紧我呀。唐恒腹诽，老安倒是很会趁人之危，可惜他和李月池就不能这样，虽然人群挤成黑压压的一片，但2个男生搂在一起还是太奇怪了。李月池忽然说，唐恒，声音低低的。唐恒第一反应是，他不会也要搂我吧？整个人倏然紧张起来。李月池抓起唐恒的右手，插进他自己的口袋，口袋里放了一串钥匙，凉冰冰的。地铁站里的人像下饺子似的，一个挨着一个，所以大概没人会在意他们垂下的手。唐恒在李月池的口袋里轻轻抚摸，指尖触到的第一枚钥匙是他宿舍的钥匙，黄铜色，很旧了。第2枚钥匙是他们出租屋的钥匙，夏天时配的。第3枚钥匙是唐恒的自行车锁的钥匙，细而长。唐恒轻声问，这几天怎么样？顺利吗？挺顺利的。想我了吗？李月池点头，隔着薄薄的衣兜在唐恒手上捏了一下，像是在说别闹。等他们到达饭店的时候，烟花秀当然已经开始了。出乎唐恒意料的是，林浪也在。小唐，林浪很热情的拍拍唐恒的肩膀。好久不见。唐恒说，对啊，
这不年底了吗？真的忙死个人。唐恒想说，既然很忙，那你为什么会来？知道这话不客气，便憋着没有说。蒋亚长手一挥，招呼道：“赶紧开吃吧，咱们饿死我了。”哎，是。林浪坐在他身边，我跟着一人吃1个月鸡胸肉了。这么惨？那没办法呀。林浪说，总不能人家吃鸡胸肉，我在旁边吃水煮鱼。那林姐，你多吃点。这个他家清蒸武昌鱼一绝。好的好的，林浪笑道，你们多吃点，还长身体呢。我是老胳膊老腿了。大家的确都饿了，吃得风卷残云。过了一会儿，唐恒起身说，我去打个电话。出了包间，唐恒问门口的服务员在哪结账。对方微微一笑，您这桌已经结过了。谁结的？他们聚餐时向来没有抢着结账的习惯。那位女士就是穿灰色大衣的那位。唐恒说，我知道了。一行人走出饭店，林浪披上大衣，对他们微笑着说，我先回酒店了。你们玩？蒋亚啊了一声，林姐，你不和我们一起跨年？还有点工作没做完。林浪走向安云，小安，让我记一下你的电话号码吧。安云便把号码报给他。林浪攥着手机冲众人挥了挥手，回见喽。林浪走了，蒋亚点起支烟，刚才憋死我了。安云瞪着他，你难道他得30多了吧？靠，你他妈想哪去了？蒋亚连忙说，我这不是当着外人的面。讲讲素质吗？我跟你说，那天林姐在 Leo 看了咱们的表演，挺感兴趣的，你懂我意思吧？哇！田小庆惊呼，他想牵你们。低调低调，蒋亚的嘴角都咧到腮帮子了。他说，先看看我们的比赛结果。真的假的？安云的神情有些茫然，听了咱们一首歌就想牵咱们，那说明咱们唱的好呗。蒋亚笑嘻嘻道，主要是咱唐恒唱的好。那天那首南方绝了。唐恒心里原本就不痛快，蒋亚提起南方，又令他想起那天晚上和李月池吵架。唐恒心说，蒋亚这个缺心少肺的傻子。好了，这事回头再商量。安云拽拽蒋亚，咱们往前走吧。饭店的位置略有些偏僻，虽然能看见江滩，但并不位于人群聚集的地方。他们顺着沿江大道步行，前方是郁郁生辉的长江二桥。这样的盛景的确少见，两岸高楼的 LED 屏全部亮起来，金色、红色、白色交相辉映，数艘闪闪发光的游艇缓慢行驶在江面上，各色烟花于夜空中绽放，长江江面像一面黑色的镜子，倒映出高楼的灯光、游艇的灯光、长江二桥的灯光以及朵朵饱满的烟花。他们走进沸腾的人群，到处都是歌声、乐声、欢呼声。虽然寒风凛凛，但仿佛大家都有用不完的精力，也并不觉得冷。唐恒忽然想起上次来这里，也是他和李月池，夏天深夜的江边几乎没有人。那天晚上，李月池说，我不是同性恋，所以他从江滩逃之夭夭，然后晕车、呕吐，半夜从岳家嘴走回汉阳大学，真是狼狈至极。那时候他觉得他不可能和李月池在一起，他没有这样的机会。唐恒，李月池忽然碰碰他的手臂。唐恒看向他，在想什么？没什么。李月池低声说，你不高兴？没有。因为那天晚上吗？哪天晚上？你唱南方的那天晚上。李月池无奈的笑了一下。难道还有别的惹你生气的晚上？哦，我没不高兴，真的。李月池点点头，没再追问。四周都是年轻人，大概也只有年轻人会冒着接近0度的寒风来江滩跨年。年轻人多，情侣自然也多。放眼望去，一对对情侣依偎在一起，有的拥抱，
有的接吻，有的只是看着彼此，并不说话。唐恒不愿承认，他是羡慕他们的。去那边吧，安云和田小庆走过来，有人在唱歌。两个年轻男孩被众人团团围住，一个攥着话筒唱歌，一个弹吉他。他们唱的是朴树的《New Boy》。唐恒记得这首歌发行于1999年的专辑《我去2000》，显然是为了迎接新千年。此时唱起倒也很应景。他们唱完了，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唐恒忽然拨开人群，走上前去。哥们，他对他们说，能让我唱一首吗？弹吉他的男孩问，你是不是胡士托主唱？对，唐恒笑了，是我。我听过你们的现场。男孩挺激动的样子，忙把自己的吉他塞给唐恒。我这吉他便宜，又有点不好意思了。唐恒扫了下弦，干脆道，没事。唐恒要弹吉他，所以没法拿话筒。唱歌的男孩说，我帮你拿着吧。唐恒摇头道，不用了，后面的人听不见。男孩说，听不见就算了。唐恒说，李月池已经挤进来，就站在唐恒对面，隔着一对抱小孩的年轻夫妇。唐恒看向他的眼睛，这首歌叫《南方》。哇哦，蒋亚起哄，唱给谁啊？唐恒笑了笑，没说话。他的左手指尖按在琴弦上，右手一扫，吉他发出流畅清脆的弦音。太熟练了，他都不知道这首歌练过多少遍，有100遍吗？肯定有。还是那天晚上的腔调，还是那天晚上的音色，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拨完最后一次弦，唐恒注视着李月池的眼睛，把吉他还给两个男孩。怎么突然唱这首？走出人群，李月池低声说，那天晚上你不是没听见吗？我以为你再也不想唱了。不至于，如果你想听，我唱多少次都没问题。唐恒语速很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李月池？你在我这没有什么东西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第二次的。唐恒心想，什么是免费？可能这就是免费吧。如果他想要，那么要多少次都可以。李月池静静地凝视唐恒，江面上一艘闪着红光的游艇驶入他漆黑的瞳仁，又慢慢的驶离那片黑暗。他的眼睛黑而亮。唐恒开玩笑道，你没哭吧？快了。李月池说。于是这个玩笑也进行不下去了，他们继续向前走，绕过人群，在一个方方正正的石墩旁站定。我有个消息想告诉你。唐恒说。什么？我收到芝大的 offer 了。哦，芝大。李月池静了几秒。芝加哥大学。芝加哥社会学派，2年制的。太好了。对，是很好，很好。哪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没听过芝加哥社会学派？杜威、库利、伯吉斯，但你是不是把重点搞错了？李月池，我要去美国2年，2年毕业就回来，不读博了。所以你看，时间还很长。李月池望着江面，漫不经心地说，反正我等得起。0点将至，江滩上的人越来越多，还有拎着编织袋的小贩混进来，低声叫卖着孔明灯。这一年的跨年活动还未禁止孔明灯，当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爆裂开来，数盏暖白色孔明灯晃荡着升起，像一个瑰丽的梦境。手机上显示23点59分，再过1分钟便是新年。唐恒看见前方的情侣已经开始接吻了。长江二桥的灯光变成明黄色，对面高楼的 LED 屏则齐刷刷变为纯白，非常耀眼。人群已经骚动起来。唐恒，李月池忽然凑到他耳边，你知道世界末日的预言吗？我知道啊。周遭太过喧闹，唐恒只好大声吼回去。
2012世界末日，你信吗？不信。如果是真的呢？他难得有这样孩子气的问题。那也不错。为什么？我就不出国了。李月池笑了，嘴唇微动，似乎想说什么。然而就在下一秒，人们忽然开始尖叫，对岸的 LED 屏幕上浮现出火红的阿拉伯数字。10倒数开始了。9人声鼎沸。8震得心脏砰砰跳。7 2012年。6如果他俩也能接吻就好了。5明年还能一起跨年吗？4明年这时他大概在美国。3而李月池还在武汉。2李月池忽然转身，一他吻住唐恒的嘴唇。唐恒瞪圆眼睛，漫天漫地的欢呼和尖叫中，他发不出任何声音。这是第一次他们在人群里接吻。2012年的第一天，武汉又开始下雪。傅丽玲是中午到家的，他们晚上要去大伯家聚餐，所以中午就随便吃一点。唐恒订了他喜欢的海鲜披萨，外加一锅热气腾腾的生姜可乐。哇，有长进吗？傅丽玲捧着杯子笑呵呵的问。跟谁学的？网上学的。煮的时候小心烫着手。的确是从网上学的，这点唐恒没撒谎，只不过他已经在出租屋里煮了不知多少次。冬天到来之后，唐恒买了一个热得快，煮生姜可乐很方便。武汉的冬天实在太他妈的冷了，即便开着暖气，那层暖意也只是浮在皮肤表层上，而寒意则由外到里的浸透了身体。每次他俩做爱之前，唐恒会煮一壶生姜可乐，两人你一口我一口慢慢啜饮下去，待身体热起来，才有脱衣服的勇气。听说你拿到 offer 了？傅丽玲淡淡道。唐恒蓦地收回思绪，芝加哥大学的，是很好的学校，总共申了4所，这所是最理想的。唐恒有些心跳加速，很怕傅丽玲一抬手把桌子掀了。然而傅丽玲只是点点头，说：那你们的乐队怎么办？唐恒愣了一下，就那么办？解散？不，有空在一起玩啊。倒也是，傅丽玲若有所思，反正等你们毕业了，总得各奔东西的。他一直都不怎么支持唐恒玩乐队，当然也不至于反对，所以平时他很少过问乐队的事，不知今天怎么提起来了。唐恒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今年在哪过年？去三亚吧。傅丽玲将可乐一饮而尽，去年买那套房子能住了。我不想去，太远了。远？那美国不是更远？傅丽玲笑了笑，武汉直飞，一会儿就到了。三亚暖和着呢，空气又好，反正我是不想在武汉过年。我们参加的那个比赛得趁着过年录歌，工作人员过年都不放假。是我们3个，我们自己录歌。唐恒，你是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才想留在武汉的？唐恒干笑2声，能有什么别的原因？我怎么知道？傅丽玲耸耸肩，算了，随便你吧。反正我要去三亚，朋友约好了的。晚上唐恒从大伯家出来，和蒋亚安云会面，去了长爱。老板阿布跑到新疆旅游了，所以虽然是假期，但店里并没有乐队演出，只留调酒师和几个服务生照看着生意。或许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又或许是学生都在准备期末考试。长爱难得的冷清，放眼望去，只有2-3个卡座里坐了人。一首爵士乐若有若无的回荡着。李月池呢？蒋亚倩嗖嗖的说：怎么新年第一天都不一起过呀？他去辅导班上课了。哎，到头来还是爸爸陪你。滚！这时安云皱了皱鼻子，问蒋亚：你已经喝过一轮了？就喝了一点，今天玲姐回北京嘛，给她饯行来着。唐恒坐直身子，
是他约你的。我约他呀，昨晚咱们吃饭是他请的。我知道，林姐还问你呢。蒋亚，唐恒停顿片刻，决定实话实说，他没想签我们乐队。蒋亚明显愣了一下，然后问：什么意思？他早就联系过我了，想签我，只签你一个，至少当时是这样说的。哦，蒋亚慢吞吞道，那他现在改主意了呗？我还没告诉你是吗？我的 offer 下来了。哦什么？您能不能说中文？安云瞥了唐恒一眼，对蒋亚说，他被芝加哥大学录取了。好事啊，儿子牛逼。蒋亚揽住唐恒的肩膀，我都想好了，你看你下学期没课，我也没课，咱们仨一起去北京市几个月，就当体验生活了吗？如果不喜欢，你和安云再回去念书。安云蹙眉道，我下学期有课呀。请假呗，你爸一句话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唐恒也去啊，你多给你爸说点好话就。蒋亚。唐恒盯着黑色大理18台，轻声打断他，我没想过做艺人。蒋亚一下子没了声音，而他眉宇间那股兴致勃勃的神情也倏然散去。安云拍了拍蒋亚的手臂，低声解释道，我现在真的不好请假，换做以前是没什么，但今年我爸评长江学者，里里外外好多人盯着呢。蒋亚有些茫然的看着他，那要不然你休学半年？半年之后呢？安云低叹，我们最多也就是和公司签约做艺人。半年？你觉得半年能火起来吗？半年过后我们仍然什么都不是，我怎么给我爸交代，说我不读研究生了？安云继续说，而且人家一开始没想签咱俩，只想签唐恒。好，就算现在把咱俩捎上了，可唐恒也要读研啊。他费了那么大力气才说服他妈，还拿到了很好的 offer， 就这么放弃掉？四下安静，蒋亚垂着脑袋，不知在想什么。片刻后，他忽然嗤笑一声，我知道，他说你们都有大好前程，不稀罕这个破乐队。蒋亚，我没本事，我他妈读个2本都是走特长进去的。唐恒拧起眉头，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没意义啊，搞这个破乐队不也是没意义吗？你们一个读研一个出国，那我呢？我干什么？回内蒙？我是不是该回去继承我爸的公司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他妈的不想啊！蒋亚一声低吼，豁然起身，就这样走了。调酒师走过来，假惺惺的问，小蒋没事吧？其实他肯定听见了他们争执的内容。安云轻声说，没事。哎，搞什么乐队啊？调酒师给返回吧台。为他俩调了2杯橙红的果酒，赚不到钱的唐恒和安云默默啜饮着果酒，一时间谁都没说话。直到爵士乐换成钢琴曲，其他客人都走了，安云才说，你确定要出国了？唐恒点点头。那你和李月池？唐恒有点烦躁的问，我们怎么就这样异国恋啊？行吧。你和田小庆呢？我们？安云自嘲般笑了一下，我们什么也不什么。他是直的。两人把各自的果酒喝完，结了账，一起走出长安。此时已经晚上10点过，几分钟前唐恒收到李月池的短信，他说他到宿舍了。你先走吧。唐恒说，我去趟那边。现在他们都知道，那边是指唐恒和李月池的出租屋。你妈不是在家吗？安云有些惊讶，你晚上不回家啊？回，我去拿点东西。哦，别过安云。唐恒独自来到他和李月池的房子，他不喜欢称此处为出租屋，总觉得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说是家，似乎又太牵强。一来二去，只能称此处为房子，破破烂烂的房子。唐恒希望东湖村永远都不要拆迁。他没有东西要拿，也没有开门，只是蹲在门口的楼梯上。
此时雪已经停了，小巷里的积雪缓缓融化，到处都湿漉漉、脏兮兮的。在他印象里，武汉这个城市也总是湿漉漉、脏兮兮的。手机屏幕亮起来，又是李月池的短信，能接电话吗？唐恒直接拨过去，李月池小声问：“你在家？”“我在我家楼下。”他的音量恢复正常。“怎么没上楼？”“这不是等你电话吗？”唐恒笑了笑。“李月池，我问你个事情。”“什么？你之后有什么打算？要读博吗？”“不了吧，我想早点上班。”“去哪上班？”“回贵州。”“你想去哪？”“我还没想好。”“那就慢慢想。”唐恒感觉自己的心颤了一下。“你会跟着我吗？”“当然。”他的语气那么自然，那么笃定。唐恒起身，动了动几近僵硬的双脚。“那我上楼了。”“晚安。”李月池温声说。元旦假期结束，没过几天，蒋亚还是来找唐恒他们了。毕竟他的期末作业还得靠李月池。他没再提去北京的事儿，当然也没再提林浪，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像往常一样插科打诨。傅丽玲回上海了，正值期末，唐恒窝在出租屋里写完了课程论文。当他敲下论文尾注的最后一个字时，忽然后知后觉的意识到，他本科期间的最后一门课就这样结束了。以前他总想快点修够学分，快点毕业，尤其是体测1000米长跑的时候。这一刻，他望着窗外高高低低的屋檐，却没有觉得兴奋，只感到一阵恍惚。唐恒把论文重新检查一遍，又不太甘心似的，补上一条可有可无的注释，仿佛这样能让他的大学4年更完美一些。把论文发到老师的邮箱，唐恒起身，伸了个很长的懒腰。这是一个明亮的雪后的上午，这些天武汉一直在飘小雪，今天难得出太阳。保温杯里盛着早上李月池买回的米酒，此刻仍然热气腾腾。唐恒将米酒慢慢喝完了。今年过年早，还有2天便开始放寒假。今天上午是李月池的最后一门考试。考试9点开始，唐恒看了眼手机，10点40。他从卫生间拿来拖把，将房间仔仔细细的拖了一遍，然后擦桌子、擦玻璃、洗干净保温杯。等这一切做完，刚好11点整。李月池考完了吧？吃点什么庆祝呢？火锅、烤鱼，还是那家新开的泰国菜？换上傅丽玲新给他买的毛衣。11点03分，唐恒拨了李月池的号码。通是通了，没人接。难道还没交卷？李学霸考试也考得太认真了吧？唐恒正打算再拨一通，屏幕上忽然跳出大伯2个字。喂，小恒啊，唐教授气定神闲的说，待会我们师门聚餐，你也一起来吧。你们考完试了？1个小时就考完了，今年我出的卷子最简单。西门富春轩302雅间，你直接打车过去吧，我们现在正往那边走。哦，怪不得李月池不接电话，原来是和大伯他们在一起。唐恒应下，便也没再给李月池打电话了。他走到巷口拦了辆的士，路上有些堵，半个多小时后的士才到达饭店。下车时，唐恒头脑发胀，有点晕车。他在门口的便利店买一瓶冰可乐，吨吨吨灌进喉咙，才舒服了些。如果不是李月池，他才懒得遭这个罪，跑来和一群不熟的师兄师姐吃饭。唐恒走进饭店，上扶梯，在服务员的带领下走过一个拐角，来到302雅间的门口。门关着，他听见大伯豪迈的笑声。唐恒推门进去，唐教授冲他招手，可算来了。来，坐这边。唐恒只好走过去，在大伯身旁坐下。李月池坐在他斜对面，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短暂交汇，然后同时偏向一旁。师弟，你喝什么？一个唐恒叫不上名字的女生热情招呼道，这个是普洱茶。这个是菊花茶。普洱吧。唐恒起身，
我自己倒。没事没事，你坐着，我来。女生笑眯眯的。挺烫的，慢点喝。唐恒问大伯，安云呢？那姑娘一考完就溜了。唐教授说，老安今天请教委的人吃饭，把他叫过去了。哦，唐恒一边应着，一边又瞟李月池一眼。李月池正低头喝汤，白萝卜排骨汤，他不是不喜欢吃萝卜吗？唐恒的目光偏侧几分，对上李月池身旁的田小庆。他垂着眼睫，脸颊有些发红，不知是不是空调温度太高了。徐荣，唐教授喝了口果汁，问他，和你男朋友打算什么时候定下来啊？快了，等明年毕业吧。徐荣笑着皱皱眉。现在房子都没有呢。房子不着急，年轻人嘛，挣钱的机会多的是。唐教授环视学生们，像一个语重心长的父辈，你们都念硕士了，找对象的事儿要放在心上了。唐老师，您放心吧。徐荣身边的锅盖头男生说，师弟师妹的对象包在我这儿，我给他们介绍。徐荣嗔笑道，得了吧鲍磊，咱们师门都内部解决了，用不着你费劲。啊？鲍磊神情一怔，真的假的？真的啊。徐荣望着李月池和田小庆，语气非常兴奋。小庆刚给我们说的，他和月池在一起了。100倍的代价。饭局后半段，众人面面相觑，气氛忽然冷了下来。唐教授去洗手间的空当，徐荣长吁一口气，轻声说，师弟他没事吧？你有他号码吗？打个电话问问。鲍磊的表情也很紧张，靠，刚才那一下吓死我了。我哪有他号码呀？我俩说错什么了？鲍磊看看其他学生，目光若有若无的在田小庆脸上多瞟了几下。那个小庆，师弟是听说你谈恋爱了才那么激动的吗？田小庆脸色发白，不是吧？那他真的晕车啊？有可能。田小庆喃喃道，之前我们做项目的时候，他确实只坐地铁的1刻钟之前，当徐荣说完那句他和月池在一起了，其他学生开始十分配合的起哄。有半分钟吗？也许是有的。李月池看见唐恒很慢很慢的抬起头，这一刹那，两人目光对上，唐恒的眼睛睁大了，神情既干净又茫然。李月池觉得自己的心脏软了一下，像被人摁出一个窟窿，这感觉令他想要弯腰捂住胸口。他爸的尘肺病已经非常严重，所引起的诸多并发症之一即是心源性肺病。每次犯病的时候，他爸龇牙皱眉缩在椅子里，双手紧捂左胸。他不知道那是怎样的痛苦，这一刻却好像忽然感同身受。唐恒猛地站起来，椅子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响。我晕车，吃不下。他说，你们吃吧。然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出包间，一去不返。唐教授也愣住了，好几秒才尴尬的说，这孩子谁又惹着他了？哎，你们吃你们的，没事。李月池很想追出去，但是不能。视野里最后一个画面是唐恒藏蓝色大衣的腰带，那件大衣是唐恒他妈买给他的，很轻很软的羊绒质地，有条和衣服缝制在一起的腰带。唐恒总是不系那条腰带，嫌麻烦。他不能暴露他们的关系，尤其是田小庆刚刚才说了谎。上午考完试，他和田小庆被唐教授叫到办公室。刚进去，石安教授也在，皱着眉，背着手，表情很严肃。唐教授倒是翘起二郎腿，坐在沙发里，浑不在意的说，你别担心，今年准有你，我都和他们打好招呼了。安教授走了，唐教授看看他们俩，说，小庆，你把单反里的照片导进我电脑，就是咱们在大雾拍的照片。月池，你呢？把这些送到王副校长办公室，可别送错了。这些关系到老安平长江学者。那是个很厚的文件袋。李月池有一丝疑惑，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刚才安教授在的时候不让他自己拿过去？
或者为什么不让安云去送？但他没有多想，一堂教授的只是接过文件，小心放进背包里。社会学院距离行政楼有一段距离，李月池原本打算走过去，反正时间还早。结果他刚下楼就碰见室友，室友骑电动车把他带到了行政楼，等他送完文件，又把他送回社会学院，所以他花去的时间比预想中少很多。上楼，唐教授办公室的门关着，李月池抬手敲了一下，唐教授洪亮的问：“谁啊？”“老师，是我。”李月池说：“文件送过去了。”“哦，这么快？那你先回去吧，11点去富春轩吃饭啊。”“好。”这样隔着门对话，总觉得有点奇怪。然而下一秒门就开了，响亮的咔的一声，田小庆冲出来，狠狠撞进他怀里。“老师，我和月池一起回去吧。”他声音发颤，双手紧紧抓住李月池的手腕。“我的校园卡落在他宿舍了。”“哦，行啊，那你先回去吧。”唐教授慢悠悠的走过来，目光似鹰隼般盯着李月池。“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都不知道。”田小庆背对着他，“上个月。”唐教授笑了，“你俩倒是很般配。”直到他们走出社会学院大楼，在一条长椅上坐下，田小庆才松开手。隔着一层毛衣，李月池的手腕被他抓出2道红印。他扬起脸，满脸是泪。“李月池，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吧？”田小庆狼狈的抹了把脸。“我刚才没办法了，李月池。”李月池深吸口气，“你怎么了？”“我坐在电脑前面，老师突然就坐过来。”他哆嗦了一下。李月池隐有预感，轻声问：“坐过来干什么？”他说：“照片要挑一下，不好看的删掉。”他凑过来看屏幕，突然就把手伸进我后背。后来每当李月池回想起这个瞬间，心头总是升起一股隐秘的愧疚，因为他不得不承认，这个瞬间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田小庆怎么办，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是：唐恒知道吗？很快他就有了答案，唐恒一定不知道，因为以唐恒的性格是绝对无法容忍这种行为的。就像那天晚上他没听到唐恒唱歌，后来他解释说是因为鲍磊对田小庆动手动脚，唐恒便痛快的接受了这个解释。唐恒是最黑白分明的人。然后他才想，田小庆怎么办？月池，你没有女朋友吧？田小庆哆哆嗦嗦的问。没有。那你能不能就像刚才那样，对不起月池，你能不能像刚才那样假装是我男朋友？他在祈求他。你觉得他想说，你觉得这样有用吗？话到嘴边，可以就可以吧。对不起月池，真的对不起。田小庆一边哭一边不停的道歉。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总不能退学。如果换个导师呢？我不知道能不能换，我可以去问问，但我不能退学。李月池盯着自己冻得通红的指尖，试试吧。不过我们在一起的事，你别告诉其他同学，行吗？好，我不说。田小庆渐渐止住哭声，他坐在椅子上，整个人都是呆滞的，而李月池坐在他身旁，心乱如麻。期间唐恒打来一个电话，他甚至不敢接，他不知道怎么向唐恒解释这件事，最后他决定不说。你大伯性骚扰女生，甚至有可能强奸女生，这种话他不知怎么对唐恒说出口。那是唐恒的亲人，安云说唐恒的父亲早早去世，唐老师就像他爸一样照顾他，他也没法对田小庆说，我和唐恒，唐教授的侄子在一起了，我可能帮不了你，要不你还是退学吧。因为他知道田小庆不能退学，他是师大社会学系学分季第一保研过来的，他家在湖南某地农村，他说为了供他读研，父母到银行贷款，又跑去温州打工。有一类人的人生便是如此，
别人顺理成章得到的东西，他们却要付出100倍的代价，他们比别人死心眼100倍。输不起，他和田小庆都是这类人，所以只好瞒着唐恒。在傅春轩见到唐恒之前，他是这样想的，可唐恒怎么会参加他们的师门聚餐？可徐荣怎么知道他和田小庆在一起的事？谁他妈能告诉他这都是为什么？唐恒冲出傅春轩，随意登上一辆公交车。正值午高峰，公交车上挤满了穿校服的学生，刺鼻的汽油味和食物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大概只过了2站，唐恒便再也忍不住，踉跄地下了车。到处都是人，不知道武汉怎么有这么多人，好像大家都在看他的笑话。唐恒低着头快步前行，同时伸手进口袋，摸到手机侧面的关机键。他怕李月池不给他打电话，又怕李月池给他打电话。他有点想吐，确实晕车了，同时惊讶于这个时候自己竟能想起吴四的话。吴四说，也许李月池这种人只会和同类在一起。他和田小庆是同类吗？大概算是吧。他似乎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然后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武汉的难得的晴天渐渐消失在他眼前。正午之后，寒意再度漫上来，这个城市像一颗冰冷的水滴，脚底已经磨出水泡。手机关机了，不知道是几点。唐恒坐在门口的铁梯上，坐了一会儿，看见李月池自远处走来。他还是回到了他们的出租屋，像是等李月池找他，也像是等李月池来解释。在李月池身后，天际线已经变成一道浅浅的灰，月亮升起来了。李月池的外套敞着怀，露出他穿旧的蓝色毛衣。他走近了，脚步声质重如铁。唐恒一点也不惊讶他能找到他，惊讶的是这一刻他竟然完全不想和他吵架，当然也不想质问他。他只是忽然觉得好累好累，他像木偶似的走走停停整个下午，身体并不觉得难受，这一刻疲倦感忽然涌上来。他真的不想和他吵架，不想听他说不可能，不想让他在楼道里抽一晚上的烟。如果什么都没发生就好了。他们可以去巷口买2碗襄阳牛肉粉，加鸡蛋，加油条，再来2杯米酒，然后回到他们的家，打开空调和电热毯，躺在一起随便聊点什么。唐恒，李月池的声音既沙哑又低沉，你去哪了？我忘了。唐恒顿了顿，真的忘了。李月池站在距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只要他跳下台阶，就能碰到他的身体。其实，如果李月池像上次一样说过来，他想他还是很难忍住。可李月池没有说，李月池只是一动不动的看着他，似乎他真的拿他没办法了。唐恒想，是我拿你没办法了吧？我没和田小庆在一起。半晌，李月池这样说。然后呢？是田小庆自己说的，他知道我没有女朋友，想让我帮忙。鲍磊还在骚扰他。我知道你们没在一起。唐恒低下头，手指绕着自己的腰带。李月池忙于上课、打工，余下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和他待在一起。他知道李月池没空和田小庆谈恋爱，但是为什么田小庆要用李月池做幌子？为什么上次是田小庆，这次还是田小庆？为什么那些学生都那么开心的起哄，仿佛他俩很般配？虽然现在没有在一起，那么下个学期呢？明年呢？他出国之后呢？唐恒，李月池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些许，如果唐恒伸手便能触到他的脸。他的嘴唇干裂起皮，头发乱糟糟的，像个长途跋涉的旅人。你别骗我，行吗？唐恒低声说，就算以后你要和他在一起，你别骗我。李月池说，不骗你。给我看看你的手机吧。唐恒以一种轻松的口吻说。其实他知道李月池的手机是干净的，其一，李月池没和田小庆谈恋爱，其二，
就算他们有什么，李月池这么聪明的人，也不会在手机里留下蛛丝马迹。李月池干脆的掏出手机递给他，如他所料，通话记录里唐恒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剩下的零星几条是亲吻考研崔老师妈和唐老师。唐恒潦草的看了几眼，然后打开短信收件箱。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想看了，这姿态多难堪，他不想变成那种严阵以待检查恋人手机的人。可是他又总得做点什么，才能说服自己相信李月池。收件箱第一条，中国移动提示手机话费不足10元。第二条，中国移动推出新款流量套餐。第三条，昨晚他发给李月池的，吃不吃烧烤？我顺路带回来。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唐恒麻木的按住翻页键，看着屏幕上的短信飞速变换。妈，唐恒，中国移动，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唐恒，李月池忽然叫他。唐恒抬起手指看向李月池，下一秒他的目光又回到屏幕上，他看见一条来自安云的短信。很久之前，算算时间，竟然是他俩吵架的那个雨夜，11点47分。唐恒说：“我可以看吗？”话说出口的同时，已经点开这条短信。屏幕白光刺眼，映着李月池僵在半空中的手。安云，听小庆说你和唐恒吵架了，我想站在朋友的角度替唐恒说几句。他11岁的时候，他爸出车祸去世，走得很突然。那之后，他妈带他离开北京，为了做生意去过很多地方，挺居无定所的。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唐恒性格有点孤僻，心理状态也不太稳定。我们高中的时候，他的性格比现在极端很多，经常几天找不到人，把家人急得要死。我说这些不是替他卖惨，反正他是真的喜欢你。如果可以，你就多包容他吧，谢了。唐恒缓缓扬起脸，先是笑了一下，妈的，看不出来。安云这么铁汉柔情啊。然后他盯着李月池，一字一顿的说：“你也觉得我有病吗？”坏的爱唐恒在天河机场见到了林浪，他从武汉飞三亚，而林浪从北京飞武汉，时间恰好对上了，不多不少30分钟。唐恒走得仓促，连电脑都没有带，只携挎着个阿迪运动包，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是背后的吉他。林浪将他打量一番，不无羡慕的说：“年轻人就是潇洒呀。想去哪去啊？”唐恒说：“你们公司年后几号上班？”林浪愣了一下：“大年初7，怎么？你要去北京玩？”他们坐在天河机场的 KFC 里，这时很多大学都放寒假了。KFC 里到处是3两结伴的候机的学生，十分喧闹。唐恒戴一顶咖啡色渔夫帽，帽檐下压，遮住他浓重的黑眼圈。他的声音奄奄的，在热闹的气氛中显得格格不入。唐恒说：“我想去你们公司看看。”“哎，欢迎啊！你准备什么时候来？”“越早越好。”“那就初8呗。”林浪想了想，“初8我领导在公司，他专门管乐队这块的，如果你不想见他也没事儿。录音棚啊，宿舍呀，练习室啊，我都带你逛逛。”唐恒低着头笑了一下：“你这么肯定我要签约？”“不，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真心想签你。”林浪停顿片刻，有点迟疑似的：“那你不想出国了？”唐恒没有回答他的话，兀自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收到一个很好的 offer。”“恭喜啊，什么学校？”“芝加哥大学。”“牛逼！”林浪挑着眉欢呼：“我高中班上的是状元也在那儿当老师，听说1年赚几十万美刀呢。”唐恒点点头：“所以你觉得我该怎么选？”林浪不语，似乎真的思考了一番，然后他说：“这种 offer 是可以延迟入学的，对吧？”“最多可以延1年。如果你还是放不下乐队，就延1年试试。”唐恒望着他，
露出一个平静的微笑。我考虑一下吧。唐恒说。对啊，毕竟这事儿关系到你的未来，也和家人商量商量。不，已经不用商量了。唐恒听见一个话外音般的声音，如是说。延迟1年入学，可是1年又怎么样？1年之后，他还是得离开李月池去美国，那只是拖延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1年之后，李月池会不会喜欢上别人？会不会有另一个人出现，像他对他一样对他好？就算这个人不是田小庆，还可能是王小庆、张小庆，都没有什么区别。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早上从家出发来机场之前，唐恒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点进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页面。今天是缴交留位费的最后期限。芝大留位费不算很贵，几万块，其实他完全可以先把留位费交上，大不了之后不去。可是你知道，冥冥中那个声音又说，你知道这和延迟入学没有区别，无论早晚你都得做选择，最重要的是其实你已经选好了，对不对？怕什么？怕他觉得你有病。但是你爱他，爱怎么会是病呢？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唐恒通宵未眠，脑袋木木的，并没有什么感觉。鼠标清脆一击，他知道就在那一刻，他已经决定了。唐恒在旅途中睡得很沉，待飞机降落时，一阵颠簸将他晃醒。时近中午，阳光明媚，他随着其他乘客走出机舱，行过廊桥，直到进了航站楼，才意识到自己的异样，已经到三亚了。唐恒脱掉大衣，还是热，又脱掉毛衣，只穿一件无袖背心，然后把头发随意绑起来，扎成一个凌乱的马尾。唐恒将手机开机，几条短信接连弹出来。安云说，你能联系上蒋亚吗？海南旅游局说，欢迎您来到海南。傅丽玲说，你先去酒店住着我，后天就到。唐恒在收件箱里划拉了半天，最后不得不承认，李月池的确没有联系他。倒也不怪李月池，他们说好的。唐恒走出航站楼，被热烘烘的阳光刺得眯起眼睛。天很蓝，风很暖，远处有宽大的棕榈叶轻轻摇摆。昨夜的情形却近在眼前，唐恒感到一阵恍惚，此时此刻是假的吗？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在武汉，在那颗冰冷彻骨的水滴里。李月池说，我从没觉得你有病。李月池说，我没有可怜你。李月池说，唐恒，唐恒。李月池紧紧抱住他，力气大到像要把他摁进他的骨骼里。冬天的夜晚好冷，唐恒觉得自己的声音也像结了冰。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他环着李月池，认真的说，你知道吗？我相信你没有和田小庆在一起。可我竟然怎么也放不下那些念头，可能只有他死了，我才能不再想。我不是诅咒他。李月池，有时候我真希望告诉所有人你是我的，但我不想伤害你。有时候我又想把你关起来，或者你把我关起来，都行，这样就谁都抢不走你了。我是不是很可怕？李月池没有回答，紧闭的睫毛簌簌发抖。唐恒不知道他是在害怕，还是在忍耐什么。我只是爱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爱是这个样子。唐恒喃喃道，我们彼此冷静一段时间吧。唐恒盯着安静的手机，嗤笑一声，笑自己的虚伪，嘴上说着冷静，然后假惺惺的跑来三亚，其实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吧。可他既然放弃了芝大的 offer， 无法想象李月池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也许会觉得他有病。没错，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他承认他并不知道好的爱是什么样子。他想，也许他给李月池的是坏的爱。然而，坏的爱也是爱，他怎么会那么爱李月池呢？想不通。2012年的春节，唐恒和傅丽玲在三亚的新房里。除夕那天晚上，他还是忍不住拨了李月池的号码。其实距离他们分开也才13天。0点将近，
窗外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唐恒把头蒙在被子里。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心脏震了一下。李月池忽然有些生疏似的，是我。李月池的声音带一点笑意，我知道。你家那边冷不冷？冷啊，我以为你们那海拔高会暖和一点，山里还是很冷的，而且没有空调。放鞭炮了吗？李月池，怎么了？我挺想你的。李月池不说话了，唐恒一颗心脏越跳越快，他厌烦他了，还是他已经无法回答他的话？或许这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窗外的鞭炮声更加响亮，唐恒把手机紧紧贴在耳朵上，他自己错过了李月池的声音，然而他只能听见李月池浅浅的呼吸。片刻后，李月池忽然说0点了。啊，唐恒竟然打了个磕绊，这么快。新年好。你也是，新年好。想我就回来吧。李月池静了静，我在武汉。我也很想你。春光如水，大年初一上午10点1刻，飞机降落天河机场之后，唐恒立即把电话拨了过来，好像这样能让他们早点见面似的。从天河机场到街道口，再到唐恒走进汉阳大学，他们一直通着电话。李月池叫唐恒专心走路，唐恒说好的，便不讲话了，也不挂断。李月池认真的听着他走路时的呼吸声。半路上，唐恒忽然问：你的话费还够吗？李月池想象了一下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忍不住笑了，绝对够。放心。还有多少钱啊？27块3毛。这么精确？当然了。李月池心说，怕接不到你的电话，所以每天都会查话费余额。14天，手机上多出14条中国移动的短信。当唐恒快要到达他宿舍楼下的时候，李月池听见他跑了起来，他的呼吸变得粗重，脚步也重，同时伴随着拉杆箱滚轮咯咯的声音。李月池从椅子上站起来，紧张的说：你跑慢点，别摔了。唐恒说：我他妈等不及了。李月池拨拉拨拉头发，连门都没关，快步冲出去。昨晚下了一场小雨，此时地面还是半湿的，他一路跑出宿舍楼，转个弯，远远就看见唐恒的身影。唐恒穿着那件他很熟悉的藏蓝色大衣，马尾便在脑后晃来晃去。李月池冲上去，大声喊道：唐恒！直到抱住唐恒，他才发现自己没穿外套，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毛衣，很冷。大年初一的校园既无人声，连清洁工人都没有，所以他们大胆的报了一会儿，14天，整整2周。李月池觉得他们已经分开了很久很久。李月池打量唐恒的脸，因为上台演出的缘故，唐恒会定期去理发店修剪眉毛。他的眉毛是那种修长笔直的形状，显得很锋利。也许是太久没有演出，唐恒的眉毛比之前凌乱了一些，黑漆漆的，有一点孩子气。唐恒说：你想我了吗？其实他很少问这种直白的问题。李月池说：想。我也是。唐恒喘着粗气，把拉杆箱递给他的时候，又抓了一把他的手。李月池，咱俩以后不这样了，行吗？是你说要彼此冷静一下的，然后就晾我14天。什么话都跟你说了。李月池对上他的目光，感觉自己胸口酸软，像是心脏被打了一拳。不这样了。李月池低声说：不吵架了。他们先是回宿舍取了外套和钥匙，然后直奔东湖村的出租屋。唐恒嚷嚷着肚子饿，他说为了赶飞机起得大早，没吃饭，飞机餐又难吃的要命。可是大年初一，沿途的小店都关着门。最后没办法，李月池把出租屋里仅剩的一包老坛酸菜泡面煮了。唐恒又从整理箱里刨出2根火腿肠，他盘着腿坐在椅子上，一手托碗，一手举着筷子，呼啦呼啦的吃面。
李月池想不通，一个能把泡面吃得这么香的人，怎么会觉得飞机餐难吃？虽然李月池自己并没有吃过飞机餐。你要不要？碗里只剩寥寥几根面条，唐恒才想起什么似的，有点不好意思的说：“我太饿了。”没事，我吃早饭了。真不要吗？李月池接过碗，喝了几口汤，身体暖和多了。唐恒跑去洗碗，李月池把卫生间的热水打开，待唐恒洗完碗出来。卫生间已经变得雾气腾腾，十分温暖。唐恒一边脱衣服，一边问他：“一起吗？”李月池盯着他白皙的腰，刚下飞机，累不累？不累啊。好，李月池解开牛仔裤的纽扣，你说的。一口气做到下午3点多，像是要把欠了14天的都补回来。最后唐恒嗓子喊哑了，眼睛红彤彤的，满脸委屈：“我他妈就吃了1碗泡面，还有2根火腿肠。”李月池补充道：“你是不是人啊？我很想你。”唐恒不说话了，李月池有点疲倦的把手臂搭在他后背上，下巴蹭着他汗湿的肩膀。午后天光明亮，楼下不时传来小孩嬉闹的声音，还有噼啪作响的摔炮。唐恒歇了一会儿，忽然用脚尖踢踢李月池的小腿：“你长冻疮了？”有一点，在脚趾关节上红肿发亮。唐恒坐起来，语气变得严肃：“怎么搞的呀？太冷了。你在宿舍没开空调？”“被子呢？被子不够厚？”“还行吧，就那几天冷。之前学校不是发了冬季棉被吗？”李月池也坐起来，勾着唐恒的肩膀，又把人带进自己怀里：“我姐坐月子，我把棉被寄给她了。”唐恒瞥他一眼，表情气鼓鼓的。李月池忍不住揉揉他的头发，笑着说：“一个人睡觉是有点冷。你怎么不回家？太远了，票不好抢，而且还能省一笔路费。你可以。”“没什么。”唐恒顿了顿，小声说：“你爸妈不想你吗？”“想吧，怎么会不想？但是他爸正在县城的医院住院，过年也在医院过。他妈在电话里说，现在看病真是贵啊，省下来一笔路费，足够他们吃很多顿好饭好菜。今年暑假再回去吧。”李月池含糊的转移话题：“对了，你怎么跟你妈说的？”“说什么？”“大年初一跑回来。”“回来录个？安云不在武汉吧？”“前几天我碰见他，他说要去日本玩。”“没事。”唐恒把脸埋在被子里，半开玩笑的说：“不管他，我要单飞了。”李月池顺着他的玩笑说：“去芝加哥出道。”“去北京出道，反正我妈不想让我出国。”他的语气那么自然，李月池忽然有种不安的感觉，问道：“跨年那天晚上，那个林姐后来又联系你没有？”唐恒闷声笑了笑：“亏你还记得她，她还想牵你。”一直都想。唐恒翻了个身，漫不经心的说：“他那公司挺有名气的，月落悬崖，你听过吗？这乐队就是他公司的。”月落悬崖。李月池记得唐恒唱过这首歌，大概是秋天的某个晚上。“唐恒，你要出国读研的，对吧？”“我在考虑呢。”李月池愣愣的好几秒，才说：“哦，你没什么想说的吗？”唐恒捏捏他的指尖，笑着叫他学长。“虽然我是你男朋友，但我配吗？”李月池有些苦涩的想，你是这么厉害，这么优秀的人，念书也好，玩乐队也好，都能达到我永远达不到的境地。你出国念书，我不能陪你去；你玩乐队，我不能陪你玩。那么我配指手画脚吗？”李月池斟酌着说：“芝大是很好的学校，林浪那公司也不错。念书和唱歌，你更喜欢哪个？”“我更喜欢你。”“睡吧。”唐恒仍然开玩笑似的：“累死我了。”仿佛一切晦气和不顺真的都被留在了旧年。
在李月池的记忆里，2012年春天格外美好。虽说武汉这个地方的春天万般短暂。开学之后，田小庆告诉李月池，唐教授对他之前的行为表示出诚恳的歉意。他说他那段时间与妻子感情不和，而田小庆的态度又令他产生些许误会，才一时控制不住，多有冒犯。田小庆有点茫然地问李月池，我对他什么态度了？有什么可误会的？李月池摇头，他也想不通这件事，但还是提醒田小庆，以后别和唐老师单独共处一室。我知道了。田小庆的语气还是很忧虑，但至少不似之前那样无助了，好想赶快毕业啊。李月池说，我也想，我都想好了，研3去考长沙的选调公务员，以后就把我爸妈接到长沙住。田小庆停顿片刻，仿佛在幻想那个画面。你呢，李月池？我想去北京。啊？那不是离你家很远吗？北京工资高。这倒也是，唐恒似乎已经决定了去娱乐公司当艺人，尽管他说他也交了支大的留位费。3月时，他又收到华盛顿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 offer， 南加州给了奖学金。唐恒往北京跑了2趟，每次只去2-3天。回武汉后，他烦躁地说，北京这地方怎么成天刮沙尘暴？但是看得出他对铃兰娱乐公司很满意。他说，公司的录音棚太棒了，更重要的是公司愿意把蒋亚也签下。那时武汉到北京的高铁还未开通，唐恒都是坐飞机去。李月池偷偷查了武汉到北京的火车 Z 字头，最快11个小时，比他回家快很多。他忽然开始憧憬毕业之后去北京上班，听说北京公务员工资很低，他是绝对不考虑的，也许进企业是不错的选择。他知道北京有很多外企。唐恒不在的时候，他和家里打电话。他爸过年时住了院，出院后身体恢复不少，甚至嚷嚷着要去县城打短工，被他严令禁止。他妈身体也还不错，除了偶尔腰疼。至于弟弟还是老样子，他和爸妈讲话的时候，弟弟就在旁边咯咯的喊，把电话给他，他又说不出什么东西。李月池给家里汇了一笔钱，是他年前在饭店打工的工资。那时饭店生意火爆，高薪招小时工，他去赚了3000块钱。他妈问他，你的钱都会给我们了，自己够不够用？李月池说，我有钱，你们放心。男孩子在外面不要抠抠索索的。妈，我毕业之后想去北京找工作。李月池忍不住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们。北京工资高，等我挣钱了，把我弟送到特殊学校。他能学什么啊？有专门针对他们这种人的培训，好吗？他笑了，那就等你挣钱了。李月池有一些愧疚，又有一些快乐。他才研一下学期，思及2年后的事，好像下个月就业毕业似的。他想等他毕业就去北京找唐恒，他上班挣钱，天大地大，他们可以尽情在一起。汉阳大学的樱花开了，粉红一片，交织如雾。这时候校园里总是挤满了游客，高峰时人多到摩肩擦踵的程度。学生们通常不凑这种热闹，反正就在校园里，什么时候不能看？但是今年唐恒和李月池挤在人群中，也跟着看了一次樱花。人太多了，容许他们偷偷牵起手。唐恒刚从北京回来，懒洋洋地说，今年秋天你跟我去北京玩几天吧。为什么是秋天？秋天看红叶啊，而且北京的秋天最舒服，我不想住公司的宿舍，想租房，这样你住也方便。好，李月池认真的答应他，我还没去过北京。唐恒弯起眼睛笑了笑。春光如水，恍惚间，李月池觉得他们已经相爱很多年。甚至是此时此刻的夕阳4月下旬，李月池在电视上看见了唐恒。那时他正在大悟县招待所的电视小得可怜，色调也有些奇怪，并且伴有嗡嗡杂音。
那是北京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唐恒和蒋亚作为神秘嘉宾上台献唱。唐恒穿一件干净的纯白 T 恤，宽大牛仔裤，脚上的黑色匡威是和他在创意城买的。电视杂音实在太大，李月池无法听清唐恒的声音，但还是看完了整档节目，45分钟。其实唐恒出现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一首歌。节目结束，李月池给唐恒打电话，第一通电话唐恒没接，隔了14分钟，第二通他接了。我刚刚睡着了，唐恒的声音懒洋洋的，你们那边怎么样了？下午清点物资，明天回武汉。我大后天回去。不是说明天吗？临时多了个活动，上午才知道，还没来得及和你说，烦死了。李月池忍不住笑了一下，他能想象到唐恒那副不耐烦的表情。这位大少爷向来不会看人脸色，哪怕到了北京，进了娱乐公司也还是傅天王老子都不怕的德行，这是蒋亚的原话。什么活动啊？一个公益晚会。唐恒叹气，林浪说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叫我俩必须去。去吧，李月池低声道，不差这2天。我和林浪说好了，这次回武汉多待几天。李月池连忙问，几天？半个月得有吧？会不会耽误你工作？耽误什么啊？唐恒无所谓的说，我们这28线进京务工人员，想耽误也得有工作可耽误啊。两人又说了些有的没的，主要是唐恒说，李月池听，他说艺人这工作真不是人干的，太累了。不过好在下午有时间录歌，又说周黑鸭那比赛已经没消息了，听说是资金不到位，也不知道这么个破比赛能花多少钱，直到房门被敲响，李月池才不得不打断他，我们要出发了，晚上联系。唐恒软软的嗯了一声，我去录音棚了。来敲门的是王丽丽，李月池和田小庆叫她王姐。来，拿着路上喝。王丽丽递来一瓶酸奶，喝点酸的，防晕车。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几公里外的一个仓库。上个月，盛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唐教授的项目向大悟县捐赠了一批医疗设备，昨天设备刚刚运抵大悟。据王丽丽说，他老板和唐教授是大学同学，所以老板将捐赠事宜全权委托给了唐教授，只派他一个人来代表盛科出席捐赠仪式。今天下午他们去仓库清点设备数量。当然，王丽丽说这只是走个形式，她早就拿到设备清单了。虽然已是4月底，大街上行人都穿着短袖，但刚一走进仓库，李月池还是打了个寒战。田小庆轻声说，有点冷。大大小小的纸箱整齐排列在他们面前。田小庆说，王姐，这些值多少钱啊？王丽丽轻描淡写道，30来万吧。田小庆倒抽一口气，这么贵重？这算什么啊？王丽丽笑着说，我们老板说了，主要是支持唐教授的项目，送个人情罢了。他们你来我往的说着话，李月池已经上前几步，驻足于4只并列放置的纸箱旁边。纸箱上写着纤维支气管镜，李月池认识这种东西，他爸做洗肺手术时用过，那是9年前的事了，当时他爸的尘肺还没那么严重，足以支撑一场洗肺手术，虽然价格昂贵，但医生劝他们说，能做就做吧。后来他爸的肺病逐渐恶化，就连洗肺手术都做不了了。现在回想起来，医生那句能做就做吧，语气其实是悲悯的。李月池盯着4只纸箱，出神的想，不知他们会被送到哪家医院，给哪个病人使用。他有点想拍一张纸箱的照片，用彩信发给唐恒。他现在用的是唐恒的旧手机，唐恒去北京前换了新的，执意要把旧的给他用。其实一点也不旧，并且拍照非常清晰，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很想告诉唐恒，以前我见我爸用过这东西。李月池觉得也许自己的确有点想家，也的确有点想唐恒。以前没什么感觉，
现在唐恒不在身边，忽然就变得矫情了，很容易思念他。OK， 就这样吧。仓库另一端传来王丽丽的声音：“小李，咱们回去了。”李月池走过去，看见王丽丽和田小庆已经签好了清单，便问：“我也要签字吗？”王丽丽摆摆手：“没事儿，你俩有一个人签了就行。”第二天上午，捐赠仪式在大悟县人民医院举行。唐教授由于教学工作的安排，无法亲临现场，提前录好了视频。现场宾主尽欢，其乐融融。下午，李月池和田小庆返回武汉。唐教授说：“这次出差辛苦你们了，非常大方地掏出500块钱，叫他们出去聚餐。”田小庆怯生生地说：“老师，我们自己有钱，不用您破费。”唐教授直接把钱塞进他手里，豪爽道：“跟老师还客气什么？”最后他们去了学校旁边的川菜馆，同去的还有徐荣和另一位严三师姐。吃完饭，徐荣说要去找她男朋友，打车走了。李月池、田小庆和师姐一起走回学校，两个女孩子叽叽喳喳的讲话，李月池低着头和唐恒发短信，唐恒又在喊累，语气仿佛撒娇。到了分别的地方，李月池听见师姐对田小庆说：“要不你换个发型吧，我觉得你剪短发会更好看。”田小庆像是愣了一下：“啊，是吗？东门那边有一家轩轩造型，很便宜的。”师姐摸了摸田小庆的辫子，若有所思道：“你可以去试试。”很久很久之后，每当李月池回想起这个画面，都有一种针扎般细密的恐惧感。又过2天，唐恒回来了。他这次去北京待了半个多月，人明显瘦了。李月池搂住他的时候，觉得臂弯空落落的。唐恒没骨头似的靠在李月池身上，强词夺理说：“那是你太久没抱我了。”他的头发已经染回纯黑色，林浪说：“我的定位是清纯男大学生。”唐恒无奈道：“非给我染回黑的，是不是显得很呆？”“不，很好看。”李月池用食指轻轻绕着他的长发，他的发质似乎比之前更柔软了，不知是不是做了什么护理。他们躺在出租屋的床上，武汉热得很快，唐恒开了空调，裹着棉被，一手攥着李月池的手，一手举着手机。“哎，大伯，我今晚真的不来了。”唐恒装模作样的说。“太忙了呀，今晚还有工作，就是做音乐那些。”“我说了你也不知道。明天过来吃饭，拜拜。”他挂掉电话，眉飞色舞的看着李月池：“咱们今晚吃什么？”李月池忍不住摸了摸他弯起的嘴角：“你想吃什么？”北京有个连锁餐厅叫西贝莜面村，西北菜。我不知道武汉。唐恒话没说完，顿住了，想起什么似的：“咱们去吃小明大排档吧。”“不吃西北菜？”“武汉没有。”李月池说：“我查查。”唐恒连忙摁住他的手：“我就想吃小明大排档。那个西北菜是不是挺贵的？”唐恒表情有些纠结，半晌他说：“吃饭让我掏钱吧，我在北京赚了钱还没上交呢。”又是那种感觉，好像心脏被不轻不重的摁了一下，又酸又麻。李月池望着唐恒，轻声说：“你还打算上交？”“那当然，这算咱俩的共同财产。”唐恒露出一个孩子气的笑：“我本来想凑够3万再给你，你自己拿着就行。我拿着2天就没了，你学数学的，你管钱吧。”夕阳西下，余晖从小小的玻璃挤进来，落在他俊秀的眉宇之间。李月池愣怔片刻，问他：“你现在有粉丝了吗？”“有。”唐恒笑道：“我们公司食堂的阿姨可喜欢我了。”“哦，不是吧，阿姨的醋都要吃？”“对啊。”李月池心说：“你知道你有多好吗？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人喜欢你，男的、女的，年轻的、年长的，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粉丝。他们也许会像娱乐新闻里写的那样，跟你的车。”
接你的机，住在你住的酒店。而我就是吃醋，我吃一切能接近你的事物的醋。蒋亚、林浪，综艺节目主持人，听你唱歌的观众，甚至是此时此刻的夕阳。紧接着就到了五一假期，唐恒的毕业答辩越来越近。其实他的论文早就写好了，已经没什么可修改的，但他还是天天泡在图书馆里等李月池下课了，就和李月池去食堂吃饭。有2次，李月池听见林浪打电话给唐恒，大概是催他回北京，都被他以林姐啊，我现在论文没写完，毕业都成问题推脱掉了。5月5号，李月池忘不了这个日期，他上完唐教授的社会调查方法，正打算给唐恒发短信，忽然听见唐教授叫自己的名字，李月池、田小庆，你们俩留一下。他们跟着唐教授来到办公室，路上有学生给唐教授打招呼，他笑眯眯的应着，然而一进门，他的脸色骤变。你们坐吧。唐教授坐在他的皮质办公椅里，眉头紧锁，十指交叉，仿佛非常焦虑。就这样过了几分钟，裤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李月池知道一定是唐恒发的短信，他忍不住开口说：老师，您找我们怎么了？唐教授扬起脸，面色凝重的说：我是非常愿意相信自己的学生的，但是4月底你们去大雾出差，是你俩和那位王小姐一起核查了捐赠设备的数量，对吧？李月池说：是的。现在这个数据对不上。唐教授扶了扶眼镜，先是医院那边发现数量不对，因为有几种设备是配套的，按说数量应该一样。医院打电话问我，我又问圣科的老板，就是我同学，他们说当时捐赠的设备都是成套的。李月池一时没反应过来，那为什么医院那边不成套了？这是我要问你们的话。唐教授沉声说：你们去清点设备的时候是怎么清点的？摇摇欲坠走出办公室时，李月池的手机仍然在震动，他有点恍惚的掏出手机，看见5个来自唐恒的未接来电，还有2条短信，第1条问他下课没有，第2条问他去哪了。怎么教室没人？李月池简短的回复：有事，稍等。暮春的微风从窗子吹进来，暖洋洋的拂过李月池冰凉的指尖。才5月，唐教授的办公室就开足冷气了。月池，我没有数错呀。田小庆声音颤抖，神情茫然。你看见那些箱子了，方方正正的，怎么会错？难道我们漏数了一排？李月池沉默片刻，问他：当时你和王姐一起数的，还是一人一半分开数的？我们一起的呀。田小庆忽然有些崩溃似的，怎么会出错？总共就那些东西，我们2个人啊。就算我数错了，他不会也数错吧？怎么会？30万的东西少了10万，如果你们漏数了一排，李月池补充道，东西也不会比清单上少，而是多。那难道是我们数重复了？当时我俩不会的，我们站在边上清点，数完一排人就走过去了，不会重复的。小庆，李月池朝走廊尽头唐教授的办公室望了望，低声说：你记得刚才唐老师说什么吗？什么？他说：不过你们也不要太紧张，圣科正在调查王丽丽的责任。他的意思是，可能是王丽丽弄错了。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但是当时我俩一起数的，怎么会？等等看吧。李月池总觉得这件事说不出的诡异，也许是医院和圣科弄错了。你先别急。但他们怎么可能不急？唐教授说少了10万块钱的设备。田小庆面白如纸，连嘴唇都没有血色。李月池又安慰他几句，他才惴惴不安的走了。李月池赶到食堂的时候，已经下午1点过，学生们大都吃完饭了，桌椅乱糟糟的。他一眼就看见唐恒坐在食堂最左边的椅子上，保洁阿姨在他身旁抹桌子。
唐恒背对着他，垂着脑袋。李月池知道他可能生气了。唐恒，他扭头站起来，脸上没有怒意，只有焦急。李月池想，他知道了。我们去外面吃吧。唐恒向他走来，有点小心翼翼的。现在没什么菜了。李月池低声说：好啊。他们一路走出西门，来到熙熙攘攘的美食街。武汉总是在修路，人行道被挖开了，只留下窄窄一条小径供人行走。唐恒走在李月池前面，李月池看见春风把他乌黑的发梢掀起来，午后阳光明亮，落在他纯白的 T 恤上，这画面如梦如幻。不知道为什么，李月池忽然很想牵他的手，可是路上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走进一家韩国简餐店，挑了角落里的位置。唐恒小声说：我听大伯讲那件事了，你别担心，肯定会查清楚的。李月池点点头，沉默了片刻。我不知道怎么会少设备，有没有可能是当地医院觉得我们好欺负，狮子大张口？也许吧。或者是肾科提供给医院的设备数目有问题。唐恒若有所思，一开始就搞错了。服务生送上他们点的餐，的确是简餐，盘子里一半米饭，一半炸鸡块，还有一小撮生菜丝，也许是来晚了的缘故。饭菜都是凉的。李月池心不在焉的咀嚼着，脑海中不停回放那些场景。他后悔的想，如果清点数量时他没有站着发呆就好了。又想起唐教授说这件事可大可小，其实他不明白大是多大，小又是多小。那些东西值10万块钱是吗？唐恒忽然问。对，李月池回过神来，10万，大不了就赔钱给他们，你别担心。我没那么多钱。我有啊。他的语气过于理所当然，以至于李月池竟然语塞了。唐恒继续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样，那就当你借我的，等你以后上班了再还。唐老师可能觉得这件事是我和田小庆的责任。是就是吧，谁还没个出纰漏的时候啊？唐恒笑了一下。没事的，真的。李月池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唐恒的目光实在太单纯了，像白茫茫的雪地似的。似乎在他看来，这件事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几万块钱也不算什么，对他来说当然不算什么。吃完饭，两人在校园里分别。唐恒要去见论文导师，李月池回宿舍。两人约好晚上一起去吃饭，回出租屋。临走时，唐恒飞速攥了一下李月池的手，别想了，这都是小事儿。李月池点点头，说别担心我。回到宿舍，3个室友都在，他们也是社会学院的研艺新生，只不过是其他专业的。月池，你没事吧？一个室友说。李月池愣了一下，你们都知道了？听我师姐说了，其实我觉得吧，室友起身将房门关紧了。认真分析道，这个事情也不能全赖你和田小庆。怎么说呢？你们俩是代表你们这个团队去的，而且又才研一。如果真是你们的问题，那也不能都算到你们头上，是你们整个团队的问题。另一个室友接话，唐老师是大领导，其实他的责任最大呢。你别怕，而且你们没偷没抢的，最多算个办事不力。以后不跟这个项目了吗？第3个室友说，不然还能怎么样啊？面对他们，反倒能说出那些说不出的话。李月池坐在椅子上，无声的叹了口气。如果让我们赔钱，怎么办？少的设备值10万块。那不可能。今天我师姐还说呢，学院不会让学生赔钱的。你放心。再说了，唐老师也不会让你们出钱的，你知道吧？唐老师有钱啊，听说在好几家大企业都有股份。而且田小庆嘛，田小庆就更不会赔钱了，是吧？李月池抬头看他们，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啊？跟我们还装？室友推了李月池一把，意味深长道，
唐老师多照顾田小庆啊。李月池觉得胸口被砸了一拳。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三个室友面面相觑，其中一个继续说：你真不知道？这话可不是我编的啊，你们师门的人亲口承认的。唐老师和田小庆可能反正就那回事，你懂吧？你看田小庆研一就有助教的资格，而且他上学期就跟着做项目，还进了大雾扶贫这个牛逼项目组，凭什么呀？你想想。李月池难以置信地说，我也进了大雾扶贫的项目组，我也做过助教，后来是我自己退的。大哥，你是用来打掩护的啊？室友叹气。你动脑子想想，除了你俩，唐老师门下哪个学生这么受偏爱？安云是安老师女儿，都没这待遇，唐老师和安老师关系那么铁，真有好事咋不找安云？因为安云在跟安老师的项目，安老师哪来的项目，一直忙着评长江学者呢。我告诉你吧，是因为这种打掩护的事儿，他不好找安云来干，所以就找你了。李月池猛地站起来，这些话谁说的？靠，你别这么问，那我不成打小报告的了。室友缩了缩肩膀，你们师门都知道唐老师和田小庆，你情我愿的，我不知道。你他妈天天忙着谈恋爱。另一个室友说，确实没空听这些八卦啊。对了，所以你真不用担心钱的事儿，不会让你俩赔钱的，顶多写个情况报告书。室友一面说一面打开电脑，喃喃道，我给你找个范本啊。上次我把数据弄丢了，也写了个报告书，另外两个室友也回到各自座位上，一个继续看书，一个悠哉的翘着二郎腿玩手机。只剩李月池站在宿舍里，像一根突兀而沉默的木桩。他忽然想起本科时在学校的露天电影院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楚门的世界》。剧情大概是说，男主人公原本在一个小城市里过着平平无奇的生活，直到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以为真实的生活竟是一场大型真人秀。这一刻，李月池感到一股由衷的令他发冷的迷茫。他忍不住怀疑他所在的世界和室友们所在的世界是同一个吗？他看见的世界和师门同学们看见的世界是同一个吗？难道他也活在一场大型真人秀里？不，电影是电影，现实是现实。可是为什么他们都在说他无法理解的话？田小庆怎么可能和唐老师你情我愿？他躲唐老师还来不及。难道田小庆骗了他？难道田小庆是假装害怕的？可是他这样做意义何在？而且他怎么就成了掩护？难道唐老师不是因为欣赏他才让他进项目组？明明唐老师夸过他很多次，数学系第一，难得呀。这些念头令他感到生理性不适。他像个木偶人一般，手脚僵硬的走出宿舍。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天色竟然阴了，不久将要下雨。李月池掏出手机，想给唐恒打一个电话。他想听他的声音，想见他，现在，立刻。他第一次如此迫切的感觉到自己需要唐恒，不只是喜欢他，不只是想念他，而是需要他。世界摇摇欲坠，唐恒像他的毛，像茫茫然的三维坐标系里唯一确定的点。李月池掏出手机，才看见几分钟前唐恒发来的短信。靠，我妈突然回来了，晚上不能见面了，你赶走5月6号清晨。武汉开始下雨，南方的天气便是如此，春夏之交时虽然雨水连绵，但气温并没有分毫下降，反而空气湿漉漉的粘在皮肤上，令人感到无比烦躁。李月池很早就被雨声吵醒了，一点暗淡的天光从窗外透进来，电扇嗡嗡的转着，室友们仍在酣睡。李月池感觉后背出了很多汗，把睡衣阴湿了，不舒服。他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机，给唐恒发了条短信：今天能见面吗？才7点03，他知道唐恒还在睡觉，却没想到几分钟后唐恒的短信就回过来：
不知道，我妈重感冒了，我得在家看着她。那你好好照顾她。想我了？对，今晚她睡着之后，我看能不能溜出来。李月池对着屏幕笑了，没事，不差这2天。上午，李月池回到他们的出租屋，他要取2本书还给图书馆。书是唐恒写论文时借的，一直忘了还，明天就要到期。唐恒看书看得很精细，他习惯用那种窄窄的记号贴做书签，一绺一绺彼此错开，粘在书页的边缘。李月池坐在他们的床上，耐心的把那些记号贴接下来，贴在他自己的教材的内页。这种记号贴类似便利贴，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期间他接到田小庆的电话，过了1夜，田小庆似乎更焦虑了。月池，你在不在学校？我有点事想和你说。我现在不在学校。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下午吧。下午也行。田小庆说了句什么，李月池没听清，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其实李月池不知如何面对他，要不要告诉他学生间流传的他和唐教授的绯闻？那些话怎么想都过于残酷了，也许他还是不知道的好。到中午，雨仍然在下。李月池去巷口买了热干面和米酒，他坐在房间里慢慢的吃，没有开灯，视野一片灰蒙蒙。好在热干面这种东西闭着眼也能吃。其实进屋开灯是李月池和唐恒在一起之后才养成的习惯。他在贵州老家的时候，家里几乎不会在白天开灯，为了省钱。后来他到武汉念本科，一个人在宿舍也不习惯开大灯，只开一盏台灯，进门的室友偶尔会被他吓一跳。我操！我以为屋里没人呢。然而唐恒是低度近视，又不爱戴眼镜，所以总喜欢把每个房间的灯都开着。当然，他们的出租屋也只有卧室和卫生间2个房间。可能由奢入俭难就是这个道理，在明亮的房间待久了，他也养成进屋开灯的习惯。他们出租屋的顶灯很亮，把唐恒的脸照得清清楚楚。他皱眉，他偷笑，他睁大眼睛迎接他的吻，这些画面无比清晰的定格在李月池的脑海中，都有赖头顶的灯光。李月池起身，啪嗒一声把灯打开了。下午，李月池去图书馆还了书，走出图书馆大门的那一刻，他的手机响起来。田小庆说：“李月池，你来唐老师办公室。”现在？对，现在，快点。李月池走得很快，这时雨也更急，雨点密密麻麻打在他的皮肤上，触感滑腻。唐教授的办公室关着门，李月池把雨伞立在门口，扶了扶手臂上的水珠，抬手敲门。田小庆来开门，神情忐忑。李月池走进办公室，看见唐教授正捏着毛笔，慢慢的写一幅书法。你们先坐呀。唐教授慈眉善目的说。2人坐下，办公室空调的温度似乎比昨天还要低。李月池打了个寒战。待唐教授放下毛笔的时候，他半湿的衣领已经干透了。来，看看我写的怎么样？面前白纸黑字写着：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段话出自《论语·述而篇》，意思是说，一个君子呢，如果做人不庄重，就不会有威严，就算读书，也不能真正掌握知识。君子做事要秉持忠和信这2种道德，不和不忠不信的人交朋友，要知错就改。唐教授侃侃讲完，不等他们回答，又笑着说：“这幅字就送给你们2个。”田小青愣怔道：“谢谢您。”行了，说正事吧。唐教授坐下，语气淡淡的：“现在只有我们3个，你俩是我的学生，是自己人。我呢，就直说了。”空调正对着李月池吹，很冷。中午盛科那边联系我，说王丽丽承认了。李月池垂眼，看见自己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王丽丽说：“
他和你们两个商量好，偷偷运走了12件设备，打算拿出去转手卖掉。李月池缓缓抬起头，是他说的这样吗？唐教授的表情仍然很平静。圣科那边本来要报警，我拦住了。你们想，王丽丽如果进了派出所，录了口供，这个事情就一点余地都没有了。现在就我们3个，你俩谁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几句话的时间，田小庆面色变得煞白，微张的双唇剧烈颤抖。他像是想说什么，却怎么都发不出声音。唐老师，李月池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我们什么都没做。是吗？唐教授轻轻叹了口气，这张清单是你们签名的。哦，你没签。不过王丽丽说是你俩和她一起把设备搬出去的。圣科总共送去74件设备，你们清单上写的是62件，医院收到的也是62件。老师，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田小青倒退了一步，惶然道：我们没做那种事，我知道你们俩家庭比较困难，但都是好孩子。唐教授谆谆善诱一般，人这辈子很长，因为一念之差犯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在你们给我说实话，一切都还来得及。田小庆嘶声道：老师，我们真的这样吧？唐教授打断他：你们2个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再来找我。我和圣科那边说了，今天暂时不报警，等你们想清楚了，愿意和我说实话了，咱们再商量对策。李月池回到宿舍，室友正抱着笔记本打游戏。对局结束，室友回过头来：月池，我想借一下你的盆。他话没说完，脸上一副见了鬼的表情。月池，哎，你咋了？室友连忙起身，怎么湿成这样？李月池浑身上下湿透了，水珠顺着发梢一颗一颗落下来。他回过神，低声说：我忘了带伞。伞落在唐教授办公室门口了。忘带伞你打我电话啊，我骑车给你送过去。室友说：你快换身衣服吧，别感冒了。李月池起身，慢吞吞的走进浴室。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冒了，鼻子很堵，脑子也木木的。直到热水淋在身上，他才清醒了一些。田小庆无助的哭声犹还在耳边，唐教授的一句句话也那么清晰。李月池抹了把脸，仍感到茫然。王丽丽为什么要污蔑他们？在大雾的那几天，他们相处很好，并没有发生什么矛盾。这种感觉就像他爸去诊陈肺的那次。起先他爸只是咳嗽，喝了草药，仍然咳，就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看病。那医生为他爸号了脉，说不要紧，只是肺火旺，这段时间少抽烟吧。当晚回家，他爸忽然咳出一滩发乌的血。第二天去县城医院拍了片，大夫问你在哪儿打工？山西矿上。哎，是。你这是典型的尘肺，煤矿工人职业病，赶紧办住院吧。此时此刻也是这样的感觉。李月池冲了澡，换好衣服，坐在宿舍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件事。李月池想，第一，他和田小庆是被污蔑的，他们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第二，凡是讲证据，现在的情况是圣科还没报警，而圣科和唐教授已经单方面相信了王丽丽的话。也许报警了反而好一些。王丽丽说他们3个一起搬走了12件设备，那么警方必定要搜集人证物证，这样自然就真相大白了。第三，王丽丽偷走了设备，而他和田小庆没有发现。也许他俩的确需要为损失的设备负责，赔钱。会让他们赔多少？他又该从哪弄钱呢？第四是，此刻他好想见唐恒，想抱一抱他，哪怕什么都不说也可以。李月池给唐恒发短信，能接电话吗？等了半个小时，唐恒没有回。李月池把电话拨过去，唐恒关机了。
月池，我去买饭，室友说要帮你带饭不？谢了，我马上出门。你去食堂吃啊？那你能帮我带回来吗？我去找个同学。哦，那咱俩一起走吧。直到锁门的时候，李月池才反应过来，他没有伞，还真的得和室友一起走。雨下得更大了，才5点多，天已经半黑，而学校里的路灯还没亮，雨点把视野变得更加模糊，仿佛整个汉阳大学都变成他老家昏暗的漏雨的屋子。李月池没有让室友把他送到楼下，而是在距离教职工公寓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同室友告别，然后自己跑过去。新换的衣服又被淋湿了，他冲进楼道，捋了捋发梢的水。和热闹的学生宿舍区不同，教职工公寓静悄悄的。李月池站在楼道口，又拨了唐恒的号码，仍然关机。他轻手轻脚的上楼，站在唐恒家门口。他想，可能是唐恒和他妈出门了，忘记带手机，然后手机又没电了。如果待会他们回来，好在这种老式单元房都带天台，唐恒家虽在顶楼，但楼梯还有向上的一层。如果他们回来了，他可以躲在上面的楼梯间。楼道里又闷又热，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很快声控灯灭了，李月池想起那次他和唐恒在黑暗的楼道里接吻。晚上7点半，李月池的手机只剩34%电量，唐恒的手机仍然关机。李月池拨了蒋亚的号码。啊，蒋亚那边是极富节奏感的乐声，我不知道他去哪了呀。我昨天就回北京了。你们公司有事？对啊，林姐给我们接了个新活动，唐恒死活不回来。哎，我知道了。李月池说。手机电量耗尽前的最后1秒，李月池看见屏幕上的时间是21点07分。他甚至想，难道是唐恒他妈感冒太严重，他们去医院输液了？最近的医院是校医院，反正只是感冒，大概也不至于去大医院。他想，他应该去校医院试试。李月池动了动麻木的双脚，随着他的动作，声控灯亮起来。他迈下2级台阶，又扭头望向唐恒家的门。就在这一刻，电光火石间，他听见一声清脆的玻璃制品碎裂的声音。唐恒！门内传出女人的尖叫：“你敢走？你走了，今天我就不活了！”同色的月亮，李月池蓦地睁大双眼。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唐恒？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尖锐而凄厉。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说你为什么不出国了？你说啊，你为什么不出国了？这不是正合你心意吗？是唐恒的声音，非常烦躁的。你不愿意我出国，我就不出了，还不行？你根本不是为了我，你就是为了他，对不对？你辛辛苦苦准备了4年，好不容易得到的回报，你不要了。你记不记得你以前为这事和我吵过多少次？你的理由不是比谁都充分吗？你说你想做学术，你说国外的研究更前沿，这些话都是你说的吧，唐恒？我一直没问过你，但是我知道，你小时候你爸是不是经常和你说，等你长大了去做科研？唐恒沉默了一阵，像是想要安抚他。妈，人的想法总是会变的，我现在留在国内，你想见我随时都能见，不好吗？而且你看，我签那个公司很靠谱的，我也挺喜欢唱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我宁愿你出去。唐恒，傅丽玲痛苦道，你怎么能因为一个男人？我宁愿你出国去念书。唐恒不说话了，盯着地板上亮晶晶的玻璃渣。之前你铁了心出国，我只好说服自己，你长大了，你有你的理想，这是件好事。我就是再舍不得你，再不放心你，我也不应该拦着你追求理想。可是现在呢，你说不去就不去了，你连留位费都不交，你真是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唐恒，你就为了一段恋爱，
把你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你以前给我说的那些话算什么？这是我的人生。唐恒不敢看他的眼睛。我能对我做的选择负责？你负个狗屁的责！傅丽玲竟然骂了粗口。你才21岁，你懂什么负责不负责？你知道你做这些是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唐恒，有些事你根本负不起责任，你只能承受代价。妈，唐恒低着头，一字一顿的说，我很爱他。他是一个男人啊，我只爱他。爱，唐恒，爱能当饭吃吗？傅丽玲捂住眼睛，泪水从他指缝间渗出来。再说，你这么爱他，那他呢？他有多爱你？他也很爱我。你说他爱你，然后他当着全师门的面承认他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唐恒脸色骤变，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早就知道你们的关系了。那天晚上他来家里借书的时候，你们就在一起了，对吧？他原本也不是来借书的吧？我是你妈妈，我还能看不出来？不仅我知道，你大伯也知道，我们都知道。你说他爱你，那他考虑过你的感受吗？他敢承认你们的关系吗？他把你当什么？唐恒急促地说，那次他只是帮忙。那女孩被一个师兄骚扰很久了，他只是帮忙打个掩护。骚扰？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找你，让你去找你大伯？甚至他自己去找你大伯说这件事也可以，你大伯不会不管的。他就非要和那女孩假装做情侣，没有别的办法了。唐恒，究竟是他帮那个女孩打掩护，还是他根本不敢承认你们的关系，叫那女孩帮他打掩护？唐恒一下说不出话来。他忽然想起那天在富春轩的饭桌上，当徐荣说李月池和田小庆在一起了，众人热闹起哄的画面。当时大伯已经知道他和李月池的关系了吗？那许荣知不知道？其他学生知不知道？也对，李月池的室友早就知道李月池在谈恋爱，别人哪怕稍有耳闻，就会明白李月池和田小庆在一起的事情纯属撒谎。所以那天他中途离席的时候，他们都在想什么？种种记忆忽然涌上心头，连带着那些他以为他已经释然的，或是已经忘记的念头。又是这种感觉，大脑像被撕裂了一样，一半说不要再想了，一半说你明明知道这些想法都是对的。妈，唐恒深深换了口气，等我们冷静一点再说这些问题，行不行？我今晚不出去了。你在逃避是吗？你能逃避多久？妈，唐恒几近哀求，我们明天再说，我不走了。李月池走出教职工公寓的楼道时，雨已经停了。武汉的夜空不像他老家那样黑的纯粹，而是一种黑中泛红的颜色，仿佛铺了一层肮脏的铁锈。李月池步伐质重的行走在校园里，也许是下雨的缘故，路上行人很少。还未到门禁时间，但他不想回宿舍，便慢吞吞的向出租屋走去。汉阳大学太大了，距离出租屋还有很远的路。李月池摁了一下手机按键，屏幕漆黑，毫无反应，早就关机了。他想起唐恒叮嘱他不要把手机静音，唐恒有事没事就给他的号码充话费。唐恒似乎格外害怕他们失去联系，无论他什么时候给唐恒打电话，唐恒总是很快就接通了。原来当你想要联系一个人，却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就是今晚这种感觉吗？又想起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吵架，好像都是唐恒先来找他。因为安慰田小庆而错过唐恒唱歌那次，是第二天唐恒回出租屋找他。过年时唐恒说彼此冷静一下，是除夕夜唐恒先给他打电话，甚至唐恒从师门聚餐上突然跑掉的那次，最后也是唐恒回到他们的出租屋。他记得那天晚上唐恒坐在出租屋的楼梯上，像是把自己送上门来，生怕他因为找不到他而放弃了寻找。这样想来，或许他的确是一个糟糕的恋人。
李月池走得累了，坐在学校的长椅上。他很惊讶自己现在还能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譬如说唐恒母亲的话好像也没错，你这么爱他，那他呢？他有多爱你？有种本科时做数学题的感觉，如何证明一个等式，一个命题？如果把他和唐恒的付出分别罗列在纸张的两侧，类似于李月池放弃毕业回贵州，放弃进入社会学院读研时改善家乡的想法，决定毕业就去北京找唐恒。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唐恒为了和李月池在一起而放弃学术理想，放弃芝加哥大学的 offer， 留在国内做一个前程不明的歌手。李月池为了和唐恒谈恋爱，多做一份家教，并且每个月给家里少打200块钱，以前打2000，谈恋爱后打1800。唐恒为了和李月池谈恋爱，租了房子，买了家具，提前缴足水电费，每周往返于北京、武汉之间，并且总是买昂贵的机票。李月池为了省钱交话费，抽烟比之前少很多。唐恒为了多和李月池待在一起，总是吃他不喜欢的便宜食堂。李月池觉得一切都有代价。唐恒说：“我爱你是免费的。”李月池靠在椅子上，愣愣地望着夜空。他发现无论怎样罗列，怎样计算，好像他们之间都没法画上一个等号。当然，也许他不应该把付出具象化为数字。我加1分，你加2分，不是这样算的。可是如果不这样，他就更没法证明自己有多爱唐恒了。李月池想到比干掏心的故事，夜空低垂，没有月亮。他忽然觉得，如果他也能把心脏挖出来就好了，像炼制铜器一样，烧上3天3夜，直至白热状态，然后放在锻造台上捶打无数次，最后捶打成一枚薄薄的铜色的月亮，把他的心挂在天上，唐恒想他的时候就能看见。远处射来2道白光，一辆灰色大众在李月池面前停下。唐教授摇下车窗，惊讶地说：“小李，你怎么在这？”李月池回过神来：“我在这作画。”“哎，是不是还担心仪器的事呢？”唐教授的语气非常温和，甚至流露出几分愧疚。“打你电话也没人接。我是想和你说，王丽丽那边承认了，你和小青到大雾之前，他就已经把仪器运出去了。”李月池愣了几秒：“您是说不关我们的事？”“对啊，这2天也是我太着急，糊涂了。”唐教授诚恳地说：“你和小青都是好孩子。哎，你知道现在的网络舆论很可怕呀。你说这事如果传出去，成了汉阳大学贪污捐款，那不是麻烦了吗？所以我才着急啊。”李月池捋了一把汗湿的头发，倍感恍惚。那王丽丽为什么污蔑我们？他没想到仪器是成套的，还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现在被发现了，就想拖你俩下水吧？唐教授笑了一下。毕竟你俩是学生，他知道学校会保护你们。不过好在他已经承认了。车窗升起，唐教授开着车走了。临走前，他还很关切地对李月池说：“大雾的项目你继续跟进，不要有负担。这2天辛苦你了，这样吧，你先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回项目组。”李月池想说，我可不可以退出项目组，话未出口，又想到项目组每月800元的工资，最后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向唐教授点了点头。这一晚，李月池感到异常的疲惫。回到出租屋，他草草冲了个澡，扑倒在床上。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就这样消失了，他有些反应不过来。想到唐恒为他放弃了 offer， 又仍然感到沉重。李月池睡熟了，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他梦见夏天到来，放暑假了，他带唐恒回到他的家乡。山区的温度总比城市低很多，凉风掠过唐恒低低的马尾。唐恒穿了那件胸口有枚红色爱心的白 T， 伸直2条腿，坐在村庄的小溪边唱歌。溪水清脆，阳光明晃晃的，他看着唐恒，什么都不说。
就觉得人生真是非常美好。十字架李月池醒来的时候，武汉仍在下雨，天色晦暗，竟然分辨不出是什么时间。他摁了一下手机，没反应，才想起昨晚手机就关机了，还没有充电。李月池慢慢坐起来，揉了揉太阳穴。他知道自己这一觉睡了很久，然而醒来后却并不感到神清气爽，反而是头脑昏昏沉沉，像窗外的天色一样。给手机充上电，等了几分钟，然后开机。唐恒的这只旧手机是去年诺基亚新款，开机非常流畅。然而这次却不知怎么回事，开机动画播放完，屏幕竟黑了2秒。窗外轰隆一声雷响，李月池的心脏也毫无防备的颤了一下。手机屏幕亮起来，李月池睁大眼，看见一条又一条未接来电、短信乃至是彩信涌入主页面。每弹出一条通知，手机就在他手里震动一下，此刻手机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嗡嗡嗡震个不停。李月池愣愣的放下手机，看着屏幕。田小庆、唐教授、室友安云、蒋亚、辅导员、母亲，还有唐恒。李月池连忙抓起手机，拨了唐恒的号码，又是关机。未接来电和未读消息仍然源源不断的弹出来，李月池直觉发生了什么，来不及细看，又拨了安云的电话。安云像是守着手机，在信号连通的一瞬间就接起。李月池，是我。李月池说，你找我？你在哪？他的声音极其嘶哑。我在东湖村的房子，昨晚手机没电关机了。哦，你还不知道吗？李月池感到胸口一沉。什么？田小庆、安云语气恍惚的说，今天上午跳楼了。下午2点07分，李月池在宿舍楼下看见警戒线，在阴沉的天幕之下，几道明黄色警戒线显得尤为明亮。他们把田小庆坠楼的位置围了起来，但地面上空无一物，因为无论什么痕迹都已被雨水冲刷干净了。不知是谁在警戒线旁放了一朵百合花。很多女生站在几米之外的空地上，李月池听见他们交谈的声音。吓死我了，我要出去租房子，我不住这里了。天啊，我半夜肯定不敢上厕所了。他到底为什么呀？按说才研一也没写毕业论文呢。你想想他室友吧，真的倒霉死了，这得留下多大心理阴影。咱们和他住一栋楼也很倒霉吧。行了，别看了，晦气。哎，到底的有什么可想不开的呢？李月池沉默的站在他们之中，几个女生离开了，又有新的围观的人凑过来。天空飘着小雨，人群像蚁群一般麻木的聚集，又散开。不知过去多久，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月池，室友拽了他一把，原来你在这，走吧。辅导员找你。李月池说，找我？室友的语气有些为难，说是要问田小庆的情况，你去了就知道了。李月池点点头，最后朝那片被警戒线围起的空地瞥了一眼，然后转身离开。警车就停在不远处，室友拍拍他肩膀，宽慰似的说，你别害怕啊，这种事学校都要报警的。李月池登上警车，来到辅导员办公室。李月池，小李，是吧？一个40岁上下的警官坐在他对面，态度很温和。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找你了解点情况，因为我们听说你和田小庆关系很不错。李月池面无表情道，您问吧。田小庆的室友说，他昨天下午5点多钟离开宿舍，然后赶在门禁之前回到宿舍，之后就一直在睡觉。今天早上3个室友出门了，9点40多分，田小庆坠楼。警官顿了顿，现在我们不知道田小庆昨晚去了哪，不过我们听说昨晚你没有回宿舍。我去找我学弟了，他家住学校里面，我室友撑伞送我过去的。哦，昨晚你见田小庆了吗？没有。联系他了吗？
没有，手机没电关机了。可以看看你的手机吗？李月池沉默2秒，不太方便。为什么啊？有什么不方便的呀？坐在一旁的辅导员忍不住发话：你一个学生，手机里有什么不可见人的东西？哎，曹老师你别激动，警官说年轻人嘛，可能有些短信啊什么的，不好意思给我们看。李月池，你要配合调查，现在不是不好意思的时候。田小庆好好一个女孩子，人已经没。老师，李月池低声说，真的不方便。不方便就算了。警官笑了笑，那你找完你学弟之后去哪了？东湖村，我在那租了房子。哦，警官拉长声音，和女朋友住啊？不，自己住。你家条件不是很困难吗？辅导员皱眉，你哪来的钱租房子？李月池说，我是同性恋，不习惯住宿舍。此话一出，辅导员和警官俱是瞪大双眼，表情呆愣。好几秒，那警官才咳了一声，有些尴尬的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李月池低声说，昨晚我在学校里见过唐老师。然后呢？他开着一辆灰色大众，好像刚从外面回来。当时是晚上时，一阵敲门声打断李月池，辅导员开了门，紧张道，您回来了，王警官，这是我们社会学院院长。我今天原本在长沙开会，院长抹了把脑门上的汗，一接到电话就往回赶，还是回来晚了。王警官，我想了解下情况，您来我办公室说吧。他们起身去了院长办公室，辅导员走前对李月池说，这几天手机保持开机，别有压力。李月池问，我可以一起去吗？辅导员拍拍他的胳膊，轻声说，你先回去吧。院长办公室在顶楼，他们离开之后，整个楼层陡然安静下来，每一扇门都紧闭着，空气沉沉，仿佛能将所有声音阻绝。李月池非常缓慢地从走廊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从一扇紧闭的门后听见争吵的声音。他敲了一下门，门内传来安教授的声音，谁？李月池。片刻后，安云把门打开，他整个人显得非常非常狼狈，头发散乱，双眼红肿，下颌略微肿起来，也许是摔了一跤。安云看着李月池，哑声说，你不是答应过我多照顾小庆吗？李月池说，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不知道。安云忽然崩溃似的大喊，我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我能不帮他吗？我那时只是怀疑，因为唐国木早就和女学生有传闻，我只是怀疑唐国木。安云。安教授脸色铁青的打断他，别说了，唐国木早就和女学生有传闻，女博士、女硕士都有过。安云并不理会父亲的话，之前小庆来找过我，他想换导师，问我能不能换到我爸这儿，我爸同意了，条件是我不再和他们玩乐队，好好念书。安云扭头瞥了父亲一眼，目光满是怨恨，原本4月份就能换，他说他要评长江学者，得让唐国木帮忙，还是等评完了再提换导师的事，是我害死他的吗？安教授青筋暴起，怒吼道，田小庆跳楼的原因现在还在调查，也未必就是因为唐国木，不是他还能是谁？那个公司盛科，你明明知道根本是他自己家的公司。盛科。李月池喃喃道，是唐国木的公司。盛科原本是家小公司，今年年初破产重组，傅阿姨投资了这家公司。安云闭了闭眼，唐恒和你说过吧？傅阿姨的产业叫天恒，现在盛科是天恒的子公司，只不过企业法人不是傅阿姨。安教授低吼，安云，我知道你和他是一伙的，对不对？安云冷漠的看着父亲，我就是知道的太晚了。就算是唐国木干的，你以为你这点证据能说明什么？
我不信警察查不出来，我有证据。安云和安教授同时看向李月池，李月池掏出手机，按键的时候指尖在颤抖。昨晚11点03分到凌晨2点半，田小庆给他打了5通电话，而他手机关机，全都没有接到。后来田小庆大概是放弃了，改为发短信。在这个世界上，田小庆发给他的最后的3条短信是这样写的：月池，你放心，一切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不想骗你，唐老师叫我今晚陪陪他，我就去了。我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是自愿的。我觉得我被唐老师骗了，因为他答应我陪他这一次。之前的是一笔勾销，他会给我换导师。可是他拍了我的照片，他说过几天再联系我。月池，希望你好好的，你拿着这些照片，如果以后他威胁你，你不要怕。原来你和唐恒在谈恋爱，原来是这样。祝福你们。在这3条短信之后，又是4条彩信。田小庆的皮肤上布满暗红色的捆绑的痕迹，从他纤细的脖颈到他小巧的胸部，到他细瘦的大腿。李月池无法想象他被唐国木绑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实在是想象不出来。但他在老家时见过村民杀猪，很矫健的一头公猪，被粗粝的麻绳五花大绑，竟然就真的动不了了。但田小庆是田小庆，公猪是公猪，为什么要用对待猪的方法对待人呢？安教授只瞟了一眼，便连连后退，扑通一声坐倒在办公椅里。安云看完了4张照片，目光直直的，像是魂魄被抽走了。几秒后，他猛一哆嗦，径直向外冲去。我杀了他！李月池一把拦住他的腰，别去！我绝对不放过他！你放手，李月池，你放手，你不能去！安云抬头看向李月池，已经泪流满面。为什么？李月池直视他悲愤的双眸，冷静地说：我不会把这些照片交给警察。下一句哽在喉间，像一块烧红的铁，要把他的喉咙烫穿一个洞。他知道，当他说出这句话，他将成为罪人，一个并没有比唐国木无辜多少的罪人。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一定要他做选择，他选择罪孽。为了爱，他甘愿永远背负罪孽的十字架。那个他最熟悉的名字，此刻像一个禁咒。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他不得不把那个名字和罪孽连接在一起，仿佛是他弄脏了那个名字。唐恒，李月池低声说：你让唐恒怎么办？制度性安云尖叫：和他有什么关系？是你告诉我的。李月池把手机收起来，后退了一步，他的状态一直不稳定。小庆是被唐国木害死的，你还有空担心唐恒？唐恒也死了吗？安云说完就扑向李月池，把手伸向他的衣兜。李月池身子一闪，躲开他的手。他扯住李月池的衣领，发疯一般嘶吼：手机给我！给我！李月池，你如果是个男人就吵什么呢？门外忽然传来唐国木的声音。安云的动作一下子停了，双目圆睁。老啊，我上楼找院长他们。唐国木声音慢悠悠的，显得非常从容。晚上我有节本科生的课，在4022，你帮我带一下吧。安云冲向门口，被安教授死命拦下。李月池走上前去，拧开门。唐国木站在距离他们5-6米远的地方，他悠悠叹了口气：小李，这件事你别有压力啊。你呢？李月池死死盯着他，你有压力吗？我当然有压力啊。唐国木摇头，神情带些愧疚。多好一个孩子，就这样，是我工作有疏忽，我该多关心关心小庆的。他的愧疚那么真诚，好像他真的为田小庆的死感到痛惜。李月池想起昨天晚上见到他，他也是这样愧疚的说：是我糊涂了，你和小庆都是好孩子。胸口涌起一阵呕吐感，翻江倒海。原来昨晚见到唐国木的时候，他刚刚强暴了田小庆。
不知那时他心里有多意气风发。唐国木冲他点点头，转身上楼去了。李月池回到办公室，这时饶氏安教授也拦不住安云了。他再次扑上来，像一头歇斯底里的困兽。李月池，我求你了，你知道吗？如果唐恒发现你做这种事，唐恒会看不起你的。李月池，让我想想。李月池闭了闭眼睛，哑声说，让我想想。没过一会儿，安云的母亲也来了。安云趴在母亲怀里，哭得肝肠寸断，最后被父母带回了家。安教授走时拍了拍李月池的肩膀，我把办公室留给你，你想待就在这待会。这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俩，李月池攥着手机，扬起脸问他，如果我把短信交出去，就能定唐国木的罪吗？安教授没有回答，只是长叹一声。他走了，李月池手脚发软地陷在皮质沙发里，他捂住双眼，感觉非常非常恍惚。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他甚至想，这会不会是一场噩梦？等他醒来，田小庆还是那个准备考选调升公务员的田小庆。唐恒人在北京，向他抱怨上节目好累，就算他和田小庆真的得赔学校10万块钱也没关系，把他们开除也没关系。刚才当着警官的面，他差一点就要说出昨晚见过唐国木。那时是唐国木刚刚得逞，差一点，就那么一点，几秒钟。如果不是院长忽然回来，可是听完安云的话，他又卑鄙的退缩了。一气的事故竟然是唐国木和傅阿姨联手操纵的。他知道，一旦他把这些说出去，唐恒将同时失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唐恒最亲密的亲人。他知道他应该为田小庆伸冤，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目睹了全部真相的人。他也知道，与一个无辜女孩的死亡比起来，就算唐恒真的崩溃了，那也算不得什么。他知道的太多了，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唐恒偏偏是他的恋人？为什么田小庆偏偏是他的同学？最后他还知道，如果他交出那些短信和照片，他会失去唐恒。无论结果如何，你会和一个指出你大伯是强奸犯，而你母亲是从犯的人在一起吗？不会吧。你会和一个污蔑你大伯是强奸犯，而你母亲是从犯的人在一起吗？不会吧。但是唐恒，安云说的对，如果我选择沉默，你也会同样看不起我。就算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也已经默认了你会看不起我。如果我沉默的背着这些罪孽活下去，我又怎么配和你在一起？李月池豁然起身，砰的一声拉开门，他的左手仍然插在兜里，紧紧攥着他的手机。他觉得自己奔跑的速度从未这样快过，上楼的台阶好像轻轻一跃就跨过去了。他甚至来不及组织语言，但又觉得无需组织，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目睹了完整的全过程的人。捕杀田小庆的全过程。院长办公室敞着门，满是烟味。唐国木和院长各自坐在办公桌两端，此外再无他人。哎，月池。唐国木看见他，语气仍然那样从容。你有事吗？李月池没理他，盯着院长问，王警官呢？走了。院长摆摆手，那孩子自己想不开，他被唐国木强奸了。李月池说完这句话，只觉得自己浑身血液都静止了，办公室里的空气和烟雾也在一瞬间凝固。他盯着院长的脸，甚至听不见自己的心跳声。然而院长竟只是似有似无的朝唐国木瞥了一眼，然后说，话不要乱讲。你有证据吗？有。李月池掏出手机。月池，唐国木坐着没动，田小庆的事我的确有责任，但你不能血口喷人啊。李月池把手机递到院长面前，4张图片，很快就看完了。是昨天晚上他发给我的。李月池口齿异常清晰地说，昨晚他被唐国木强奸之后发给我的。院长沉默片刻，又点了一支烟，
图片上只有他自己啊。还有短信，短信里他说了，他说的就是真的。万一是他自己不想活了，再拉个人垫背呢？院长掸了掸烟灰，很苦恼的样子。孩子，这事情死无对证啊。他话音刚落，唐国木的手机响起来。喂，是我，尽快吧，这么快？好的，好的。他挂掉电话，对院长说，殡仪馆那边问什么时候火化。李月池愣了2秒，冲上去抓住院长，不能火化，他身上有痕迹。小李，你的心情我们理解。唐国木在他身后露出一个冰冷的悲悯的笑。但是现在遗体已经送进炉子了。李月池，是吧？院长推开李月池的手，我听说你和那姑娘关系很好，出了这种事大家都难过，你心里肯定不好受。我能理解，但是我们经过调查，已经大概决定好怎么处理了。李月池愣愣地说，怎么处理？田小庆自杀主要是因为承受了太大的心理压力。你知道你们在大雾的那批设备出了问题，还有我们了解到学院里有些传言说田小庆和唐老师有不正当关系，这也是导致他心理压力过大的原因。院长的声音四平八稳，仿佛是在某场学术会议上朗读自己的论文摘要。总的来说，田小庆是唐老师的学生，出了这些事，唐老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学院会给予相应的惩罚。院长说完，手机铃声适时的响起，他接起电话，了几声，最后叮嘱道，一定稳住家属，赔偿都好说，别闹事，走吧。院长把手机揣进兜。唐老师跟我去见田小庆父母，小李，你就不要管这件事了。今天你说的话先放放，好吧？你看现在忙成一锅粥了。您先下楼。唐国木总算站起身，笑盈盈地说，我和小李可能有点误会，我们聊2句。院长走了。此时已经下午5点多，天色变得更加灰暗，一阵风从大开着的窗户吹进来，吹得窗帘上下翻飞，明明是春末下出最温柔的风。李月池却觉得自己浑身的血都被这阵风吹凉了。他看见唐国木向他走来，唐国木穿着做工精致的灰色衬衫，扣子一丝不苟地扣至颈下。离得近了，李月池看见他脸上的老人斑，他像一个鬼，是字面意思的像，真的像一个鬼。孩子是不是很失望？他轻声说，对一切都很失望，是吗？记不记得我们上学期讲过一个专题，叫做制度性腐败。一个人能腐败，不是因为他自己，不是因为某几个人，是因为这整套制度。我现在明白告诉你，不是我一个人害死了他，是我们。这个学院，这个学校，这套制度，你懂吗？没必要只恨我一个。其实我也很难过，真的，他是个好孩子，就是胆子太小了。我不是故意害死他，我干嘛要害死他呢？我就希望他好好陪着我，陪到他毕业，我还能给他找个好工作呢。结果谁能想到，哎！李月池再也忍不住，抡起拳头砸向他的脸。咚的一声闷响，他倒在地上，但是立刻就爬起来。给你脸了是不是？唐国木疼得咧了咧嘴，面色瞬间阴沉下来。不甘心是吧？咽不下这口气是吧？你还打算干什么？拿着照片去报警，还是去找媒体？李月池仍然攥着拳，手臂在颤抖。你真该死！在那之前，我先和你说几件事吧，就这一次机会。唐国木冷笑，后退到房间的另一端，你可以尽情举报我。无所谓，反正就算我完蛋了，还能拖唐恒一起完蛋。你想过没有？唐恒出国的推荐信是一个强奸女学生的人写的，还有学校会要他。唐恒跟着我做过多少项目？唐恒可是我亲侄子，哈哈！你想把事情闹大你就闹。
最好让全世界的学校都知道唐恒是我亲侄子。还有，唐恒不是去当明星了吗？我听小付说是为了留在国内和你在一起。那孩子像他爸一根筋。你说如果他公司知道了这些事，还敢和他合作吗？哦，不仅是我，还有小付。当年他爸死了，小付一个人做生意，那是很不容易的呀。没有我帮他牵线搭桥，你以为他能做成今天这样？你以为唐恒用的钱是干净钱？反正我不介意把这些事告诉媒体。唐恒已经为你放弃了出国，你要把他的一切毁掉吗？他的学业，他的事业，他的亲人，到时候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唐国木起身整了整歪斜的衬衫领子，他从李月池身边径直走过，仿佛已经笃定了李月池不敢拿他怎么样。以前真是没看出来，唐恒这孩子竟然喜欢男人，早知道哈。胡话被傅丽玲关在家里的第3天，唐恒焦躁的发现连窗外雨都停了。他的手机早就被傅丽玲收走，哪怕搬出公司有通告这样的理由，傅丽玲也无动于衷。显然这次是来真的。唐恒已经3天没和外界联系，百无聊赖的时候只能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小说和电视轮流看。他甚至想到了翻窗户，虽然他家在6楼，但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行的路线，把床单的一端系在床角，从他房间窗户翻出去，4条床单连起来的长度大概够他落到3楼的敞开式阳台，然后从3楼阳台跳进2楼雨台，最后降落在楼下的草坪。不过这样做确实风险太大，脚下一滑就得摔个骨折骨裂，到时候别说去找李月池，直接被傅丽玲打包送医院了，更是插翅难逃。唐恒觉得自己已经快要魔怔了，如果傅丽玲再不放他出去，这点所剩不多的理智也会被消磨干净。到时候他可能真会翻窗户，也可能会找个锤头，直接把傅丽玲上了锁的大门砸烂。不过他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锤头。唐恒琢磨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和傅丽玲吃了顿沉默的午餐，然后他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天空，渐渐睡着了。再醒来时，唐恒听见傅丽玲在阳台上打电话。很快傅丽玲走进唐恒的房间，脸色煞白，甚至连嘴唇都在颤抖。唐恒心惊肉跳的想，难道李月池把电话打到傅丽玲那儿了？傅丽玲这是气的。小恒，你认不认识一个学生？哪个？一个女孩子，姓田。认识啊，反正他都知道了。唐恒干脆大大方方的说，和李月池同届的，怎么了？傅丽玲没有应声，唐恒看见他紧紧攥着手机，力气大到指尖都泛白了。妈！唐恒起身，你怎么了？那个女孩忽然传来敲门声，傅丽玲神色一凛，走到门口问，谁？送外卖的，走错了，我们没点外卖。门外那人顿了顿，是唐国木先生点的吗？傅丽玲眉头紧皱，像是在犹豫。几秒钟后他说，稍等。唐恒走出房间，傅丽玲低喝，你别乱跑。我不跑，唐恒说。傅丽玲掏出钥匙开锁，然后拧开门。那一瞬间，唐恒觉得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果然他没有听错。他怎么会听错？那是李月池的声音。傅丽玲愕然，李月池语速很快的说，走不走？妈！唐恒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没这么迅捷过，对不起。你别生气啊。唐恒和李月池飞奔下楼，把傅丽玲的尖叫留在身后。楼下停着一辆自行车，不是唐恒的变速车，是那种后座可以带人的普通自行车。唐恒不知这车是李月池从哪弄来的，此时也来不及问。李月池长腿一跨，双手扶住车把，唐恒连忙坐上后座。李月池肯定提前给轮胎打足了气，自行车载着他们一路驰行，穿梭在下午暖洋洋的春光中。最开始李月池蹬车蹬得飞快，
直到唐恒确定傅丽玲没有追来，他才把速度放慢了。唐恒喘着粗气说：“太他妈刺激了，咱俩这算私奔了吗？”他已经3天没见李月池，此刻忍不住伸长胳膊揽住李月池的腰。李月池背对着他，一面蹬车一面说：“算吧，早想这么干了。”看不出来，学长挺野啊。我一直想买一辆我室友的那种电动车，这样咱们去哪都方便。你也不怕晕车了？李月池笑了一下，但是电动车有点贵，就先买辆自行车吧。一样的，唐恒把脸颊贴在他紧绷的后背上，骑慢点就行了。李月池就这样载着唐恒来到他们的出租屋。其实唐恒中午没吃饱，这会儿有点饿，但此情此景，哪里顾得上吃东西呢？两人急匆匆的上楼，开门，拥吻在一起。李月池似乎异常急切，因为平时他将唐恒摁在墙上接吻时，会把自己的手掌垫在唐恒脑后，而这次他连这些都顾不上了，他只是用力的在唐恒唇齿间扫荡，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唐恒的后脑勺抵着墙壁，有一点痛。这样吻了很长时间，直到唐恒受不了了，气喘吁吁的别开脸。李月池紧紧搂住他，脸颊埋在他散开的长发之中，两个人的胸腔都在剧烈起伏。唐恒感觉自己的嘴唇麻了。学长，唐恒故意逗他，3天就憋成这样。李月池答非所问的说：“我很想你。”哦，唐恒小声说：“我也是。”李月池略微松开怀抱，后退半步，两人对视。唐恒愣了一下，李月池的脸颊好像瘦了，黑眼圈也很明显，但他的胡茬刮得干干净净。唐恒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脸：“你怎么了？熬夜了？睡不着？为什么？”“想你啊。”李月池抓住唐恒的手：“你妈没打你吧？”“那倒不至于，就是把我手机没收了。”唐恒又吻了一下李月池的唇角：“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我找了啊。前天晚上李月池停顿片刻，在你家门口听见你和你妈吵架。”“你都听见了？”李月池点头。唐恒第一反应是糟了，他已经不大记得清争吵的全部内容，但确凿无疑的是，傅丽玲说了很多质疑李月池的话。比如他记得傅丽玲质疑李月池和田小庆的关系。“唐恒，你相信我吗？”李月池忽然问。“相信？相信多久？”他因为傅丽玲的话而害怕了吗？唐恒笑着说：“10000年。”李月池也笑了，是那种唐恒非常熟悉的笑，笑意从他的眼角荡漾到唇间，那么温柔，似乎还带一点点无奈。他在 Lake House 被女孩堵着要号码的时候，他喝醉了说要和李月池去美国结婚的时候，李月池脸上都是这种笑，他见过太多次了。李月池凑过来，细密的吻着唐恒的耳朵，轻声说：“我很想做。”今天的他格外直白。唐恒感觉有些招架不住，他的动作不算粗暴，但又与往日不同。唐恒恍惚的想，今天他力气好大，每一次动作都充满了侵略性，不那么温柔，甚至有些痛。李月池在唐恒肩膀上咬了一口，低声说：“唐恒，唐恒皱眉，脸颊红扑扑的：“你慢点，你看着我。”唐恒便望向李月池的眼睛，离得太近了，甚至能从他漆黑的瞳仁中看见一个小小的自己。汗珠顺着李月池的脸颊向下流淌，最后从他的下巴间滴落，落在唐恒起伏的胸口。李月池也望着唐恒，目光直直的，仿佛痴迷。“李月池，你慢点。”唐恒拧起眉头，轻哼了一声。李月池没有回答。总算一轮结束，李月池慢慢退出去，趴在他身上。两人的身体都是汗津津的，也分不清是谁的汗。李月池搂紧唐恒，轻轻吻他汗湿的鬓角。唐恒觉得今天的李月池格外直白，格外粘人，可能是傅丽玲把他吓着了。
唐恒，李月池的声音有一点闷，你还是想去留学，对吧？唐恒身体一僵，忽然想起那天晚上吵架，傅丽玲一语道破，他是为了李月池才放弃出国的。那天你听见了？不提这些了好吗？唐恒忽然很惶恐，我现在签着公司挺好的。李月池支起上半身，看着唐恒，为什么不提？反正我已经决定了。如果你真的想去留学，还可以。李月池，唐恒打断他，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过分？李月池很慢的眨了眨眼睛，说，怎么会？我很害怕，我怕我一出国，咱俩就完蛋了。我不是怀疑你，我也说不清，我可能就是没法说服我自己。唐恒垂下双眼，迟疑的说，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人太固执了？我其实不想让你知道的。哦，是不敢让你知道。李月池又趴在唐恒身上，湿热的脸颊抵着他的肩头。他沉默，唐恒心惊胆战的等待着。半晌，李月池轻声说，那天晚上我在想，这就是你说的免费吗？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用做，竟然可以和你在一起，你为我牺牲这个，牺牲那个，反正我只要站在原地等着就好了。你记不记得我说过，一切都有代价？李月池喃喃道。我考上大学的代价是赵老师，本科毕业的代价是天天打工。当时本来想毕业就工作，我爸说他身体还行，叫我能读就读。我来读研了，代价还是打工，就像买一盒炒面，得付钱。我得到什么都要付出代价。我不用。对，李月池说，你不用。所以我经常想，我怎么会遇见你呢？你和他们都不一样。我第一次遇见你那天晚上，你在长爱门口唱歌，周围的灯亮闪闪的，像做梦似的。唐恒怔了怔，感觉心跳又开始加速，他忍不住问，你喝酒了？没喝。李月池冲他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就是想说胡话了。这天下午他们总共做了3次，到第3次结束，两人都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唐恒的黑发被汗水粘在脸上，他甚至没力气将它们拨开。李月池低头附在他耳边，用气音说，我还是喜欢之前的颜色。唐恒已经累得快要睡着了，含糊的问，什么之前的颜色？头发。李月池伸手把他的发丝拨开，很轻的捻了捻发尾。之前有几缕橙红的。公司非要我弄成黑的，过段时间再染吧。没事。李月池笑了笑，这样也很好看。睡一会儿。唐恒嗓音沙哑，我不行了，累死了。唐恒，李月池起身拿来他们的保温杯，喝一点再睡。你的嗓子太干了。唐恒瞥他一眼，佯作生气道，怪谁？李月池诚恳地说，怪我。保温杯里是温热的米酒，味道酸甜，入口顺滑。唐恒一口气喝下大半杯，他眯着眼睛朝李月池努努嘴。李月池便抽出一张纸巾，为他把唇上亮晶晶的米酒擦干净。唐恒倒在床上，又用指尖戳了一下李月池的手臂。李月池下床，打开空调，25度。睡吧，唐恒轻声说。李月池在他身旁躺下，环住他的腰。唐恒很快就睡着了，甚至比平时还要快，并且睡得很沉。李月池知道这是药效的缘故。空调发出滴滴的嗡的声音，燥热空气逐渐冷却。李月池的指尖轻抵在唐恒肋下，他能感觉到唐恒的呼吸已经变得悠长而平稳。唐恒背对着他，他看不见唐恒的脸，但是也不缺这一次。李月池这样安慰自己，他太熟悉了。唐恒熟睡时偶尔有一些孩子气的小表情，皱眉，撇嘴，小狗似的顶顶鼻尖，像是梦里在和人吵架。如果感觉冷了，唐恒会无意识的蜷起身体，热了他会来回翻身，睡得很不踏实。李月池知道今天做的过了，
去找唐衡的时候，他不断告诫自己要忍住。科学家说，身体的记忆比大脑记忆更持久，所以有些滑冰运动员失忆之后，哪怕忘记了理论知识，也还能继续滑冰。李月池不希望唐衡保留太多关于今天下午的记忆，所以他一再克制自己。很多想说的话忍着没有说出口，很多想做的事倒也的确来不及做了。可他还是没能完全克制住，他知道唐衡被他弄疼了，他的力度太大。如果身体的记忆真的比大脑记忆更持久，那么是不是说，就算很久之后唐衡淡忘了关于他的一切，至少身体还留有那么一丝熟悉。做爱的时候，他甚至想到，以后唐衡是不是也会和其他男人做这件事？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唐衡会忽然想起他吗？身体的记忆比大脑记忆更持久，哪怕只是想他一瞬间也好。这些念头真要命，好像他还没动手，自己先死过一次。5点17分，不能再拖了。李月池缓缓收回手臂，把空调被展开盖在唐衡身上。他很想再吻一次唐衡的脸颊，但他怕惊醒唐衡，而且今天已经吻过很多次了。李月池沉默片刻，食指勾起唐衡的一缕头发，俯身吻了他的发尾。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看见唐衡熟睡的模样。李月池轻手轻脚的穿好衣服，拿上钥匙，最后他把唐衡兜里的钱悉数取出，有零有整52块8毛钱。他知道钱对唐衡来说是最不值钱的东西，那就让他最后自私一次，从唐衡那里最后一次拿走点什么。等到某一天他垂垂老矣时，如果身体的记忆和大脑的记忆都不作数了，那么至少他还有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作证。李月池悄无声息地关上门，他爱的人仍在熟睡。5点半，唐国木开完会，慢悠悠走向办公室。他这2天高血压犯了，视力不太好，而这个时间走廊里的灯又还没开，所以当他看见办公室门口的模糊人影时，心头竟然升起一丝恐慌。虽说他自掏腰包补偿了那对夫妇20万，但乡下人不识抬举，竟然嫌他给少了，最后还是院长出面，又从学院拨了3万块钱给他们。前方的人影高高瘦瘦，显然是个男人，不会是他们找了什么乡下亲戚来闹事的吧？又向前走几步，唐国木看清那人，倏地松了口气。李月池穿件宽大的白衬衫、牛仔裤，低眉顺目站在他面前。老师，李月池不看他的眼睛，低声说：“我想和您说几句话。”唐国木嗤笑一声，想把手里的教材甩到他脸上，不过走廊有监控，还是算了。进来吧，唐国木漫不经心地说。他开了门，进屋，坐在他的皮质座椅上。李月池跟在他身后，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说什么？唐国木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道歉就用不着了。孩子。李月池扬起脸，咬字很清晰，我不是来道歉的。他的眼睛黑白分明，目光非常冷静。哦，那你要说什么？老师，我打算离开汉大了。果然如此。唐国木暗自庆幸，这不识好歹的小崽子滚蛋了。傅丽玲也就满意了。今天中午他告诉傅丽玲那女孩自杀的事，傅丽玲像是受了很大刺激似的，女人就是胆子小。那你和唐衡打算怎么办？分手。太好了，傅丽玲一定会满意。行了，我知道了。唐国木不禁露出一个微笑。退学需要导师签同意书，是吧？你带了没？没有。李月池上前2步，我不需要那个。不需要？学校的政策什么时候变了？不对，他说的是我不需要。唐国木有些迷惑的看向李月池，忽然发现李月池的神情不但冷静，甚至可说是冰冷。他站在他面前，背光的缘故，双目漆黑，
幽深，像一口不见底的井水。之前那种丝丝缕缕的恐惧感又回来了。唐国木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李月池不过是个穷学生，他敢干什么？反正你自己办手续吧，要签字就来找我。唐国木想要尽快结束对话。好了，还有别的事吗？李月池讽刺的笑了一下，下一秒他猛地掐住唐国木的脖子，他的手劲太大，以至于唐国木竟然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徒劳的震动四肢。由于缺氧，唐国木瞪大双眼，目眦欲裂。他看见李月池从宽大的白衬衫下掏出一把匕首，很锋利的匕首，刀尖反射着他办公室的白色灯光。这是田小庆的，你明白？他甚至没反应过来，李月池已经把匕首捅进来。然后他抽出匕首，用更清晰、更冰冷的声音说：“这是唐恒的。”嗤的一声，匕首再次捅进他的腹部。李月池松开钳制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说：“如果你敢伤害他，无论过多久，无论我在哪，我都会杀掉你。这次只是警告，记住了吗？”匕首还插在他身体里，他说不出话，已经小便失禁了。李月池起身，飞速离开办公室。5点52分，从他走下出租屋的楼梯到此刻，其实才过去了27分钟。此刻唐恒还在酣睡吧？李月池走出社会学院，跨上自行车，一边骑车一边拨了安云的号码。我把唐国木捅了。他说。什么？捅在肚子上，死不了。自行车经过他和唐恒常去的食堂。拜托你3件事：第一，蒋亚让我帮他做毕业论文的数据分析，我做好了，文件夹在我宿舍桌子上。第二，再过1个小时，你去我们的出租屋找唐恒，我给他手机上发了短信，你把短信拿给他看。第三是什么都别告诉唐恒，就让他恨我吧。李月池说完，不待安云回答，直接挂掉电话，手机关机。自行车轻快地穿梭在校园里，这个时间正值学生下课，热闹极了。李月池经过食堂，经过图书馆，经过某天深夜他和唐恒相拥过的小径，还未到派出所，他竟然已经开始眷恋。这所美丽的学校似乎没有偏爱过他，为了在这里念书，他一刻不停的打工。他以为他能顺利毕业，结果田小庆死了，他捅了唐国木。可是他对这里还是恨不起来，因为这所学校，他遇见了唐恒。如果他没有来这里念书，那天晚上也不会被安云叫去长爱，也不会帮唐恒护住吉他。他和唐恒只是停留在一面之缘，隔着人群。他听完唐恒的一首歌，他不会被表白，不会被亲吻，不会被爱。他不恨这里，就像他不后悔所做的一切，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他已经得到过了。自行车驶出汉阳大学南门，一轮火红的磅礴的夕阳坠在洛玉路尽头，街上人来人往，豆皮和热干面的香气从店铺里飘出来。玛雅人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李月池想，如果世界末日就是这副模样，似乎也不错。李月池停车买了一杯米酒，唐恒喜欢喝米酒，他也喜欢。他捏着纸杯回望身后，路灯亮了，他看不见东湖村的出租屋。他想，到底没能当面告别。吞下最后一口米酒，李月池举起空掉的纸杯，向东湖村的方向晃了晃，然后他跨上自行车，再也没有回过头。唐恒离开半溪村的前一天晚上，李月池家格外热闹。先是徐主任再度来到他家，好说歹说劝了唐恒一场，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哎，学生们还等你上课呢，你这是教学事故啊。唐恒还是那副病恹恹的样子，身上披着李月池的外套，找人帮我代课。现在乱成一锅粥，哪是那么好找的？王山就可以，还说呢。徐主任火气蹭蹭往上冒。
老头子一把年纪被你套话，气都气死了，你还想他待客？唐恒无所谓道：你们看着安排吧，实在不行先把我停职。这门课取消了。徐主任沉默片刻，长长叹了口气。他临走时又不死心的打听道：小唐啊，你回武汉准备干什么呀？您说呢？我是过来人，最后奉劝你一句，三思而后行。唐恒冲他露出一个森然的笑，放心，冤有头，债有主。徐主任缩缩脖子，夹起皮包撤了。没一会儿，村长又带着一众村干部来到李月池家，他们倒不像徐主任那样忧心忡忡，反而个个欢天喜地。唐恒心里明白，他们巴不得他赶紧走。唐老师，这几天真是辛苦您了。村长握着唐恒的手，情真意切道：我们这穷地方真不是您该待的。唉，这几天我们招待不周，以后可能也没机会见到您了。这样，我们准备了一点特产，您一定要收下。唐恒说：谢谢了。不用，唐老师您千万别客气啊，您就这么走了，我们心里太过意不去。您收下，谁说我们以后没机会见面了？唐恒淡淡道：我会回来的。村长神色一凛：啊，你们这空气不错，我打算来这边上班。哈哈，村长笑了，您真会开玩笑。唐恒掀起眼皮看看他，也笑了。最后村长还是把那几包土特产留在了李月池家。他们离开之后，四周又恢复了乡村夜晚所特有的寂静。李月池的母亲和弟弟都睡了，唐恒疲惫的搓了搓脸，扭头看见李月池站在门口，肩膀抵着门框。你看看那些特产。唐恒小声说：有没有很贵的东西？李月池点头，拿来一把剪刀，利索的拆开那些包裹。他翻了翻，说：就是菌子和茶叶，不贵。那就好，这些东西我带不走，你放家里吃吧。你不吃吗？李月池挑了下眉毛，像是想说什么，却没说，转身离开了。唐恒盯着他的背影，见他转个弯，出了门。屋外传来摩托车启动的声音，唐恒收回目光，起身，缓缓挪向书桌。他的衣服已经彻底干了，李月池的母亲将它们叠整齐，放在书桌的一角。明天清晨就要出发，唐恒默默计划着明天的行程。他来李月池家，除了手机钱包什么都没带，连身换洗衣服都没有。明天村干部会把他送到县城的温泉酒店，他要先取走他的行李，再去同仁市区，然后坐高铁回武汉。6年了，回武汉3个字已经变得非常陌生。他想起6年前他在北京做歌手的那一小段时光，那时候他总是频繁的以回武汉为理由向经纪人请假，后来经纪人都无奈了，开玩笑说我们应该把公司搬到武汉。唐恒还在走神，门外传来脚步声。李月池进屋，把手里拎着的绿色塑料袋丢在唐恒怀里。是什么？鞋。唐恒愣愣的打开袋子，里面的确有双鞋，是村里最常见的一脚蹬布鞋，黑色棉布面，很厚很软的底子。你脚上有伤，穿这个。李月池说。哪来的？找人做的。东西收拾了吗？李月池走上前来，扫了一眼书桌上的衣服，似乎答案已经了然于心。你坐着吧，我来。我没什么东西，那2件衣服明天穿着走。唐恒顿了顿，低声道：学长，做不做？李月池扭头看向唐恒，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略略垂着眼睛。唐恒忽然感觉到他不高兴。唐恒心想，难道李月池嫌他的态度太轻佻了？可是以他俩的关系，也没必要装矜持吧。坦白说，唐恒的确很想和他做爱，似乎身体的记忆比大脑可靠很多，他已经记不清很多以前的事。然而当他和李月池肌肤相亲的时候，那种熟悉而安全的感觉
令他觉得自己麻木已久，身体正在慢慢变得敏锐、柔软。而且他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他不知道下次见到李月池是什么时候。既然李月池不愿告诉他，那么他自己去调查。然而他并不知道此去武汉将发生什么。他甚至想过，当他知道了全部真相，他还敢回来见李月池吗？还有资格见他吗？还配见他吗？又在想什么？李月池忽然叹了口气，很无奈似的，捏着唐恒的下巴，迫使他看向他。唐恒小心翼翼地问：“你生气了？”“抱歉。”唐恒说，“你不想做就算了。”“我不是气这个。”“啊？”“我说收拾行李，你说你自己没什么东西。”李月池沉声道。“你是打算一个人回武汉吗？”唐恒愣怔几秒，眨眨眼：“你陪我？不然呢？我敢让你一个人回去？”唐恒心想，你还让我一个人过了6年呢。如果不是这次偶遇，可能还会一个人过一辈子。定了定神，唐恒问：“那你的店怎么办？还有你妈、你弟，店有汪迪看着，我妈能照顾我弟。其实我自己回去没问题。”“不行。”李月池转过身，硬邦邦地说：“我不放心。”然后他开始收拾行李，他把衣裤叠得方方正正，动作非常熟练。唐恒看了一会儿，忍不住问：“你跟谁学的？”他记得以前他和李月池的衣服都是胡乱塞在整理箱里，又想起李月池好像提过汪迪是开服饰店的。李月池说在里面学的。唐恒愕然，沉默片刻问：“在里面还学这些？”李月池摇摇头，没有回答。窗外是无边的黑暗，一灯如豆，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唐恒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刚重逢的时候，李月池句句带刺，像是故意为了刺激他似的，屡次提起监狱里的生活。而现在到了此刻，李月池反而不愿多说了。李月池背对着唐恒，他的后背太削瘦，抬手时肩胛骨起起伏伏。唐恒忍不住伸出手，掌心贴在他左边的肩胛骨上。李月池动作顿了1秒，什么都没说，继续收拾行李。他的骨头在唐恒手心起伏，像一只小动物。唐恒轻声说：“我不知道回去会发生什么。”李月池嗯了一声：“我也不知道。当我知道所有的事，我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为什么？我配吗？”李月池转过身来，神色晦暗不明。唐恒心惊胆战的想起一件事，那就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李月池什么都知道。是不是在李月池心里，他们已经被宣判永远不能在一起了？别乱想。李月池忽然揉了一下他的头发，然后迅速收回手。“今天早点睡。”“哦。”唐恒眼巴巴看着他。“好吧。”翌日清晨，唐恒和李月池离开半溪村。村长原本想开车送他们，被李月池拒绝了。他找来2个同去县城的骑摩托车的村民，请他们顺路把他俩载到了石江县。唐恒在村里折腾这么一通，村民们自然都好奇发生了什么。也许是觉得唐恒并没有官架子，2个村民和他打过招呼，还没出发就办事试探的问：“领导，你们工作结束了没有啊？”“结束了。”唐恒说。“那您和小李这是去哪？”“去武汉。”“哦，对，小李是在武汉念过书吗？”那村民顿了顿，表情更加好奇。“听说您和小李的关系好得很啊。”“我和领导是大学同学。”李月池走过来，淡淡的说：“咱们能出发了吗？”“林叔。”摩托车开得快，一路上山风在耳畔猎猎作响，倒也没人说话了。李月池坐的那辆摩托车速度更快，故而唐恒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从半溪村到石江县，近2个小时的车程里，他没有回过头。唐恒明白，当着外人的面，他和李月池仍然只是大学同学这样一种不咸不淡的关系。昨晚他想做，李月池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也许也是不想令2人之间的氛围太过暧昧。
毕竟他们现在确实只是大学同学。8点过，摩托抵达石江县，谢过2位村民，唐恒去温泉酒店取行李。经过那天晚上的事，全酒店的服务人员都认识唐恒了。前台小姑娘战战兢兢地说：“东西都给您收拾好了，您要不要打开检查一下？”唐恒说：“不用了。”停顿片刻，又说：“你们那个经理还在这儿吗？”他放假了，您找他有事吗？唐恒摇头道：“没事，其他人已经回澳门了。”没了学生叽叽喳喳的声音，偌大的酒店显得很寂寥。他们抵达这里的时候，谁都没想到短短几天会发生这么多变故，包括唐恒自己。唐恒走出酒店，看见李月池背着一个帆布包，身形笔直的站在门口。目光对上，李月池上前几步，拉过唐恒的箱子：“咱们得坐车去市区。”哦，唐恒说：“那走吧。”等等，李月池从灰色夹克的兜里摸出一张晕车贴：“你先贴上，谢谢。”我都忘了。李月池看着唐恒把晕车贴在耳后，低声说：“没事。”他转身走向路边的出租车。唐恒愣了一下，问：“我们不坐客车吗？”出发前他已经问过村干部，从石江到铜仁市，每天都有好几趟客车。李月池没应声，俯身和出租车司机商量着什么。很快，出租车的后备箱开了，他把唐恒的拉杆箱放进去，走过来说：“小地方客车脏，这个干净些。”唐恒坐进车里，问司机：“到铜仁南站多少钱？”“打着表呢。”司机听他口音是外地人，连忙说：“我可没有乱要价呀，打表是好多钱就是好多钱。”“大概多少？”“600吧。”“那我先给你。”“不用。”李月池拦下他：“到了再说。”唐恒小声说：“让我付吧。”李月池动作一顿，好像愣住了。而唐恒说完这话也愣住了，因为这个场景实在过于熟悉，又过于陌生，6年前便常常是这样。唐恒知道李月池囊中羞涩，所以在外面吃饭也好看，演出也好，都尽量不让他花钱。而李月池又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所以唐恒还得想方设法找些请客的借口。譬如今天期中考完了，今天买了新吉他，今天心情特别好，他甚至为了请李月池看演出，付掉那天晚上所有白衬衫男生的入场费。蒋亚曾经嘲笑唐恒说：“没见过你这种变招法倒贴钱的，追姑娘都没这么难。”累不累啊？那时唐恒理直气壮的回答：“我有钱我乐意。”李月池对司机说：“开吧。”司机有些奇怪的瞥他俩一眼，启动了车子。唐恒心中百味杂陈，此刻他才反应过来，现在他们的关系不是允许他理直气壮为他付钱的关系。司机打开车，在电台正值一档音乐节目，王菲的歌声飘荡在车厢里。李月池忽然轻声说：“这点钱还是有的。”唐恒点点头。2个多小时后，出租车到达高铁站，李月池伸手付了钱。“你饿不饿？”李月池仍旧拉着唐恒的箱子，还有1个多小时才到点。“还行，过境了。早上起得太早，又没吃早饭。”“你不晕高铁吧？”“不晕，那就去吃羊肉粉。”李月池走了几步，背对着唐恒说：“怕你晕车，所以早上没煮饭。”“哦，不是故意饿你。”“知道了。”唐恒快走2步赶上他：“我还没吃过羊肉粉。”李月池似乎笑了一下：“很好吃。”直到过安检进站，唐恒才蓦地反应过来一件事，他和李月池的座位是分开的。他买票的时候并不知道李月池会跟他回武汉，所以只买了自己的票，一等座。而李月池的票是昨晚他自己买的。唐恒莫名有点心虚：“你在几车厢？？”“6车。”李月池问。“你呢？”“1车。”“李月池仍旧拉着唐恒的箱子，转身向1车厢的方向走。唐恒连忙说：“我自己能拉过去，你去你那边吧。”
李月池扭头看他一眼，过来，唐恒只好跟上去，两人走进一车厢。李月池放好箱子，找到唐恒的座位，恰巧在车厢最后一排。李月池说：“你坐着。”唐恒问：“你呢？”我在那儿。李月池朝车厢连接处的大型行李存放架扬扬下巴，不坐了。唐恒愣了一下：“不用这样，你脚上还有伤。”李月池打断他：“好好待着。”他说完也不等唐恒回答，径直走到行李架旁边，侧过脸去望着窗外。唐恒心想，脚上的伤其实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虽然伤口多，但村里的医生处理的不错，敷了药，结了痂，加上李月池给他弄来一双又厚又软的鞋子，所以现在完全不疼。高铁缓缓启动，乘务员开始检查证件和车票。走到唐恒这里时，他唤了2声先生，唐恒才回过神来。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和车票。这里，唐恒递给他，仍然看着李月池。也许是注意到唐恒的目光，乘务员有些迟疑地说：“那位，他在6车厢。”为了照看我，站这边。哦。乘务员疑惑地打量唐恒，满脸写着你好端端的大男人，有什么可照看的？他是我朋友。唐恒沉默1秒，硬着头皮解释：“我脚上有点伤。”那您多小心，有需要可以叫我们。其实唐恒下意识想说他是我学长，话到嘴边又吞回去，因为他忽然反应过来，他和李月池早已过了学生的年纪，这样说反而更容易令乘务员怀疑吧。高铁一路向北，出了铜仁，很快进入湖南境内。下一站便是怀化，沿途皆是山区，云雾缭绕，飘着细雨。有时列车驶入山洞，李月池的身影一下子消失于黑暗，几秒后光明复至，他的身影又出现在唐恒视野里。他始终站在距离唐恒几步之遥的窗前，淡漠地望向窗外。群山被云雾和细雨遮掩着，只剩下朦胧的影子。唐恒想起田小庆，他是湖南哪里人？竟然记不清了。心绪如远处的山影，沉沉的。高铁驶过怀化，驶过邵阳，下一站湘潭。窗外仍在飘雨，车厢里安静极了，乘客大都在睡觉。手机铃声骤然响起，唐恒有些不耐烦地想，徐主任又催他回澳门。屏幕上2个字，大伯像2颗钉子钉进瞳孔。唐恒手一颤，险些把手机甩开。对，他在贵州闹出这么大的事，徐主任肯定和唐国木通了气。此刻手机铃声似乎变成炸弹的倒计时。唐恒想挂断，又觉得自己应该接起这个电话。回到武汉也总要见唐国木，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心脏跳得飞快，唐恒紧紧攥住手机，指尖已经发白。他想他应该冷静下来，构思出应对唐国木的话，可大脑像炸了的浆糊一样，全然混乱。田小庆是唐国木害死的，这个念头令他呼吸都在颤抖。有人按住他的肩膀，轻声说：“给我。”唐恒抬头，看见灰色夹克，然后是李月池的脸。唐恒松了手，李月池拿起他手机，挂掉电话。喝不喝水？李月池小声说：“我去给你倒点热水。”好。你就在这等我，什么都别想。李月池把他的手机揣进兜，转身走了。坐在旁边的阿姨睡眼惺忪，问：“小伙子，你到哪站啊？”唐恒有些不自然地说：“武汉。”哦，我也是武汉。阿姨一副很想聊天的样子。你在武汉上班？不是。那你去武汉干什么？回武汉办事。唐恒意识到，原来对外人说出回武汉3个字已经非常生涩。他有6年没回过武汉。一路上都在下雨。我老公说武汉现在也下雨。是吗？李月池回来，把水杯递给唐恒，慢点喝，杯子是他的，一个唐恒没见过的银色保温杯。阿姨又没话找话的问：“你俩一起啊？”
李月池说：“对。”他盯着唐恒喝了水，接过水杯，也喝了2口。或许李月池的态度过于冷淡，阿姨讪讪的捧起 iPad， 不说话了。好点了吗？李月池低声问。我没事，手机你拿着吧。李月池站在唐恒身侧，没动。唐恒正想说你要不要坐会儿换我站着，见他忽然把手伸进兜，掏出一包果汁软糖，刚才买的。他说：“吃一点，学弟。”随着清香的橙汁味在唇齿间蔓延开来，唐恒的心跳总算渐渐恢复正常。李月池轻声说：“好点了吗？”唐恒点点头，仔细的把软糖包装袋折了几折，放进口袋里。他又说：“难受要告诉我。”唐恒低低的回答：“好。”李月池没再说别的，转身回到那扇窗前。只不过这次他没再侧脸望向窗外，而是抱起手臂看着唐恒。唐恒却不敢看他了。高铁越来越接近武汉，那种焦虑感也越来越强烈，仿佛是身体的应激反应。正因为前方等待他的是某种深不见底的黑暗，所以就算他理智上愿意回武汉，身体却出现下意识的抵触。那些记忆喷涌而出，就像警告他似的，不许回来。在同济医院住院部的走廊里，傅丽玲指着病床上的唐国木，痛哭道：“唐恒，你看看，你看看，他都把你大伯捅成什么样了，你还惦记他？你有没有良心？”在辅导员的办公室里，唐国木门下的2个女生说：“田小庆和李月池的关系确实很好呀，他们都是师大过来的，好像家庭条件也都不太好。而且李月池吧，他对我们都挺冷淡，唯独对田小庆很温柔。”在寂静的病房里，唐国木浑浊的望着唐恒。由于腹部缝了21针，所以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会牵动伤口。他说不出话，只能歪歪扭扭的写字。怪我不知道他那么爱他，我应该早点拒绝他。那我呢？唐恒想问，那我呢？我是什么？明明他拿得出证据，他们的出租屋，李月池在他书上留下的字迹，他买给李月池的帆布鞋，他们的电话记录。那我呢？我是什么？关于武汉的最后一段记忆是他飞去贵阳的前一天晚上，安云去他家找他。他瘦了很多，头发剪得非常短，更像一个男生了。安云说：“你去贵州干什么？”唐恒说：“我想去他家看看。”安云沉默片刻：“你知道他家在哪吗？”石江县。看了又怎么样？他家人根本不认识你。别说了，唐恒。安云背过身去，忽然哽咽着说：“你放弃吧。”放弃什么？放弃抵抗他们得出的李月池爱田小庆，所以捅了唐国木的结论。那时候好像全世界都在告诉他，李月池是爱田小庆的，甚至李月池亲口告诉蒋亚：“我喜欢过唐恒，但是只爱田小庆。”这种感觉不是心碎，而是李月池的刀似乎捅在他心上，他的心被捅烂了。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成都铁路局和谐号高速动车组列车。列车前方到站是武汉站。列车，唐恒骤然从回忆中惊醒，直直对上李月池的目光。李月池蹲在他面前，轻声问：“做噩梦了？”唐恒动了动嘴唇，说不出话。他感觉到背部的衬衫被汗水打湿。李月池朝窗外瞥一眼，说：“武汉到了。”坐在旁边的阿姨关掉 iPad 上的视频，开始收拾背包。很多乘客起身来到过道，从行李架取下行李。原本安静的车厢忽然变得有些嘈杂。李月池把唐恒的箱子拉过来，朝他伸手：“能走吗？”唐恒深深换了口气，没碰他的手，起身，语气轻松地说：“我没事。”列车的速度越来越慢。窗外风景已经从山野变为城市，天色阴郁，楼房都笼罩在一层暗淡的光线中。直到列车彻底停下，车门开，唐恒跟在李月池身后。
浑浑噩噩的走出车厢。迎面来的是寒冷，毕竟才4月，武汉又比贵州更靠北，一阵风刮来，唐恒感觉身上的汗瞬间就变得冰凉，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心脏好像也跟着颤了颤，呼吸又急促起来。武汉站3个绿色大字就在眼前，武汉，他6年没有回过武汉，却时时梦见，以至于此刻他竟然充满不真实感，仿佛他并不是真的回到武汉，而只是再次落入一个逼真的噩梦中。手忽然被攥住，李月池说：“你是不是冷？”唐恒恍惚道：“有一点。”李月池干脆的脱掉夹克披在唐恒身上，2条袖子在唐恒胸口系起来，然后他又攥住唐恒的手，问：“你介意吗？”他的手很温暖，唐恒稍微回过神来，介意什么？李月池没说话，用力捏了下唐恒的手心。唐恒低头看着他们紧握的手，低声说：“不介意。”李月池说：“那走吧。”然后他就这样一手拉着箱子，一手牵着唐恒，抬腿向前走去。高铁站里人来人往，时不时就有人侧目打量他们，目光或是好奇，或是惊愕。唐恒不管他们，李月池也像看不见似的。直到走进地铁4号线，李月池还是牵着他的手。唐恒打量地铁门上方的行车线路图，愣愣地说：“武汉变化好大。”这还是我第一次来武汉站。李月池笑了一下，以前都是在武昌火车站，火车站外面没有摩的了，也没有黑车司机堵人了。旁边的女孩看看他俩，像在看2个外星人。唐恒低头，短促的唤他：“李月池，我可能会有点不正常。”“你别怕，是你别怕。”李月池说。我在。唐恒提前订好了酒店，位于汉街。汉街也与当年不同了，道路拓宽过，更加平整，似乎路灯都明亮了许多。天色已经黑下来，一座连一座的高楼闪闪发亮。不远处 LED 巨幕上变换着模特的照片，这与2011年的汉街仿佛是2个世界，没有昏暗的转角，容不下一个因高利贷被围殴的男孩。唐恒恍然道：“你记不记得？”“我记得，当时我被他们追着打，碰到你和蒋亚，是我看见你的。”“然后你就冲过来，我当时想，完蛋了。”“为什么？”“你不像会打架的样子。”李月池笑了笑，目光柔软。“当时是不是没有好好和你道谢？”“是吧，竟想着拒绝我了。我那时候太缺钱了，赵老师又病得厉害。”李月池停顿片刻，“现在补上来吧。”“在这等着。”他说完便大步走向前方的绿色招牌的一点点奶茶店。此时华灯初上，正是客流量大的时候，好在街对面就是喜茶，大家都在喜茶排队，一点点门庭冷落。李月池拎着2杯奶茶回来，他夹克里面穿的是一件旧毛衣，大概是他母亲亲手织的，领口有些不规则，肩膀的位置又有些大，这使他看起来像个拮据的学生。他对唐恒说：“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珍珠，这杯加了。”“这杯没加。”唐恒拿了加珍珠的，缓缓吞下温热的奶茶，4肢百骸都跟着热起来。李月池几口就把奶茶喝完了，丢进垃圾桶，然后又牵起唐恒的手。到酒店办入住，唐恒预定的是大床房。前台的目光意味深长：“先生，再和您确认一下，您订的是大床房。”“我知道。”李月池站在旁边，唐恒有点心虚的解释：“我订的时候不知道还有一个人。”“那您需要再开一间吗？”“我们有空房的，而且您是 VIP， 享受7.7折。”“不用。”李月池淡淡的说，“我们就这样住。”“好的，先生，房间在12层，可以俯瞰楚河汉街的夜景。”唐恒看见远处高楼的楼顶立了2个鲜红字牌，武汉。唐恒盯着那2个字，有一刹那还是会觉得如在梦中。
李月池站在他身后，晚上想吃什么？我去买，想吃热干面，还有呢？配米酒。李月池不说话了。唐恒转身，疑惑的问：怎么了？李月池垂着眼：你确定喝米酒？6年没喝了。唐恒说，在外面没买过。当时我只能那样，对不起。我以为你再也不想喝了。你在说什么？李月池神色一僵，然后他慢慢扬起脸，表情变得非常难看。你还记得吗？李月池双手扣住唐恒的肩膀。我去捅唐国木那天，我给你喝了米酒，里面有药，所以你睡着了。唐恒多缩了一下，说：别开玩笑了。李月池眉头紧皱，不是玩笑，我睡着了。我怎么可能睡着？唐恒忽然不受控制的拔高音量，我看着你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完全动不了。我叫你别走，你根本不理我，我只能看着你。话没说完，自己也愣住。对啊，如果他的记忆没出错，的的确确他是看着李月池走的，那他为什么动不了呢？他为什么没能拦住他呢？他不记得自己被绑住了手脚。唐恒愣怔，蓦地颓然坐倒在床。我可能记错了。唐恒低着头，惶恐地说，我可能确实记错了，我一直觉得我是看着你走的，我差一点就能拦住你，然后我们就不用分开了。李月池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非常冷静。BPD 的症状就是这样。唐恒扯出一个僵硬的笑，是不是很像老年痴呆？李月池不想。几秒后，他忽然极其用力的抱住唐恒，力气大到像是想把唐恒嵌入他的身体。唐恒听见他说对不起，后来李月池还是买了热干面和米酒，这些倒是没有变，仍旧盛在一次性纸碗和纸杯里。唐恒揭开塑料杯盖，嗅到一股浓郁的桂花香。李月池抿着唇，神情像是有些紧张。唐恒在他的注视下端起米酒，缓缓吞下一口。李月池问：怎么样？唐恒轻声说：好喝。李月池松了口气。那就喝吧。两人就在房间里吃完晚餐，唐恒先去洗澡，然后李月池去。哗啦啦的水声从浴室里传出来，这时候唐恒反而没有什么冲动，他只觉得非常疲惫，又有点恍惚。李月池走出浴室，穿着新换的白色短袖 T 恤，及膝的宽大短裤，衬得他四肢更加修长。他的头发还在滴水，身上带着浴室里的热气。要吹吗？唐恒说，吹风机在衣柜呢。没事，一会就干了。他在唐恒身旁坐下，床垫朝他的位置凹陷下去。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四下寂静，唯有空调的低音。困了。李月池看着唐恒，有点累。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唐恒闭了眼睛，缓声道：上次喝米酒也是和你在一起，这次会不会我醒来的时候你又不见了？李月池低声说：不会。唐恒顿了顿，开玩笑似的说：不然我真的米酒 PTSD 了。唐恒李月池伸手关掉床头的台灯，俯身在唐恒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我在这，他说。唐恒本以为这天晚上会失眠，毕竟他知道自己的状态已经很不稳定，而且他又身在武汉，和李月池在一起。武汉、李月池，这两者总能轻而易举就引爆他的情绪。可是当李月池关掉所有大灯，仅留下门口的一盏暖黄色壁灯时，唐恒竟然感到眼皮沉沉，真的有些困了。李月池从另一侧掀开被子，轻手轻脚的躺下。房间里开着空调暖风，所以并不冷。过了一会儿，唐恒悄悄睁开眼，看见李月池背对着自己，一小半削瘦的后背露在外面。6年前就觉得他像一匹野马，脊骨如刀，现在仍然是。他的呼吸很悠长，已经睡着了。唐恒想着，野马
随后也沉沉睡去。又过片刻，李月池睁开眼，他轻轻翻过身来，借着对面壁灯的微弱的光，凝视唐恒的脸。就这样凝视了很久很久，最后李月池只起身为唐恒把被角掖紧了。翌日清晨，唐恒醒来的时候，李月池已经穿戴整齐，站在窗边。唐恒用力眨眨眼睛，为这画面感到一丝茫然。李月池，唐恒坐起来，环视四周。咱们在武汉？对，李月池走过来，刚8点，再睡会吗？不睡了。唐恒掀开被子下床，去洗了把凉水脸，才算回过神来。是的，他竟然真的和李月池一起回武汉了。李月池拉开厚重的窗帘，阳光瞬间洒进房间。唐恒眯了眯眼睛，说：“我去买早饭吧。今天不想出门。”出啊！李月池有些奇怪的说：“那就一起去吃。”不行吧？唐恒说：“那你等我换身衣服。”其实唐恒是想独自出门抽根烟的。在澳门的时候，他习惯清晨去学校游泳馆游泳，这是医生给他的建议，运动会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有利于他保持接下来一整天的好心情。唐恒不知道多巴胺是否真的有效，但大汗淋漓从噩梦中醒来之后，在空无一人的碧蓝色水域中独自待一会儿，的确能令他放松许多。从游泳馆去办公室的路上，在大脑放空的抽一支烟，这简直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间，准确来说，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快乐。你吃什么？李月池把早餐店的菜单递给唐恒。汤包、豆浆。唐恒扬起脸，下意识想说我去结账，话到嘴边，忽然发觉不对。他从兜里摸出钱包，打开，里面只剩1张20元人民币和4张500元澳门币，以及一把零散的钢镚。唐恒，他从澳门出发时确实没带太多人民币现金，一来行程仓促，他没来得及去银行兑换人民币，二来他想反正内地可以刷支付宝微信。结果昨晚入住酒店时又交了500块押金，手机又放在李月池那。李月池笑了一下，从唐恒手里拿回菜单，起身说：“我来。”唐恒开始认真的思考20块钱够不够买烟，以及去哪抽才能不被李月池发现。李月池端着唐恒的汤包回来，一屉汤包只有4枚。李月池说：“这些不够吧？”唐恒点头，好久没吃，忘了这么小，武汉的汤包不比北方的包子，个头都很小，皮又薄。你看还想吃什么？唐恒忽然有点不好意思，我看看独居好几年，这种被人照顾的感觉令他有些不适应。烧麦吃不吃？好啊！李月池再度起身向前迈了一步，又低声说：“汤包慢点吃，烫。”哦，下一秒就听见邻桌的老婆婆对他背着菊纹裤的小孙女说：“宝宝慢点吃哦，小心烫嘴巴。”早餐吃完，两人前往地铁站。4号线到复兴路转5号线，9点半，他们看见小路尽头的蓝天幼儿园，龙娟已经在门口等他们了。按规定你们不能进园，不好意思，他的声音有些滞涩。那边有个咖啡厅，去那说吧。3人走进咖啡厅，落座。其实我和小庆也不是特别熟。龙娟看看他们俩，目光落回面前的黑咖啡。我俩本科的时候还不认识，到了汉大，恰好住隔壁，就慢慢熟了。但我没有经常和他在一起，因为我一直跟着老师在幼儿园实习。没关系，唐恒温声说，你只说你知道的就好，或者随便聊点他的事。我都快忘了。龙娟苦笑，过太久了，唐恒便不说话，安静的等待着他。大概过了10分钟，龙娟忽然问，小庆真的被强暴过？唐恒默然的点头。但是我说的话算证据吗？我不是不想帮你们，但我现在是体制内，不能乱讲话的。你只说你知道的，行吗？
我知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都无关紧要。唐恒忍不住皱了下眉，他当时和你提过唐国木吗？任何关于唐国木的事都可以。我没印象了。龙娟忽然站起来，我得回去上班了。不好意思，就这样吧。唐恒和李月池走出咖啡厅，谁都没有说话。路过一家便利店，唐恒说我想抽烟，李月池说怎么了？没怎么，就是想抽，给我买一包行吗？唐恒有些烦躁地说，或者把手机给我，我去买。李月池盯了唐恒几秒，然后说在这等着，见他走进便利店。唐恒用力咬了一下嘴唇，第一感觉是痛，紧接着舌尖尝到淡淡的血腥味。这是唐恒惯用的方法，痛感有助于保持冷静。现在痛感用来对抗浓重的无力感。已经过了6年，田小庆的同学大都已经失联，龙娟是为数不多能联系上的人。他以为龙娟既然愿意和他们见面，就证明他是愿意帮他们的。然而他说什么？他说他是体制内。回武汉前，唐恒已经咨询过律师，若想证明唐国木的罪行，他们需要重新收集证据，并且由于李月池捅过唐国木，所以他的证词的效力非常低。想到这些，唐恒忍不住又咬了一下嘴唇，比之前更用力。李月池大步走出来，将他的手机递给唐恒。龙娟。唐恒愣住，连忙在陌生的界面上点击接听键。你好，是我。唐恒说，还有事吗？你录音吧。龙娟干脆道，我决定了。你录音吧。唐恒点了录音，茫然的问，为什么？因为你提起小庆，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我一直痛经很严重。有次小庆约我去食堂吃饭，我疼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他知道了，就跑到校医院给我买暖宫贴。说正事吧。龙娟低叹一声，小庆向我提过一些唐国木的事情。最开始是做助教，他说按规定研艺学生不能做助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做了。他去找唐国木，唐国木说是他帮他争取的，因为小庆家庭条件很困难。后来他又说他进了项目组，以后每个月有固定工资。我当时还觉得唐国木对学生真好，再后来他被一个学长骚扰，我不记得那人叫什么，但那段时间他特别焦虑。突然有一天，他很高兴的和我说，事情解决了，唐国木把那个学长踢出项目组了。鲍磊。李月池凑近手机，是这个人吗？对，是他，绝对是他。我记得他有个很少见的姓。龙娟顿了一下，压低声音，可是你们说唐国木强暴了他，我只是猜测，想控制一个女孩，尤其是一个缺钱的女孩，最直接的办法不就是给她钱吗？做助教、做项目都是唐国木给田小庆送钱，还有那个鲍磊。唐国木帮小庆解决了鲍磊，小庆就更信任他了。唐恒正欲开口，龙娟又说，还有，我记得当时小庆提过一件事，他说鲍磊和唐国木的关系很好，因为唐国木带鲍磊发过好几篇论文，但是唐国木很干脆的把鲍磊踢出项目组了，所以他觉得唐国木很正派。唐恒挂掉电话。4月的武汉仍旧很冷，而他的后背也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他直挺挺的站在路边，好一会儿才哑声说，是这样的吗？当时不知道，后来才反应过来。李月池垂着眼，他这样做不仅能控制田小庆，而且还让其他学生觉得田小庆受他偏爱。后来他们都觉得他和田小庆有暧昧关系，是田小庆自愿的。那田小庆他知道吗？他当然不知道。他不仅不知道他的企图，甚至他一定非常高兴吧。受到导师赏识，又有机会赚钱，似乎前途一片光明。在他满心欢喜的时候，黑暗已经缓缓张开吞噬的血口。
唐恒的右手背在身后哆嗦了一下，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朝李月池伸出手：“我的烟呢？”李月池望着他，从兜里掏出一袋热牛奶，放在他冰凉的手心。烟卖完了，怎么可能？唐恒咬开包装袋，温热的巧克力味牛奶进入口腔，掩盖掉那股血腥味，身体也没那么冷了。喝完牛奶，就在大街上，李月池牵住唐恒的手：“能行吗？”他说：“累了的话，我们就回酒店。”唐恒点头道：“我没事。”去找鲍磊。李月池看着唐恒，非常笃定的说：“别怕，我在这。”唐恒在星巴克里打开电脑，把电话录音上传云盘，然后他点进学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库，搜索唐国木、鲍磊。结果不出所料，从2011年到现在，唐国木和鲍磊联合发表过9篇论文，最近一篇发表于去年12月。唐恒面无表情的下载了那篇论文，只见署名处写着：“鲍磊，汉阳理学院社会学系，如果当年唐国木真的坏他好事，还把他踢出项目组，使他颜面尽失，那这些年来他怎么会继续和唐国木合作？”唐恒合上电脑，深深换了一口气，对李月池说：“我们得去趟街道口。”李月池沉默片刻：“去吧，汉阳理学院位于红山大学城，坐地铁到街道口，步行20分钟可到。”他们两个昨晚到达武汉，住在汉街，今天上午又去找龙娟，一路上始终没路过大学城。按说红山大学城是唐恒最熟悉的地方，他住过好几年的房子甚至就在汉大。然而从东到西沿着洛玉路前行，他不知道两侧街景是否如旧。记忆里的光谷尚且破败，经过汉阳体育学院，经过627医院，经过乱糟糟的广布屯电脑城，便是师大北门和汉大南门，继续向西，夜晚的群光广场熠熠生辉。下一站宝通寺，他和李月池曾在宝通塔里接吻，然后决定在一起。自虎泉至中南路2号线短短5站，记忆的密度太大了，以至于他和李月池心照不宣似的，谁都不提那些地方。走出星巴克，唐恒想要牵李月池的手，然而李月池攥着手机没动，2秒后忽然说：“这是找你的吗？”他的手机又在震动，屏幕上显示一串陌生号码，归属地武汉。我不认识。唐恒陡然紧张起来，是唐国木，他换了号。李月池腾出另一只手牵住唐恒，然后按下接听键，开免提。喂，一道年轻的男声传出来，急吼吼的：“是李月池吗？你们在哪？”“我回武汉了。”两人齐齐愣住。“喂，是我。”唐恒难以置信：“蒋亚，你回武汉了？他妈的，我敢不回吗？大哥，你手机怎么回事？打你号码打不通。”“我手机暂时没用。”“我服了，你在贵州给我来句回武汉，然后人就失联了，我他妈屁滚尿流飞回来。都做好看新闻的准备了。”“看什么新闻？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宰了唐国木啊？”唐恒无言片刻：“暂时不会。行了，不废话了，你们在哪？”40分钟后，唐恒和李月池回到汉街，蒋亚订的酒店就在他们隔壁。看见他的第一眼，唐恒甚至没有认出他。6年前的蒋亚身材健壮，由于打鼓的原因，手臂肌肉非常结实，加上那一头红毛和浑身上下的奢侈品 logo， 人群中他总是最显眼的一个。而眼前这个站在酒店门口低头抽烟的男人，黑发微胖，穿一身中规中矩的纯黑色运动外套。蒋亚看见唐恒，把烟头一掐，飞奔着扑上来。唐恒暗想，这家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松手，他搂得太用力，以至于唐恒发音有些困难。“你肚子顶着我了？干嘛？
一见面就人身攻击。蒋亚摸摸自己的小肚腩，我这不是天天坐着做实验，哎，你怎么不显老啊？唐恒正欲开口，他又欠嗖嗖的补充道，外表不显老，但气质真是不一样了，整挺严肃呢。唐恒看着他的脸，有刹那恍惚。哎，蒋亚望向李月池，咱们好久不见了。他和李月池短促的拥抱了一下，李月池也说好久不见，去吃点东西吧。蒋亚搂着唐恒的肩膀，我饿死了。于是三人又来到早上的小店。时近中午，蒋亚点了几个菜，问他们喝不喝啤酒。唐恒摇头道，你们喝吧。李月池同样拒绝道，下午还有事。一个个的都变文明人了。蒋亚嘟囔，那我也不喝了。没有酒，只好喝茶，苦涩的铁观音入喉。蒋亚看看唐恒，又看看李月池，小声问，你俩现在什么情况？朋友，李月池说。哦，蒋亚像是松了口气，那咱们碰一杯吧。哥几个6年没见了。三人茶杯相碰，清脆一响。唐恒有些茫然的想，为什么李月池说他们俩只是朋友？他真是这样想的。可昨晚李月池还吻过他。服务员把菜送上来，蒋亚吃的风卷残云，一边吃一边很悲愤的说，我真想把我家楼下中餐馆的厨师叫过来。妈的，他做那些也配叫 Chinese food？ 唐恒没食腰胃口，捧着茶杯说，那你多吃点。你不吃？我不信澳门的饭菜比这好吃，上次我去香港开会，哎呦，为那些粤菜淡出个鸟。我早上吃的多，话虽如此，唐恒还是夹起些许凉拌藕蛋。不过这种东西别的地方也吃不到了。是啊，我可太想了，做梦都想。曾经再亲密不过的朋友，6年不见也会感到丝丝尴尬。尤其是唐恒察觉到蒋亚小心翼翼回避着谈起以前的事，尴尬感持续到他们走出小店。蒋亚问，你们去哪？去找一个人。你是不是困了？唐恒说，困了你就先回酒店。我还行，飞机上睡够了，我和你们一起去吧。唐恒第一反应是不用，这些事太复杂，他不想把蒋亚牵扯进来。然而还未开口，却听沉默许久的李月池说，谢了。那就一起吧。地铁上，蒋亚揽着唐恒低叹一声，我真的被你吓死了，就怕你一冲动出点什么事。唐恒说，不至于不至于。那是你，哎，反正无论这次发生什么，你都给我挺住了，行吗？放心，挺得住。蒋亚似乎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只是用力搂了搂唐恒的肩。唐恒侧脸看向李月池，他站在距他们几步之遥的地方，正直直盯着面前的栏杆，仿佛在走神。唐恒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见到蒋亚，李月池对他便不再像之前那样亲密了。他不怎么和他讲话，不再牵他的手，甚至走路时也和他保持着1-2步的距离。地铁到达街道口，熟悉的报站声令唐恒心跳加速。街道口的人比以前更多了。行至地上，蒋亚忽然哎了一声，拍拍唐恒的手臂，你看，现在还有啊。是卖花的老婆婆，此时正值春天，老婆婆挑着扁担在地铁站门口卖栀子花，一捧一捧，也卖串成手链的黄菊兰，清香扑鼻。以前他和李月池在一起的时候，春末夏初，李月池偶尔买一束栀子花，放在他们的出租屋里。那时的栀子花是3块钱一捧，不知现在是什么价格。走吧，李月池声音淡淡的。唐恒回过神来，哦，好。三人来到汉阳理学院，这是一所3本大学，校园非常小，因此他们不费力气就找到了社会学系办公室。按照之前商量好的，李月池把手机递给唐恒，低声说，我在那边操场等你们。蒋亚紧张道，那我能去吗？我又不认识那人，不会露馅吧？你跟上去，
在办公室门口等他。哦，行。唐恒、李月池顿了顿，又说唐国木可能和他通过气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唐恒，我明白。唐恒打开录音功能，然后把手机揣进兜里。蒋亚站在走廊拐角，这一次只剩唐恒一个人。他站在鲍磊的办公室门口，捏了捏眉心，强迫自己冷静。敲门，鲍磊的声音传出来，请进。唐恒推门进去，面无表情的望向办公桌前的男人。鲍师兄，还记得我吗？你啊，师弟。鲍磊豁然起身，满脸惊讶。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澳门吗？他还不知道。唐恒想，也对，事发突然，唐国木大概还来不及联系鲍磊。我来找师兄，有点事情。唐恒神情肃穆。关于唐老师怎么了？师弟，你坐下说。唐恒站着没动。你这方便说话吗？方便的。鲍磊连忙把办公室的门关紧了。有几个记者在调查当年田小庆坠楼的事，李月池这人你还记得吧？他出来了。什么？鲍磊皱眉，是李月池找的记者？对，而且是几个做自媒体的自由记者，影响力很大。那怎么办？鲍磊说完，想起什么似的，又摇摇头。不，师弟，我和你说，当年田小庆的事儿，学院是公布了调查报告的，写得清清楚楚，总不能几个记者说什么就是什么。学院的报告有几句真话，你不清楚，但是那几个记者倒也不会真把大伯怎么样，最多写篇报道，闹一阵。但你知道，当年田小庆坠楼的疑点还是很多，比如他坠楼当天遗体就火化了，没经过家人同意，比如他和大伯的关系，比如你，关我什么事？鲍伟表情大变，他跳楼的时候我都不在学校。你追过他，而且追得比较紧。李月池也知道这件事，对吧？那还不是唐老师的意思？大伯就是想让你帮个忙，他不好意思开口，叫我来。帮什么忙？你追田小庆的时候还是学生，比起导师骚扰学生，学生骚扰学生总不算什么。怎么？鲍磊僵硬的笑了一下。唐老师这是让我背锅啊？你别紧张，学院也未必真的会重新调查这件事。只不过你知道，去年新换了一任校长，师弟。唐老师这也太不讲道理了。鲍磊显然急了。他干过什么事，咱们心知肚明。我也不是第一个帮他的人。田小庆之前还有个女博士，凭什么是我？就因为我资历浅。那毕竟是好久之前的事了。我帮了他多少？他自己不愿干的事，都是我帮他干。就那天晚上他和田小庆去宾馆，是我用身份证开的房，所以才想请你好人做到底。这事我管不了。鲍磊的语气非常焦急，我真没那本事。我现在就一讲师，替他背这个锅，我就全完了。唐恒沉默片刻，说：那就算了，师兄，你不愿意，我也不能强迫你。鲍磊双手握住唐恒的右手，不是不愿意，我有心无力啊。师弟，你帮我给唐老师解释一下行吗？不，我自己来。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别，这几天他正忙，身体也不好。那我会和他说明白的。唐恒起身，我先走了，师弟。鲍磊连忙拦住他，你留个电话给我。唐恒竭力忍了忍，低声报出一串数字。鲍磊可能吓懵了。唐恒走出办公室，他甚至没有送。蒋亚从拐角处探出个脑袋，用气音问：怎么样？唐恒把录音保存，手机递给他，拿好，然后径直走进卫生间，把水龙头开到最大。他非常用力的将鲍磊握过的右手搓洗一番，抬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脸色煞白。
汗水把鬓角的头发打湿了，而他的后背也是一片冷汗。唐恒，蒋亚跟进来，搂搂他的肩膀，你没事吧？没事，唐恒哑声说。快走吧。三人会合时，蒋亚仍然忧心忡忡的凑在唐恒身边，不停的问，你真没事？我认识一个科大医学院的心理医生，带你去见见。哎，要不咱们直接去医院？唐恒绷着脸低声说，我没事。回去吧。靠，你这哪像没事？你等着呀。蒋亚快步跑向街对面的便利店，唐恒和李月池站在原地，两人之间隔着3-5步距离。李月池问，怎么样？他都说了，我是问你怎么样。我还行。李月池略一点头，没再问别的。唐恒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脆弱，尽管从鲍伟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他的确感到一阵阵呕吐的冲动。然而每当他想到6年前李月池经历过的，便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并且蒋亚知道他在英国发生的事，他也不想让蒋亚太紧张。来，喝一点。蒋亚跑出来，把山楂汁塞给唐恒。你是不是犯恶心？谢了，唐恒说。冰镇山楂汁缓缓淌进喉咙，令唐恒打了个轻微的哆嗦。糟糕的是，似乎正因为冰镇，那股恶心感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连胃部也开始隐隐作痛了。他服用过好几年抗抑郁药物，副作用之一是严重的消化不良。停药之后，这种症状演变成偶尔发作的胃炎。咱们去吃点东西吧。蒋亚掏出手机，问唐恒，你想吃什么？我查查，我不饿，你们吃。不饿也得吃啊，你中午那顿就没怎么动筷子。没事，我多少吃一点。李月池走过来，轻声说，然后好好休息，什么都别想了。他们就近去了一家湘菜馆，下午5点半，食客已经渐渐多起来，人声嘈杂。蒋亚拍着胸脯强调他请客，然后特地给唐恒点了2道清爽的时蔬，又叫一壶桂花酒，对李月池说，咱俩喝几杯。李月池说，喝吧。蒋亚自顾自抿了一口，很舒服似的。哎，多少年没喝过了。李月池淡淡的笑了一下，问，美国没有？有，不过我自己喝个什么劲呢？没谈恋爱吗？唐恒问。谈过2个，2月就散了。蒋亚耸肩，后来就天天上课做实验，没空搞这些了。哎，都是本科太混了，出去之后发现欠缺的东西太多。唐恒，这话放到6年前，你自己敢信吗？是啊。蒋亚和李月池碰杯，笑着叹了口气。那会儿老觉得自己该当个 rock star 呢。你呢？蒋亚转问李月池，这2年过得怎么样？唐恒默不作声，整个人骤然绷紧了。他也想知道这2年李月池过得怎么样。不，准确来说，他想知道更多，这6年李月池都经历了什么。在狱里，出狱后6年，2000多个日夜，哪怕糟糕2个字可以尽数概括，他也想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糟糕。就那样，李月池咽下一口桂花酒，语气平淡。出来之后，和同学合伙开了个店，卖点土特产。开店啊，那挺辛苦吧？蒋亚飞快的瞥了唐恒一眼，赚得多吗？不多，但也够用了。那挺好，慢慢经营嘛。哎，以后让唐恒给你投资，去外地搞个分店什么的，是吧，唐恒？唐恒重重点头，店里的牛肉干很好吃。李月池笑了笑，再说吧。这之后，李月池就不再提他自己的事了，蒋亚大概也不敢多问，只好不停叨叨着这几年在美国的生活。他吐槽美国人粗糙的食物，吐槽抢他钱包的黑大哥，吐槽城市里偶尔响起的令人惊恐的枪声。最后，他紧紧搂着唐恒的脖子说，还好你没去美国读书，他妈的太难毕业了呀。
他不知道当年唐恒放弃 offer 的真正原因。唐恒心如鼓雷，眼睁睁看着自己夹起一颗野山椒，然后手腕一扭，送进口中。下一秒，当他反应过来时，舌尖已经辣得发麻，双眼浮上一层热泪。而服务员又刚为茶壶添了滚滚热水。唐恒正狼狈，李月池把酒杯推过来，先喝2口，然后他起身快步走向收银台，买来一瓶矿泉水。这时，唐恒已经把李月池的酒喝完了。都喝了。李月池拧起眉头，你能喝酒吗？我能。唐恒抹一把脸上的泪，含糊道。喝的不多。蒋亚对李月池说，你放心，这酒度数不高，他还不至于喝醉，我知道他的量。对的，唐恒附和，不至于喝醉。其实这个时候，唐恒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脸热了。这几年他确实不怎么喝酒，因为医生说饮酒会损伤大脑，尤其是他的精神状态又不甚稳定。这顿饭的最后，唐恒被蒋亚架着回到酒店，大脑变得非常混沌，只记得李月池跟在他们身后。他回头看他，夜风瑟瑟，李月池独自走在风中，显得形单影只。蒋亚把他扶进电梯，抱怨道，你这也退步太快了，以前不这样啊。唐恒昏沉地说，谢谢，咱哥俩客气什么，我屁滚尿流跑回来不就是为了你。哎，小心。李月池站在旁边，始终一言不发。唐恒忽然就生出一阵委屈，非常委屈。今天上午他们还好好的，还牵了手，为什么一见到蒋亚，李月池的态度就变了？蒋亚，唐恒缓缓的侧过脑袋，盯着蒋亚。咋了？蒋亚把唐恒拖出电梯，你放开我，好，待会就放。现在放。唐恒推了他一下，没推开。这家伙的小肚腩不是白长的。儿子乖，别闹了。蒋亚嘀咕，以前也不撒酒疯啊。我没醉，你松手。有事，蒋亚只好松开手。到底咋了？唐恒踉跄了一下，好在身后就是墙，没摔。他沉声道，我不用你照顾我。你以为我想啊？当自己漂亮妹妹呢？还有，唐恒皱眉，转身看向李月池。你过来。李月池站着没动。怎么了？你来扶我。李月池，蒋亚。哟，李月池走上前来，干脆的架起唐恒。蒋亚笑嘻嘻道，那我先回去了呀。刷卡进门，李月池把唐恒放进沙发里，低声说，好好坐着。他起身欲走，唐恒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房间里没开空调，有些冷。唐恒吸了吸鼻子，问他，你去哪？不去哪？你为什么不理我了？唐恒手上用力，抓得更紧。其实你根本没打算和我在一起是吗？你就是怕我再出问题，所以才跟我回武汉。现在蒋亚回来了，你觉得他能陪着我，就不需要你了，是不是？唐恒，李月池停顿几秒，别乱想。你还说我们只是朋友，那股委屈劲儿骤然爆发出来，你会亲你的朋友？你会和朋友睡一张床？李月池，你不能这么耍赖。李月池望着唐恒，无奈的说，我没耍赖。此时唐恒根本听不进他的话，满心只有委屈，委屈到眼眶发酸。下午他走出鲍伟办公室，脑海中反反复复想着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年李月池究竟经历了什么。他迫切的想要抱一抱李月池，这感觉像是他弄丢了一件很好很好的东西，如今失而复得，只想时刻都捧在怀里。可是李月池对他那么疏离。唐恒，听话。李月池拍拍他的手，去床上躺会。唐恒忽然拉开冲锋衣的拉链，然后在那面的暗兜里摸索起来。他实在醉得不轻，以至于手指都变得笨拙，好一会儿才摸出一个瘪掉的红中华烟盒。你说的。
唐恒把烟盒塞给李月池，一支烟。做一次，我一直忍着，还有2支。李月池，我要2次，今天都做了。李月池盯着那烟盒，沉默片刻，低叹一声。就在他将自己鄙夷一番，然后起身打算把唐恒抱到床上时，他看见唐恒脑袋一歪，睡着了。睁开眼的第一感觉是头痛，第二感觉是莫非喝酒喝瞎了？怎么这么黑？唐恒恍惚几秒，直到看见空调的绿色小灯，才想起自己睡在酒店的床上。伴随着隐隐头痛，醉酒的记忆缓慢浮上来。他都干了什么？身畔空无一人。唐恒费力的支起身，打开床头灯，看见枕边放了一瓶矿泉水。李月池的手机连着充电线，电量已经充满，屏幕上显示00，12是新一天了。唐恒起身，先去卫生间洗了把凉水脸。他懒得换衣服，只在睡衣外面披了外套，便慢吞吞的走出房间。他记得走廊尽头有一个观景露台，果然刚走到门口，就看见蒋亚和李月池的背影。也许是深夜气温过低的缘故，露台上并没有别人，暗淡的灯光映着他俩背影的轮廓，一个圆润，一个瘦削，2点猩红闪烁在夜色中。李月池不许他抽烟，自己却偷偷摸摸的抽。不是说戒了吗？你也别有太大负担。蒋亚悠悠叹一口气，唐恒那几年是挺严重的，不过这次见面，感觉他好很多了。李月池默默抽着烟，没有接话。半晌，他说：“这样还算好很多。那你是没见他之前？”唐恒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他猛地想起来，有些事他没和蒋亚交代。然而酒意还未彻底散去，反应到底慢了几拍。不及他出声阻止，蒋亚继续说：“他那会儿都想不开了，吓死个人。当时我在做实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出国之后从没给我打过电话。他问我李月池怎么还没下课，我就懵了啊，还以为他开玩笑的，紧接着就听见一声尖叫。李月池颤声说：他怎么了？他用刀划了手腕，好在被他同学撞见，那声尖叫是他同学的。那次我真是吓死了。后来我咨询过医生，他那个病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好。”唐恒听见自己脑子里传出嗡的一声，完了。他想，他竭力想让自己显得正常一点，然而蒋亚几句话就把他打回原形。割腕，蒋亚说他割过腕，是这个意思没错吧？唐恒下意识想逃走，转身的瞬间，右脚忽然踢到个东西，咕咚咕咚一串响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尤为洪亮。唐恒愣了几秒，抬腿欲走，却为时已晚。李月池已经抓住了他的胳膊。哎呦，恒恒你醒了。蒋亚吓了一跳，语气显得很心虚。那什么，我有点累了，先回去睡了，明天见啊。一边说就一边小跑着溜掉了。唐恒，李月池仍旧抓着他的胳膊，力气很大。四周黑黢黢的，唐恒也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他的呼吸声似乎比平时急促一些。半晌，李月池说：“你踢到花盆了。”哦，脚疼不疼？不疼，你穿的太少，回去吧。那你呢？李月池没有回答。唐恒暗骂自己喝酒误事，现在他连反应都比平时慢了半拍，说话不过脑子，全凭冲动。是啊，李月池不想理他也正常，他喝醉时刚冲李月池撒过一通酒疯，现在又被李月池知道了割腕的事，那李月池会怎么想？大概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觉得他很可怕吧，都会避之不及吧。唐恒垂着脑袋低声说：“那我回去了。”李月池很轻的嗯了一声。唐恒想要往回走，可是李月池仍然抓着他。李月池的手抓住了他的手。唐恒茫然道：“李月池。”对方不应。
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几不可闻。李月池又唤一声，冰凉夜风吹过来，身体发出轻微的颤栗。忽然，一滴水落在他的手背上。怎么会有热的水？2秒后，唐恒急声道：“李月池，你别听蒋亚胡说，没那么夸张，真的。我没想自杀，我当时就是有点幻听，脑子不太清楚，还以为自己在武汉。”话没说完，李月池忽然发力，一把将唐恒推到墙上。可是也不疼，因为李月池的手掌垫在他脑后，像之前的许多次一样。两人身体贴着身体，李月池的脸庞近在咫尺。唐恒还是看不清他的表情，却听见他不再压抑的沉重的喘息。唐恒知道那是流泪的缘故。他们认识多久了？今年是第7年。唐恒恍惚的想，7年，这好像是他第一次见到李月池流泪。原来李月池也会哭的。他总觉得李月池这人有一颗金刚不坏之心。7年前那天晚上，李月池为他挡过一只啤酒瓶。医生清理伤口时，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仿佛天生没有痛觉。6年前那天傍晚，这是后来他在监控录像里看见的，李月池怀揣一把匕首走进社会学院，神色冷静的不像去捅人，而只是去交了份作业。唐恒抬起手，指尖触到他下巴上的胡茬，然后唐恒摸索着，掌心贴在他湿漉漉的脸颊上。他确实哭了，真的，我没骗你。唐恒嗫嚅道，我那时候以为自己在武汉，并且你也在，那种感觉太逼真了，所以我不敢相信。我没想死，真的，我只是确认一下是不是幻觉，所以划了一刀，没对准地方，我想划手背的。又有热泪流进唐恒的掌心。李月池终于开口，对不起，你不用道歉，我以为你会恨我，然后忘掉我。唐恒苦笑，确实是恨过，那时候我没有别的办法。李月池哽咽了一下，他的声音非常滞涩。唐恒听得出他极力压抑着什么，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是现在的我，可能就不会那样做了。但那时候我真的，唐恒，你继续恨我吧。为什么？我活该，在牢里那几年，我也后悔过。李月池哑声说，后悔过很多事，比如我没和你在一起就好了，我没去汉大念书就好了，我不管田小庆就好了，因为那几年确实挺难挨的。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竟然觉得我活该。李月池，别说了，我差点把你害死了，是不是？一声抽噎被他压下，变成用力的闷咳。我受什么都是活该，我欠你的。李月池，唐恒逼近他，痛苦的问，我能不能理解为你爱我？当然。唐恒愣住，没想到他会这么痛快的承认。我爱你。李月池顺着唐恒的手臂向下摸到他的手腕，非常爱，在李月池的指尖所触之处有一道极细极浅的疤痕。他以指尖抚过那道疤痕，动作轻的仿佛触摸云朵和羽毛，那样轻又那样真而重之。李月池，你再说一遍，我爱你。他顿了1秒，非常爱。唐恒长长呼出一口气。李月池，他又问，那咱们在一起好吗？现在不行。为什么？李月初低声说，我要确认一件事。他抬手抹了把脸，偏过头去闷咳2声，然后他扣住唐恒的肩膀，语气非常严肃地说，蒋亚告诉我，安云也要回来了。当年我捅唐国木，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不，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唐恒，我能问个问题吗？你问。唐恒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有预感，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或许会改变他死后的人生。如果你失去所有亲人，所有，包括你妈，然后只剩下我和你，就我们2个，你能接受吗？你说的失去是指他们都死了？不，只是你没法再面对他们了。
只剩下我和你。对，我妈帮唐国木做过什么，对吗？李月池咬牙道：对。那时候我不敢告诉你，我没资格把你最亲的亲人都剥夺了，你已经没有父亲。我不能。李月池，唐恒深深换一口气，我接受，不是你剥夺我的亲人，是他们自己离开我的，你懂吗？但是你会对我负责吗？唐恒轻声说，如果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你会负责吗？会的。怎么负责？永远爱你，我们还要永远在一起。好，无论发生什么，无论谁阻拦，你都不能离开我。好，我的病复发，你也不能抛弃我。好，我只有你了，你也只能有我。好，其实你亏了，你知道吗？唐恒鼻子一酸，终于也忍不住。就算你不要我了，我也不会回去找唐国木他们的。李月池平静地说，我认栽。唐恒愣愣的，又一阵冷风吹来，擦过他通红的鼻尖，风里夹杂着春天萌发的草木的味道，好像这一阵风把他身体里的酒精蒸发干净，整个人清明了许多。李月池，那我们现在是在一起了？还有什么要求？我想想，以后我给你的，你不许不要。好，不许再觉得配不上我。好，把这6年发生的事都告诉我。好，亲我一下，现在。好。黑暗中，李月池轻轻笑了，然后他俯身非常用力的吻住了唐恒。第二天早晨，唐恒不出意外的感冒了，醒来的时候浑身酸痛。李月池坐在床畔，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来，先把药吃了。唐恒的嗓子也是沙哑的，几点了？8点，吃了再睡会。没事。唐恒慢慢坐起来，撑着床铺的胳膊软了一下。李月池连忙把他捞住，让他靠在他身上。唐恒吞了药片，靠着他没动。李月池低声说，躺下好好睡，我睡不着。唐恒语速很慢的说，不是做梦吧？李月池笑了一下，昨晚还不够。如果他们还没复合，或许唐恒真敢回一句不够，反正李月池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然而昨晚李月池那架势，像是想把欠了6年的一次性补回来，跟开闸泄洪似的。后来唐恒受不了了，昏昏沉沉的祈求李月池，学长，真的不行了。可以的。李月池吻了吻他汗湿的鬓发，乖，话虽如此。没过多久，李月池还是停了下来，问唐恒要不要继续。唐恒犹豫半秒，哑声说，继续。自打他们确定在一起的那一刻起，李月池就变了。不，也不是变，大概是他总算可以在唐恒面前释放出全部的真实的李月池。既然他们彼此确认永远相爱，李月池打量他的目光仍然温柔，动作却带上一丝隐约的疯狂。恍惚迷蒙之间，唐恒有种自己是一艘木船的错觉。他在暴雨的海面上摇摇晃晃，而李月池是一次次将他托起又摁下的浪花。又或者李月池终于露出他遮掩多年的图腾，他是从列维斯特劳斯书中走出的人，来自远离现代文明的忧郁热带，双眸野性而纯真。唐恒能感受到李月池总算敢于肆无忌惮地向他索取，这是不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爱情呢？别人都怕得到不够多，他们只怕对方不敢要。那么现在李月池想要，他当然愿意给。结果就是腰酸背疼，李月池起身向门口走去，把门打开一条窄窄的缝。唐恒听见他低声说，他还没起，他没事吧？蒋亚忧心忡忡的，同时带了几分愧疚。那什么，昨晚我是不是刺激着他了？哎，我真不知道他在后面站着，要不还是带他去见见我说那个医生。李月池说了句什么，唐恒没听清，紧接着蒋亚又嚷起来，不行，我不放心，我看看他到底怎么样。我没事，唐恒懒声道。儿子。然而蒋亚已经扑进房间，你没事，你这是什么？
他盯着唐恒脖子上的红印儿，满脸茫然。唐恒闭眼懒得看他，你没见过。几秒钟后，蒋亚低声骂了句，扭头看向李月池，昨天你不是说你俩现在是朋友吗？昨天是昨天，李月池冷静道，今天不是了，那你们现在搞对象看不出来。唐恒被他嚷得脑仁疼，滚出去等着，我待会就好。蒋亚一步三回头的走了，目光甚至有点遗憾，仿佛在后悔昨夜早早溜走。唐恒揉了揉眉心，起身说不睡了。李月池凑过来，用额头碰碰他的额头，确认他没有发烧。难受吗？还行，就是鼻子有点堵。下午再出去吧，多睡会。李月池一边说着，一边脱下外套。我买了几个包子，吃完一起睡。有那么几秒钟，唐恒不确定他说的一起睡是怎么个睡法。好在等他们再次躺下，李月池只是在唐恒嘴唇上吻了吻。唐恒推他，含糊道：“小心把感冒传染给你。”李月池凑过来又吻一下，带着笑意：“没事。”现在传回去了。这天下午，唐恒从李月池那回了手机。他知道他或早或晚总得面对一些事，关机纯粹是无可奈何的逃避。而此刻，他好像忽然有了力量。无论结果有多坏，他确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李月池和他共同面对这一切。手机开机，然后足足卡顿了10几秒。微信、短信、邮件、未接来电，一条接一条，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唐恒干脆把手机倒扣在桌上，半分钟后，他深吸一口气，拿起手机，有47通未接来电，来自傅丽玲，其次是蒋亚的19通电话，徐主任的8通电话。唐国木只打过2次，一次是他在高铁上，一次是昨晚9点过。唐恒冷静地说，鲍雷肯定去找他了，他再打来怎么办？暂时不管他。唐恒利落地把唐国木拖进黑名单，下一个是谁？李月池正欲开口，房门被敲响。蒋亚走进来，举着手机说，安云回来了，下午2点半。一行3人乘坐2号线到达光谷。当年唐恒离开武汉的时候，光谷上是破破烂烂的城郊，连地铁都不通。而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武汉最知名的高科技园区。唐恒接过一张房地产广告，见上面写着学在红山名校，坐拥东湖风光，光谷华庭21008元每平方米起售。蒋亚啧道，光谷的房子都卖这么贵了，我在虎泉那套是不是能卖个大几百万？唐恒愣了一下，你那套复式还没卖？是啊，之前本来想处理一下的，但是东西太多，我又懒得回国。你的东西确实多。唐恒记得蒋亚的那套复式公寓，光一帽间就有2个，塞满各种潮牌。1楼还有间乐器房，专放蒋亚的架子鼓，印象里至少3套。客厅有一组很长很宽的沙发，那时他们3个经常在蒋亚家看电影，困了就胡乱睡在沙发上。蒋亚说，得了吧，都是你们的东西好不好？我们？唐恒没听懂，我和安云？你和李月池啊？你们租那个破屋子，里面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搁我那儿。唐恒猛地停下脚步，他先是看向李月池，李月池垂着眼沉默，然后看向蒋亚，什么意思？蒋亚忽然意识到什么，可拔起来，你不知道啊？我们的东西都在你家。是啊，这不是当时李月池交代我的。唐恒定了定神，什么时候？蒋亚小声说，他给我做了毕业论文的数据分析，是安云把那个文件带给我的，里面放了个纸条，写着叫我找时间把出租屋里的东西搬走，一件不落。唐恒觉得自己的心被狠狠砸了一拳。我以为你知道的。蒋亚继续说，毕竟里面还有你的东西。
我就那么搬走了，你没发现？唐恒默然，半晌，他无声的呼出一口气。我没发现。唐恒低声说，那天之后我没再回去过。哪天？他捅唐国木那天。这次蒋亚也不说话了。我是不是很没用？我甚至都不敢回去看一眼，直到16年的时候，我用 Google Map 查了一下，才发现那边已经拆迁了。如果我早点回武汉，也许还能。别想了，李月池出声打断他。都过去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拆的吗？16年11月24号。那时李月池已经出狱了。唐恒心中忽然升起某种预感。他们站在光谷的街道上，四周车水马龙，一旁西餐厅里传出若有若无的柔和琴声，而唐恒耳畔全是砖石轰然坠地的声音，是他们擦得明镜如新的玻璃破碎的声音，是他们踏过无数次的铁梯折断的声音，是他们拧紧的螺丝钉滚动的声音。是，唐恒颤声说，拆迁那天你是不是回去了？分明是疑问句，他却用了陈述的语气，仿佛已经有了答案。几秒后，李月池小幅度的点了点头。虽然已经猜到，但李月池亲自承认的时候，唐恒还是有种呼吸凝滞的感觉。他不知道那时李月池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目睹他们曾住过的房屋化作一片废墟。那时李月池刚出狱不久，前20多年的人生尽数作废。他有没有感到后悔？那时他们已经分开近5年，都以为余生再无相见的可能。他有没有想念那些岁月？光是想象那灰尘四起、天地无光的画面，已经令唐恒感到锥心刺骨。难以揣测亲眼目睹那一切的李月池是怎么挨过去的。是个悖论吗？他怎么能鼓起全部勇气去迎接一副令他绝望的画面？唐恒，李月池上前一步，用力掰开他握紧的拳，攥住他的手。听我的，不准想了。李月池凝视着他，目光非常笃定。以后我们有新的家。三人到达茶社的时候，安云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甚至没有回家，硕大的拉杆箱立在身旁，衬得他身形很纤瘦。唐恒站在包房门口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这个穿黑色套裙的女人真的是安云。6年没见面，安云和蒋亚一个瘦了一个胖了，都不复当年。来了。安云看见他们，脸上没什么表情。进来坐。安云，蒋亚抬了抬手，像是想拍他的肩膀，然而又把手收回去了。你这还真是刚到啊。安云嗯一声，目光在唐恒脸上停顿几秒，然后缓缓移开，与他身边的李月池对视。安云平静地问，你出来多久了？李月池回答，2年。他笑了一下，才2年就来找他了。我真以为你能忍一辈子。这自然不是什么温和友善的笑，而是带着几分显而易见的嘲讽意味。唐恒皱了皱眉。行了，你俩出去等着吧。安云看着唐恒，我有话和你说。唐恒坐在安云对面，见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女烟，熟练的点燃了，然后他问，你要不要？不要。身体好了？还可以，他都告诉你了。差不多。唐恒顿了顿，还有一些细节他没说。安云掸掸烟灰。这气氛令唐恒如鲠在喉，他们分明是彼此最熟悉的老朋友，事到如今竟然像2个他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久别重逢的仇人。说实话，我恨过你。你们。安云垂着眼，缓声说，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唐恒不语，只盯着桌上的白瓷杯。那天晚上小青被强暴之后，拍了一些照片发给李月池，后来他拿着照片去找院长，根本没用。这不怪他，我知道。那天半夜我翻上社会学院的天台，我给我爸说，如果他不检举唐国木，我就跳下去。我想社会学院连着死掉2个学生，总该引起媒体关注了吧。
安云吸一口烟，继续轻描淡写的说：“我爸吓得半死，还真把证据给我了。唐国木这些年除了强暴女学生，还干了很多别的事儿，尤其是他通过你妈洗钱。就算那些证据不足以给小庆报仇，至少能让他再也做不了老师。当然，我爸也得被拖下水。不过那时候我顾不上这些。但是我没想到。”安云兀自摇了摇头，李月池把我拦下来，他求我不要公布那些证据，他说他会用别的方式给小庆报仇。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了2个字：他和我约定，他去报仇，而我保守秘密。有种气管被扼紧的感觉，唐恒端起杯，猛灌一口凉掉的茶水。他就说了2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唐恒。唐恒和安云并肩走出茶社，安云拦了出租车回家，唐恒则与李月池和蒋亚会合。蒋亚望着逐渐远去的出租车，茫然的问：“他说什么了？”唐恒轻声道：“所有的经过都说了。”李月池站在一旁，并不言语。唐恒无声的呼出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妈。”现在啊？蒋亚紧张道：“我们陪你去。”唐恒摇头：“我自己就行。你自己安全吗？”放心吧。直到这时，李月池终于开口，他笔直的凝视着唐恒的双眼，低声说：“我等你回来。”唐恒说：“好。”在地铁上，唐恒拨了傅丽玲的电话，他已经回到武汉。唐恒说：“妈，我们单独见面，否则就再也别见。”于是半个小时后，唐恒在汉大的旧居里见到了傅丽玲。上次见面是半年前，唐恒去上海参加学术会议，和傅丽玲吃了饭，又陪她逛街。那时傅丽玲悠哉悠哉，哪有此时的半分狼狈？他去找你了是不是？唐恒，你怎么能？你被他折磨成什么样子你忘了？唐恒意外的冷静。妈，我先告诉你一件事，这6年我没有一天不想他。傅丽玲尖叫：“你给我闭嘴！王丽丽在公司做的怎么样？”唐恒说完这句话，一瞬间傅丽玲安静下来，仿佛沸腾的水泼在冰面上，哗的一声，什么也不剩。几秒后，傅丽玲喃喃地说：“王丽丽是谁？”唐恒没回答，继续说：“我突然想起那天中午，李月池装成送外卖的来敲门。那之前你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姓田的女孩子，你的话没说完，那时候你已经知道了对吗？她跳楼了，那几天你扣了我的手机，不让我和外面联系，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田小青的事。妈，这是你和唐国木商量好的吗？”没有。傅丽玲双腿一软，瘫坐在地。我先前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女孩会死，我扣你的手机，只是不想让你和她联系。那你成功了一半。唐恒露出个惨淡的笑。我们6年没联系。唐恒，你听妈妈说。傅丽玲踉跄起身，一把抱住唐恒的手臂。我只是想让你和她分手，我没想害死那个女孩。王丽丽是唐国木找我借的人没错，但我当时都不知道他到底要王丽丽干什么。但田小青确实死了。唐恒，这是安云说的。唐恒有些麻木的复述了几十分钟前安云的话。我们活着的人还能憎恨，还能后悔，还能报仇，可是报仇又怎么样？田小青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这个人了。唐恒说：“妈，你就当我也死了吧，以后没我这个人了。”你在说什么呀，唐恒？傅丽玲浑身颤抖，几欲跪倒在地。别吓我了好不好？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我只有你一个孩子啊，唐恒，我和唐国木，你选吧。唐恒挣开他的手，我走了，逃逸似的飞奔下楼，险些撞倒楼道口的人。李月池把他稳稳接住，紧张的说：“你没事吧？”我没事。唐恒愣了一下，你怎么在这？不放心你。唐恒忽然觉得力气都被卸光了，整个人软绵绵的。
只想他在李月池身上。他不是铁石心肠，他对着母亲放狠话，看到母亲那副模样，当然也会肝肠寸断，像是撕纸一样，把前27年的人生亲手撕裂。李月池拎着个沉甸甸的口袋抵在唐恒小腿上，唐恒哑声说：“这是什么？”锤头，刚买的。如果你又被锁起来，我就去砸锁。我的意思是，李月池抚了抚唐恒汗湿的额头，这次不会再丢下你了。4天后，唐恒见到了田小庆的弟弟，他有着和姐姐一样的圆眼睛，一样的简单易记的名字。蒋亚把他从湖南接来时，他甚至还穿着校服。小庆的父母来不了，趁田小辉吃饭的空当，蒋亚轻声告诉他们，他爸在外面打工，他妈不愿意。唐恒哑然，为什么？蒋亚叹一口气说，他们觉得小庆的死不光彩，给他们丢了人。原本我都快放弃了，没想到小辉突然说他愿意跟我来武汉。他才念初中，高中了，小孩个子矮。田小辉吃饭吃得很快，然后他把垃圾收拾干净，非常拘谨的向唐恒和李月池道谢。不用客气，你念高中了？高几？高2。田小辉端坐在椅子上，下个学期高3了。他的身材的确很瘦小，身高大概只有1.65米左右。唐恒心想，这哪里像高2的男孩？李月池平静的问，你知道这次来武汉是为什么事吗？田小辉沉默几秒，小声说，知道一点，跟我来。我告诉你。李月池起身向外走去，唐恒想要跟上，却被他用眼神制止了。他把田小辉带到走廊尽头的露台，唐恒远远望着他俩的背影。恒啊，蒋亚小心翼翼的，你妈那边怎么样？他答应了。唐恒低声说，答应帮咱们。那挺好。你带房子钥匙了吗？啥？蒋亚愣了一下，旋即反应过来，你说虎泉的房子？对，但是带了，这2天如果有空，我想去一趟。哎，蒋亚的表情有些为难，你确定吗？我怕你看了那些东西。唐恒淡声说，我没事，事到如今还有什么撑得住撑不住可言？他们都已经没有退路。昨晚安云送来了6年前由殡仪馆开具的遗体火化证明，证明上写着田小庆被火化的具体时间，也就是他跳楼的当天下午，他父母赶到武汉之前。这份证明原本由社会学院保管，唐恒不知道安云是怎么拿到手的。只见他脸颊微肿，大概被打过。这个有用，他把那份证明装在信封里，迅速递给唐恒，似乎不敢直视。谢谢。安云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这次回来，武汉的变化真是太大了，蒋亚轻声感慨。地铁也多了，高楼也多了，不过洛玉路还是那么烂。蒋亚想起拿钱安云在茶社说的话。唐恒忍不住问，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可恨？说什么呢你？如果当初李月池不是为了我，也许当时就能惩罚唐国木，也许李月池就不用坐牢，也许这些年安云便不用背负痛苦和秘密。你别乱想。蒋亚骤然紧张起来，一把抓住唐恒的肩膀。这个事儿不是这么想的好吧？如果当时李月池没有瞒着你，你他妈没准早就崩溃了。能不能活到现在都打个问号。唐恒惨淡一笑，我在你眼里这么脆弱吗？你说呢？你看看你这6年怎么过的，你真的不能这样想。唐恒，别的不说，就说李月池当初他想保护你，又不想愧对小庆，所以他想保护你，你懂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怪你，真的。蒋亚喃喃道，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太年轻了，年轻人总是很容易被逼上绝路的。他话音刚落，李月池和田小辉走出露台。他们进房间时，
唐恒看见田小辉的眼睛红彤彤的，唐恒心想，他都知道了。田小辉擤了把鼻涕，端坐桌前，打开菊纹裤的拉链，他竟然带了一沓卷子。三个大人愣怔片刻，蒋亚上前拍拍田小辉的肩膀，小辉，原来你是个学霸呀。我不算。田小辉恢复了那副拘谨模样，老师留的作业太多了。一天后，李月池和王丽丽见面，拿到了他签字按指印的情况陈述书。3天后，傅丽玲来到酒店，把一枚 U 盘交给唐恒。他显而易见的瘦了，黑眼圈挂在眼下，甚至来不及遮掩。彼时李月池恰好和蒋亚出门办事，但他换下的 T 恤和牛仔裤散落在床畔，而唐恒的手表放在大床另一侧。唐恒没打算再回避什么。傅丽玲的声音近乎哀求，你们真的想好了？别冲动，唐恒，真的，你们遇到的阻力会比想象中大得多。唐恒说，想好了。傅丽玲颤声道，这件事不只是唐国木的问题，当年社会学院的那批领导全都得为此负责。换句话说，你们是在和整个汉阳大学作对，还有当年处理这件事的公安也要被牵连，你想过没有？那女孩的父母当年就和学校达成和解了，你们现在只找来个未成年的小孩，你们有多大把握？唐恒沉默半晌，忽然说起另一件事，妈，你知道吗？那2、3年我最难熬的时候，经常感觉随时可以死掉。不是因为我很绝望或者很痛苦，那种感觉类似于这个世界和我没关系了，我活着或者死了都不影响什么。有个老师建议我退学，他说我的世界观已经不适合做社会学研究了。你从没和我说，他说的有道理。如果一个人已经和这个世界没关系了，怎么能研究这个世界的运转？唐恒盯着手心的钛银色 U 盘，兀自摇头。直到现在，我终于又回到这个世界里了，其实感觉很糟糕。我知道我们可能在做无用功，可能改变不了什么，可能还是在做很蠢的事，就像当年一样。但是不只为了给田小青报仇，也不只为了给李月池报仇，我为我自己也得继续下去。因为唐恒，傅丽玲打断他，仿佛知道他心意已决，而他不忍再听下去。几秒后，他低声说，我走了，需要帮忙的话给我打电话。傅丽玲走到门口，又扭头向唐恒身后的雪白大床望了一眼。傅丽玲问，他对你好不好？唐恒答，很好。傅丽玲快步离开了酒店。当天晚上，唐恒、李月池、蒋亚、安云4个大人带着田小辉回到蒋亚的旧居。大概是地段极佳的缘故，小区住户仍然很多，曾经狭窄的人行道拓宽了，楼道装上电子锁。蒋亚先去物业补上6年的物业费和水电费，换来一枚小小的门禁卡。刷卡上楼。蒋亚走在最前面，他掏出钥匙的时候声音有些发颤，妈的，我差点忘了我家在几楼。钥匙插入锁孔，轻轻转过2圈，门开了。空气中满是灰尘的味道。5人进屋，唐恒一眼就看见阳台上堆满硕大纸箱。他缓步上前，见纸箱都被胶带封紧了，最上面的箱子上写着电器。是他们煮面地锅烧水的热得快，还是李月池总也舍不得开的空调？身后传来李月池的声音，唐恒转身，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这些是我们的东西吧？李月池点头，伸手环住他的肩膀，以后有时间慢慢拆。他们把客厅大概清理了一下，然后唐恒掏出笔记本电脑。蒋亚去开投影仪，太久不用，投影仪的电池已经没电了。李月池出门去买电池。田小辉坐在沙发上，双手扣着自己的膝盖，一双眼睛却带着浓浓的好奇，四处张望。蒋亚笑着对他说，6年没回来了，屋里挺脏的，你想转转吗？田小辉连忙摇头，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你家真像电视剧里的房子。
等着也是等着，蒋亚说：“咱们溜达一下吧。”他带田小辉上楼了，空荡荡的客厅只剩唐恒和安云，两人各坐一条沙发，谁都没有先开口。蒋亚的声音从楼上隐隐传来，唐恒起身推开窗子。这2天气温骤增，夜风都是暖洋洋的。蒋亚家楼下种了几棵梨树，此时梨花开了，即便在夜色中，也能看见一片隐隐绰绰的银白。这是武汉短暂的春天，美好到令人感到不真实，令人甘愿醉生梦死。忽然听见一道闷响，唐恒瞬间反应过来，是打鼓的声音。他和安云对视一眼，发现安云的神色也变了。楼上有间屋子，专门用来放乐器。大概半分钟后，蒋亚拎着一把吉他和田小辉回到客厅。你们记得吗？蒋亚轻声说，当时我花5000块钱在老布的朋友那买的，后来才知道这东西撑死2000，被他朋友坑了。老布一个劲儿跟我道歉来着。田小辉好奇道，老布是谁？我们的一个熟人，开酒吧的。蒋亚说着笑了笑，不知道现在在哪。他小心拉开吉他包的拉链，取出一把亮红色的木吉他。唐恒愣愣的看着他拨了拨弦，然后一边调弦一边试音。片刻后，蒋亚说可以弹了。他说这话时盯着吉他，唐恒却知道他是对他说的。当年安云弹贝斯，蒋亚打鼓，唐恒身兼主唱和吉他手，可是没法回答，没法说出口。我可能已经弹不了了，就像没法再唱歌。可是他该怎么告诉他们？当着田小辉的面，他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软弱。尽管他承认此时此刻面对这把吉他，他是软弱的。我试试。安云忽然说，宝刀不老啊。蒋亚把吉他递给他，扭头对田小辉说，这个姐姐可厉害了，贝斯吉他都会弹，还会打鼓呢。安云抱着吉他，像是恍惚了几秒，然后他低头，左手按好和弦，右手扫了扫弦。熟悉的曲调将唐恒淹没。他弹的是南方。蒋亚跟着哼唱起来，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我家门前的湖边，这时谁还在流连？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这些已成回忆，每天都有新的问题，不知何时又会在一起。唐恒睁圆双眼，目光锁在那把吉他上。他看着安云的手指上下挪移，动作有些生涩，或许也是6年不弹的缘故。令他惊讶的是，即便过了这么久，他还是能清楚记着每一种和弦，记着他们轮换的顺序。肌肉记忆比大脑更长久，便是如此吗？曲毕，客厅骤然安静下来，谁都没有说话。唐恒扭头看见李月池攥着2枚5号电池，静静站在门口。原来他已经回来了。门厅的灯没开，有些昏暗，而李月池双眼中闪着2点奇异的光，如同6年前他站在台下看胡适脱演出的模样。雪霓虹爪，时间一闪而过，总算还是留下些什么。投影仪换上新电池，顺利开机，连接了唐恒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个名为小庆的文件夹，其中陈列着他们取得的所有证据，火化证明、王丽丽的录音、龙娟的录音、鲍磊的录音，以及傅丽玲提供的一部分经济问题的证据。这些天，李月池撰写了一份清晰的事件经过。白底黑字的 Word 文档出现在幕布上，白光刺的唐恒眯了眯眼，心跳也跟着沉重起来。虽然他早就知道李月池写了这份事件经过，然而当6年前发生的一件又一件事情，以具体到某月某日的程度呈现在眼前，这种触目惊心仍然迫使在场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你们看一下，李月池冷静地说，哪里需要补充或者删改。随着他将光标缓慢下拉，猎杀的过程再次出现于眼前。2011年9月6日，汉大社会学系硕士新生开学，田小庆担任助教。2011年12月2日，田小庆和李月池
进入唐国木项目组工作。2012年4月26日，田小庆和李月池、王丽丽赴大悟县清点捐赠物资。2012年5月，李月池忽然放下鼠标，他掏出钱包说：“小辉，你能不能帮我买包烟？刚才忘了买。”田小辉大概愣了一下，现在？对，现在。出小区左转直走，第一个路口有家便利店。哦，好。田小辉出门去了。蒋亚轻轻叹一口气，他们自然都明白，李月池是故意支开田小辉的。李月池低声道：“后面有那天晚上小庆发给我的照片。”唐恒垂在身侧的手暗暗握紧了。他跳楼的前一天晚上被唐国木带去酒店，后来他给我发了照片，拍的是身上被捆过的痕迹。这些别让小辉看见了，公布的时候我会打上马赛克。蒋亚悚然道：“那6年前你怎么？当时我给院长看过，他不认。”安云豁然起身，像是再也承受不了，他径直走到阳台上，哗的一声推开窗户。蒋亚望着他的背影，轻声问李月池：“他之前看过？”蒋亚做了个深呼吸，继续吧。然而李月池还是没碰鼠标，他缓缓偏过头来，看着唐恒。唐恒问：“怎么了？”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异常嘶哑。李月池的手臂从唐恒脑后绕过，手心捂住他的双眼。唐恒静了几秒，说：“我没事。”李月池说：“我看过就够了。”唐恒眨了眨眼，感觉到自己的睫毛刮着他的手心。他的手心是温暖的，热量透过相贴的肌肤传进来。唐恒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的拳头已经松开了。方才有那么一刻，他险些跳起来冲出门去，他恨不得再给唐国木一刀。那些翻滚上冲的恨意、悔意、痛苦，像一块坚冰塞满他的胸腔。而李月池的手心缓缓融化了他身体里的酷寒。片刻后，李月池收回手臂，他已经关掉了 Word 文档，打开另一份文件。门口传来敲门声，蒋亚原本眉头紧锁，起身去开了门，被田小辉强撑出一个微笑：“小辉，谢了呀。”然后他撕开烟盒的包装，问李月池：“来一支吗？”李月池默默接过。他们俩走到阳台上，又给安云一支，三人对着大开的窗户吞云吐雾，谁都不说话。唐恒觉得自己的喉咙有些发痒，知道是想抽烟了。他摸摸口袋，掏出2枚中午在饭店吃饭时从收银台拿的薄荷糖。唐恒递给田小辉1枚。田小辉窸窸窣窣的撕开糖纸，轻声问：“唐老师，你不抽烟吗？”唐恒有些无奈，以前抽，现在正在戒。哦。唐恒把薄荷糖送进口中，凉滋滋的味道扩散开来，似乎把他的烟瘾压下去了。田小辉忽然说：“唐老师，刚才你们是故意不让我看的？”唐恒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顿了2秒，只好实话实说：“刚才有一些你姐姐的照片，我们发出去的时候会给她打马赛克。”田小辉点了点头，竟然没再追问。唐恒以为他有别的揣测，便又解释道：“不是不能给你看，是怕吓着你，也怕你看了难受。”田小辉坐在地板上，抱着膝盖说：“我明白。”他的身材本就瘦小，这样的姿态更显得像个小孩。唐恒的心像被捏了一把，又酸又疼。田小辉继续说：“唐老师，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不怕。我就想给我姐讨个公道。从小到大，爸妈都偏心我，因为我是男孩，我知道如果我不管，家里就没人管我姐这件事了。”唐恒怔了怔，这是几天以来他第一次听田小辉讲这么多话。那天月池哥单独把我叫过去，给我说了当年的事，最后他还说我们有可能失败，而且无论输还是赢，结果都要等很久很久。他问我能不能坚持住，我说因为我想保护我姐一次，就算已经晚了。他说
他也会坚持下去，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想保护一个人。唐恒抬眼望过去，只见李月池背对着他，指尖的烟悠悠冒出灰蓝的雾。他站得笔挺，像是在走神。忽然心有灵犀一般，李月池摁灭烟头，转身对上唐恒的目光。他没有笑，也没有说话，只是沉静地望着唐恒。唐恒问田小辉，他还说什么了？田小辉不应。你放心，我不告诉他。几秒后，田小辉低下头，声音轻的仿佛语句刚出口就会飘散在空气中。他说，你这几年过得很痛苦，还说从始至终你都没有错。他拜托我，无论恨谁都不要恨你。翌日，唐恒和一位记者在咖啡厅见面。这位记者供职于武汉某家知名报社，比唐恒早2年毕业于汉大新闻系。他读完唐恒整理好的所有材料，沉默了足足5分钟，然后问，你决定了？唐恒立落地点头。其实你们完全可以换个人来，安云就很合适。他是田小庆的同学，站在媒体人的角度，我肯定支持以你的名义公开这件事。你是唐国木的侄子，又是高校老师，你站出来揭发他，当然很吸引眼球。他顿了顿，恳切地看着唐恒，但是站在私人的角度，我觉得你可以再考虑考虑。这条新闻绝对会报，到时候你要承受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压力。真的？唐恒对他笑了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别担心。你这样做不怕以后在学术倦怠不下去？无所谓。好，我知道了。那就拜托你了，学姐。明天你们的报纸登了，我就在微博上发。他把文件袋塞进背包，坚定道，放心，我和主编说好了，全文刊登。他走后，唐恒仍然坐在咖啡厅的卡座里。难得这几天风和日丽，又逢周六，隔着咖啡厅的玻璃能看见学生们3、5成群的走过。想去走走吗？李月池来到唐恒身边，没有坐，像是料到他会答应似的。外面是崭新的东湖村。唐恒起身微笑着说，走走吧。东湖村名字未变，但一切都与6年前截然不同。破破烂烂的平房不见了，崎岖狭窄的小巷也被推平。一座写着汉阳大学创业中心的高楼拔地而起，四周是大大小小的餐厅、书店、饰品店。唐恒打量着崭新的街景，晃了晃神。你看得出长爱大概在哪个位置吗？大概在那儿。李月池指向前方不远处的一家餐厅。唐恒摇头道，我是完全看不出来了。他们向前走，路过刚刚那家餐厅时，唐恒停下脚步，这名字。李月池愣了1秒，这个人是，餐厅的名字叫罗伯特·帕克。罗伯特·帕克，学社会学的都知道，他是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然后他们又同时想起6年前唐恒放弃了芝加哥大学的 offer， 与这个著名的学派擦肩而过。山不转水转，唐恒笑了笑，忽然感到命运的奇妙。这当下，餐厅玻璃门被推开，一个身穿厨师服的男人走出来。他操着武汉话骂骂咧咧道，不买。说多少遍了，不买房子。你个勺货不懂吗？老子拆迁分了5套房。然后他挂掉电话，一扭头，动作忽然顿住。你，男人皱眉，哎，是你们啊？唐恒迟疑道，您是襄阳牛肉粉的老板？对啊。你是那个唱歌的学生吗？那会儿你们几个人总是半夜到我那吃饭，鬼哭狼嚎的。也没有半夜吧，只是晚了点。唐恒笑着问，这是您开的？对啊，老房子拆了，正好我儿子毕业回武汉，就开了这家，看看意大利菜。唐恒问，那还做牛肉粉吗？肯定了。老板拉开玻璃门，热情招呼他们。
来来来，再给你们做2碗，打5折呀！唐恒和李月池对视一眼，跟随老板进了店。意大利餐厅的装潢果然和当年的襄阳牛肉粉不是一个档次了，椅子变成柔软的绒布面，天花板上垂着一盏一盏玫瑰粉的吊灯。唐恒翻开菜单，看见第1页招牌菜品下一连串的帕尔马干酪鸡肉、蛤酱扁细面、番茄罗勒布切塔。李月池轻声说，跨度挺大。唐恒又有点想笑。唐恒说，老板，您做5份牛肉粉吧，我们打包。哦，还有朋友啊？叫过来一起吃吗？他们离得远，您记得吧？还有一个打鼓的，一个弹贝斯的。老板爽快道，记得。那个男孩吗？染个红毛，怪得很。那个女孩天天打扮的像个男的。唐恒沉默2秒，是的，是他俩。李月池在桌子下面捏住唐恒的手，以前你总是偷偷去结账，你说他还记得吗？唐恒脸颊微热，这就别问了。李月池垂眼笑了笑。6年过去，汉阳大学似乎没太大变化。的确，对于一所100年老校来说，6年实在算不上什么漫长的时间段。倒是凌波门被修缮过了，唐恒和李月池混迹于学生之间。跨出凌波门，迎面来的便是泛着涟漪的湖水。栈桥自岸边向湖中延伸，形成一个细细的回字。很多学生和游客站在桥上拍照。天气实在太好了，在明净到连云朵都没有的蓝天之下，是浩浩荡荡的东湖。湖水呈现出一种比天空略深的蓝，有些像海水。几个身穿汉服的女孩并排站在栈桥上，一个男孩举起相机为他们拍照。在他们身旁，一对情侣席地而坐，女孩的小腿在空中晃来晃去。唐恒带些感慨地说，变得这么热闹了。李月池也说，以前好像没什么学生来这儿。我本科的时候还听说这儿闹鬼，辅导员叫我们别来湖边乱逛。闹鬼？李月池好奇道，怎么闹？说是以前有学生想不开，在这跳湖了。唐恒回想着当时听过的传言。后来晚上有人从这路过，看见一个人影站在湖边，一动不动。不过以前这儿连路灯都没几盏，还真挺有闹鬼的气氛。唐恒，李月池抿了抿唇，低声说，那个撞鬼的人，看见的不会是咱俩吧？唐恒愣怔几秒，忽然笑出声，还真是，当年他和李月池没少在这里约会，并且专门挑晚上，图的是清静无人，做什么都不怕被看见。如果又逢一场夜雨，那就更好了，他们可以撑一把很大的伞，伞面完全将他们罩住，好像世界缩得很小很小，小到只能容下他们2人。唐恒正走神，忽然听到一声惊呼，哎！闻声看去，原来是那个拍照男孩的手机掉出来了，白色 iPhone 非常惊险的落在栈桥边缘，若是再多几厘米，一定会落进湖里。插了银色发簪的女孩拾起手机，很轻易的抱怨，叫你别把手机放兜里。你看吧，吓死我了。男孩笑得憨气，那正好换新手机。女孩理了理汉服的裙摆，重新摆好姿势。男孩对着她连拍几张，然后他们拎起包走向前方的栈桥拐角，开始拍摄下一组照片。李月池碰碰唐恒的胳膊，你怎么了？唐恒说，我没事。他不好意思承认，刚才那一刻他是有些腿软的。那只小小的白色 iPhone 实在很像他买过的某款 Samsung， 连砸在地面上的闷响都那么像，唯一不同的是他的 Samsung 没有这样好运。夜幕下的长江漆黑一片，缓缓流向望不尽的远方。他不知道他的手机会飘到哪里，又或者在何处沉底。唐恒忽然想起一件事，他看着李月池，试探的问，那些田小庆的照片，你是从哪找出来的？
可是问出这句话的瞬间，唐恒又开始后悔。也许李月池在6年前就把那些照片存起来了吧？只需一张 U 盘就可以，毕竟那些照片太重要了。至于手机，李月池会留着一只6年前的旧手机吗？换句话说，过了6年，那手机难道还能开机？照片在我手机里。哪个手机？你给我的，不记得了。李月池平静地说，你用过的诺基亚。没错，诺基亚。谁能想到6年之后，曾经的手机巨头品牌已经消失于市场。唐恒的喉结动了动，你还留着？不然呢？李月池轻声说，那只手机放在县城的店里，所以上次没被你翻出来。像是一切都了然于心，李月池略微低下头，还想问什么？那我给你发的那些短信都在？真的？回贵州了给你看。哦，唐恒有点恍惚。好，你刚才紧张什么？我没紧张啊，怕我把手机扔河里了。李月池，别害怕。李月池忽然抬手，轻轻勾住唐恒的肩膀，想说什么就说。唐恒静默2秒，小声说，你别怪我。李月池说，不怪你，我把我的手机弄丢了，就是有你发的短信的手机，那个白色3星。我不是故意的。唐恒深吸一口气，眼前似乎又浮现那漆黑的低鸣的江水。有一天晚上，我从长江大桥上过，当时我明明攥着手机的，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掉下去了。你知道长江大桥是很高很高的，所以你能想象吗？李月池，那只手机先是砸在青灰色的地面上，一声闷响，然后它小小的弹了一下，就这样连一道弧线都不是，就这样笔直的坠入长江。长江大桥太高了，它坠下去之后甚至听不见入水的声响。倘若是一片人工湖，不，就算是一条流动的小河，唐恒也一定能把它捞起来。然而那是长江。时至今日，唐恒已经记不起当时的心情，急切、焦躁、痛苦，确实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自己痴呆一般盯着江面，冥冥之中有种预感，他的身体的一部分，记忆的一部分，竟然以这种方式留在了武汉。那时他已经决定去英国留学，当然也决定了离开这个城市，而这个粗糙混乱的城市像是很舍不得他似的，用这种气急败坏的方式挽留他。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后来我想过，可能怪我给他套了个壳子，是那种很软的硅胶壳，所以他掉在地上还弹了一下，不弹那一下的话就不会掉下去了。如果我套的是一个塑料壳，可能就不会弹起来了。李月池的神情有刹那茫然，然后他迅速的握了一下唐恒的手。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他温声说，掉了就掉了，以后还能补上来。怎么补？给你发新的。李月池掏出手机，忽然走上前去，拍拍小情侣中的男生，同学，你能帮我们拍个照吗？好啊，男生很热情，你们站过来吧，这最合适。于是李月池和唐恒站在了栈桥的尽头，唐恒想牵李月池的手，当着学弟学妹的面又不大好意思，最终两人只是比肩而立，但手臂和手臂贴在一起，仍然有种说不出的亲密。李月池接过手机，向男生道了谢，然后说，走吧，老板的牛肉粉该做好了。回酒店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地铁上挤得摩肩擦踵，两人被挤开了，各自站在车窗的一端。唐恒掏出手机，准备给蒋亚发条微信，叫他们不要吃晚饭。按亮屏幕，忽看见一条李月池发的短信，5分钟前。短信只有4个字，看我微信。于是唐恒点进他的微信头像，原本一片空白的朋友圈背景被换掉了。屏幕上他和李月池都没什么笑容，甚至由于这种合照的情形太过陌生，
脸上带了点拘谨。但好在阳光明媚，天空蔚蓝，他们身后有碧波万顷，湖山一色。唐恒回复他的短信，拍得不错。李月池，该搂着你拍的。唐恒，怕吓着学弟学妹。李月池就搂一下肩膀，看不出来。唐恒，你没见他女朋友在旁边一直笑？李月池，笑什么？唐恒，不知道，反正笑得挺诡异。唐恒，用微信吧。李月池，怕我话费不够。唐恒想说，不是怕你话费不够，只是觉得这样有点幼稚。然而不待他回复，李月池的短信又来了，没关系，你把你抽烟的钱省下来给我充话费就行了。李月池，以前是我，现在该你了。这人怎么还道德绑架起来了？唐恒抬眼向前方望去，恰对上李月池的目光。隔着几个乌黑的脑袋，李月池冲他眨眨眼，轻轻弯了一下嘴角。几秒后，唐恒低头，短信回复道：好的。由于审核的缘故，关于田小庆的新闻是2天后发出的。那是4月的最后一天，唐恒和李月池起了个大早，每人一碗热干面，一杯米酒，慢腾腾的吃饱喝足了，才走进隔壁的书店。当日早报挂在收银台旁边，位置非常显眼。然而唐恒和李月池等了足足15分钟，只看见老板自己取了份报纸垫桌子，此外便没有其他买报纸的人了。您好，唐恒忍不住走上前，这个汉阳早报卖的怎么样？啊？老板推推老花镜，仿佛唐恒问了个很奇怪的问题。你说呢？现在谁还看报纸啊？唐恒心说，那你还在这卖报纸？现在都看手机了呀。老板把手机屏幕转向唐恒。诺，你看，这是他们搞的软件。原来汉阳早报是有 App 的。当日首页头版推送2012年汉大女研究生之死，即便昨天已经看过报纸的打样，但标题映入眼帘的刹那，唐恒还是有种悚然的感觉。他静了2秒，对老板说，我要一份报纸，5块。支付宝还是微信？现金。哦。老板看看唐恒，目光中的打量更明显了，像是在说，这年头怎么还有年轻人看报纸带现金？唐恒把报纸递给李月池，2人走出书店，站在路边。其实用现金的原因是唐恒已经把手机关机了。他知道今天之后田小庆的事必定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干脆等到定时微博发出之后再开机。用我的吧。李月池掏出他的手机给了唐恒。他手机的应用商店里根本搜不到汉阳早报 App， 唐恒只好切到浏览器，从官网下载。不知道是因为李月池的手机太卡，还是这款 App 做的太简陋，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在唐恒点击那串标题的瞬间 App 就闪退了。唐恒愣了愣，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不会被封锁了吧？李月池摇头，应该没这么快。那怎么，别乱想了，回去再说。而且你看这个页面做的像个山寨应用，能有多少用户？唐恒再次点击 App， 幸好这次他顺利打开了那篇文章。唐恒暗暗舒一口气。李月池从他手里抽走手机，低声说，回去想干什么？带小慧逛一下吧，昨天他说想去看看师大。他们已经设置好了定时微博，中午11点那条微博将准时发出，然后汉阳早报的官微会转载他们的微博，再然后就不知道了。像是驾驶一艘船来到最危险的遍布暗礁的海域，他们都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正因为不知道，所以反而可以听天由命，能做的都做了。回到酒店，唐恒把报纸仔细折好，放进文件夹里。这时蒋亚和田小辉也醒了，片刻后4人一齐出发。
乘地铁前往广布屯。天气仍然非常晴朗，他们从北门走进师大，扑面而来便是一阵植物的清新味道。这所学校的占地面积并不大，但草木非常茂盛，又修剪得很精致。李月池轻声向他们介绍，师大春天有桃花，秋天有桂花，冬天有梅花。至于此时此刻的初夏，自然更是葱葱郁郁。田小辉轻声说，我想看看图书馆。咱们没有校园卡，进不去。李月池带他们走上台阶，只能站在外面看。好啊，我记得我姐刚读大学的时候说过，学校的图书馆特别好。你姐是学霸，蒋亚笑着接话，肯定天天去图书馆。他还说图书馆旁边的食堂很好吃。李月池点头，中午去吃吧。师大图书馆距离北门并不远，几分钟后他们来到图书馆门口。上午10点过，恰好是第一节早课结束，很多学生从旁边的教学楼出来，直奔图书馆。师大女生多，此时又是风清日暖的季节，女孩子们从他们身边经过时，裙摆微微晃荡，像湖水被风泛起的涟漪。唐恒有点恍惚的想，如果时间回到7年前、8年前，田小庆就和他们一样挎着帆布包，辗转于教学楼和图书馆。眼前的画面因为阳光太强烈的缘故，生出一丝不真实感。或许此刻田小庆确实在他们之间呢。哎，蒋亚推推唐恒，想什么呢？唐恒回过神来，怎么了？走了，小辉想看教学楼。哦，好。教学楼是可以进的，他们爬到3楼，缓步在走廊里转了一圈。这时第2节大课刚刚开始，老师们讲课的声音交杂在一起，一会儿是鲁迅和周作人，一会儿是常微分方程。再往前走，唐恒听见一道上了年纪的女生讲的是齐格蒙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李月池停下脚步，望着走廊尽头的那间教室，这个老师的课我听过，本科的时候。他讲西方社会学史，我去蹭过一次课。他就记住我了。李月池笑了笑，因为我是第一个从数学系来蹭课的。后来他就每堂课都点我回答问题。唐恒犹豫几秒，问李月池，待会去打个招呼吗？李月池淡淡道，不了，走吧。师大的面积虽然比不上汉大，但走遍整个校园也需要一些时间。尤其是这学校位于一个山头上，有不少高高低低的坡路。当他们终于在食堂坐下，蒋亚带着田小辉去买饭，唐恒才悄声问李月池，几点了？李月池指指墙上的电子表，红色数字显示11点25分，竟然过了这么久。唐恒的心跳骤然快起来，网上的反应也没这么快。李月池镇定道，吃完饭再看吧。唐恒说，我吃不下。那就开机。好。唐恒的语气尚且算是冷静，但摁下开机键时，手指是颤抖的。他在心里预估过，汉阳早报的官微粉丝有103万。据编辑说，其中一半是买的，那么就算有50万活粉。倘若这50万粉丝里有20万人会看到那条微博，才过去半个小时，有1万人看过了吗？他想，转发量大概不会超过1000。手机开机，又是一条接一条的消息弹出来。唐恒看都不看，直接点开微博。他注册的账号就叫做汉阳大学社会学院唐恒，直白的呈现了尽可能多的信息。在提供给汉阳早报的文章里，他们把田小庆化名为田薇。除此之外的所有人皆以真名出现。他们知道，公布的真实信息越多，揭露的事实就越有说服力。这可能是背水一战。唐恒捏着手机，用力眨了眨眼。他以为自己眼花了。但是这个微博账号上只有11点发出的一条微博，他相信自己不会看错。转发1.7万，评论1.2万，点赞2万。唐恒茫然地说，这是幻觉。不是。李月池比他冷静，伸手点开那条微博的转发区。食堂里人声嘈杂，
但是唐恒什么都听不见了，似乎只剩下视觉。他看见一些或者熟悉，或者险些被他忘记的名字。唐恒搓了把脸，不知该说什么，最后只好哑声道：“他们微博粉丝真多。”李月池说：“是啊。”他抬眼看向唐恒，然后攥住了唐恒的手。蒋亚端着鱼粉走过来：“哎，你俩注意影响行不行？待会小辉过来了。”李月池微笑着说：“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听哪个？”蒋亚胆战心惊道：“坏的，这家鱼粉很难吃。”那好的呢？好的是，唐恒举起手机，我们的希望比想象中大一些。他们没能在田小庆忌日当天赶到湖南。汉阳早报的报道像根导火索，砰的一声炸出许多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的东西。直到唐国木和傅丽玲同时被带走调查，而唐国木经济犯罪的小道消息传得人尽皆知，唐恒才倏地反应过来，某种意义上，田小庆的事成了借刀杀人的刀。果然，他很快见到了汉大纪检部门的人，以及武汉某经济部门的领导。唐老师，你放心啊，这件事我们肯定调查到底。对方坐在唐恒对面，看着很和气。不过呢，也希望你尽可能多地提供线索。唐恒冷静道：“他强暴田小庆的线索，我们已经全部公开了。那还有没有别的呢？”对方追问：“比如他有没有受贿行贿，有没有转移财产？我确实不知道。”唐老师，你再想想看。现在你提供的每一条线索都非常重要。见唐恒不说话，那位经济部门的领导挥挥手，将其他人请出房间，然后亲自向唐恒保证：“我们的目的只是处理唐国木，这是你立了功劳，就是看在你的份上，我们也不会为难你母亲的。”唐恒沉默片刻，摇了摇头：“我有6年没回来，之前身体不好，也没怎么和他联系。”类似的谈话进行过4次，每次都在2个小时以上。唐恒联系不到傅丽玲，后来还是从安教授那里得知，近些年唐国木和某个领导往来密切，而就在去年，那个领导与另一拨人斗争激烈，故而这次唐国木算是撞在了枪口上。唐恒和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发生在5月初，6年前的这天。李月池持刀捅伤唐国木。去吧，李月池拍拍唐恒的手臂，我在这等你。唐恒向前走了2步，又回过头看他。你就在这等我呀。李月池笑了笑，说：“好的。”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与前3次并没有太大差别，唯一不同的是谈话接近尾声时，对方忽然说：“和你一起过来的是李月池吗？”唐恒骤然警觉起来，怎么了？没什么，对方摆手微笑，只是刚巧看见当年他是唐国木的学生啊。唐恒不语，蹙眉盯着他。大好青春就这么浪费了，很可惜。对方顿了顿，轻声说：“他还想不想念书？如果他还有遗憾，也许可以，这是他自己的事，以后再说吧。”好，不过如果他想，随时联系我。谈话结束，唐恒起身走出办公室。从3楼到1楼的距离并不远，但他故意走得很慢，也许足足用了2分钟。当他来到1楼大厅，便看见门口一个笔挺的背影，手里还拎着杯奶茶。唐恒长长的舒了口气。方才下楼的时候，他有刹那惶恐，李月池不会又消失了吧？就像6年前那次，他一觉醒来就再也见不到李月池。幸而这次李月池好好的待在他身边，还把奶茶递给他，微笑着说：“看见学生都在排队，我就也买了一杯。”是很浓郁的焦糖牛奶奶茶。唐恒吸了2口，又递给李月池：“你也尝尝。”下午6点过，正赶上学生去食堂吃饭。李月池穿着最简单的白 T 恤和牛仔裤，手里一杯奶茶，和那些学生没什么分别。唐恒看得愣了几秒，耳畔响起那个领导说的话。
那人还真把名片给了唐恒。李月池，唐恒拽拽他的袖子，我问你个事儿。李月池扭头，什么？你还想不想上学？怎么这么问？随便问问。你还想不想读你的研究生吗？李月池把奶茶塞给唐恒，声音带着些笑意。我在网上看见过，海外的学校不分博导硕导，助理教授也可以带研究生，是不是？啊？唐恒愣道，是啊。你带过研究生吗？带过一个，也不算我的学生，他都快毕业了。导师有事，临时把他转到我这的。哦，感觉怎么样？不怎么样。唐恒实话实说，论文写的一团糟，还自我感觉良好，被我骂了几次。男孩女孩？女孩。那你也忍心骂呀？不骂他毕不了业。我还真是想象不出来。李月池抬手把唐恒后脑勺翘起的头发抚平了。唐老师骂人是什么样子？唐恒硬邦邦地说，很凶。有多凶？学生都不敢哭。是吗？李月池说，好凶啊。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噙着一点淡淡的笑意，声音也拖长了，像是故意演给唐恒看的。唐恒瞬间有种自己被蔑视了的感觉，心想李月池也就恃宠而骄吧。如果他真是他的学生，肯定被他骂的夹起尾巴做人。如果李月池真是他的学生，这画面好像太怪异了些，然而怪异之中又透着丝丝雀跃。如果当年的李月池是现在的他的学生，至少李月池不必过得那么辛苦了。他是导师，他能名正言顺的给李月池发工资。不过另一个棘手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他还是爱上李月池该怎么办？他是导师，他是学生，他得遵守身为老师的原则，小心。李月池忽然揽住唐恒，用力一带，令唐恒歪在他身上。唐恒回过神，看见地上一滩奶油。想什么呢？唐恒略感心虚，没什么。李月池敏锐地问，是不是他们给你说了什么？他们说，如果你想回汉大念书，就联系他们。有条件吧？还是想让我提供唐国木违法的证据？李月池这样说。唐恒便以为他真的动心了，我这真的没有证据了。我妈肯定有，只是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掺和这些事。如果你想念书，我就试试。你怎么试？我去调查我妈那些公司，我有这个权利。唐恒，李月池忽然按住他的肩膀，这不是你欠我的。我知道，但我就是觉得，如果你想，我应该尽力满足你。唐恒想起那天他们在师大的教学楼里，李月池隔着一堵墙，认真的听那位女老师讲课的声音。他问李月池要不要去打个招呼，李月池说不用了。那一瞬间，他有种心如刀割的感觉。我不想。李月池轻松而坚决地说，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你知道我现在最想什么吗？想什么？赶快看唐国木判刑，然后我带你走。唐恒的心重重一跳。你带我走，去哪都行，回贵州，或者去北京玩几天，当年答应你这件事还没办到。李月池笑着说，哪怕跟你去澳门听你讲课也行。唐恒轻声说，我也想。我等太久了，四下无人。李月池在唐恒嘴角亲了一下，想把这些都补上。半个月后，唐恒见到了傅丽玲，母子两人对坐在旧居的沙发上，家中非常凌乱，可以看得出傅丽玲被带走调查时的仓促。她的身形轻减了许多，但她还是仔细的化了妆，所以看着并不憔悴。他们还会再找你吗？唐恒轻声问。估计不会了。傅丽玲笑笑，宽慰唐恒似的。就是这次伤了元气，以后留给你的财产要缩水了。唐恒没有接他的话，又问，那唐国木呢？他这次算完了。你们还不知道是不是？怎么了？莫文，就是你伯母，
上周突然提交了很多证据。他这些年表面上对什么都不闻不问，其实没少留意唐国木。唐恒叔弟想起在贵州的时候，孙继豪说过，你伯母也是这么和你大伯在一起的。唐恒用了几分钟消化这个消息，然后只觉得百感杂陈，该说是天意吗？他因为孙继豪说出如月的事，才和李月池重回武汉调查田小庆之死，而另一个受害者，他的伯母竟然隐忍蛰伏了20多年，好像冥冥之中那些被伤害的女人都没有放弃抗争。虽然这抗争的结果来得太迟了。你可以回澳门了，不过之后这边肯定还会联系你。傅丽玲轻轻叹一口气，话没说完，眼中忽然落下2行泪。妈，唐恒有点慌乱的从兜里掏出一包纸，你别哭。我没事，我没事。傅丽玲擦了擦眼泪，露出一个挂着泪珠的笑。我就是想不到有一天咱们母子俩变成这样，这么的生疏，就像你已经不认我了似的。唐恒，你真的长大了，以前我总觉得你是个孩子，现在你是大人了，你有你自己的选择了。唐恒没在旧居待太久，因为李月池还等着他一起吃饭。离开时，唐恒带走了父亲留下的吉他，就是当年那把害李月池挨了1酒瓶的吉他。唐恒，傅丽玲的声音仿佛哀求，等这件事过去了，来上海看看妈妈吧。唐恒沉默片刻，张开双臂，很轻的搂了他一下。会去的。至此，他们总算可以离开武汉。田小辉早已被蒋亚和安云送回湖南，唐恒原本想去湖南祭拜田小庆。蒋亚说田小辉还有1个月高考，还是别去打扰孩子了。唐恒问蒋亚，你什么时候回美国？不着急，夏天来了。蒋亚每天都买1包水煮毛豆吃着玩。我给导师请了2个月的假呢，你吃不吃？唐恒推开他的毛豆，什么导师准你2个月的假？老子这几年都没休过假好吗？他们过圣诞的时候，我都在实验室干活。你什么时候毕业？烦不烦？蒋亚嘟囔道，顺利的话，明年春天吧。他吞下口中的毛豆，想起什么似的，要不我跟你去澳门耍2天？不行，唐恒冷酷拒绝，我回去了会很忙。你忙你的呀，我自己玩。澳门没什么好玩的，我可以去赌场啊，这几年我爹给我打的钱都没地方花。唐恒有点头疼的说，我真没空招待你。下次吧。那算了。蒋亚眼珠一转，我跟月池回贵州吧。上次不是找了贵大的学生给你帮忙，我去请人家吃饭，顺带爬爬山。李月池说不方便。啊？有啥不方便？蒋亚凑过去，欠嗖嗖的学着唐恒的调子，学长，我不会添麻烦的啦。唐恒说，滚。蒋亚哼道，你急什么？我又不去澳门。李月池盯着他，沉默了几秒，我去澳门。安云冷笑，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喜欢当电灯泡？好啊，唐恒，我真是看错你了，他真得跟我去澳门。唐恒被蒋亚闹得没办法了，只好实话实说，他现在回不去贵州，村里不让他回去。大概10天之前，李月池接到了村委会的电话。原来在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半溪村已经换了新村长，原因当然与孙继豪受贿有关。新任村长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再三向李月池保证他家人不会受牵连，希望李月池过段时间再回家。于是唐恒破天荒的给徐主任打了个电话，接通第一句。徐主任颇有点战战兢兢的问，小唐啊，你手机没被监听吧？唐恒想了想，应该不至于。小唐你可别吓我。你们那边怎么样了？孙继豪怎么处理？哎呦，你还好意思问我？徐主任抱怨道，我光是写情况说明就写了2个礼拜。然后呢？孙继豪这个事嘛，我们还是给他争取了宽大处理的，毕竟这事不光彩，闹大了实在难看。
澳门这边还好说，贵州那边就麻烦了。扶贫办领导说了，务必彻查到底。你说说，怪不得。什么？村里换了新村长，让李月池晚点再回去。唐恒顿了顿，都把港澳通行证给他办好了。确实，过了这阵风头再回吧。徐主任话锋一转，等等，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回来了？小唐啊，怎么？你回来就好好回来。徐主任颤抖道，别惹事行不行？我一把年纪了，真顶不住。你在武汉搞得够轰动了，回来澳门就低调一点。唐恒平静的笑了笑，你放心吧。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蒋亚和安云留在武汉，都要过段时间再回美国，而唐恒和李月池坐上了前往澳门的飞机。飞机开始缓缓降落，透过机舱玻璃可以看见碧蓝的海，澳门几乎永远是晴天。目光一转，李月池睡着了，睫毛黑漆漆的。唐恒抬手，手掌悬在他眼睛的上方，为他遮住偶尔闪进来的阳光。如果不是飞机飞行时嗡的低鸣，以及后方频频传来的孩童喧闹声，唐恒或许会怀疑此时此刻的真实性。他从英国博士毕业后，只身来到澳门，在此地孤零零过了2年，所以即便是做梦，他也从没梦过李月池出现在澳门。梦里，他和李月池总是在阴雨绵绵的武汉相见，但澳门这个地方是没有阴雨绵绵的。这地方要么刮台风狂风暴雨，要么大晴天阳光暴晒，加上海风一吹，只令人大脑空空，仿佛什么愁绪都忘记了。所以这里适合旅游，适合购物到头脑发热，适合赌博到千金散尽。唐恒曾经想过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大概就和其他来澳门工作的内地老师一样，任教几年，拿到澳门户口，贷款买房，赚着高工资，享受高福利，假期时出国旅行。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不会找一个内地人结婚。也许只要时间足够久，在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岛上，什么都可以忘记，什么都可以痊愈。唐恒还在愣神，手掌忽然被抓住。李月池睁开双眼，把他手掌拉近，在他手心飞速的吻了一下。还好旁边座位是空的。唐恒双颊微热，小声说，快到了。李月池朝窗外望了一眼，澳门现在很热吗？特别热。我们住哪？住我家呀。他这个问题把唐恒问懵了。你不想？你家就是教师公寓，对吧？对啊。李月池叹了口气，有点无奈的说，那你的同事、邻居都会看见你带着一个男人回家。你也说了，孙继豪知道我们的关系。唐恒是没想到这个问题的，换句话说，他根本没考虑过。还真是。唐恒说，那我可太有面子了，去贵州出差，拐回来个对象。李月池被他噎了一下，不止如此。你这是去世多年的对象死而复生了？李月池笑着问，是不是？唐老师大变活人。学长，我错了。还说了什么？李月池抱起双臂，悠悠道，提前告诉我，省得到时候露馅。真没了。我是男的女的？女的。怎么死的？车祸。再具体点。唐恒扶我不是故意的，以前有老师想给我介绍对象，我才这么说的。李月池无声的笑了笑，唐恒心想，他不会生气了吧？乖。李月池抬手碰碰唐恒的侧脸，既然唐老师为我守寡，那我死几年也值了。飞机降落澳门机场，走出航站大楼的瞬间，阳光笔直的刺向他们。此时下午3点过，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唐恒离开时，澳门尚且凉风习习，回来时却已酷热难耐。尽管待了2年，他还是难以适应澳门的夏天。
他们飞快钻进出租车，没一会儿就到了学校。澳门这点最好，地方小，去哪都很近。酷热的周日下午，校园里静悄悄的。李月池拖着唐恒的箱子走在他身侧，安静打量着这所大学。这里不像汉大处处是参天大树，这里的树木细而矮，用几根铁杆固定住，几乎像假树。之前刮天鸽的时候，树都被折断了。唐恒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现在的树都是新栽的。风很大，并且停水停电。当时你在干什么？不干什么，就在家待着。唐恒说，澳门就是挺无聊的。他带李月池进电梯，刷卡，开门。迎面来一股淡淡的灰尘气息，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味道。唐恒自己从不开火做饭，所以家里没有食物。唐恒放下行李，掏出手机说，我叫个外卖啊。李月池环视他的家，不着痕迹的皱了皱眉。澳门地价贵，所以教师公寓仅有2室1厅。李月池不知道其他老师家里是什么样，但唐恒家未免太空旷了些。不，准确来说也不是空旷，毕竟客厅立了个满满当当的书架。眼前的房间令他感到寡淡，缺乏生活气息的那种寡淡。一眼望去，客厅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沙发，唯有一张薄薄的白色地毯铺在正中央。书柜旁边是临窗的书桌，木质窗帘放下来，几缕阳光透过缝隙落在空荡荡的桌面上。桌角处2瓶未开封的矿泉水。是的，房间里连饮水机都没有。李月池问，你平时都喝矿泉水？唐恒有点心虚，我懒得烧水。想喝热的怎么办？那就下楼买杯咖啡。李月池不禁想起6年前他们的家，那间小小的出租屋被他们塞得无处落脚。不用下床，一抬腿就能从床上跨到椅子上，伸手能够到热得快。旁边是他们的锅，你想吃什么？唐恒把手机递过来，有家川菜还不错，或者我们吃粤菜。这边的茶餐厅都还可以，还有家韩国冷面。学校有超市吗？李月池打断他，有。你家有锅吗？有，不过没用过。去买点菜吧。李月池说，想不想吃面？就是以前我煮的那种。唐恒双眼一亮，吃。那表情就差摇尾巴了。学校的超市并不大，两人找了一番，发现根本没有花椒，当然也没有他们以前常买的四川泡菜。最后只好买了1瓶青花椒油，1袋韩式辣白菜，2盒午餐肉，1排鸡蛋，以及1包5袋装的出前一丁。这种面条其实就是方便面，在港澳地区很常见，其他地方似乎就不怎么吃。李月池拎着篮子从唐恒手中接过食物，一件一件放进去。最后他们又买了1罐老干妈。唐恒在学校待了2年，第一次知道超市有老干妈卖。回到家，唐恒从储物柜里搬出崭新的锅和餐具，新到连包装都没拆。李月池挑眉问道，别人送的？我刚入职的时候徐主任送的。唐恒挺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他说这个锅特别好用，我也没试过。李月池说，今天试一下。家里没有围裙，唐恒随便找来1件旧衬衫，俯身围系在李月池的腰间。李月池顺势摸了摸他的头顶，你去等着吧。唐恒说，不用我帮忙。你能帮什么？打个鸡蛋还是可以的。李月池笑道，你去坐会儿，很快就好。唐恒走出厨房，当然舍不得就这样离开。他坐在餐厅的椅子里，掌心托住下巴，目光笔直的盯着李月池。李月池背对唐恒，身体遮住了手上的动作，但通过那些阔别已久的声响，唐恒知道他都做些了什么。咔的一声脆响，是他在灶台上磕开鸡蛋，拇指一抠蛋壳，蛋清和蛋黄就哗啦流进碗里。他磕了4只鸡蛋，然后开始搅拌，垮嗒垮嗒，是木块与瓷碗碰撞的声音。可以想象蛋液被他搅动得非常细腻，
以至于表面上浮起一层细小的泡沫。油热了，他把蛋液缓缓倒入锅中，滋啦作响，煎蛋的香味立刻飘出来。唐恒动动鼻子，忍不住问李月池：“锅怎么样？”“不错。”李月池的声音夹杂在滋啦滋啦的背景音里。“一点都不沾。”唐恒掏出手机，默默在备忘录里写上新家要买一个不粘锅。李月池用锅铲把煎蛋切成一块一块，盛出来放在旁边。然后他洗锅烧水，很快水就开了。唐恒忍不住凑上前，帮他把出前一丁的包装袋拆开，3块面饼丢进咕嘟冒泡的水中。李月池将泡菜切丝、午餐肉切块和鸡蛋一起下锅，再倒入花椒油和出前一丁自带的调味粉包。面条的暖洋洋的香气冲入鼻腔，令唐恒有点发愣。李月池扣上锅盖，略带遗憾地说：“如果超市有葱和蒜就好了。”唐恒咽下口水，没事，晚上去外面的超市都有。厨房地方小，所以两人手臂贴着手臂，挨得极近。李月池侧脸望向唐恒，目光像是被热腾腾的水汽融化了，变得非常柔软。唐恒心跳不已，正想伸手去揽他的脖子，不，就是挨得太近了。所以李月池也清晰听见了他肚子的叫声。唐恒顿时倍感尴尬，只好佯作一声咳嗽：“好香啊。”“那什么，待会儿我洗碗吧。”李月池忍笑道：“行啊。”“念好了吗？”“应该差不多了。”李月池掀开锅盖，关火。“拿碗吧。”餐桌上放着满满2大碗面条，出前一丁和煎蛋都是金灿灿的，午餐肉是粉色的，韩式泡菜上裹着的辣椒酱被洗掉了，呈现出淡淡的翠绿。唐恒盯着眼前的面，有一刹那甚至不知如何下筷子。他从未觉得一碗面能如此漂亮，如此美味，甚至令他不忍心吃掉。空气中满是食物的味道，花椒油的麻味，煎蛋的油香，泡菜的咸辣。想不到有一天他家也会飘满这些味道，不知在楼道里能不能闻到。隔壁的夫妇都是内地人，来自北京的丈夫喜欢吃涮肉，家里时常飘出麻酱味；来自四川的妻子喜欢吃卤菜，家里时常飘出卤水香。有时唐恒很晚才从办公室回家，赶上他们吃夜宵，满楼道都是香味儿。那些时刻，他简直觉得自己已经在这个世界之外了。他觉得这种想法很矫情，所以只让他一闪而过。唐恒，唐恒回过神来，对上李月池的双眼。怎么了？吃啊！他黑漆漆的双瞳写满催促，不是饿了吗？好。唐恒捏起筷子，神情几乎是郑重的夹起一块煎蛋。看着唐恒把煎蛋嚼碎了吞下去，李月池立刻问：“怎么样？”说完又摇头笑了一下，当我没说煎鸡蛋都是一个味儿，还能怎么样？唐恒突然意识到，他和自己一样紧张。唐恒说：“还行，如果再嫩点就好了。”李月池愣了愣，可能是煮久了。唐恒点头：“这东西也没什么捷径，多学多练吧。”李月池：“好的。”然后他又笑了，以后有劳唐老师试菜。他们奔波一天，实在很累。吃完面，洗了澡，两人倒头就睡。澳门人的习惯是天大的事儿也等到工作日再说，所以并没有人联系唐恒。就这样一口气睡到下午6点过，唐恒不太舒服的睁开眼，后背都是汗，额头也是，一缕温暖的海风从窗户缝隙里吹进来，拂过他汗涔涔的脸。唐恒恍惚片刻，才反应过来现在的情形。他翻个身，对上李月池的双眼，原来他已经醒了。空调突然停了，李月池说：“是不是没电了？”“哦，应该是。”唐恒想起身去拿手机交电费，可是酣睡过后的身体懒洋洋的，于是他躺着没动。“把我手机拿来，放客厅充电了。”刚说完，眼睛又合上了。他听着李月池窸窸窣窣的下床，
走到客厅，又折回来。给你。李月池说。唐恒张开双眼，只见李月池的脸庞忽然放大。李月池赤着上身，双手撑在唐恒的枕头上，俯身亲吻他的眉心、鼻梁、嘴角，然后探入唐恒的双唇之间。他的动作缓慢而克制，鼻息却有些急促，像警觉的野兽面对猎物时，有种按捺不住的冲动。这样吻了几分钟，唐恒喘着粗气推他，等等，哎。歇会儿，他嗯一声，泄了力气，趴在唐恒身上。海风吹进来，将轻薄的窗帘掀起一角。唐恒眯起眼，看见窗外夕阳西下，天空红得像泼开的血。原来今天有火烧云。澳门的夏天经常出现这样夸张的落日，好像太阳就在前方几十公里处，边缘模糊如一团融化的铁，将要把万物都吞噬，当然也包括唐恒。李月池忽然抬起手，温暖的手掌慢慢摸索，从唐恒的发梢到他的耳廓，再到他的脸颊，最后李月池捂住了唐恒的双眼，视野变得漆黑，他看不见那烧红的天空了。还亲吗？李月池笑着问。于是他的吻轻轻落下。唐恒听见他在自己耳边说，别紧张，等我们亲完天就黑了。澳门的夏天漫长而难挨，唯一一点好处是无论白天多么酷热，入夜之后海风一吹，整个城市就变得凉爽起来。如李月池所言，待他们接完吻，窗外的天确实黑了。原本他们吻得入迷，李月池的指尖划过唐恒的脊背，带起一串细小战栗。唐恒忽觉不对劲，连忙推了推他，闷红着脸说，今天不了吧，晚上咱们还出去呢。李月池点点头，起身去冲了个凉水澡。两人出门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一弯小小的明月悬在头顶，似乎触手可及。李月池穿了唐恒的灰色衬衫和牛仔裤，他把袖口挽起来，双手懒洋洋的插在裤兜里，扭头问唐恒，咱们去哪？去荡仔吃葡国菜。唐恒看着他，几秒后不着痕迹的移开目光。其实唐恒自己也没怎么逛过澳门。学校里的青年内地老师组了个微信群，大家都是职场新人，在澳门无亲无友，故而时不时就有人在群里吆喝着一起出去玩。然而唐恒从未参与过，他总以工作为推脱的理由，其实就是单纯的没兴趣。这个城市实在小得可怜，到处都是人，出去玩也无非是逛一逛古迹，尝一尝美食。古迹吗？一直都在那，以后总有机会看。至于美食，大概是在英国待了几年的缘故，唐恒总觉得自己的味蕾已经半作废了。各地美食在他嘴里都是差不多的味道，他宁愿待在既无人声的办公室里，吹冷气、写论文、看书。李月池凑近唐恒，轻声问，我们坐几路？我看一下。唐恒起身去看路线图，26A 吧。他自己也不太确定，于是只好掏出手机，打开20分钟前刚刚保存的澳门旅游攻略，再次确认一遍，的确是26A 到全亮花园站。攻略上说，那附近有很多深藏不露的正宗葡国菜餐厅。没一会儿，巴士就到了，两人上车，身旁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此时正是外出觅食的晚饭时间，又或者吃过晚饭。去威尼斯人逛街消食，唐恒听学生们聊天，才知道原来他们把逛街当散步。侧面说明澳门这地方真的挺无趣。唐老师，李月池的手换个位置，抓住唐恒抓着的那根栏杆。平时你去哪玩？他的手就在唐恒的手的上方，有种两人牵在一起的错觉。我平时就……唐恒不想叫他发现自己生活枯燥，但是说什么好呢？逛街？太假了。赌钱？大学老师不许进赌场。总不能说压马路。就游泳什么的。唐恒说。在学校游？
那你不出门啊？也不是，唐恒咳了一声，出去的少，主要是太忙了。好在李月池没有追问，他偏着头打量前方的 LED 屏，那上面滚动着每一站的中文和葡文名称。这个被葡萄牙统治过400多年的城市，处处可见异国的痕迹。到站，两人下车，唐恒瞥一眼高德地图，带李月池走进街对面的小巷。好在那家餐厅的牌子亮闪闪的，非常显眼。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唐恒颇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我觉得这家味道有点淡，不过确实挺正宗。李月池点点头。唐恒拉开餐厅的玻璃门时，还在回忆攻略里推荐的菜品：红咖喱羊肉、马萨拉牛油鸡、红酒烩牛尾，还有什么来着？对，还有海鲜饭。高大的仆役侍应生用英文问：先生，你有预约吗？唐恒愣了一下，没有。还有空位吗？抱歉，今天的位置全部被预约了。唐恒硬着头皮对李月池说：没空位了，我们去下一家看看。李月池说：好。500米外另一家葡国菜餐厅竟然也被预约满了。虽然夜晚凉爽，但到底是夏天，唐恒已经走出了一身汗，当然也是因为窘迫。他确实不知道这些巴掌大点的葡国菜餐厅如此抢手，毕竟他的1日3餐几乎都被学校食堂和外卖包圆了。前面还有一家，唐老师，李月池打断他，笑眯眯地说：其实也不是非要吃这玩意，我不挑食。唐恒沉默2秒，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李月池随手一指，就这吧，哈尔滨饺子馆。所以李月池在澳门餐厅吃的第一顿饭是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酸菜猪肉馅水饺。虽然水饺确实比葡国菜好吃180倍，但唐恒还是有种挫败感。倒不是因为装逼失败，只是他不想让李月池发现他在澳门过得很勉强。所谓勉强，就是当他开始一段新生活的时候，他提不起丝毫热情和兴致。离开武汉之后，那些城市于他而言都差不多。伦敦天寒地冻之时，有着与上海相似的湿冷；澳门无雨无雪的12月，又仿佛北京干燥的深秋。在他的感官中，立体的世界好像被啪的一声拍扁了。城市趋于同质，生活趋于重复。他不想让李月池知道这些细节。两人填饱肚子，在荡仔的街道上并肩而行。这一带有很多公寓，街上到处是小食店，洋溢着嘈杂的热闹。情侣手牵手遛狗，小男生踩着滑板飞驰而过。这场景对唐恒来说有些陌生。李月池忽然停下脚步，问唐恒：这家奶茶好喝吗？唐恒泄气地说：我没喝过。李月池说：给你买一杯。两个女生正在点单，他走过去，等在他们身后。很快轮到他了，唐恒听见他说：这个黑糖波霸厚鲜奶。店主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问：走冰吗？李月池顿了1秒，什么？走不走冰？李月池还是没听懂。店主，要不要加冰块了？哦，李月池望向唐恒，要加吗？唐恒点点头。李月池，加。店主一边做奶茶一边絮叨：走冰呢，就是去掉冰块的意思。哎呀，我们广东话都这样讲。你去吃面，人家问你要不要走葱，就是要不要去掉葱。李月池笑着说：懂了。几分钟后，店主把奶茶递给他：我们家招牌哦，下次可以点热的。热的对女生好啦。李月池把奶茶塞给唐恒，忍笑说：下次喝热的吧。唐恒有点不好意思，小声说：哄小孩呢？你不是吗？李月池又把手插进兜里，走了几步，忽然慢声道：你非要和我较劲是不是？我过不好，你就要比我过得更不好。唐恒安静片刻，认真的说：我不是故意的。显然李月池并不相信他的话。那时候你应该恨我，你恨我。
为什么要惩罚你自己？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有种感觉。两人垂在身侧的手碰了一下。此时他们恰好行过某个昏暗的街角，唐恒便抓住李月池的手。可能这么说有点矫情，但是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既然这辈子我不会在你身边，那无论我在哪又有什么区别？李月池没有接话，只是默默走在唐恒身侧，不知在想什么。两人离开热闹的街市，沿着人行道一路向前，经过小潭山，来到澳荡大桥的桥头，对岸即是澳门本岛，赌场高楼金碧辉煌，错落排列，呈现一派盛景。李月池走在前面，海风将他衬衫的衣摆吹成一面鼓起的帆。澳荡大桥是连接本岛与荡仔的3座大桥中唯一一座可供行人步行的大桥。唐恒迟疑了几秒，问李月池：上桥看看吗？李月池说：走吧。晚上9点过，桥上仍然车来车往，人行道上偶尔有夜跑的人经过。其实这也是唐恒第一次步行上桥，视线越过黑漆漆的海面，可见更远处的西湾大桥。唐恒暗想，就连桥与桥都是不同的，澳门的跨海大桥是纯白色，线条流畅如一段轻易的白色绸带，而武汉长江大桥在他印象里永远是青灰色砖石，下层过火车时轰隆轰隆，沉重的像一部年代剧。唐恒凑近李月池，问他在想什么。李月池说：在想澳门。澳门？这里有乞丐吗？有吧。唐恒笑了笑，但我没见过。李月池声音闷闷的，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哪里好？干净、安全、富裕，你肯定比我了解。唐恒。算是吧。唐恒侧脸望着他，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再见面，你会一直留在这，是不是？我不知道。李月池似乎叹了口气，风声太大，唐恒并不确定。然后他看见李月池冲他笑了，那是个带着愧疚的笑。我不会跟你说什么咱俩还是算了，或者留在澳门比跟我回贵州好之类的话。他转身面向唐恒，正色道：我只能说我会尽量不让你后悔。唐恒愣了愣，失笑道：你不说这话我也会跟你走。李月池说：我认真的。我现在还是没什么钱，但最多5年，不，3年，我会比现在有钱很多。等你回去了，我们先搬到贵阳。现在我还没钱买房子，但是3年内一定在贵阳买房。他顿了一下，认真补充道：估计得贷款。唐恒没想到他已经暗自计划了这么多，整个人听得呆住。李月池继续说：我妈那边前几天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这辈子不会结婚。至于咱俩的事，我想当面告诉她，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行吗？唐恒还是愣住的，讷讷道：行啊。李月池郑重的颔首。他仍然这样，没有变，就像6年前他坐在局促的出租屋里吃一碗5块钱的炒面。哪怕是面对5块钱的炒面，他的神情也那么认真。他从来不是一个活得轻松的人，他对万事万物都认真，都郑重。或许是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有代价。汽船的鸣笛声断断续续传来，远处灯火辉煌，弯月当空，无声的拨弄着潮汐。唐恒凑近他，小声说：你还记得以前我说的话吗？李月池问：哪一句？我爱你是免费的。可能是因为年岁渐长，也可能是身后车水马龙的缘故，那3个字变得有些羞于启齿。唐恒安静了几秒，只说是免费的。李月池眸子闪了闪，唐恒觉得他的黑白分明的眼睛比身后所有璀璨灯光还要明亮。6年前就想回答你了。李月池说：我也是。他略略低下头，碰到唐恒的嘴唇。海风飒飒，如在梦中。两人去超市买了些吃食，然后回学校。回城时已经11点过，
巴士上除了他俩和司机，只有一个坐在前排的男生。唐恒便把窗户推开一丝缝隙，让清凉的夜风吹进来。他掏出手机，拨了徐主任的号码。虽说休息日不应谈工作，我这周就办离职。唐恒对徐主任说，提前给您说一声，到时候也好快点办手续。那也没有这么快。你急什么啊？徐主任话锋一转，又叹道，孙继豪也在办离职，你知不知道？小唐，其实你也可以留下来的。唐恒笑道，您还敢留我？原本是不敢的，但我想了想，比起你在武汉捅出的篓子，你还算对我们手下留情了呢。哎，谢谢您好意。唐恒懒洋洋的抓住李月池的手，我朋友也来澳门了。姓李那位，您见过？他的旅游签只能待7天，所以我得快点办手续。徐主任嘟囔道，好家伙，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撂挑子是吧？人都走光了，下学期怎么排课呀？唐恒挂掉电话，扭头看见李月池闭着双眼，唇角含着点不甚明显的笑意。夜风将他的头发向后撩起，露出干净的额头。他极少有这样轻松惬意的神态，又穿了白衬衫，简直像个玩乐归来的大学生。巴士靠站，车厢安静了些。唐恒忽然听见身旁传来很轻的歌声，他凑近，听见李月池轻轻哼着歌，哼的是夏夜晚风。周一，唐恒和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谈话，并为在贵州发生的事情撰写情况说明书。周二下午，唐恒见到了孙继豪和卢月，他没想到这两人还能心平气和坐在一起。孙继豪依旧老样子，甚至脸颊更圆润了些。师弟，你真行啊！孙继豪笑呵呵道，我听说汉大被你搞得鸡飞狗跳，前任院长已经被带走了。唐恒没接他的话，只淡淡的问，你离职了？那不然呢？孙继豪耸肩，现在全澳门都知道我是 gay， 咱俩也没什么可聊的了。孙继豪起身对卢月说，我去接可可放学，你们聊吧。他就这样走了。唐恒以为他会骂他几句，甚至和他打一架，毕竟孙继豪的事是被他捅出去的，他现在都无所谓了。卢月轻声解释，那些事被他爸妈知道了，大闹一场，现在算是和他断绝了关系。学校这边我们也办完离职了。唐恒讶然，你也离职？卢月笑了一下，在这圈子待够了。其实最开始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就知道他不喜欢女人，他说他只是想要一个家，我也想，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唐恒难以置信的问，那你们现在离婚没有？没有，卢月说，可可还小，离婚的事以后再说吧。唐恒无言，他不知道孙继豪和卢月究竟算什么关系，做不成夫妻，所以做朋友，做亲人，那他们又为什么要孩子？不过这世上人和人的关系千奇百怪，他并不想追问。唐恒又和卢月聊了一会儿，得知他们一家3口打算搬到深圳。孙继豪的同学在深圳开公司，早就邀请过孙继豪入伙。由于还要去人事部办离职手续，没过太久，唐恒起身与卢月告别。这次他没有叫她师姐，而是说，那我走了。卢月露出一个微笑，我是不是还没给你说谢谢？谢什么？你在武汉做的事？不，唐恒转身背对他，是我该谢你们。周3和周42天，唐恒辗转于学校的各个部门。澳门办事效率着实低下，但好在程序没那么繁琐。话虽如此，唐恒还是累得够呛。与此同时，李月池也没闲着，他在家收拾他们的行李。家里倒是没有太多家具杂物，唯一令人头痛的是那满满一柜子书。李月池害怕搬家时手忙脚乱出岔子，便将每一本书都贴了序号。总共146本书，被他分装进一只纸箱，细心的垫好泡沫，密封结实。
周五下午是唐恒在澳门上的最后一节课。其实学院早就找了别的老师接手这门课，但考试试卷是唐恒提前出好的，所以时近期末，还是得由唐恒来给学生划重点。学生自然也听到了许多八卦，选课的没选课的都来了，一个个双眼发亮，紧盯唐恒，满脸写着老师快点爆料。然而唐恒只是翻着讲义，一板一眼的告诉他们哪里需要重点复习。起先还有学生心不在焉，后来就都蔫了，老老实实执笔听课。唐老师虽然离开了2个多月，心狠手辣的风格倒是半分未变，一页一页翻过去，竟全是重点。话到最后，学生哀嚎道：“老师，你干脆说哪几页不是重点就好了呀，还有5分钟下课。”时间刚刚好。唐恒合上讲义，关掉 PPT， 他深深换了一口气，站直身体，对台下学生们说：“这个学期因为各种事情耽误了上课，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我正在办理离职手续，以后就不在澳门了。”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又立刻变得很安静，所有学生都屏息凝神。说一点题外话，关于我对社会学的理解。站在实用性的角度，社会学这个专业像其他文科专业一样不被看好。你们过年回家，亲戚问你学什么，你说你学社会学，他们可能会开玩笑说，等你毕业上班进社会混几年就懂了，社会有什么可学的？唐恒笑了笑，继续说，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对我说，他学社会学是为了让家乡脱贫，这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但我不是，我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觉得那些专业都差不多。我的第一志愿是金融，分数不够，调剂到了社会学。我觉得它也不算很无聊，所以就一直学到了现在。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都和我一样。同学们，唐恒顿了顿，非常郑重地说，直到今年，我忽然明白了社会学的迷人之处。它与科学研究不同，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追求客观真理，那种真理是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恒定不变的。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社会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之中，社会的运转不存在永恒真理。今天你信仰的主义，或许在10年之后就被反驳的一无是处，今天还适用的规则，或许经过一场突发事故就变得毫无价值。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进行社会学研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与科学研究那种单方面的追逐不同，社会学学者可以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改变他们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改变这个社会。所以社会学就处在这样一种微妙的局面里，我们研究这个飞速变动的社会，同时也力求使自己的成果成为变动的一部分。这注定是一场漫长的、艰难的博弈，这也恰恰是社会学的价值和乐趣所在。我知道你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同学会走上研究的道路，不过，总之，无论以后你们做什么，我做什么，我们都必定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挫败。因为人和这个社会，人和自己，总是在博弈。我曾经是一个脆弱的人，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所以我希望你们坚强一点。说回我的那个朋友，他的故事太长了，时间有限，我只说最关键的。在他身上体现出某种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的品质。借着最后这个机会，与大家共勉。唐恒转身在黑板上写下4个飘逸的大字：百折不挠。爱是百折不挠。2018年5月底，唐恒第2次来到贵州铜仁石江县。上次来到这里是2个月前，唐恒记得那天晚上他对着李月池吐了一通，这本来就够难堪的，而李月池又对他冷嘲热讽，当时他简直想连夜逃回澳门。仅仅过去2个月，他却要来这里常住了，重新踏上厚重的石板，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李月池在县城的住处很狭小，是套40来平的老旧单元房，一半给汪迪的服装店做仓库，一半给李月池住。现在多出个唐恒，自然要另租新房。
唐恒说干脆在县城买一套好了，也方便安顿你妈和你弟。哦，那好像得买2套，河边有片新建的楼盘。唐恒觉得还不错，甚至挑好了门对门的2户。李月池沉默几秒，低声说：“我没那么多钱。”唐恒说：“我有啊，而且这小县城的房子真的很便宜。你的钱你自己留。”李月池，唐恒捏住他的下巴，感觉自己像电影里那些大腹便便的金主。之前咱们说好的。李月池装傻道：“说好什么？我给你花钱，你不能拒绝。”那也不是这个花法。李月池笑了笑，认真的说：“我不会让你一直待在这的，所以没必要买房。而且你才上班2年，能攒多少钱？你知道我在澳门1个月工资多少吗？”多少？李月池顿了一下，我听说大学老师的工资也不是特别高。内地的确实不高，不过澳门1个月6万葡币。李月池神情一僵，6万。唐恒继续摸他的下巴，合人民币5万块吧。而且我读博拿的是全奖，也攒了一些，还有那会儿我妈给的钱。李月池默默偏过头去，仿佛忽然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唐恒说：“学长，怎么了？”李月池说：“被自己穷到了。”唐恒哈哈大笑。2人商量一番，最终还是没有买房。毕竟他们今后的确不会留在石江县，只为了短期落脚而买房，确实没太大必要。李月池本想去那处临河楼盘租一套房子，也被唐恒拦下了。他们在店铺的临街租了房，旧房子没位重，但好在有宽敞的阳台。同人的夏天常常下雨，唐恒从淘宝买了一些绿萝，这种植物喜阴喜湿，放在北向阳台上正合适。没有多久，碧绿的藤蔓就缠满了阳台的铁栏杆。唐恒又买来2张摇椅。晚上李月池从店里回来，会打包唐恒喜欢的羊肉粉。2人吃饱喝足之后，就躺在椅子里聊天。摇着摇着，紧凑的对话变得有一搭没一搭。这时李月池起身，碰一碰唐恒的脸，困了去床上睡。唐恒眯着眼不动，李月池笑笑，俯身将他抱进卧室。当然，更多时候唐恒在李月池的店里待着。他再次出现在石江，着实令县里的领导紧张了一番，生怕他又是来搞事的。然而领导们一个个套过近乎探过口风之后，惊讶的发现，唐老师这次似乎真的只是度假。你看他吧，澳门的工作辞了，武汉的事也避而不谈，在李月池那店里一坐，竟然在给他的淘宝店当客服。在某位领导前来探望时，唐恒老神在在的说：“我现在啊，什么都看开了。您听没听过那句诗？苏轼写的，哎，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的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我现在真是觉得那些名利啊，都是一场幻觉。领导虽然不知道诗是什么意思，却听得懂唐恒的话，于是喜笑颜开道：“那您这次只是来度假吧？”“对啊。”唐恒说，“石江空气好，我学长又在这，来找他玩嘛。”“太好了，太好了！”领导夹起小皮包，准备走人。“哎，王科长！”唐恒叫住他，“我们新出了5香味牛肉干，你尝点吗？”最后，每个来探望唐恒的人都从李月池的店里买了一堆牛肉干，当月营业额直接翻倍。唐恒把下巴支在李月池肩膀上，笑眯眯的问：“学长，我厉不厉害？”李月池有些无奈，又很温柔的说：“厉害。”周末的时候，李月池带唐恒回到半溪村，他母亲尚不知晓2人的关系，李月池只告诉他，自己和唐恒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每次回去之前，唐恒都会收很多快递，然后一股脑带到村里。李月池家渐渐有了变化，起初是换上新的灯，房间比以前明亮的多，也显得宽敞了。后来又换了新的水管、新的电器、新的家具。再后来，唐恒和李月池的弟弟说了话，
李月池的弟弟叫李月鹏，长相和李月池7分相似，不过稍胖一些，显得有点憨气。唐恒对他说：“我是你哥的朋友。”他迟缓地打量唐恒，仿佛在回忆什么。半晌，李月鹏用贵州话含糊地说：“你是手机的人。”唐恒没听懂，问他什么手机？我哥的手机。你在你哥的手机里见过我？李月鹏呆了片刻，点点头。唐恒把这事告诉李月池，李月池没说什么。唐恒再三追问，李月池没办法，只好把那只旧手机递给唐恒。没错，就是6年前唐恒送给李月池的3星。他发给李月池的短信都好好的躺在收件箱里，点开来看，总是很长很长一段。唐恒有些恍惚的说：“我那会儿话真多。”李月池轻声接上后半句：“为了省话费。”唐恒点开手机相册的时候，指尖是轻颤的。映入眼帘的第一张照片拍摄于2012年4月23号，是他拖着箱子的背影。唐恒想了想，大概是他从北京飞回武汉，李月池去天河机场接他时拍的。往后翻，照片的时间越来越早，却无一例外都是他，或与他有关。他睡着的时候，他低头吃热干面的时候，他翘着脚倚在床上看书的时候，他的吉他，他的藏蓝色大衣，他的一撮橙红的发尾。唐恒揉了揉鼻子，把手机还给李月池，问他现在要拍吗？李月池笑道：“我们去个地方。”唐恒坐在后座，伸手搂紧他的腰，摩托车嗡的启动。山风划过耳廓，唐恒把脸贴在李月池的后背上，隔着薄薄的 T 恤，他能触到李月池紧绷的肌肉和硬邦邦的骨骼。李月池还是瘦，唐恒暗自下定决心，以后把他喂胖一点。摩托车绕过几道弯，山路曲折，风里都是盛夏所特有的清新的植物味道。李月池把唐恒带到一座小山坡，溪水淙淙流淌，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水面上，波纹都变得亮晶晶的。两人找了一块石头坐着，肩膀和肩膀抵在一起。四周非常安静，唯有风吹林叶发出细微的声响。唐恒脑袋一歪，没骨头似的靠着李月池，问他：“你经常来这？”高中的时候来这背书。一个人？不然呢？唐恒满意道：“很好。”李月池笑了笑，虚虚环住唐恒的腰。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就这样相对无言的坐了一会儿。李月池忽然问唐恒：“你怎么不穿那个牌子了？”“哪个？”“你很喜欢的那个。”这里李月池点点他的胸口，有一颗红色的心。川久保玲。以前年轻嘛，而且上班之后总是穿正装，不上班的时候可以穿啊。一件 T 恤几千块，唐恒摇头道：“没必要。”的确，一方面的原因是唐恒自己已经过了穿潮牌的年纪，而且他又当老师，若是在课堂上和学生撞衫，就太尴尬了。然而另一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告诉李月池，那就是在他们分开的6年里，每当他无意撞见那颗红色爱心的 logo， 总会想起他们初遇的夜晚。那天晚上他穿的就是川久保玲的白 T， 后来他把这个牌子的衣服视为幸运衫。再后来，唐恒觉得不提也罢。李月池轻声说：“你穿那个很好看。”唐恒开玩笑道：“我穿什么都好看。”以前我做过一个梦。李月池放慢了语速，认真的说：“我梦见我带你回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梦里也是夏天，你穿着那个牌子的白 T 恤，坐在河边唱歌。什么时候的梦？很久以前了。唐恒沉默片刻，忽然伸手掏兜，他记得昨天帮李月池喝完账之后，顺手把笔装进兜里了。果然，他从衣兜里摸出一支红色碳素笔。红色的，正好。唐恒低头用碳素笔在胸口涂了一枚潦草的爱心，这样行不行？
李月池失笑，行。然后他平静地看着唐恒，好像已经知道自己即将等来什么。唐恒动了动嘴唇，感到喉咙发痒，也许是因为紧张，可能会走调。唐恒说，太久没唱了，就咱们两个。李月池冲他眨眨眼，我不告诉别人。那我唱南方的。以前他总是在武汉唱南方，但其实这首歌写的是离开武汉之后对那里的回忆。此刻他身在贵州，好像总算恰当了。好在当他顺着音调回忆那些岁月时，回忆里的人就在身边。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走调没有？不知道。算了，能唱出来就不错了。他曾以为自己再也不能唱歌了。唐恒正唱得入神，一串铃声突兀的响起，歌声被打断。李月池皱了皱眉。唐恒看见屏幕上蒋亚2个字，非常不爽的接起电话。怎么了？儿子。蒋亚喊破了音，唐国木被正式批捕了。在家当了1年待业青年之后，唐恒总算又开始上班。入职的学校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本科，位于贵阳市区的某座小山坡上，生态环境很好，校园里甚至出现过猴子。学生们也像猴子一样，每天不知在什么地方晃荡，个个与学习无缘。老师们则早就醒悟，在这学校做科研是没出路的，所以不是忙于考研辅导班兼职，就是做生意赚大钱去了。教书只当副业，没人关心唐恒在武汉的新闻，唐恒乐得自在。李月池把工厂开到了贵阳郊区，当然说工厂就夸张了，其实还只是个小作坊。最初的3个月完全赚不到钱，后来机缘巧合，李月池碰到了在监狱里认识的朋友。这位朋友人称乔哥，道上混过20年，在贵阳拥有数家 KTV 和足浴中心。乔哥认为李月池这小子不错，读过书有文化，以后肯定混得出来。大手一挥，叫李月池把牛肉干拿到他的 KTV 卖。就这样，牛肉干渐渐在贵阳打开销路，网店的生意也比以前好了许多。盈利的第1个月，刨除人工费、加工费、租金等等，净赚了4000块钱。李月池事先没有告诉唐恒，他去首饰店买了一对戒指，只为是他趁唐恒睡着后量的。3000块钱的对戒自然不是什么高档品牌，连包装也显得草率。李月池用剩下的1000块请乔哥吃饭，饭局散场时，夜已经很深了。11月底的贵阳下着绵绵冷雨，寒意凝结在浓墨般的夜色里，令人只想快些回家。但李月池把摩托车停在楼下之后，没有立即上楼。他在楼道口站了好一会儿，直到感觉身上的味道散干净了，才摸了摸兜里的盒子，转身上楼。进门，只见卧室透出一方淡黄色灯光，斜斜的映在地板上。李月池轻手轻脚走进屋，未到床边，见唐恒睁开双眼。还没睡？李月池站着问他。今天是周二，唐恒有2节晚课，往常他都睡得很早。等你啊！唐恒伸手去抱李月池，他却避开了。李月池说，我身上有味。原以为散干净了，可是进了屋，那些味道还是很明显。你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我刚才听见锁车的声音。我先去洗澡。学长。李月池身形一顿，唐恒已经起身下床，他开了电热毯，身上带着一阵热气，连双手都是温暖的。唐恒捧住李月池冰凉的脸，然后凑近，用自己的脸颊蹭了蹭他。以后不准了，唐恒说，多冷啊，一身辣椒味儿，晚上他们又抽烟。没关系。唐恒原本是想洗了澡再给他的，可现在突然就等不及了。李月池掏出那枚有点简陋的白色绒面盒子，这个送你。唐恒愣了2秒，接过那枚盒子，打开，2枚素圈戒指出现在面前。
其实看见盒子的那一刻，他就里面猜到是什么了。然而他的心脏还是不可抑制的狂跳起来。以后给你换更好的。李月池低声说。学长，唐恒盯着戒指，你这算是求婚吗？我总觉得我们6年前就结婚了。李月池拈起其中一枚戒指，缓缓套进唐恒的无名指，这算不及你的。他这句话险些令唐恒眼眶发热，唐恒连忙为他戴上戒指，催促道：快去洗澡，多泡一会儿，你的手好冷。李月池笑了笑，转身走进浴室。唐恒将戒指摩挲片刻，又隔着门问：吃饱了没？李月池的声音混着水声传出来：没，他们竟闲扯了。于是唐恒走进厨房，开灯烧水。他从来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现在竟然也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了。这都归因于李月池忙起来没个数，要么不吃饭，要么随便泡袋方便面对付。后来唐恒就学着做一些简单的便当，叫李月池带到厂子里。等水烧开的时候，唐恒把油麦菜洗干净，从冰箱取出一块卤牛肉切片，然后切葱花、拍蒜。他喜欢这些嘈杂的声音以及厨房亮白的灯光，他们都是因李月池才有的。下这么多面啊！身后忽然响起李月池的声音。唐恒没回头，攥着筷子轻轻搅动锅里的面条。我也有点饿了。李月池上前一步，把下巴垫在唐恒的肩膀上，他的头发湿漉漉的，发梢戳着唐恒的脸颊，有一点痒。这个月赚钱了4000，李月池说以后会赚更多的。哦，李老板想赚多少？起码换个大房子。我觉得现在这个挺好啊。要2个卧室，2张床。啊，这样就不用半夜换床单了。好吧。由于每次都是李月池换床单，在这件事上唐恒并没有反驳权。两人吃面的时候，豆皮踮着脚凑了过来。这是只1岁多的橘猫，自从被唐恒带去宠物医院，咔嚓成了公公后，便食量大增，日渐显示出橘猫的风采。这胖猫不仅好吃懒做，并且擅长吃里扒外。他先是用脑袋谄媚的蹭了蹭唐恒的小腿，见唐恒没有反应，尾巴一甩，扭头就去扒拉李月池的裤脚，并且捏出一副奶猫音，喵呜喵呜的叫。李月池伸出食指点点他的脑门，听话，这种肉你不能吃。豆皮喵呜喵呜。李月池收回手指，任他扒拉着。当时捡他的时候就该知道的。唐恒无奈道：我以为他喜欢你。李月池说：我也以为他喜欢你。年初时唐国墓案开庭，两人为此回了一趟武汉，而豆皮就是他们在汉阳大学里捡到的。当时蒋亚嚷嚷着肚子饿，跑去食堂买了3份豆皮。李月池和唐恒坐在椅子上吃豆皮，没吃2口，一只灰扑扑的小猫凑过来，蹲在距离他们几步之遥的地方。小猫瘦骨嶙峋，像是很惧怕他们的样子，甚至不敢叫出声。然而它又乖乖的蹲在那里，样子十分惹人怜爱。唐恒蹲下，把豆皮里的牛肉粒挑出来，放在自己脚边。小猫动了动鼻子，犹犹豫豫的上前，然后低头飞速吃掉了牛肉粒。唐恒本以为它吃饱肚子就走了，没想到这小猫跟了他们一路，直到他们即将离开汉阳大学，还是紧追不舍。唐恒只好问蒋亚：你想养猫吗？我猫毛过敏。蒋亚离得远远的，痛心疾首道：哎，我真的好想摸摸啊。最后两人退掉高铁票。李月池和蒋亚轮换开车，一路从武汉开回贵阳，把这小土猫带回了他们的家。蒋亚顺便去他们家蹭住几晚，并表示突然对婚姻生活充满向往。吃完面，李月池去洗碗，唐恒把豆皮举起来，懒洋洋的问：还吃？你知道你最近又胖吗？豆皮哼哼唧唧，满脸不服。唐恒放下他，洗漱一番，回卧室把李月池的被子铺开。
然后拿起手机回复傅丽玲的消息。可能是彻底想开了，傅丽玲变得十分关注李月池的生意，并且有事没事就表露一下投资意向。宝宝，现在是营销的时代，你看看这几个微博扣怎么样？我们花点小钱，让他们给小李的牛肉干做个推广。虽然唐恒早就拒绝过他，但不得不承认，在经商方面，他老妈经验丰富，值得学习。唐恒问，大概要多少钱？如果价格合适，适当做点营销，倒也不错。50万差不多吧。唐恒不知该怎么说，他家李老板这个月赚了4000块。又和傅丽玲闲聊几句，李月池洗完碗，关了灯，走进房间。他低头吻了吻唐恒，两人唇齿间弥漫着相同的薄荷味道。唐恒放下手机，揽住他的脖子，用力加深方才的吻。他含糊地问李月池，明天要早起吗？如果不用早起的话，或许今天半夜可以换一下床单。李月池轻笑，不早起。他话音刚落，客厅忽然传来一声闷响，两人立即分开。下一秒，豆皮窜进卧室，轻车熟路地跳上床。李月池扶额道，我忘关门了。喵呜，豆皮伸个懒腰，黑溜溜的眼睛已经半眯起来，仿佛在问两只奇怪的人类，几点了还不睡？唐恒用脚推推豆皮，你回窝里睡，明天吃鱼干。豆皮双眼一合，开始打呼噜了。李月池无奈道，明天做吧宝贝。唐恒小声说，吃太饱了，睡不着。李月池把手伸进他的被窝，很轻的揉了揉他的肚子，那别躺了，坐会儿。方才的旖旎气氛彻底被肥猫的呼噜声打散。唐恒斜了身子靠在李月池肩头，看李月池一条一条的回复微信消息。他的微信头像已经从之前那片模糊的深蓝变成了明亮的碧蓝。后来唐恒才知道，两片蓝色都是东湖的湖水，深蓝色是东湖村拆迁那天的湖水，碧蓝色是后来他俩一起去凌波门那天的湖水。李老板人忙事多，唐恒看着看着打了个哈欠，有些睡意朦胧，当然也可能是被脚边的肥猫传染了。宝贝，李月池低头，下巴蹭了蹭唐恒的头发。先别睡，林浪把小样发过来了。唐恒含糊道，明天再听。李月池直接把一只耳机插进他的耳朵。其实这一刻，唐恒是非常清醒的，他只是有些不好意思。林浪的唱片公司买下了《遮望眼》，歌词重新谱曲，交给一支刚出道不久的乐队演唱。乐队成员都是20出头的年轻男孩，主唱音质清澈，高音时会带一点类似哭腔的腔调，既动情又纯粹。音乐开始，大提琴的声音把唐恒拉回那个夏夜。歌曲播放到不知第几遍，唐恒脑袋一歪，真的睡着了。李月池便轻轻把耳机取出来，为唐恒垫好枕头，掖紧棉被。他望着唐恒的睡颜，有点惊讶的意识到，这个他爱到愿意为之万劫不复的人，竟然就这样好好的睡在他身边。然后他又自嘲的想，这么久了，他竟还是为这个念头感到惊讶。李月池俯身想要亲吻唐恒的唇角，相距咫尺之遥时，唐恒忽然哼唧一声，翻身背对他了。李月池笑了笑，抬手关灯。他决定明天早上再吻他。